玉儿醒来时，头剧烈疼痛，脑袋朝下充血的压力让她费劲地睁大了眼睛。周围景物翻转，扛着她的男人走路健步如飞，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甩在了地上。四弟，野猪卖掉了吗？说话的是个肤色黝黑、长相憨厚的男人。薛墨没有说话，他率先走到屋里的方桌边，给自己倒了一碗水，咕咚地喝起来。四弟，这女人是……薛东十分费解，这弟弟今早上打了头野猪，拿去镇上卖，这是……乔玉儿不知此刻什么情况，只觉得两个男人看他的眼神都奇奇怪怪的。大哥，那头野猪卖了8两银子，我用这钱买了这个可怜的姑娘。薛东心里瞬间炸开了锅，看了这姑娘一眼，长得黑瘦，像个干瘪的豆芽菜，脸上坑坑洼洼，额头有块血迹，看着吓人，就一双眼睛还算明亮。他瞪大眼珠子，四弟，让我说你什么好？天下可怜的人多了去了，你帮得过来吗？你知不知道这8两银子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他说着说着，情绪越发的激动。家里还欠着药钱，三弟还指着这钱继续求学。现在好了，8两银子换了个这么个女人，顶啥用？大哥，可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我做不到见死不救。薛墨回忆在偏巷看到的一幕，姑娘因反抗被父母卖而被打破了头。当时他也不知怎么回事，看到那可怜的模样，脑袋一抽就懵了。虽说有些冲动，但他不后悔。他们正议论时，乔玉儿看了薛墨一眼，年纪不过18的样子，面容俊朗，轮廓立体，身形挺拔。他的这种俊是非常的阳刚，很有力量的。四弟，你这……我不说你了，一会儿你跟2弟、3弟解释去，我去做饭。薛东气得无言以对，他说完，人就气冲冲地去了灶房。乔玉儿打量这破旧的茅草屋，入眼是黄泥土坯墙，地面坑坑洼洼的，破旧的家具，纸糊的窗户。看来他这个现代医生出车祸，穿成了农村小丑妞。这时，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递了个破旧的瓷碗。姑娘，喝点水。乔玉儿伸手接过，多谢恩公。她声音有些嘶哑，脑子这会儿清晰，便有了原主的记忆。原主也叫乔玉儿，今年15岁，被破了户父母卖给牙婆，用来给大哥娶媳妇。只是没想到原主被推，头撞到墙上就死了，让他这个现代灵魂穿了过来。既然我将你买回来，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也是薛家的一份子。恩公怎么称呼？我叫薛墨，你可以唤我四哥。我有3个哥哥，1个弟弟。大哥薛东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2哥薛竹是个手艺人，3哥薛凡是个秀才。我还有个弟弟叫薛飞。刚你看到那个是我大哥。四哥，我叫乔玉儿，多谢你救了我，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两人正说着，就听见灶房里一阵噼里啪啦响，有碗破碎的声音。薛墨头疼的扶额，家里都是5大3粗的男人，做个饭就跟打仗似的。正当他想过去帮忙，就见那个丑丫头先他一步进了灶房。乔玉儿进来就看到满地狼藉，而一旁脸红脖子粗的糙汉子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兄弟几个人都是轮流做饭，每次轮到他，差点把灶房都点着了。乔玉儿见状
赶紧拿着扫帚打扫。大哥，我来做饭吧。听薛墨说他是大哥，跟在后面叫总没错吧？行，你来。薛东语气冷冷，把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了他。拿银子买回来的女人，使唤一下也不算什么。等他出去后，乔玉儿立刻打开被虫蛀得不成样的橱柜，里面只有几个鸡蛋、土豆。他看了看米缸，全都是糙米。看来这个家是真的穷啊。他叹了口气，先将糙米筛选了下，淘米洗净，放入锅中，上面放了个蒸笼，打了2个鸡蛋，注入凉白开后，整个大碗鸡蛋羹。接着他炒了个土豆丝，砧板上的野菜也炒成了菜。这会儿从山上扛着毛竹下来的薛家2兄弟回来了，他们身后还跟着个8岁的小男孩，是薛家年纪最小的5弟。3人一进院就闻到了浓郁的饭菜香，正嘴馋呢，注意力都被美味勾走了，一时间都没发现大哥薛东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大哥，饭菜做好了呀，我都饿死了。好香啊，大哥的厨艺有长进啊。薛东便从石墩上站起来，他看了一眼烟火未足的灶房，哀叹地将薛墨把卖野猪的钱用来买女人的事说了一遍。老三薛凡气得跳脚了。大哥，这4弟怎么能这样？这野猪钱不是说好了一部分用来还债，剩下的给我求学用的吗？家里就出了他这么个读书人，考上了秀才，这既难得又费银子，眼看着3年一次的乡试又要到了，这不得准备准备，需要银子。3年前他就考失败过一次，是哥哥跟弟弟全力支持他再考的。但4弟现在把好不容易挣来的钱用来买女人了，这都叫什么事儿呢？薛竹也有些恼，啧舌道：大哥，这4弟糊涂啊，这满大街可怜的姑娘多了去了，他怎么就想不开呢？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貌美天仙的姑娘把他给迷成这样。二哥薛竹率先冲进去灶房，等他看到饭桌上的3个精致菜肴，尤其是那么一大碗鸡蛋羹时，瞬间傻眼了，瞅了一眼端着碗筷出来的姑娘，黑瘦丑，只觉得一股气提不上来。你就是我4弟买回来的女人？你看看这一大碗的鸡蛋羹得用多少鸡蛋？你不会是把橱柜里的鸡蛋全给糟蹋了吧？那10来个鸡蛋，兄弟几个都舍不得吃，是给5弟吃的。毕竟小5才8岁，是个孩子，再长身体，需要点营养补补。他倒好，给糟蹋了。乔玉儿搁下碗筷，就承受了一顿噼里啪啦的怒吼。见他的长相跟薛东有些像，估摸着是薛家兄弟，他怯生生地搅了一下衣角：我只打了2个鸡蛋。唉，想他一个堂堂医生，居然因为2个鸡蛋被吼，这爹不疼娘不爱的，这有好心人收留，他能理解对方的愤怒。还没等他庆幸完呢，就感觉到身后的衣领被人提了起来，提他的是个长相清秀的书生。走走走，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4弟是中了邪了，买了你这么个东西回来。薛凡将他一路提到了门口，就见薛墨抱了堆柴火进来，见状立马冲了过去。三哥，是我自愿买他的，你有什么火冲着我发，为难他做甚？你自愿？这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你买了这么个丑东西，你知不知道家里都快穷疯了，那可是一头野猪钱呀！薛凡怒吼道，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的跳起。这4弟是想媳妇想疯了吧？咱家5个兄弟不是一直想要个妹妹，从今往后这月儿就是我们的妹妹。三哥，
钱的事我会再想办法的。薛凡真没想到啊，这个一向靠谱的四弟会为了个外人跟他吵架。什么妹妹，又不是一个娘胎出来的，他才不会承认呢。眼看两兄弟气急败坏的，薛东打了个圆场。先吃饭吧，这人都买回来了，退也退不了了。薛竹也尴尬地摸着鼻子，刚误会他了，这会儿语气倒没那么冲了。三弟，这野猪是老四打来的，他说有办法，那一定会有办法的。行，你们都帮他说话，是我没用，上回乡试都没考上。是啊，四弟有本事，会打猎挣钱，所以他想怎么花都对。薛凡气得直接扭头进了自己的房门，把木门关得啪啪作响，惹得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看着这丫头饭菜做得还不错，只能当个粗使丫鬟使唤了。他们是想要个妹妹，但这毕竟不是亲生的呀。好了，先吃饭。薛东沉声道。那三哥他呢？乔玉儿咬着唇，是他的出现让这个本就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他也很抱歉，可现在没有去处呀，唯有死皮赖脸地待在这儿，在想挣钱的法子了。不用管他，他就这性子。大哥，那我送点饭菜进去。见薛东点点头，乔玉儿如释重负地盛了一碗糙饭，配上菜，朝着那扇紧闭的卧房走去。他抠抠抠地敲了几下门，见门没有关紧，便推门进去了。卧房不大，但干净整洁。破旧的书桌旁正坐着个人，他在翻看一卷发黄的书籍。三哥，吃饭。薛凡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赌气不吃饭，却不想没人叫他。这会儿闻到了饭菜香，就更加的饿了，面上却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怒意滔天道：滚，我不想看到你。想要讨好他，留在薛家，做梦。乔玉儿知道这都是被穷给逼迫的，本来家里就穷得响叮当，这突然多了一个外人抢资源，谁也不愿意。三哥，我跟你保证，这8两银子我连本带利会还给你10两。若是1个月内我挣不到这个钱，不用你赶我走，我自动滚蛋。好歹他是个外科大夫，家族又是中药世家，不可能连10两银子都挣不到吧。听到这话，薛凡抬眸正眼打量着他，看着黑瘦丑弱不禁风的一双清澈的眼睛，倒是气势十足。1个月就挣10两银子，他是痴人说梦吗？要知道四弟打了那么久的猎，偶尔才可以碰到值钱的猎物，他若是那么能行，怎么会被自己的爹娘卖掉呢？这么说，无非是拖延时间，想在薛家多混点日子罢了。他冷哼：我凭什么相信你？信不信咱们试试说话。行，三哥，饭菜放在这儿了，你慢慢用膳。乔玉儿硬气地说完，转身将门合上，就回灶房洗碗。晚上他睡进了薛墨收拾出来的空房，据说是他爹娘以前住过的房间，木床、被褥什么的都是破旧的，好在还算干净整洁。这个家实在是太穷了，他得好好想想怎么发家致富。迷迷糊糊之中，正要睡着时，就听到叮的一声提示音。穿过迷雾中，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中，系统。入目所及的是一些现代医疗设备。这是哪儿？他在哪儿？他要做什么？正当他郁闷时，机械又甜美的声音响起：主人，欢迎来到医药空间系统，我是您的系统精灵小雪。
乔玉儿又惊又喜，这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吧，太给力了。迷雾中，他看到一个雪花形状的小精灵挥动着翅膀飞舞。小雪，这空间是怎么回事啊？主人，这是你的医药空间，如您所见，这里有21世纪的各种医疗器械以及药物，主人可以根据功德值或者银子来购买哦。这也太神奇了吧，看来老天对他不薄，送他来穿越，还送了一个系统。他看了看初始功德值才10个点，可以买一些基本的伤风感冒药，也就是说每救一个人，根据病情的严重等级可以得到相应的功德值。当然没有功德值也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能在系统里买些珍贵的药材。总之一句话，有钱能走遍天下。次日清晨，当公鸡啼叫了10几声后，他才悠悠地睁开了眼帘。天色蒙蒙亮，他算了算时间，大概是清晨6点。乔玉儿唰的一下起身，身上穿的还是昨天的那件衣裳。从房门走出来，发现门口站了一个小男孩，是薛家最小的男丁，不过8岁的样子。小五，早啊！乔玉儿冲着他打招呼。小五咿咿呀呀地张着嘴，比划着手，想起哥哥们对他不太喜欢，眼睛里满是戒备。但一想到他做饭那么好吃，又有些被俘虏了。他长这么大，昨天晚上那是最美味的一顿饭。乔玉儿观察了一会儿，才震惊地发现他居然是一个聋哑人。听大哥说还欠别人的药钱，该不是给这孩子看病欠下的吧？这聋哑也不知道是天生还是后期的，用中医针灸的方法会比较见效，但是很费神、费力、费药材。不过有他在，一定会治好他的。小五，我不是坏人，你放心，欠你们的钱我会尽快还的。见他眼里的戒备渐渐消散，也不知道懂这意思没。匆匆洗漱完后，他赶紧做早饭。他煮了一点小米粥，再炒了个土豆丝。见薛家4兄弟还没有从地里回来，就盛了2碗米粥，给小男孩1人1碗。来，吃吧。这是小五吃的最早的一次早饭，他每次都要等到哥哥们起来，从田里干完活回来做早饭，才有得吃。家里有个姐姐还真是不一样，这饭做的比哥哥们好吃多了。小男孩难得露出了亮晶晶的眼睛，细嚼慢咽起来，这看得乔玉儿一阵阵的心酸。见小家伙接纳了他，心想着孩子的世界就是单纯，等他有钱了，定要让他吃香喝辣的。饭后将2副碗筷收拾利落，乔玉儿问：小五，你们一般都是在哪里洗衣服的？能带我去吗？生怕这孩子不明白，他的手放在衣角边上，使劲地搓了几下。孩子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有了光彩，他点点头，意思是带他去。乔玉儿将所有的房间的脏衣服全部收集起来，小五手里拿着一块皂角，乖巧地跟在他的后面。清晨的阳光并不炙热，清爽地洒向水面，溪边还没有什么人呢。他赶紧将衣服打湿，配上皂角揉搓。好在这个季节的衣服全部都很单薄，洗洗搓搓，没几下就洗干净了。清洗的衣服扭干了水分，他端着就走。迎面看到很多妇人三三两两端着洗衣盆过来，对于村子里多了个新鲜面孔，总是惊爆眼球的，尤其是对这些妇人来说，又多了一个八卦的谈资。呀，这是谁家的小媳妇呢？生面孔呀，
怎么也没见过呢？穿着朴素却一脸刻薄的妇人大声嚷嚷道。等他眼尖的看到乔玉儿身后跟着个小男孩，瞬间明白了。哟，原来是薛家的。我昨个听说啊，他们家买了个女人回来，整整5个兄弟。虽说这5兄弟的样貌还算好的，可家里穷啊，姑娘家都不愿意嫁给他们。看着老大都26岁了，这不着急了，开始买女人啦。共妻一向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村里也有先例，大家心照不宣，却暗地里嘲讽。我看呐，这个薛家可真是穷疯了，连买个媳妇儿都买个最便宜最差的。旁边长有一脸麻子的大婶闻言，将乔玉儿上下打量了一下，轻蔑地笑了笑。哼，这有女人就可以了，管他是什么呢？大姐大婶，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要乱说。我不是薛家买来的媳妇，我是被好心的薛家救下，为了报答恩情，给他们洗衣做饭，做牛做马的。哟，恩情都出来了，薛家穷到没有姑娘愿意嫁进去，这不是买媳妇儿是什么呀？是非曲直我没必要跟你交代，麻烦让让。见这个身形肥硕的婶子不让，他端着洗衣盆直接走过去，肩膀撞了他一下。正当他要骂骂咧咧时，接触到乔玉儿冰冷的眼神，瞬间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给卡住了喉咙，一下子就惊声了。真是活见鬼，这丫头看起来还挺有气势的。乔玉儿扫了这些人一眼，便跟他们擦肩而过。看来以后洗衣服还得早一点，要是碰到这群长舌妇就不好玩了。等乔玉儿走后，几个妇人又兴奋地凑在一块儿，交头接耳。这个小媳妇看不出来还是个悍妇呀，看起来不好惹。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共妻吗？下贱东西。几个妇人说什么都有。乔玉儿回到家之后，就在院子里晾衣服。家里人除了大哥薛东，其他人都回来了。薛墨在院子里劈着毛竹，薛竹则是用这些竹条在编织箩筐。而屋子里的某间房子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一切都是显得忙碌而充实。想起那些不堪入耳的议论声，乔玉儿脸色不太好，她得尽快想办法挣够了钱，好脱离这个家庭。眼下唯有好好老老实实的干活，将衣服拧干了水分，展开晾在竹竿上。那一气呵成的动作，在别人看起来像是气哄哄的样子。薛竹见状，不由纳闷地啧舌：嘿，这姑娘脾气看起来不太好呢，一大早的点了炮仗了吗？薛墨瞅了眼路过的妇人，隐约听到了什么，便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蹙眉问了问刚回来帮忙搓竹条的薛飞：小五，你刚才带玉儿去溪边洗衣裳了，遇到什么事儿？小五看清楚他的嘴型，听明白后便比划了一个手语，脸色有些难堪。薛墨顿悟，原来被人议论了。乔玉儿晾好衣服之后，看了看外面的天色，也就是早上9点多的样子，没到中午呢，他又不能这么闲着，忙凑过来帮忙，却不想薛墨说了一句：旁人的闲言碎语，你莫放在心上。我没事。乔玉儿惊讶某人的观察细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看着他们在干活，立马将话题引开：四哥，这个毛竹条是要编什么吗？见他问，不等薛墨回答，薛竹倒是不冷不热地哼了一声：你不都看到了吗？还问？家里买了你以后，欠的药钱还没还，只得多编点竹制品，拿镇上换点钱。他知道这姑娘可怜，也知道弟弟买她的意图，无非是想弥补5兄弟没有妹妹的遗憾。但想起那些白花花的银子，还没摸到就没了，就给不了好脸色。乔玉儿感受到这股怨气，也不恼，冲着他笑了笑：二哥，我也会编，我来帮你吧。
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父母离异，是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在这种环境的潜移默化之下，农活是不在话下的。他不仅会编竹条，还知道竹条可以编很多东西。乔玉儿刚开始还有些手生，没一会儿就上手了。他看了一眼薛家的竹制品，就知道大概的样式，不到半个时辰就编了一个篮子。看不出你还挺能干的。薛竹全程都时不时地瞅着他，看着他手脚麻利的样子，对他的排斥有些减弱了。多谢二哥夸奖，我不只会编竹篮子，还会编很多东西哦。的声音说出一连串的编竹工艺，薛竹有些傻眼了，同时也有不一样的情绪流入心间。望他自负是个手艺人，但乔玉儿说的这些东西他都不会编，他编的东西非常的单一。你说的这些真的能编织出来？他不可思议地问，语气有几分探究。他在镇上卖了那么久的竹制品，常听客人说品种太单一，如果能增加品种的话，说不定可以增加收入。乔玉儿一听这话，就知道对方其实也没有那么讨厌他，这可是扭转印象的机会。二哥，若是不怕我糟践这些竹条的话，那我就编给你看。薛竹点点头，语气缓和了几分。随便编，竹条多的是，没了再去山上砍竹子。好。得到他的允许，他便更加的卖力了。不过一上午的时间，乔玉儿编了竹花瓶、竹扇子、竹蜻蜓。这竹蜻蜓是分开2个部分做的，也很简单，一个竹柄，一个翅膀，玩法也简单。双手握着竹柄，使劲一搓，手松开的瞬间，竹蜻蜓便飞上了天，旋转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落在了地上。小五看到这简单稀罕的玩意儿，黑若宝石的眼睛亮闪闪的。乔玉儿瞧着他这稀罕的样，不由得笑了笑。他捡起来递给他，送给你玩吧，拿着。小五咿咿呀呀地比划了几下，十分欢喜。他迫不及待地试飞起来，真的能飞好高呀，咯咯地笑了几声。在他的眼里，这玩具十分稀缺，他平日里都是玩沙子、泥巴的多，这可以说是他人生意义上的第一个玩具。这姐姐的手可真巧啊！小玉儿不由得感叹，这便是孩子，简单、纯真而又快乐。但每每看到他比划着手指说不出话的时候，心又挺酸的。等着吧，他会尽快的挣钱，给这孩子治病的。正当竹蜻蜓再一次起飞时，落下的时候差点就砸到了一个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地里干活回来的薛东。小五，这东西是你的吧？薛东见他点头，笑着把东西递给他。瞥见这孩子视若珍宝的样子，心想着不就是一竹子做的玩意儿吗？薛竹可是个手艺人。这会儿他瞧见院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竹制品，眼花缭乱的。二弟，咋编了这么多东西？嘿，你还别说，挺好看的。薛墨也觉得好看，没想到这个丑姑娘还挺有想象力的。薛竹看着站在小五身后的乔玉儿，不由得不佩服起这姑娘会观察人心，知道从薛家最小的五弟入手。瞧瞧五弟跟他一起玩的那开心样子，显然是将她当姐姐了。现在薛东这么一问，他虽然语气不太情愿，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技巧。大哥，这些都是玉儿编出来的。看着他那双粗糙的手就知道非常的勤劳，难以想象这么能干的丫头居然会被爹娘卖掉。这么瘦的身板，饭量也没那么大，要不是薛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一个妹妹也挺好的。看不出这丫头还挺能干的。只为了留在薛家，
这姑娘啊，还真是拼了。大哥，这么多的番薯跟土豆吗？他有些惊喜。薛东道：这才挖了1块地的番薯跟土豆，还有好几块地没挖呢。他看了看太阳照耀的弧度，这个时辰差不多可以做午饭了。乔玉儿提议道：大哥，我想起番薯跟土豆的好几种做法，中午就做这2样如何？薛东心想着，这还有什么做法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扔几个在灶洞里，埋层草木灰，熟了就可以直接剥皮吃。随便。薛墨跟薛竹瞅了2人一眼，想着大哥这是接受这姑娘的存在了。都同是天涯苦命人呐。兄弟俩继续在院子里编竹条。红薯有很多种的做法，比如红薯干需要3蒸3晒。眼下时间有限，他选择比较简单的做法，如红薯蒸糕、土豆饼。先将红薯、土豆洗净装盆，一个个去皮切片，上锅蒸熟。没一会儿，伴随着蒸汽袅袅，蒸熟的红薯跟土豆香味扑鼻。过了一会儿，红薯泥出锅了，由原先的泥状直接凝固成了光滑的形状。二哥、三哥、四哥，快进来，尝尝我做的糕点。几兄弟闻到了香味儿，看到桌子上精致的糕点，心里都很纳闷儿，这家里头没什么食材了，他怎么做出这么精致的糕点呢？几位哥哥，赶紧尝尝吧。好。他们点点头，迫不及待地各自拿了一块红薯糕跟土豆饼。吃第一口就感觉到口腔当中的红薯糕软糯爽滑，瞬间就征服了他们的味蕾。这是土豆跟番薯做出来的吗？哼，四哥果然厉害，一尝就尝出来了。他第一眼看到家里有这么多的土豆跟红薯，就想做些美食拿去镇上卖，都是自家种的，面粉跟鸡蛋成本也不太多。是玉儿厉害，能将简单的食材做得如此色香味俱全。他会让他们知道的，买它就是赚到，他一定会尽快的挣够10两银子。几人吃着均是享受脸。乔玉儿认真问道：大哥、二哥、三哥，其实番薯跟土豆还有很多做法，比如番薯红豆糕、番薯干、土豆片等。我打算去街上卖这些吃的，你们看怎么样？几兄弟面面相觑，就冲着乔玉儿能说出这么一堆美食，相信他做得出来。薛东语气模棱两可：东西是真好吃，就不知道好不好卖。乔玉儿一点都不担心卖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只要食物的味道好，价格公道，不愁没人买。镇上人多，有钱人家不少，应该有出路的。大哥，这二哥经常在镇上跑，我跟他去镇上试试。薛竹点点头，他经常在镇上跑，最清楚镇上的小吃摊位生意火爆。大哥，我觉得能行。薛东见状，行，反正地里的番薯土豆多，鸡蛋跟面粉也费不了太多钱，那就让玉儿试试吧。真好吃，玉儿真能干。大哥说好吃，那肯定能大卖。我看可以哦，看看小五都吃了好几块了。伴随着薛竹调侃的话落下，几双眼睛都瞅着小五。就见小男孩吃得肚子圆滚滚的，跟个可爱的小橘猫似的，这吃相让人好有食欲。好吃，真不错。伴随着这些夸奖声，乔玉儿也自行品尝了起来。这些纯天然的食物做出来的味道比现代的更美味呢，好吃又能饱腹，他越发的有信心。看着乔玉儿这欢喜的小样，一旁的薛凡冷眼旁观着。这大哥跟二哥真是容易叛变，一点小花招就能够把他们收买了。
这姑娘那么爱表现，无非就是想要留在薛家，会编点东西怎么了？会做点吃的怎么了？哪个农村姑娘没有几样拿得出手的手艺活？就这些东西能卖几个钱？哪比得上那8两银子？他才不会相信乔玉儿能在1个月之内挣够10两银子。他得想办法把她弄走。得到薛东跟薛竹的夸奖，乔玉儿趁热打铁：大哥，那说好了，等集市那天我早点起来，带上这些做好的东西，跟二哥一起去街上叫卖。行，让你三哥也去，帮你算账打秤。番薯跟土豆若是不够的话，我去地里再挖。听到大哥的安排，薛凡眸光闪烁，染上几丝复杂，随即才迟疑地哼了一声。行，大哥，我跟他一块儿去。就这丫头目不识丁的，别把生意给赔了。去镇上好呀，挣钱的机会多，他还可以帮人家写几份书信，挣点笔墨钱。乔玉儿看他这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有种不好的预感。那四哥要去镇上吗？玉儿，这几天我会去镇上看看有没有活干，可能没办法跟你们一块儿去，但你放心，我那天会去你摊位上看下，帮你加油打气。行，四哥。乔玉儿点点头道。薛东听这话，身为大哥的他突然有些愧疚。他是个地道的庄稼人，除了种地、种田、砍些柴火，便什么都不会了。要说为这个家付出最多的，就是薛墨了。这弟弟平日里虽然冷着一张脸，沉默寡言，但做人做事挺有一套。四弟，你辛苦了。要不是他这个当老大的没用，拖累这些兄弟们，也不至于他们现在也没娶到媳妇。大哥，我力气比较大，干点活累不死人了。这次是我不对，没有经过你们同意就擅自买了玉儿回来，但这她的表现你们也看到了，确实是个可怜又能干的好姑娘。我希望咱们当她是薛家的一份子，将她当亲妹妹疼爱。行，四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作为薛家的大哥，就跟你们表个态，从今儿个起，乔玉儿就是薛家的五妹，我们都要把她当作亲妹妹对待，做不做得到？薛东的一声吼，气势洪亮，如锣鼓响震在薛家人的心间。几个弟弟异口同声道：做得到。在这一众的声音里，唯有薛凡显得心不在焉。这个小丑妞到底给四弟灌了什么迷魂汤，竟处处维护他？就算当妹妹看待，至于这样吗？那可是8两银子，眼看着3年1度的乡试又要到了，这没有钱就报不了名。扫了弟弟们几眼，眸光落在薛凡身上，便猜出了他的心思。买妹妹这件事，薛凡是最有怨气的，怕他把那些火发在乔玉儿的身上。薛东一脸保证道：三弟，你放心，家里的要钱先欠着，我们首要任务是将你的学费攒够。我就不信了，一家人齐心协力还渡不过这个难关。大哥啊，说到底也是我没争气，若是3年前那场乡试我就考上举人的话，现在也不会重考一次，也不会费这些银子。傻弟弟，你说的什么话呢？这才失败了1次，莫说丧气话。你这次准备的更加充分，也有上次的经验，我相信你的胜算会更大的。好，大哥，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薛凡捏着拳头，一脸的士气。小五也挥舞着手给他加油，其乐融融。饭后，乔玉儿收拾碗筷，见薛墨在洗脸，听他说过，最近这段时间都要经常上山打猎挣钱。想到这儿，他眼巴巴地问：四哥，你明天早上要去打猎吗？可否带我一块儿去？薛墨拧帕子的手一顿：你个姑娘家去山上做什么？乔玉儿是想去山上挖些药草卖钱，
再去挖点能吃的东西给家里加餐。他想了个好听的说辞：四哥，我想去山上看看有什么可以采摘的，给家里人改善一下伙食。想起他能够将简单的食材做得有滋有味，薛墨便认同了这个说辞。行，那我明早喊你。次日凌晨，乔玉儿还在美梦中时，门就被叩叩叩地敲响了。他迷迷糊糊地醒来，揉着眼睛看了一下灰蒙蒙的天色，心想着这天还没亮呢，是幻觉吧。正倒头继续睡时，猛然想起跟薛墨约好的一块上山，浑身顿时来了个机灵。贫穷能够让人早起，他一个鲤鱼打挺的起床，整理一番身上发皱的衣裳。咦，这2天没换了，有一点味道呢。这挣了钱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给自己买身衣裳。整装完毕之后，他连忙打开了房门，就见薛墨高大挺拔的身影矗立在门口，跟颗挺拔的白杨似的。早呀，四哥。看着他捂嘴打了个哈欠，薛墨关心道：你若是犯困的话，我们可以吃点上山。四哥，我都起来了，我们直接走吧。薛墨看着他穿着皱巴巴的衣服，眼睛闪过一抹异样。行，走吧。乔玉儿找了个竹制的背篓背在身上，乖巧地跟在他的身后。这一前一后的身影形成了最萌身高差，身子在草丛里面扒拉，终于让他寻到了一种常见的药材。乔玉儿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药材挖起来。薛墨蹙着眉头不解地问：玉儿，你挖这做什么？这种野菜也没见村民吃过呀。四哥，这个叫蒲公英，是一种药材，能够清热解毒。我准备挖点，拿去镇子上的药铺换些钱。薛墨清冷的俊容浮现出一丝惊讶，深邃的眸子瞅着他，像是重新认识他一番。你还认识草药？是这样子的，我们村有个郎中，我时常见他在山上采药，所以就记得这些草药了。薛墨经常在镇上行走，知道很多药铺都是收草药的。寻常草药不值钱，但聊胜于无。而村子里的村民大多是目不识丁，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箩筐，更不认得什么草药了，以至于这座山头的草药根本就没有人采。没想到乔玉儿倒是认得，这是个挣钱的法子。那我帮你。没一会儿，2个人就挖了好几种草药，有蒲公英、车前草、何首乌等。四哥，差不多了，走吧。人行走到一片竹林，瞅着这片视线开阔的竹林，兴奋地寻找竹笋。这清明过去没多久，夜里又总是时不时地下些绵绵细雨，这样湿润的环境就会让一些野蘑菇、竹笋疯狂生长。竹笋可是个好东西，这还没有挖出来呢，他便能够想象出其中的鲜嫩滋味。乔玉儿寻到合适的位置，立马用手中的小锄头扒拉着，很快一株毛茸鲜嫩的竹笋便破土而出。薛墨见他蹲下来挖土，便走过去看，见那毛茸茸的竹笋被他带泥挖出，眸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又不解地问道：玉儿，这竹笋味道涩涩的，根本没法吃的，村民再饿也不会挖这个。四哥，这竹笋呐，可是个好东西，鲜嫩着呢。去涩的方法也很简单，晚上我就给大家做，保证啊，你们吃了还想吃呢。见他说的煞有其事，好像是那么回事儿。既然乔玉儿坚持，薛墨就帮着挖。很快10来个竹笋就被装进了背篓里。乔玉儿就近转悠，收获一堆的野蕨菜、野蒜，他还意外地摘了把野枇杷跟野山楂。这会儿的太阳开始炙热，他靠在大树下，正准备闭眼休息会儿，就见薛墨脚步生风地走来，他手里拎着只肥硕的野兔。行，时辰不早了，下山。好。
乔玉儿应道，正准备背着沉甸甸的背兜时，却被一双大手抢夺过去。我来背。不等乔玉儿拒绝，就见他伸手利落地背起。他想去捡搁在地上的野味，却被薛墨顺道拿在了手上。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小锄头也一并拿了。现在的画风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被他给拿了背了，脖颈上还挂着东西，而他则两手空空，好不适应啊。四哥，给我点东西吧。不用，你个姑娘家空手就好。村中央的一栋瓦片屋房，有个穿着光鲜的年轻姑娘站在门口，眼睛直瞅着薛墨。从姑娘爱恋的眼神来看，像是喜欢薛墨呢。乔玉儿心想，这该不是四哥的爱慕者吧？还没等他想明白呢，便跟着薛墨的脚步抵达了薛家。小五在院子里来回地奔跑着，翘首以盼。看到乔玉儿回来，眼睛迸发出亮光，第一个飞奔过去。哼，怎么啦？一上午不见，想姐姐啦？乔玉儿笑着摸了摸她的脑门，这孩子真是惹人稀罕。那拿着，好吃的。小五期待地扯开嫩绿的叶子，发现里面包裹的是野枇杷。他剥皮吃了一个，酸酸甜甜的，好好吃。乔玉儿笑了笑，背兜里还有一些山楂呢，等明天去集市镇子上买些冰糖回来，给他做冰糖葫芦解解馋。薛墨看着两人的相处模式，心里一阵感触。薛家之所以这些年穷得攒不下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用来给薛飞看病了。他的病看了很多的大夫，都说很难治，就算是耗费大量的银子，也不一定能治好。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会去试试。只可惜啊，挣钱的速度过于缓慢，而小五聋哑又孤僻，成了几兄弟的一个心病。看到弟弟的笑颜重新展现，可以得见乔玉儿是他的良药。看着他瘦弱的身子，薛墨将那只野鸡利落地收拾干净。给玉儿，这野鸡炖汤，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好好的补下身子。至于那只野兔，一会儿带去镇上卖掉，顺便去码头报个到，明天好干活。好的，四哥。乔玉儿见时辰不早了，便去灶房里忙碌。没一会儿，鲜嫩的鸡汤香气四溢地飘散出来，惹得院子里的人都垂涎欲滴。薛东跟薛竹吞咽了一下口水，看着劈柴的薛墨，心里跟明镜似的。四弟这个人就是不爱表达，但他们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疼这个妹妹。到了镇上集市这天，乔玉儿起得特别早，5更天就起来了，提前用半个时辰做好红薯糕、土豆饼。为防止食物冷却，她用白色的麻布巾裹上，再放入有盖的木桶内。上山采的草药已经整理出来，她要带去镇上卖的就这些了。乔玉儿熬的米粥盛出几碗，在等待米粥冷却时，感觉到身后有人拍了她一下。你起得可真早。乔玉儿扭头看去，却是薛墨。他穿着灰色长衫，身形挺拔，阳刚立体的脸，高挺的鼻，紧抿的唇，整个人透着霸气。四哥，你跟我们一道去吗？反正我今儿个也要去镇上，就跟你们一同去。两个人说话间，乔玉儿就见2间卧房的门被人从里面打开了，接着2抹身影阔步走来，出来的是薛竹、薛凡2人。桌上的米粥已经凉了，红薯糕跟土豆饼每人2个。至于大哥跟小五还没有起床，他已经把分量剩在了锅里热着呢。薛竹还以为这个妹妹只是说说，没想到大清早全部收拾好了，还做好了早饭。
玉儿辛苦你了。二哥，我不辛苦。乔玉儿谦虚，见这两个人客气来客气去的，薛凡蹙了下眉头。时辰不早了，咱们赶紧吃了去镇上。行，那赶紧的。几个男人吃早饭的速度相当之快，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薛竹将放在院子角落的木质推车推了出来，他将家里堆积的竹制品一一搬上了推车，摆放整齐。乔玉儿想起今天是他捞第1桶金的日子，神情隐隐期待着。见大家都把东西放好了，他赶紧将半背兜的草药放上去。2木桶的糕点是薛墨提上去的，推车快放满了，今天必定会有收获的。乔玉儿除了去镇上卖东西外，还要寻找下别的商机。他走神时，就见薛竹瞅着他。玉儿，推车上还有位置，你坐上去。不等他回答，薛凡嘲讽的语气淡淡响起。这么娇气，干脆不要出门了。乔玉儿一听这话，怎么那么刺耳？这个书生还是看他不顺眼呢。二哥3哥能走的，我也能走。嘿，这话就刺激到了薛凡，他微微蹙眉，面含几分怒气。小丫头还挺牙尖嘴利，你在含沙射影地嘲讽我身子弱吗？你别被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谬论给误解了。我在家偶尔也会上山干活的。被这小东西瞧不起，薛凡心里就憋着一把火。很好，很少有人能够激发他的怒火，这个丫头果然是跟他八字不合。好啦，3哥，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你不要那么敏感嘛。乔玉儿忍住想笑的冲动，这薛凡就是较真儿，开不得玩笑。见他都有些急了，乔玉儿见好就收，蹦蹦跳跳的跑在了前头。走山路他不怕，在现代时每天早起都要锻炼跑步，身体素质根本不差。玉儿，你慢点，一会儿累了随时可以上推车。薛竹看着那个远去的身影喊道。一行人出了村口，薛竹见弟弟那咬牙切齿的样，不免觉得好笑。看来三弟还是没有想明白，像乔玉儿这么能干的姑娘，8两银子买来真不亏。若是这些糕点能够卖得好的话，说不定他们还能挣。到了镇上，乔玉儿等人便跟薛墨分道扬镳了。2哥3哥，玉儿，那我去码头干活，中午得空过来摊位看看你们。行，4哥，中午见。乔玉儿冲着他挥了挥手，便跟在薛竹的后面往热闹的街道走。街道十分热闹，路上有很多摆摊的小贩，好在他们来得早，路边拥挤的摊位仅剩2个，好险，说是再晚一丢丢还真的就没有位置了呢。薛竹开始摆摊，他先从推车里拿出了几个干净的麻袋垫在地上，再把那些竹制品一一陈列出来。乔玉儿就挨着他旁边，2个木桶放下，打开盖子，掀开麻布包，里面的糕点还热乎着，一点儿都不影响口感。二哥，那这就开始了？他问。薛竹经常在镇上卖东西，经验挺足，他不仅带了秤，还带了能够包裹糕点的嫩绿叶子，这一点乔玉儿倒是没有他想的那么周到。吆喝前的准备，乔玉儿随手拿了块红薯糕跟土豆饼出来，用小刀切成了数小块，摆放在碗碟上，并放了一把竹签，可供人品尝。好的东西不怕没人要，但适当的促销也得用上，先引人品尝，再引导成交。乔玉儿来这几天，得知这个架空朝代的物价大概是这样换算的：1两银子约1000文，1文相当于现代的1块钱。二哥，这肉包子是什么价？乔玉儿问道。他的糕点跟肉包子价格应该差不多。肉包子里面毕竟有肉，要3文钱一个，馒头是1文钱一个。
咱这土豆、红薯是地里种的，不值几个钱。至于这面粉、鸡蛋，倒是用了一点，你看着定价吧。乔玉儿心想，本钱是用的不多，用的也不是肉，但这新鲜的口感不就是图个稀罕吗？那就3文钱吧。娘，这个饼闻起来好香，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路过的小男孩鼻子非常敏锐地嗅到了香味儿。乔玉儿瞅了一眼，两人打扮非同寻常，乔玉儿自然拿出了12分的热情。小弟弟，你这鼻子可真灵，这个糕点可是我们家祖传秘方特制的，你先尝尝，不好吃不要钱。小男孩一听可以先尝尝，立马接过，迫不及待地吃起来。香甜软糯的滋味是从未有过的。娘，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糕点，你也尝尝。夫人很快被这美食征服，脸上带着满意。小姑娘，怎么卖的？乔玉儿说道。这是3文钱一个，若是连着买4个的话，可以给您算10文钱。夫人一听，买4个划算，10文钱还是有些小贵，但胜在味道不错，便爽快地给钱。行，那每个口味包2个。好嘞，大姐，吃得好，下次再来，我们吉日啊都会过来摆摊的。你这小姑娘还挺会做生意的，顺利的开门红，让2个哥哥直接傻眼。薛竹没有想到，看起来不起眼的乔玉儿竟这么能说。好吃的祖传秘方糕点，大家都过来看看，免费品尝，香香脆脆，甜而不腻。他的声音十分的脆亮，音量又大，在这群高低不一样的吆喝中，很快就脱颖而出。摊位上陆陆续续的来了人买，乔玉儿想尽快卖完，面对杵在一旁十分高冷扮演人形支架的薛凡道：三哥，你别杵在那儿呀，像个木头似的，这样我负责喊，你负责卖。薛凡是个读书人，哪儿见过这个场面，听到他吆喝都不免脸红脖子粗的，这会儿被他点名，倒也挺不服气。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谁像木头呢？不就是卖糕点收钱吗？还能难到我？要不是看你算不清账的份上，我懒得帮你。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被这小丫头给比下去呢？这小丫头看着腼腆，骨子里却比谁都豁得出去，真是小看她了。乔玉儿见她别别扭扭的，却还要嘴硬地说她算不清楚账。行，她不计较。很快2木桶的糕点被一扫而空，收来的铜钱已经堆成了小山状。薛凡数着铜板，薛竹看着这战绩，叹为观止。再看看自己的竹制品，几乎没什么人买，他不免有些丧气。就见乔玉儿凑过来：二哥，我来帮你。这会儿走来一个面色黝黑的汉子，掂量着竹箩筐，沉声问道：老板，我要很多个，给个最低价。薛竹见大客户来，难掩激动，他颤着唇正欲开口，就被乔玉儿抢先问道：这位大哥，你要买哪几种？分别多少数量？这些竹制品呀，全都是自家编的，结实又便宜，你多买些确实划算。要2个竹筐，1个鱼篓，算下多少？这位大哥，2个竹筐给您算30文，鱼篓15文，一共给您45文。咋比别人贵几文呢？大叔嘀咕着。乔玉儿拎着竹筐给他看：大哥，您是识货的，喏，看看这手工，绝对扎实，用个10年20年的都没问题。这鱼篓别家可是没有的，捕鱼效果非常好。我们自个儿啊，就常捕一些小鱼煲汤打牙祭呢。行，看你这小姑娘挺实在的，算40文，我立马带走。行，您是行家，卖您不亏，一般人我可不卖这价。
眼看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乔玉儿开始喊起来。1个时辰之后，摊位上的竹制品便所剩无几。薛竹数钱数得高兴，他在心中一直嘀咕着：这薛墨眼光不错呀，买了个宝贝回来。这也太能说了，把他1个月的量都卖掉了。五妹，辛苦你了，剩下的几个我自己卖，你跟薛凡去逛逛。这提议正中乔玉儿下怀，他将卖糕点的钱一股脑的给了薛竹。二哥，这钱呀，给你保管。薛竹欣然收下，加上这些，今儿个可是大丰收呢。一会儿买点肉回去，再给妹妹买身衣裳。二哥，那我们走了。薛凡才不想跟他逛街呢。2人走到一半时，他便扎根在了书摊上。我在这帮人代写几份家书，你自己去逛。一副你别耽误我挣钱的样子。他自己的学费能凑一点是一点，至于乔玉儿的糕点好卖，也才卖了300文不到，这样何时能够凑够8两银子呢？乔玉儿见他摆着一张臭脸，性格又难以琢磨，也不跟他计较，不让跟更好，他更自在。他背着背兜去药铺卖掉药材，换了几10文钱。果然这寻常的药材就是不值钱，还不如卖糕点呢。乔玉儿掂着手中的铜钱，买了少量的冰糖，答应给小五的冰糖葫芦定是要安排上的。到了书摊，见薛凡跟前站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男子。男子穿着质地上好的衣衫，发束玉冠，长相中上，眉眼间满是高傲。我说你这破落户，连几个书钱都要挣，穷酸的连学堂都去不了了，还考什么乡试？就算薛家砸锅卖铁让你去考又怎样？就你这水平，定会跟3年前一样落榜的，还不如赶紧回去洗洗睡，别出来丢人现眼。乔玉儿的脾气一下子就暴躁起来，而平日里对他厉害的薛凡，这会儿就跟哑巴似的，光顾着生气，张着嘴你腻了半天没有下文。三哥，这个目不识丁的人是谁？乔玉儿凑了过来，故意大声道。不得不说，他这辨识度的声音啊，让路过的人多看了他几眼。那个人可是秀才呀，这丫头居然敢骂对方目不识丁。见乔玉儿这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薛凡抽着嘴角，将他拉到一旁，压低声音道：这儿没你什么事儿，还不闪一边去，捣什么乱呢？我去！乔玉儿翻了个白眼，感情这三哥有些欺软怕硬啊，被人都这么嘲讽了，他能沉得住气，他倒是忍不了。切，小看我，等着，看我怎么为你扳回一局。臭丫头，你敢骂我目不识丁？我可是夫子的得意门生。那又怎样？口说无凭，不如我们现场比一比。怎么比？现场对对子，就以这热闹街道出对子。行，看你是女流之辈，让你先出。对方那懒洋洋的样子，显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街道上吆喝声、马车声、孩童声，声声入耳。花园里牡丹香、月季香、芍药香，香气扑鼻。乔玉儿接着道：朝阳国，百姓兴，城镇兴，国家兴，兴旺昌盛。这对子下去显然十分有难度，就见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秀才已经额头冒汗了。围观的群众拍手叫好：天哪，这姑娘好才情啊！是啊，年纪轻轻有一颗爱国心，可惜是个女儿身。就是，若是考科举，定是不比男儿差的。那秀才额头上的汗水越聚越多，这样的对子让他怎么接？乔玉儿笑了笑：我说这位秀才，赶紧接呀，
快接！快接呀！众人附和，秀才不由得擦汗，望他是夫子的得意门生，却输给了一个小丫头，敢当众让他出丑，这个仇一定得报。可眼下怎么脱身呢？乔玉儿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仰着下巴当仁不让道：哼，你们读书人自然是知道一山还比一山高，连我这个小丫头都比不过，还敢奚落我三哥？我的才情只学了我三哥的皮毛。那公子只觉得丢不起这个人，立马脸色铁青的挤开了人群，溜之大吉。收摊的老伯也十分激动：你呀，太厉害了，居然教出个才女妹妹呀！一般的农村姑娘哪里能够上学呢？会写自己的名字就算是不得了了，更何况这姑娘才情了得。听她这口气，全都是薛凡亲力亲为教的。被夸赞的薛凡不免有些心虚，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乔玉儿，就跟是见了鬼似的。这个丫头居然识字，实话说，让他对出关于国家兴旺的句子，他也想不到这块儿。这才情超越了很多的秀才。乔玉儿笑着蹦跳到薛凡的面前，一副求表扬的样子。哼，三哥，你不要太感谢我哦。10几米之外的杜甫管家见状，却是满意的捋了捋胡子。他刚才过来，可是目睹了一场好戏呢。这姑娘虽然其貌不扬，但聪明伶俐，有才情，给他家小姐当丫鬟还挺合适的。想到这儿，他就示意身后的人将乔玉儿按住。啊，你们谁呀？做什么呢？乔玉儿不解，就见管家掏出了一张卖身契。你是乔玉儿对吧？刚才你三哥把你卖了，卖到杜甫为奴为婢。在乔玉儿去药铺那会儿，他就主动找到了杜甫管家，说要卖个姑娘当丫鬟。乔玉儿看着垂手不语的薛凡，脚步一顿，胸口仿佛是被塞满了棉花，难受的难以呼吸。他以为融入薛家，他以为薛凡接受了和他的1个月之约，他刚才还为他打抱不平，而这个男人转眼间就把他给卖了。好，我明白了，我不怪你。乔玉儿咬着嘴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可眼眶里不由自主涌出来的泪水出卖了他。也是，他本来就和薛家没有血缘关系，自己的爹娘都是那么狠心，别人非亲非故，又怎么会善待他呢？他能够理解，也明白在古代，只要双方愿意，买卖人口再正常不过了。既然他们都谈好了买卖，此刻大喊大叫的也不会有人来救他了。看来只能跟着这个管家去府里，再想其他的办法。行，管家，我跟你走。你这姑娘果然上道，放心吧，只要你在杜甫好好做事，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薛凡，你放心，你妹妹若是在府里表现好的话，我每个月拨给你点赏银。他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薛凡脸上风云变色，目光一定，下了决心，一个箭步冲上来，将管家身旁的乔玉儿用力地攥到了身后。不好意思，管家，我不卖了。薛凡一字一句地说道，语气格外的坚定。他承认，乔玉儿哀怨的眼神就跟一把锋利的刀刺入了他的心房，让他疼得厉害。管家见他出尔反尔，也有些恼了。薛凡，这卖身契可是你亲笔写的，你当这是儿戏呢？薛凡见他扬起手中的卖身契，一把夺了过来，用生平最快的速度把那刚刚快要焐热的银子塞给了他。不好意思啊，管家，我真不卖了，是我的错，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啊。薛凡慌乱的边说边攥着乔玉儿的手走，生怕他被人带走。
两个人一路狂奔，薛凡到了街口才停下了脚步，直喘着气。他决定了，不管乔玉儿能不能挣够那10两银子，他都不会再卖她了。正走神时，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薛凡惊得心都快要跳出胸膛，该不会是杜甫管家追过来了吧？就在他心扑通扑通跳时，回头去看，是已经收了摊的薛竹。他推着车，一脸笑眯眯。三弟，你们怎么在这儿？你怎么看起来失魂落魄的？哦，对了，今儿个真是托了玉儿的福，所有的竹制品都卖光了，卖的有300多文钱，加上玉儿的糕点钱，都半两多银子了。他在镇上摆摊好几年了，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钱。他刚刚路过肉摊，称了2斤肉，又给乔玉儿买了身新衣服，算是给他的奖励。薛竹沉浸在挣钱的兴奋中，没有留意到薛凡的异常。见他沉默不语，眼神闪躲，好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三弟，你怎么了？乔玉儿没想到薛凡居然临时反悔，小心脏就跟过山车一样，从最高点跌落到平静。看来自己为他出头，激发了他对自己的怜悯。这人看着挺讨厌的，其实也是嘴硬心软的主。乔玉儿豁然开朗地帮他解围道：“二哥，没什么，就是三哥刚刚碰到一个很讨厌的秀才。”薛竹顿悟，原来如此。他想想，离举行会试的日子也没多久了，赶紧让薛凡去学堂吧。三弟，你放心，今儿个的半两银子给你，你先去学堂，薛家欠的要钱再另想办法。村里的债主还没有跟他们要钱，他们就先欠着。薛凡心里五味杂陈，回想这几天的表现，发现自己有些过分了。二哥，我跟夫子说好了，不着急去学堂，总在家里闷头看书也不行啊，还是得去学堂，就这么说定了。行，我听二哥的。那时辰不早了，咱们去看看四弟。薛竹说着，就让乔玉儿上推车，生怕他走得累了。一行人还没有到码头，在半路碰到了薛墨。薛墨手里拿着几个肉包子以及一个小包袱。二哥，你们这么快就收摊了吗？今儿个生意如何？说时，他特意瞄了一下推车，惊奇地发现今早带出来的东西已经空了。薛竹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脑门，看了乔玉儿一眼，眼里满是宠溺。玉儿真是咱家的福星，这些东西是她卖光的。接着他滔滔不绝说起乔玉儿卖这些东西的过程，黝黑的眼睛里盛满了对这个妹妹的爱。乔玉儿被夸得都不好意思了，薛墨倒是意外，他将肉包子跟包袱递给他道：“玉儿，这3个肉包子给你们的，这包袱里还有2套衣服，专门给你买的。”姑娘家总是穿得破破烂烂，也不像样子。乔玉儿又惊又喜：“啊，谢谢四哥。”不客气，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薛墨一脸正气地纠正道。薛竹见四弟也买了衣服，笑呵呵道：“四弟，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我也买了件衣裳给玉儿。行，那都拿着换着穿。”两兄弟说完相视一笑。乔玉儿穿那件破衣服都好几天了，家里都是男人，也没有换洗的衣服，也委屈她好几天了。谢谢二哥。乔玉儿心里暖洋洋的，抱着衣裳又小声地问：“这衣裳贵吗？”薛竹勾着唇笑了笑：“不贵，放心穿吧。”乔玉儿松了口气。薛竹看见她小心翼翼的样子，心里有些酸。玉儿，你就是咱们家的妹妹，放心，几个哥哥再穷也不委屈你。乔玉儿感动不已，这种感觉仿佛是从地狱回到了天堂。而薛凡一直沉默着，没有开口说话。对比二哥跟四弟的作为，他心里头有些愧疚。枉他是个读书人，却是小肚鸡肠，跟一个身世可怜的姑娘
斤斤计较。看见乔玉儿那张黑丑却又纯真的眼睛，他突然发现这姑娘其实也没那么丑，妹妹好像也挺不错的。不过乔玉儿不是个普通的村姑吗？为何才情那么好呢？带着这个疑问，一行人跟薛墨挥手告别。半个时辰之后，他们从镇上回到了村里告别。半个时辰之后，他们从镇上回到了村里。一行人到了院子，便看见大哥薛东在劈竹条，一旁的小五倒也有模有样的在编竹篮子。大哥，你刚从地里回来的吗？兴冲冲的过来交代了今天的战绩，又把乔玉儿好一顿夸呢。是吗？玉儿真是太能干了。薛东赞道。你们都累了吧？中饭我来做。大哥，还是我来做吧。今天二哥买了几斤面粉，我给大家做面条如何？这样啊，那就辛苦玉儿了。大哥啊，这咱家好久没吃面条了呢，今天算是一个好兆头。小五看着他们比划着样子，高兴的都快手舞足蹈起来了。薛凡看着这样温馨却不突兀的画面，白皙的脸有些通红。他突然便明白了，为何大哥二哥四弟小五对乔玉儿都那么好。她确实是一个好姑娘。灶房里，小五就像个跟屁虫似的围着乔玉儿。薛凡依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开始和面，而一旁的小五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眼看着乔玉儿从面粉揉成了细细的面条，薛凡赶紧走过来，抢着小五烧火的活儿。玉儿，我帮你烧火。看着这个冒出来的三哥，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不过从他眼中的愧疚可以看出帮忙是真心的。好，那就谢谢三哥了。半个时辰后，几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条就端上了餐桌。好香啊！咱家好久没吃肉了，大家动筷吧。薛东一脸感慨，薛家男人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面条，个个满足地吸溜着。薛凡倒是显得斯文了许多，就连身后黄泥土坯墙的背景都显得高大上了。他慢条斯理的样子，还时不时把碗里的肉给拨出来，有一半是分给了小五，另一半是分给了乔玉儿。三哥，你这是做什么啊？今天走了山路，没什么胃口，还是吃点青菜好。乔玉儿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这是三哥道歉的诚意呢。这肉丝对穷人家来说可是奢侈的，谁不爱吃肉呢？三哥，其实我真的没有在意。他笑了笑，眼睛亮晶晶的，跟月牙似的。他能够理解，他还以为薛凡要好久才会接受他，没想到却是一下子就想通了。多吃点，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薛凡说着，很自然地捏了捏乔玉儿跟小五两个人的脸颊。这两个人真是一个比一个瘦，真想看看他们白白胖胖的样子。乔玉儿脸一红，她这举动也太宠溺了。见他如此坚持，便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碗丰盛的肉丝面。薛东、薛竹两兄弟却是面面相觑，两兄弟眼神一直在交流。三弟对乔玉儿的态度真是大转变呀。好吃。小五费力地张开了嘴巴，发出声音，却还是啊啊的无声。他也夹了一筷子的肉丝给乔玉儿，最小的弟弟都这么做了。薛东跟薛竹也夹了一筷子的肉丝给乔玉儿。看着碗里的肉丝越吃越多，乔玉儿哭笑不得，她怎么有种被宠成了小团宠的感觉呢？饭后薛家人便各忙各的了。乔玉儿捧着手里的包袱回到自己房间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包袱里是薛竹给她买的衣裳，布料是棉麻的，
摸上去手感还行，样式也中规中矩。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包袱是薛墨给他的，他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2套衣服，一套湖蓝色，另一套粉色。展开看样式，简约大方，却又在细节上透着小心机，比村里那些姑娘穿的衣裙样式要好看些。他不由得弯着嘴角笑了笑，看来四哥的眼光挺不错的。乔玉儿准备拿去洗时，却发现有东西从衣裙里掉了出来。他捡起来一看，发现居然是肚兜跟鞋裤，而且是2套。一想到薛墨这个高高大大的男人居然会帮他买这些，他就觉得脸烫得厉害。乔玉儿想到这儿，又去扯了扯薛竹给他买的衣服里，什么都没有，就单纯的一套裙子。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乔玉儿将3件衣服全部都洗了下，下午的阳光好，晒一下明天就能穿上了。到了晚上，正躺着入睡，这时就听到叮的一声，是医药系统响起的提示音。乔玉儿回神，就看到雪花状的小精灵对着他挥动翅膀。主人，医药空间系统每隔3天就会增加一些新的药品哦，主人记得要用功德值兑换。乔玉儿看了看，那显示依旧是初始的10点功德值，而储藏栏中果然多了些药品。上次是一些伤风感冒药，这次多了一些面膜粉。他随手拿了一盒，看了看上面的功效。这些面粉融入珍珠粉以及各种珍贵药材，有美白、养肤、祛痘印等作用。乔玉儿心头一喜，这个系统跟他心有灵犀呢。他刚想要通过中药改变一下自己的肤色，居然这医药空间就出现了面膜粉。他欢喜地用5点功德值换了一盒面膜粉，就听见小精灵又对他道：主人，系统医药空间的任务栏里每隔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主人前来搭救，将会产生大量的功德值哦。乔玉儿眼睛亮了亮，他自然知道功德值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以用来使用里面的医疗器械，还可以兑换各种药物。敷完了面膜粉，乔玉儿摸了摸脸上，皮肤水嫩了许多，便又沉沉的入睡。次日又是新的一天，薛东得知乔玉儿的第1桶金挣得还算顺利，大清早便兴冲冲地去地里挖番薯跟土豆。到了中午，人还没回来呢，乔玉儿只好招呼几个哥哥先吃饭，他则是去地里给薛东送饭了。沿着村庄的小土路往东边走，全都是一块块挨着的菜地，他不知道哪块菜地是薛家的，便一路找过去。就见村里的老光棍停下了挥动的锄头，瞅着他打量，议论道：嘿，你们看这姑娘好像是薛家买来的媳妇儿吧？对呀，听说薛家花了8两银子买回来的。你说这姑娘黑瘦丑的，除了年纪小一点也没什么特别的，也不知道配给薛家的哪个兄弟。这些议论声有些不堪入耳，没想到村里的男人也这么八卦，可为什么总有人说她是薛家买来的媳妇儿？都已经说过是妹妹了。他深吸一口气，见这些人灿灿的没有在议论，便抬脚到了薛东所在的菜地。他弯着腰，正挥着锄头挖土豆。大哥，先吃饭吧。薛东听到他的声音，回头一喜，看到他今天穿着新的衣裙，瞬间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乔玉儿穿着水蓝色的裙子，梳着简单的发饰，整个人打理得干净整洁。这都要吃中饭了，我这忙的都忘记了。你看我这挖了半块地的土豆呢。大哥，你放心，薛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赶紧吃饭吧。他不可能一直卖这些糕点，
得另想赚钱的方法。等空间放任务之后，就直接接一些疑难杂症，挣取丰厚的诊金。等功德值挣够了，买些珍贵的药材、器械，统统都可以随便使用。他就可以给小五治疗聋哑。行，吃饭，我这也饿了。薛东找了块石头坐着，吃着乔玉儿做的饭菜，幸福感满满。原本不觉得饿，一闻到饭菜香，肚子饿得直打鼓，吃饭都有些狼吞虎咽了。哼，大哥慢点，喝口水。薛东喝了口水，顺了顺。他在心里笑话自己，这么大的人呢，吃饭居然还跟个孩子似的。现在看乔玉儿越发的顺眼，四弟这钱花得值，这妹妹多贴心呢，能干懂事，还给薛家分担。两个人原本是很寻常的互动，可落到了别人的眼中，不知怎么的，就多了一丝丝的暧昧。活的都是些村子里的糙汉子，斗大的字不认识一箩筐。他们盯着乔玉儿的背影看，这姑娘身形还算窈窕，就是瘦了点，要是不看正面的话，背影像个美人。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女人只要上了床，吹了灯，都还是一样的。想到这儿，一直注意这边动静的刘老光棍就按耐不住的跑过来，嘿嘿的笑了几声。薛东啊，想不到你这个大老粗还挺温柔的。我说这么小的身板的媳妇儿睡起来是什么感觉？你倒是说说看呀。有了这个开枪的，便有村民凑过来。对呀，薛东，你们家5个兄弟，这媳妇儿才买1个，可怎么分呢？刘老光棍眼睛眯了眯，笑得十分猥琐。他扯着嗓门，生怕别人听不见。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共享呀！瞧瞧咱们村的李家3兄弟，也是买了个娘们儿一块用的。那村民反驳：可是李家那婆娘不一样啊，腰细皮肤白皙，身材丰满。可你看看这个姑娘，黑瘦丑的，身板又这么弱，光是薛老大一个都能弄散架了。刘老光棍答道：要不怎么说薛家是穷疯了呢？也对呀。这老光棍这么一说，几个看热闹的村民全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薛东脸色阴沉的难看，这个刘老光棍真是太混账了，一双眼睛到处乱瞅不说，还满嘴的污言秽语。即便是乔玉儿这个现代人，也气得面红耳赤。正当他想反驳几句，就见眼前有抹高大的身影快速的晃过。只见薛东一个箭步冲上来，扬手就打了他一拳。刘春，你这个混账东西，我警告你嘴巴放干净点，这是我们薛家的妹妹，你再敢胡说八道，看我不揍死你！刘老光棍早就看薛东不顺眼了，这男人明明知道他在跟李寡妇约会，还说什么风凉话，让那女人睁大眼睛，不要上了他的当。这男人自己讨不到媳妇也就算了，居然还敢拆他的台，现在还不容许他嘲笑几声。怎么，我说的这不是事实吧？你那么激动，该不会是你这个当老大的哪方面不行，被其他几个兄弟给捷足先登了吧？眼看着他说话越来越难听，薛东气得直接抡起拳头挥了过去，一边打一边愤怒地叫骂道：我让你再敢胡说八道，我看你一次就打你一次！干活的村民原本都在看热闹，却不想薛东跟这刘光棍居然打起来了。薛东人高马大的，又是干活的一把好力气，自然比这个整天游手好闲的老光棍力气大。没一会儿，那老光棍就占据了下风，被打得鼻青脸肿，痛苦的嗷嗷直叫：大哥，好样的，打他，狠狠的打，看他还敢嘴碎！村民吓坏了，眼看这薛东的拳头重重的砸下来，一记比一记重，再不阻止会死人的。薛东，你赶紧停手，再这样打下去可是要出人命的呀！都是一个村的，别打了。是啊，大家只是开个玩笑，你别放在心里去，没别的意思呀。几个村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2个人给分开了。乔玉儿看着刘光棍满脸的淤青，门牙还掉了一个，这嘴角渗血的样子啊，还挺惨的。而薛东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我警告你，放尊重一点。乔玉儿是薛家的妹妹，不是什么媳妇儿，更不是什么共妻。你再敢乱说，我抽死你！不就是买来的女人，还妹妹呢，嘴硬什么？见他还敢嘴硬，薛东扬起拳头就要揍过去时，他赶紧识相的闭嘴求饶，但心里那股怨气怎么都藏不住。今日之仇他肯定是要报的，这么多村民看着太丢脸了。在他看来，薛东这个老男人就是假正经，就不信他没有那种心思。其他村民见薛东动真格的样子，看着还挺可怕的，下手那么重，打死人都有可能。好了，刘川，你就少说一句。就是这薛家以后有了钱，媳妇儿肯定会多娶几个的。
赶紧走走走，以后嘴巴放干净些。村民们议论纷纷的把这个老光棍儿给劝走了。菜地这边恢复平静之后，薛东这才朝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嘿了一声：“玉儿，你别理这个老混球，他不是个东西，天天在村里不干好事，偷鸡摸狗的。以后你可要留意他，离他远一点。还有他胡说八道的那些话，你别在意。咱薛家可是5个兄弟，可不怕这个光棍。光他一个就能将他打得满地找牙，更何况其他兄弟。放心吧，大哥，我不会跟这种人计较的。倒是你今天跟他打架，会不会被他记恨上？我怕他会来阴的。都是一个村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就他那身板，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行了，玉儿，你把碗筷收拾一下，赶紧回去吧。行，大哥，那我先回去了，你以后防着他一点。小玉儿将碗筷收拾好，这个篮子回来时，在路上碰到个打扮妖娆的年轻妇人。这妇人叫凤娘，不过18岁的样子，肤色白皙，五官精致，尤其是那身段婀娜娉婷，美是真的美，男人看了移不开眼的那一种，就是有些风尘味儿，女人看了会不舒服的那种。正准备跟他擦肩而过，凤娘伸手拦住了他，她双手怀抱在胸前，神情探究地看着乔玉儿。你叫乔玉儿，名字倒是挺好听的，不过长相真是不堪入目啊。乔玉儿面上掠过了愤怒，眼底里寒光四起，她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主，当即怼了上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麻烦还请让让。虽然不认识这个女人，但从她的行为举止来看，就不是什么良家妇女，她也不想跟这样的人扯上什么关系。凤娘闻言，不仅没让路，还摆出个风情万种的姿势。她捂着手帕，咯咯笑道：“好了，闹什么闹？咱们同为天涯沦落人，那是难得的缘分，以后在村里也好互相有个照应。至于那些流言蜚语，时间久了也没啥了。”乔玉儿羞得脸都涨红了，她明白，这个女人就是村子里议论的李家共妻，叫什么凤娘的，听说是从窑子里出来的。她怎么样是她的事，可别拖她入伙。凤娘，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薛家人看我可怜，买回来当妹妹的。凤娘嘴角勾着笑，显然不相信这理由。哦，是吗？你的意思是那几个男人还没对你下手，先将你养养再说？切，什么妹妹呀，你们又没血缘关系，这男人都是现实的，谁会无缘无故的对你好？肯定是有所企图。我的傻妹妹呀，这承认也没什么好丢人的，这附近村庄这种情况也常见的呀。凤娘嗲着声音说了一长串的话，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或许在她眼里，乔玉儿就是这种当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的人，还不如她坦荡。乔玉儿无语地翻了个白眼，这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我懒得跟你说，快让开。哟，还是个小辣椒呢，你到底上不上？乔玉儿火了，正准备伸手推他，就见一根细竹条在他眼前飘了下来，再快速地落到了凤娘的手背上。伴随着啪的一声，对方啊的一声跳了起来，揉着红肿的手叫嚷：哪个杀千刀的打我，懂不懂得怜香惜玉呀？等他看到拿着竹条沉着脸走过来的薛家老三薛凡，眼睛又亮了亮。闭上你的臭嘴，对我家妹妹放尊重点。薛凡清朗的声音掷地有声，很有穿透力。他穿着灰色布衣，袖子随着他走路的姿势摆成好看的弧度。他肤色偏白，面容清秀，双眸黝黑有神，满头黑发用一根发带竖起。他身上带着一股跟普通村民不一样的气质，除了书卷气，还有几丝贵气。薛凡手上拿着一根纤细的竹条，俊容泛着寒意。薛凡，你怎么能下那么大的手劲儿？人家会痛的呀！凤娘，你自己喜欢犯贱，不要带着别人。像你这种女人，也只配卖给那种低俗的李家三兄弟。曾经还勾搭过他，幸亏他没上当，要不然就能够被流言蜚语给淹死。薛凡，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吗？人家好伤心呢。凤娘捂着手帕，梨花带雨。要说村里的男人谁最俊，大家公认是薛凡。虽说薛墨长得也不错，但斯文的书生类型跟狂野的阳刚类型，大家还是喜欢前者。毕竟对穷苦人家来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雅。而凤娘自认为是村里最美的娘们儿，她崇拜薛凡，也嫉妒乔玉儿。凭什么这个女人长得丑，还被薛家人宠着？
薛家的男人个个都长得不错，尤其是这老三跟老四，要不是穷了一点儿，媒婆早就踏破了门槛了。其实比薛家穷的人家很多都讨到了媳妇儿，最大的问题就是薛家小五是个聋哑人，治疗费用花费很多，这就成了最大的拖累。有村民提议薛家将这个拖累卖掉，可薛家人不让，说什么宁愿穷得娶不起媳妇儿，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兄弟。凤娘，你什么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警告你，再让我看到你欺负我家妹妹，我绝不会放过你。说着当着他的面牵着乔玉儿的手高调离开。乔玉儿被他这一系列的操作惊讶的叹服，等反应过来才发现自己的手被他给牵着，他赶紧挣脱开来。虽说薛凡对他没有男女之情，但这古人不是常说男女授受不亲的吗？若不注意点影响，会害薛凡被议论的。薛凡这才发现自己下意识的动作，尴尬的笑了笑，又连忙解释：玉儿，你放心，我绝对没那个意思。我承认以前讨厌你，但接触后被你的善良勤劳折服，你身世比小五更可怜，遇到那种要卖你的爹娘，而我们薛家人就算穷得饿死，也不会卖自己的弟弟。乔玉儿感动之余，嘴角又抽了抽。他当然不会自恋的以为眼高于顶的薛凡会看上他，他有自知之明，但他这番发自肺腑的话真的融化他了，他的诚意，他的改变，乔玉儿看在眼里，且他刚才那么维护他，他的心真的好暖。离异家庭长大的小孩，从小渴望哥哥，这样的愿望居然在这里实现了，而且是4个维护他的哥哥。看来老天爷让他穿越是来体验温暖的。三哥，谢谢你为我出头，我不怪你，我能理解。你放心，1个月内我会挣够10两银子，说我失言，我会离开这个家，绝不赖着。乔玉儿喜欢将话挑明了说，她不希望别人同情她，可怜她。当然，对她有恩的人，她一定会加倍报答的。行，或许你真的有办法呢。就算没办法，她也绝对不会赶他走的。三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挣很多很多的钱，让你们全都风风光光的娶到媳妇儿，摆脱这些流言蜚语。傻丫头，你倒是操心上了。我们想娶媳妇儿其实不难，只是薛家这么穷了，我们不想祸害好姑娘，让他们跟着受穷。2个人一边说一边走，就到了薛家的院子。三弟，我都听说了，这些人太过分了，这说的叫人话吗？我倒要看看，谁敢再胡说八道，我剁了他！二哥，我没事，你不知道大哥刚才有多厉害，把那个老光棍打得满地找牙，这样一来也算是杀鸡儆猴了。我相信那些村民也不敢再胡说八道了。小五费劲地比划着，模样十分着急，那言语之间似乎在说：姐姐你没事就好。他人小，但什么都明白。村里人都说他是薛家的包袱，对他的议论一向没有少。他理解姐姐现在的心思，放心吧，我真的没事，谢谢大家。通过这件事，乔玉儿深刻的明白，尽快挣钱有多么的重要。等他有了钱之后，帮哥哥们娶媳妇，看这些人还有什么借口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将晒在竹篾上的木耳翻了翻，看成色差不多要晒干了。木耳可是个好东西，还有竹笋，去了涩味，薛家人都说好吃。看来得找个办法，把这些食物做成美食，都合理的卖掉。对了，他在山上摘的山楂还没有做成糖葫芦呢。看着小五那低落的样子，乔玉儿就知道勾起他的伤心回忆了，得安慰一下他。他将晾干的山楂用竹签穿起来，把熬好的冰糖浆裹了上去，晶莹剔透的糖葫芦便做出来了。小五看到糖葫芦时十分的惊奇，没想到这个姐姐还会做糖葫芦。行了，别看了，赶紧尝尝。小五点点头，咔嚓一声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真好吃。喜欢吃，姐姐以后常给你做啊。乔玉儿笑说着，将余下的糖葫芦给哥哥们一一送过去。送到薛凡屋子里时，见他在收拾换洗的衣服。三哥，这是我做的糖葫芦，你尝尝看。薛凡不太知零嘴，他都那么大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子。可看到乔玉儿手中的糖葫芦，颗颗饱满，红彤彤的山楂，看起来挺有食欲。面对乔玉儿期待的眼神，他没法拒绝，便接过来在口中咬了一口，果然味道酸甜。不错。他嘴上这么轻松地说着，心里却酸酸的。他知道乔玉儿为了挣够这10两银子有多么的努力，只要能挣钱的买卖，他都在试探。那当然，
要不是食材有限，我还会做其他的好吃的。是啊，薛家的妹妹最厉害了。薛凡夸赞了下，又道：对了，月儿，我明天要去学堂了，记得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太辛苦了。啊，三哥，你明天就要走了？乔玉儿心想也是，这离会试也没几个月了，三哥是该好好准备。放心，我会好好准备的。对了，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为何你会识字还会作诗呢？这个问题藏在薛凡的心里2天了。这个嘛，乔玉儿很快想到一个托词。我们村里有个秀才，读书非常用功，他每天清晨都会在河边早读，我听得多了就耳濡目染了。是吗？薛凡半信半疑，更惊叹他的天赋。简单的旁听，他就有这些造诣，这等悟性可真是了不得。当然了，三哥，你呀就好好的温习功课，挣钱的事呢就交给我们。这会试啊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凡事尽力而为，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乔玉儿宽慰道，他看得出薛凡是真的很努力，一次失败并不能代表什么。次日，薛凡早起去学堂，乔玉儿也早早起来，他做了些番薯糕点跟土豆饼。去镇上吗？一起。他提议道。乔玉儿却摆了摆手，没事的，三哥，一回生二回熟，我一个人可以的。话虽如此，但薛凡还是坚持帮他收拾东西，带着他坐上村子里的牛车去了镇上。镇上的人多，虽没有集市那么多，但人来人往的依旧不少。乔玉儿手脚麻利地把摊位摆出来，折叠木板往背兜上一放，就成了个小型的摊位，上面摆着糕点，香气扑鼻。这个时辰买糕点的人都是当早点吃的。乔玉儿通过试吃，让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掏钱袋买了。不到半个时辰，带来的糕点所剩无几。乔玉儿准备给薛墨送点，正准备收摊时，就见一位厨娘打扮的妇人过来问道：姑娘，你家糕点还有吗？再给我来一点，这个味道呀，我家老妇人喜欢的很呢。他家老妇人年纪大了，牙齿不太好，就喜欢吃软糯香甜的东西。乔玉儿记得这个厨娘，她半个时辰前就买了10块糕点。她解释道：不好意思呀，剩下的别人定下了，我明天还会摆在这里，您需要的话可以过来。这样啊，行，那我明天来。玉儿，刚那糕点明明还有10来块，怎么不卖给他呢？从那个厨娘的穿戴来看，肯定是个大户人家出来的，那可是一笔大生意啊。乔玉儿笑着解释：三哥，给他一个念想，又买不到，他明天才会来呀，这就叫吊人胃口。要是他一次性买太多回去，他家老妇人吃太多吃腻了，下次也不会再来了。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薛凡不知道他这番言论是从何而来的，听起来像是那么回事。乔玉儿将铜板数好，神色淡定地跟他报数：三哥，这一早上啊卖了200多文呢，这剩下的糕点我给4哥送过去。薛凡见乔玉儿提起薛墨时的那番高兴的样子，就知道这几个哥哥中他最亲近的就是薛墨。也是，毕竟薛墨才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他们几个兄弟刚开始都不待见他的，尤其是他处处针对他。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自己过分了。玉儿，那我送你去码头吧。乔玉儿摆摆手：不用了，三哥，我问路就成，时辰不早了，你赶紧去学堂吧。行，那你小心点。薛凡交代完后，便跟他在此处分道扬镳。乔玉儿手里捧着糕点，背上背着竹背兜，在街上随便找了个路人打听到了码头。整个南阳镇就一个码头，在东边方向，就看到这码头很大，水面上停留的船只很多，不少年轻的壮丁上船下岸的搬货，来来往往，忙碌不已，给人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些忙碌的身影当中，他很快就看到了那抹鹤立鸡群的身影。四哥，四哥！乔玉儿扯着嗓门高声地喊着，冲着那抹身影挥手。脆生生的声音给码头平添了一股生气。薛墨听到这声呼唤，回头一看，果然是乔玉儿。他阔步跑过来：玉儿，你怎么过来了？我来镇上卖糕点，今天卖了200多文呢。乔玉儿献宝似的拿起了钱袋子，在他眼前晃了晃，就像是个求表扬的小孩一样。薛墨好笑地摸摸他的脑袋：我家妹妹还真是能干呢。对了，四哥，这些糕点呀是给你的，多的分给大家吃吧。一听到有吃的，大家的耳朵就特别的好使。薛墨，这姑娘谁呀？对呀，怎么没见过呢？见他们投来了好奇的眼神，薛墨生怕他们误会，连忙解释道：这是我家妹妹，她给我们送糕点来了。众人点点头，
原来是妹妹呀，只是这两人长得不太像呢。大家也没有多想，心思都在吃的上面。薛墨，这什么糕点？闻着好香，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这是我妹妹亲手做的番薯跟土豆饼，每人拿去一块品尝吧。这样啊？是的，我亲手做的，大家随便吃。以后我四哥还请大家多多关照。你这小姑娘真吧？就是，我们也不是吃人的嘴短。薛墨这人仗义，我们理当照顾的。那多谢大家，你们慢点吃。乔玉儿礼貌地笑了笑，便在码头边上随意地逛了逛。这码头真的挺大的，干活的人不说有上百个吧，70、80个人总是有的。且他环顾周围，没什么摊位，倒是饭馆、面馆有几家。瞥见薛墨过来了，乔玉儿迎上去问：“四哥，你们晚上住哪儿？一日三餐在哪儿吃呢？”薛墨不知他问这个话是何意思，只是如实回答：“码头这边是包住的，至于吃的话，就是附近的这些饭馆、面馆，价格挺贵，还不太好吃。我们一般都是早上出去买些干粮或者馒头备着。”乔玉儿惊讶地看着他，天天干体力活这么辛苦，吃的却是随便了事，这长此以往，身体肯定受不住呀。他心里就有了主意，一脸认真地问：“四哥，我问你，如果这有人摆个快餐摊位，你觉得生意如何？”不太明白快餐是什么意思，这词听起来那么陌生呢。我想在这附近摆个摊位。你看啊，别人的饭馆都是现点现炒的，品种单一，价钱贵，还等待时间长。而我说的快餐，就是将炒好的家常菜荤素搭配，还送鲜汤，直接在这支个摊位开卖。比如说2素买3文钱，2素1荤卖5文钱，只配2碗米饭1碗汤。四哥，你看如何？他说的便是现代流行的快餐模式，推个推车，随地都可以摆卖。虽说辛苦了些，但这利润可观。如果这方法在码头能行得通，他可以找镇上那些干活人多的地方，多支几个摊位，长此以往是一笔稳定的收入。薛墨听这个说法倒是挺新鲜的，这样的饭菜搭配法他是闻所未闻的。听起来是可行的，码头的人都是干体力活的，自然想吃饱饭。但玉儿，你个姑娘家干这个活太累了。乔玉儿没有说别的，反正他得到有用的信息，心里就有了主意。行，四哥，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你注意休息，别太累哦。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细细地思量着，他若是算好了时辰，在家做好饭菜，跟薛主2个人一起运到镇子上。既然这码头有这个需求，那就冲着长期生意去布置，直接来个现炒现卖吧。到时候炒菜的香味飘散出去，不用吆喝也会有人过来问的，岂不是个活字招牌？乔玉儿越想越得劲儿，恨不得立刻回去告诉家里人这个好消息。乔玉儿正准备往打铁铺走去，在路上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若是他没有看错的话，这个鬼鬼祟祟的男人便是昨天跟大哥打过架的刘老光棍儿。乔玉儿还记得他说的那些污言秽语，想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他呢，便跟踪了他一番，却发现他在巷子里跟女人在幽会呢。刘春哥，你可算是来了。话说你什么时候娶我呀？我娘还不知道我失身于你，她若是知道了，还不得打死我呀？刘光棍细小的眼睛东张西望了下，见四下无人，便搂着那姑娘连亲了好几口，还摸着她的腰，一脸猥琐道：“鬼兰，你放心，你都是我的人了，我肯定会对你负责的。”我算是明白了，为何大家都叫你老光棍了。其实你不是没有姑娘喜欢，而是你眼光挑。你说你会对我负责任，可你明明给那个李寡妇下了彩礼。安桂兰是隔壁村的，她家里穷得响叮当，上头还有2个哥哥，父母一直骂她是赔钱货，想把她卖掉。她没办法，就想找个男人尽快脱身，没想到就碰到了这个老光棍儿。此时她也不管这个男人是不是给李寡妇下过彩礼，只知道这是他手中的一根救命稻草。这个老光棍儿人品不怎么好，但很有家底，他穷怕了，只想着跟着吃香的喝辣的。老光棍儿捏着他的下巴，邪似的笑道：“桂兰，你说说看，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寡妇，跟你这个给了我身子的黄花大闺女，根本没可比性啊！我当然是选你的。行了，我的小心肝，我一定会娶你的。”他边说边将人按在墙上亲了起来。乔玉儿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鄙视的走远了。他边走边吐槽，这个老光棍果真不是个好东西，那个李寡妇未免太可怜了，被这样的人盯上。乔玉儿找的铁匠，印了2个铁炉子，
2口铁锅，手里的钱便所剩无几了。吃午饭时，他在饭桌上将这个想法说了说。薛竹觉得此想法甚好，自然极力支持。望他经常在镇上走，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块呢？这会儿看向乔玉儿的眼神带着钦佩，这个妹妹的眼光总是那么的独到。玉儿，你把炉子跟铁锅都订好了？你说的快餐真的会有人买吗？大哥，反正成本不大，我折腾一下又怎么知道不行呢？大哥，你就让玉儿试试吧，说不定真的能挣到钱。之前这糕点不就是玉儿提议的？薛竹比较赞成，他觉得乔玉儿的想法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这个姑娘好像就是上天派来的，拯救他们薛家的贫穷似的。见薛东犹豫，他又补了一句：大哥放心，这摆摊儿我跟玉儿一块去，定不会让她被人欺负。行，那就这么办吧。谢大哥二哥。乔玉儿瞬间士气大涨，这薛家人还真是把她当成一家人，无比的信任她。薛家人一致同意之后，乔玉儿说干就干，她开始准备食材。刚开摊的话，菜的样式不要太多，弄几个荤菜，几个素菜，再配个鲜汤，买些糙米就可以了。而薛竹则是制作着竹凳子、竹桌子、竹筷子等等。在准备出摊的这2天时间里，乔玉儿也没有闲着，她早上都会带做好的番薯糕跟土豆饼，跟薛竹一起去镇上卖。2个人摆摊的地方依旧是老位置。小姑娘，你这儿天天都出摊吗？这也不一定的，都是自家做的糕点，得空就出来摆。挺能干的小姑娘，主意不错。大家喜欢就好。糕点卖到一半时，就见昨天来过的那位厨娘扶着个老人家走了过来。厨娘道：小姑娘，你可算出摊了。是的呢，说好今天要摆，肯定是会来的。说话间，她抬眸打量着这位老夫人，约莫50来岁，圆脸，眼角眉梢透露着岁月留下的温柔。不管从她的衣着打扮还是行为举止上来看，都带着贵气，可见这老人家是挺富贵的。这位就是老夫人吧？您今天要多少呢？我给您称一下。厨娘也不知道要多少，便看了看一旁的老夫人，发现她那双精明利落的眼睛里是瞅着乔玉儿看的。老夫人算是见过不少人的，一般的村姑看到她都会神色不自在，哪像乔玉儿这般的神色淡定，目不斜视，落落大方。小姑娘，这糕点是你亲手做的吗？乔玉儿点点头。是的，老夫人，是我亲手做的。听这话，怎么感觉有别的意思呢？就见老夫人勾了勾嘴角，比划了个手势。这样，我给你10两银子，你把这糕点的做法跟我府上的厨娘说下。这10两银子砸了下来，没把乔玉儿砸晕，倒是一旁的薛竹不淡定了。他使劲地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反复确认，才感觉自己没有听错。激动的他连连扯着乔玉儿的袖子。天哪，妹妹，居然会有人拿出10两银子去买这个糕点的做法，真是钱多了没地方烧的吧？二哥，淡定。老夫人，只要我努力摆摊，这10两银子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挣到。但这个方法要是卖给您了，我就断了财路呀。老夫人没想到这小丫头还讨价还价，神色复杂的看了她几眼。不就是用番薯土豆做的糕点？我家的厨娘可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只要她细细研究，迟早会做出来的。老夫人极力辩解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可爱呢？乔玉儿不恼反笑，哼，老夫人，您真是个谈判的好手。若这厨娘能够做出来，您今儿个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她亲自过来，可见老夫人对这个味道是非常满意的。被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小辈看穿，老夫人神色掠过了几丝尴尬，又故作大方地挥挥手道：行，给你再加5两银子。15两还是没有达到乔玉儿心中的价位，她不慌不忙道：我看老夫人是诚心想要的，不如就一口价，30两银子，3种糕点的口味，我全部都交给你家的厨娘，您看如何？这时不仅老夫人倒抽了一口气，就连厨娘都嘴角抽了抽，她不由得有些恼了。小姑娘，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呢！看着小姑娘穿得朴朴素素，其貌不扬的，怎么就掉进了钱眼里了？要不是她跟着老夫人举荐的话，她这1两银子也都挣不到呢。乔玉儿窥视出她的想法，对症下药道：厨娘，要不是我跟您投缘的话，30两银子我才不会把自己谋生的活儿给出卖了呢。一共是3个糕点的做法，相当于10两银子一个做法，非常划算。有句话说得好，
千金难买心头好。老夫人穿着绫罗绸缎，哪一件不是几十两银子呢？老夫人的脸色好转了一些。你这丫头倒是能说。老夫人，我这个人呐也很爽快，就一口价30两银子，说可以的话，我这就给方法；若是不行，那就买卖不成，仁义在。行，小姑娘30两银子我买了，就冲你那句话，千金难买心头好。老夫人果然爽快。乔玉儿欣喜地伸手，那一手交钱，一手交方法。你这小姑娘还真是心眼多，说给你就给你，难道还会耍赖不成？她示意一旁的厨娘给她银子。当沉甸甸的银子握在手中时，乔玉儿小小的兴奋了一把，旁的薛主整个人都无法淡定了。30两银子对于他这样的穷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且乔玉儿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赚到了，若不是他亲眼看到，简直无法相信。厨娘的表情有些肉疼，她认为老夫人这价格给得太高了，奈何这丫头会说话，把精明的老夫人哄得一愣一愣的，让她心甘情愿地掏钱。事已至此，她顺水推舟道：行，小姑娘，那你把摊位收收，跟我去府里一趟，你说方法，我来做糕点。好嘞，还请厨娘带路。眼看着厨娘扶着一旁的老夫人上了马车，兄弟2个人跟着这辆马车后面，穿过2条街道，来到了一处气派的宅子门口。厨娘抓着门上的铜环，敲了敲门，很快就有家丁出来，将老夫人迎了进去，而他们则是跟在厨娘身后，打量着这座府邸。薛主的表现就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着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感到十分的稀奇。厨娘见他们东张西望的样子，不免提醒：你们应该是头一次进这样的大户人家，你们觉得这府邸如何？乔玉儿感觉这个厨娘话里有话，还因为那30两银子耿耿于怀，在给她下马威呢。她抿唇一笑，语气不卑不亢：这家富家贫，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气气就好。我们薛家虽然穷，但一家人齐心协力，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的。到了灶房，乔玉儿便将方法告诉了他。厨娘呼唤着下人，跟他们一起做糕点。没多久，番薯糕、番薯红豆糕、土豆饼全都新鲜出炉了。厨娘迫不及待地挨个尝了下味道。姑娘，这做的好像跟你的味道差不多，我还真没想到这番薯还能做出这么美味的糕点。哼，不愧是厨娘，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能完美的复原，厉害。厨娘对这份夸赞受用，也有些肉疼的低呼：这做法挺简单的，根本不值30两银子。一副老夫人被宰了的心痛模样。这值不值嘛，就看在什么人心中的价位呢。乔玉儿看了他一眼，耐心解释：虽然这做法看起来简单，可为什么没有别人想得到呢？那就贵在这份创意，贵在这份心头好上。厨娘一听是这个理，叹了口气：算了，老夫人喜欢就好，反正裴府也不缺钱，老夫人高兴就成。行，厨娘，既然你都会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谢谢您的关照，您可真是我的贵人。乔玉儿说这话的时候，模样真诚地握了一下他的手，1两碎银便塞到了他的衣袖里，算是报答他的。厨娘得了银子，紧绷的神情立马就跟乌云散去一般，渐渐天晴。他在心中暗暗地赞叹，这姑娘也太会做人了，这个买卖值了。兄妹2个人出了裴府后，薛竹还跟做梦一般，看着乔玉儿那笑意盈盈的样子，他还恍然如梦。玉儿，你赶紧掐我一把，看我是不是梦还没醒。二哥，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不就是30两银子吗？你放心，薛家以后的好日子还……这笔银子的到来，算是解决了薛家的燃眉之急。他打算用这5两银子启动快餐摊位的生意，再用4两银子给家里人添置些东西，比如吃穿用这些，剩下的20两回去就上交给一家之主大哥薛东。乔玉儿哼着小曲儿，嘴角微微的上翘，想不到跟薛凡的这10两银子之约，他已经办到了。兄弟俩从镇子上回来，薛竹推着手推车，上面堆满了东西，哪怕很多东西都放在箩筐里，也挡不住这些村民的好奇眼光。哟，薛家的，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咋买了那么多东西？有些村民按耐不住好奇地问，看着这些衣服、棉被，还
还有2袋大米，1袋面粉呢。箩筐里放了一些菜肴，好像挣了大钱的模样。听说薛家在镇上卖糕点呢，生意还不错的样子。薛竹知道财不外露的道理，就一笔带过的打哈哈。嗨，你们误会了，薛家能发什么财呢？我这经常往镇上跑的，很多东西都是帮村民带的。难怪。那村民嘟哝着，就说薛家这么穷，就算会卖糕点，也没几个钱呢。乔玉儿听了这番话，不恼也不解释，她没有必要去装岔，免得被人惦记上。这会儿却见好几个村民脚步生风似的往村中央的方向跑去，嘴里还嚷嚷着八卦。乔玉儿一听，这议论好像是关于刘老光棍的。听村民的意思，这老光棍去找李寡妇退彩礼了。哎，这个心术不正的男人还真是行动了呢。他赶紧对薛竹道：“二哥，快把推车推回去，我去看个热闹。”行。薛竹只当他是看热闹，也没有多想。眼看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往李家涌去，乔玉儿顺着人群跑过去，就见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前围了好多的村民。人群中央有4个人形成了2方对峙的场景。刘老光棍身边站着个40、50岁的妇人，看模样好像是他的母亲。瓜婆子骂骂咧咧的样子特别尖酸刻薄，而对面被骂得很惨的则是一个年轻的妇人，长着一副好相貌。她手里牵着一个黑瘦的女娃娃，看起来不过5岁的样子，缩在她的身后瑟瑟发抖，一双黑亮的眼睛透着无助跟可怜。乔玉儿混迹在村民堆里，就听他们议论起来：这个刘纯太无赖了，当初看上了李寡妇，非要让媒婆给他做媒，还把彩礼给送了，今儿个又说要退彩礼，这闹的哪一出呀？有村妇义愤填膺道：大家都知道寡妇很不容易，门前是非多，又容易被那些不怀好意的男人盯上，尤其这有几分姿色又拖着个小闺女的，就更容易被欺负。可不是，这个刘春就是个老无赖，这寡妇的名声算是被败坏了。刘春娘听村民议论她，便黑着脸叉着腰肢，在那高喊骂道：你们少胡说八道，什么叫我儿子破坏那贱人的名声？明明就是他勾引我儿子，还跟别的男人有一腿。我们老刘家不要这样不安分的女人，我们退彩礼是很正常的。就是我都亲眼看见了，你跟薛老大有一腿，你们2人在菜地里那儿勾肩搭背的。你说你这个贱人，人还没嫁过来呢，就敢给我戴绿帽子，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乔玉儿本来是看老光棍的笑话的，没想到薛东都被卷入了进来，还被这样诬陷着，他的火气腾的就上来，撸起袖子，正准备上去给他一巴掌时，就见一个壮硕的身影闪了过来，村民一阵惊呼：天哪，是薛东啊！乔玉儿也发现是大哥过来了，他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直接拎起了老光棍的衣领，怒骂道：刘春，你这个无赖，我看你是不长记性，上次欺负我家妹妹，现在又扣屎盆子给我，我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我就不叫薛东。还不等他的拳头挥下去，这刘春娘就开始拍着大腿呼天抢地起来：来人呀，快喊村长呐！这薛东无法无天，当着大家的面敢打我儿子，这男人不厚道，跟寡妇约会还打人，还有没有天理呀？村民都诧异地看着他，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眼看着事情闹大了，村民赶紧去找村长来镇场。而此时的薛东被反咬了一口，气得想把这个男人的嘴巴打得稀巴烂。住手！围观的村民自动地让出了一条道来。乔玉儿侧身一看，来人是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身高一般，但很有气势，看面相是个正直人。刘春娘抖了个机灵，撅着嘴添油加醋地说薛东的罪行，以及他跟李寡妇的私情。这说的声情并茂，让人听闻好像就是那么回事儿，村民都云里雾里去的。村长看了几个当事人一眼，瞅着气愤难当的李寡妇，话是问薛东的：薛老大，刘春娘说的话是真的吗？薛东一向正直，没想到自己平日里帮过李寡妇，却被扣上了一盆子污水，他如何不气？他极力辩解：村长，没有的事，我跟李寡妇是清白的。且他跟李寡妇也没什么私下接触，都是当着村民的面帮忙的。但此刻他的解释却显得苍白无力。要是这刘春娘还是口沫横飞。刘春占据了上风，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他笑道：薛东，你说没有就没有啊，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都看见你帮过李寡妇。
我什么我？说不出话来了吧？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我看你们两人还挺登对的，这男未婚女丧夫，不正合适吗？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伴随着刘光棍信誓旦旦的控诉，村民在看那两个人好像还真挺般配的。感情这事儿啊，也不好说，是吧？薛东，你说不出话来了吧？李寡妇，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收了我儿子的彩礼，还跟别的男人勾搭，现在你快把彩礼退回来，还要补偿我儿子另外的银钱。就当李寡妇冷汗淋漓，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时，一道清脆的声音掷地有声地砸落下来。我有证据，能够证明刘光棍在外面有人，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声音落下，村民就看到乔玉儿落落大方地走了过来。薛东惊讶地看着他，又怕他趟了这浑水，有些紧张道：玉儿，这事儿你别管，等牺牲了你。乔玉儿却冲他摆了摆手，气定神闲地走过来。没人知道他想干什么。村长瞅着他问：你就是薛家买来的妹妹，那你倒是说说，你有什么证据？乔玉儿将在镇子上看到刘春跟那个姑娘幽会以及两个人的对话全部都如实的复述了出来。村长，这是我亲眼目睹的，绝不会有假。这个刘春不是个好东西，垂涎美色之徒，一边欺负寡妇，一边骗了人家小姑娘的清白身子。奈何那姑娘不是好招惹的，这混账东西为了推掉这门亲事，故意泼脏水。村长要是不信，可以查证一番。乔玉儿娓娓道来，声音脆亮，虽长得不起眼，但说话有条理，莫名的就让人相信。刘光棍想到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居然被这个臭丫头给目睹了，他跳着脚否认：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肯定认错人了，我那天没有去过镇上。说这话时，就有村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刘春，你昨个回来还坐马车呢，在咱们跟前炫耀呢，怎么就没去镇上了？又有村民跳出来：原来你相好是隔壁村姑娘，好像叫什么桂兰的，怪不得。他记得有次桂兰找过老光棍，原来这两人已经好上了。乔玉儿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哼，看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桂兰姑娘给了他3天时间，若这刘春不来找这寡妇退彩礼的话，就把他的丑事抖出来。咱村儿不是有媒婆吗？直接让媒婆上门去说亲，看看女方的反应，不就真相大白了吗？瞧瞧，这对母子已经做贼心虚了。这刘老光棍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村民对着他指指点点：太缺德了，脚踩2只船，他专坑人家寡妇，真是道德败坏。是啊，村长，让媒婆去说亲看看，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在村民的议论中，薛东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峰回路转的，居然被乔玉儿发现了这个老光棍的罪行。混账东西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曾经提醒过李寡妇，寡妇也说了，根本就没看上过他，是他非要叫媒婆把这个彩礼钱丢下，还在村里到处败坏他的名声。这下好了，看他还怎么嚣张。薛东瞬间有底气了，他眯了眯眼睛：村长，我问心无愧，倒是这刘老光棍问题多得很，不如就按我家妹妹说的，叫媒婆过去试探一下，一切都真相大白。行行行，就算我跟隔壁姑娘有来往，又能如何？我不想娶你了，快把彩礼钱退来，要不然跟你没完。李寡妇听完，如释重负地跑回屋里，把那几两银子取了出来，直接往他的脸上招呼，很嫌弃的样子：拿走，赶紧拿走，谁稀罕你这脏钱？不要脸的东西，滚！这样的狗皮膏药终于能够当着村民的面甩开了。这刘春经常的骚扰他，对他污言秽语，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还好今儿个多亏了乔玉儿。乔玉儿收到了某人投来的感激的眸光，扫了这对母子狼狈的样子，他补了一刀：乡亲们，你们可都看见了，这是刘光棍自己的问题，他今后若是再骚扰这李寡妇，还请村长赶他出去。咱们村啊，可不欢迎这样偷鸡摸狗的人。刘春气得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挥动着拳头想要揍他：臭丫头，你找打！不等薛东出手，村长手中的旱烟杆直接敲向了他的手背。够了，还嫌不够丢人吗？要娶隔壁村姑娘是你的自由，但你若再去找李寡妇的麻烦，或找薛家人的麻烦，那就请滚出这个村子去。村长威武！村民纷纷附和。行了，这件事就算翻篇了，大家赶紧回去吃中饭吧。众人散去，乔玉儿拉着薛东走，薛东的心还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他惊魂未定：玉儿，今儿可多亏你，要不然我这妹妹太机灵了，
要不是他来解围，还真是百口莫辩。本来寡妇门前是非多，谁沾上谁麻烦。乔玉儿眨了眨眼睛，一副小机灵鬼的样子。大哥，我也是运气好，在镇上碰到过老光棍，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就跟踪他，没想到误打误撞的看到了。两人边说边到了薛家。薛东把这件事情跟薛竹说了，薛竹十分生气的拍桌：这个刘春真是道德败坏，他家不就一孤儿寡母吗？还敢这么嚣张，当我们薛家没人了？大哥，还好玉儿给你解围，要不然你也得娶了那李寡妇。噗的一声，薛东差点被这话给呛到。薛竹，这话别说了，败坏了女人家的清誉。不说就不说，可怜李寡妇温婉能干，男人死得早，还带个小闺女，以后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唉。薛竹叹道。乔玉儿听这两个兄弟的谈话，捕捉到了一点信息。他怎么感觉薛东对那寡妇确实有点意思呢？且那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真的很般配，说是夫妻都没有违和感的。他凑近来道：大哥，那寡妇长得挺如花似玉的，又带着一个小姑娘，还真的挺不容易呢。薛东点头：是啊，他命苦，他家男人几年前还跟四弟一起去参军的，谁知死在沙场上了。当初朝廷就给了一笔抚恤金，这么多年估计也花完了，这母女俩过得挺不容易的。是啊，都是一个村的，我也帮过李寡妇，不知咋回事，偏偏大哥跟他起了流言。乔玉儿捂着嘴笑了笑：大哥跟他挺般配的，被人误会呀也很正常。被这两个人打趣着，薛东板着脸，脸色也严肃了几分。好了，这话可不能在外面乱说了，小心这流言又席卷回来。大哥，你怕什么呢？这男未婚女未嫁，就算在一起也很正常呀。乔玉儿回想薛东出手维护李寡妇的样子，挺有男子气概。薛东被他的想法给惊到了，不知所措。玉儿，这种话别再说了，他的命已经够苦了，薛家也穷，这……不等他这话说完，乔玉儿便将沉甸甸的钱袋子塞到了他的手中。大哥，这是我今个挣来的银子，足够付彩礼钱。你若是喜欢李寡妇，就去提亲吧。哦，至于这钱怎么挣的，让二哥给你解释。时辰不早了，我去做饭了。薛东跟听天书一般，听完了整个故事的脉络，看着手里沉甸甸的银子，瞧着灶房那抹忙碌的身影，若有所思。若不是薛竹亲眼看到乔玉儿挣大钱的过程，他根本不敢想象这笔银子来得那么容易。他不可思议地问：二弟，你说的是真的吗？大哥，我可是亲自跟着玉儿一块儿去的那户人家，亲眼看他挣的这笔银子。好了，你就放心的用吧，咱们又不偷不抢的。大哥，你看看这一堆的东西，全都是玉儿在镇上买的粮油米面，还有些衣服鞋子给咱们的。反正他对这个妹妹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势必要将她宠成小团宠。没想到四弟买了个宝贝，得到了大哥的认可，薛竹心里雀跃起来。可不是嘛，还是四弟有眼光。对了，大哥，明儿个我跟玉儿去码头摆摊儿，用他的话说，卖什么快餐。薛东一听这个荤素搭配，现炒现卖，感觉就有点意思。码头干活的人多，这确实是个好主意。我们也不知道这生意如何，反正看本钱不多，就折腾一下。薛家人吃了中午饭后，乔玉儿便着手准备。明天他得把打造好的炉子拉回来，用个大推车装起来，锅碗瓢盆、竹筷、凳子、桌椅、食材等等都要准备齐全。好在他说的这个快餐计划得到了薛家人的一致认可，也便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薛东怕他做生意本钱不够，还给了他5两银子，就连小五也兴奋地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乔玉儿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一家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怎么能够不挣大钱呢？他们就是相信乔玉儿，陪着他一起瞎折腾。乔玉儿不由得感叹：二哥大哥，你们在这忙碌了半天，若是我做买卖赔了本，我白忙过一场吗？本来就是你挣的银子，想怎么折腾都可以。他心里想着，乔家可真是有眼无珠啊，像这样的珍珠宝贝往外面卖，若乔家人知道他挣了30两银子，会不会肠子都悔青了？乔玉儿既然跟他们家有缘，那就是他们薛家人的妹妹，他绝不容许任何人欺负她。谢谢大哥。乔玉儿再次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客气啥，咱们能帮上你的忙尽管使唤，明天让二弟陪你去镇上码头摆摊儿。次日一早，乔玉儿早早的起来，便将准备好的东西全部都拉到了推车上去。乔玉儿看了下，这会儿时辰还早，
离做中饭还有2个时辰，开始有条不紊的准备。由于刚在码头上摆卖，他不敢做太多的菜。1锅酸辣土豆丝，蒸鸡蛋，竹笋炒木耳，炒豆角，1大锅的菜汤。至于荤菜，以猪下水为主。岳竹是个大男人，他不怎么会炒菜，但洗菜、切菜打下手还是没问题的。看着这几道菜新鲜出炉，那诱人的香味勾着他饥肠辘辘。他几乎不可置信地问：玉儿，这些真是用猪下水做的啊？二哥不是亲自看我炒的菜吗？可以尝尝看。薛竹拿着这几道荤菜全都品尝了一番，那香气那滋味真是让人直吞掉舌头。正回味着呢，一道磁性的声音飘了过来：玉儿，二哥，你们已经出摊了吗？好香啊！薛墨高大的身影走了过来，他身后跟着好几个壮丁，全都是面色黝黑的年轻人。乔玉儿抬头看他：四哥，你下工了吗？饿了吧？来吃饭。薛墨看着他的摊位还挺像模像样的，加大加宽的手推车上放着2个炉子，一个熬着汤，另一个刚炒过菜。台面上放着2桶糙米，几个大木盆里装着几道荤菜跟素菜，有些也不知道是什么食材，但看起来挺色香味俱全的。尤其是这香味儿，大老远的就闻到了。真没想到我妹妹这么能干，这摊位看起来还真不错。看不出你家妹妹这么贤惠呢，这些菜看着就好吃，到时给你多喊一点人过来吃。哼，好嘞，大家都饿了吧？快点菜吧。乔玉儿十分欢喜，四哥太讲义气了，居然带了那么多人吃饭。码头这么大，口碑相传是很重要的。四哥，所有的菜你可要亲自尝尝，有什么意见尽管提。薛墨看着这么多菜，抽了抽嘴角，这也太丰盛了。兄弟们，你们都看到了，都是自家人做的菜肴，挣点辛苦费，好的话帮忙带点人。那些青年平时吃的就粗糙，再尝过这些菜肴，简直就是人间少有的美味，好吃的让他们啧啧称赞。味道太赞了，价格也公道，我们都会过来吃的。大伙慢点吃，汤是免费供应的。那些工人吃了饭，都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赞叹。很快，这些菜肴跟几大桶米饭被一扫而空。乔玉儿看着堆了一堆的铜板，心里有些暗喜。他没想到头一次出摊居然这么顺利。姑娘，你们这饭做的太好吃了，价格也公道，傍晚还摆吗？乔玉儿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头客了，她又惊又喜，又一脸歉意。我们暂时只摆中午的，等后面在镇子上租了个房子，傍晚也会摆出来哟。太好了，到时1天2顿都能吃上了。做饭真的很好吃，谁也没有想到，才几文钱就能尝到肉香味儿，太劲道了。谢谢捧场。乔玉儿听到这些话，收摊回去的路上走路都是飘的。2个人回到薛家之后，便开始数着这一堆的铜板，除去这些食材的本钱，净利润大概有50%，也就是说挣了大概150文的样子。这样算的话，1个月下来有好几两的银子呢。薛竹很显然也算出了这个价钱，不可思议的惊呼：玉儿，要是我们中午跟傍晚一起摆的话，那1天下来还不得挣个半两银子？那1个月下来收入很可观了。二哥，这条路可行的，以后就要辛苦大家了。说什么呢？累点不怕，能挣钱是好事儿。原来挣银子多难呀，而现在生活都宽裕多了，还偶尔可以吃上肉。这个乔玉儿还真是他们家的福星。午饭过后，他正想着更多的挣钱买卖，就听见门口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李寡妇送鸡蛋过来，表达着对薛家人的感谢。薛东不好意思的挠着脑门，都是一个村的，理应互相帮忙的，咋那么客气呢？李寡妇瞅着他，语气真诚道：薛东，你就别客气了，这都是自家养的鸡蛋，拿着吧。你帮过我的忙，我却连累了你，实在是不好意思。嗨，那有什么？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也问心无愧。倒是你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确实挺难的。薛东这无意中的一句话，让他脸色一变，李寡妇的神情瞬间有些不太好看。对不起，我这说错话了。李寡妇咬了咬嘴唇，其实也没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母女俩都是这样过来的。总之，还是要感谢你们薛家人。客气啥？以后有什么帮忙的，尽管说。薛东笑呵呵的挠头看着他，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院子里，小五跟李寡妇的孩子玩着竹蜻蜓，2个人玩得非常的愉快，看着孩子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让人看了也十分的欣慰。乔玉儿看着这样的场景，感觉格外的和谐，总觉得这应该是一家人。
李寡妇这个人看起来挺不错的，她若是能嫁给大哥，那该多好。也不知道大哥会不会介意她带着个孩子。寡妇，乔玉儿笑着走过去打招呼。李寡妇见着她过来，回身笑道：“玉儿，那天的事真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跟薛东就要被人误会了。这种脏水一旦泼下去，就很难清洗。”乔玉儿打量着两个人的神情，似笑非笑道：“其实这也没什么呀，大不了假戏真做。李寡妇，你看我大哥这人挺好的。”我这……李寡妇还没有说什么呢，薛东就很不自在地揪着衣角，那面红耳赤的样子，像极了纯情的毛小子。大哥，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呀？乔玉儿笑得更加的欢快了。这下子，两个人面面相觑，互相对视，脸都一起红了。本来两个人觉得坦荡荡的，被他这么一打趣，就感觉空气中都弥漫着一层暧昧。李寡妇偷偷地瞅着身形高大的薛东，他为人比较踏实，身形高大，那伟岸的背好像是温柔的港湾，看着就有安全感。可她只是一个寡妇，又带着个拖油瓶，怎么能够配得上这样的男人呢？她在看薛东，薛东也在看她。他看李寡妇不过是20出头的年纪，皮肤白皙，样子温婉，看着温柔的像是一滩水，激发了人的保护欲。俗话说，娶妻要娶贤，说这样的女人愿意当他的媳妇，他自然会好好对待的。双方眼神交汇，一晃而过，落进乔玉儿的眼睛里。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他可是个人精，捂着嘴暗自偷偷的笑。这两个人明明互相都有意思，却因为一些世俗的观念暗暗克制自己的情绪。他决定推波助澜。大哥，李寡妇虽然带着个闺女，但她挺不错的，你可以考虑看看哦。玉儿，你快别打趣我了。李寡妇脸色通红道：“大哥，你们若是双方互相喜欢的话，这些世俗的眼光都不是什么问题。”什么呀？薛东表情一愣，倒是纳闷，这妹妹的心思如此的惊世骇俗。乔玉儿笑着解释：“大哥，好女人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你可要抓紧时间哦。”李寡妇毕竟是女人家，脸皮薄，脸红得像胭脂，被那道目光注视着，她根本不好意思在这里待了，立马找了个话题开溜。那个薛东啊，我忽然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说着也不等对方回应，就牵着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姑娘逃也似的离开。看着这对母女的身影越走越远，薛东的眼神还没有收回来。薛东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他确实对那寡妇有意思，心疼这好女人的命运多舛，想要照顾这对母女。大哥，乔玉儿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看他微蹙着眉，他疑惑地问：“看得出大哥对那寡妇有意思，你犹豫是嫌弃她嫁过人吗？”不，我哪会嫌弃她呀？她模样生得好，勤快能干又温柔，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是蛮不错的。得了，大哥，喜欢就成，赶紧啊去找媒婆提亲吧。乔玉儿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捂着嘴偷笑着。提亲，这合适吗？怎么就不合适啊？男未婚，女未嫁，若是看对眼，提亲天经地义呀。那我……大哥，若是觉得难为情的话，可以再等等，等一个恰当的时机再提亲。薛竹扛着竹子进了院子，他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又惊又喜。玉儿，我们很快就要有嫂子了吗？那个李寡妇，我看行。乔玉儿瞅了他一眼，又瞅了瞅在地上画画的小五。这孩子虽然又聋又哑，但人机灵着呢，一直带着李寡妇家的闺女文文一块玩。说这门亲戚能成，这两个孩子也有个伴儿。这个不太好说，看他们之间的缘分吧。薛竹倒是目光急切，眸光透着期待。大哥年纪不小了，希望能尽快成家吧。老大成家了，那他也能排得上了，要不然都不好意思去相亲。二哥若是有喜欢的姑娘，也可以去提亲。我相信啊，大哥不会介意你赶在他的前头的。乔玉儿笑着打趣，薛竹倒是不好意思的挠头。说什么呢？我这一天到晚想着挣钱，哪有心思想这个？玉儿，这猪下水去腥臭的方法还挺简单的，话说咱们怎么就想不到呢？薛东想着，村里的人再穷都不会吃这些的，可没想到乔玉儿能够把这些东西做出肉味来，不是比猪肉更加的有嚼劲儿、美味，也难怪生意好。大哥，这凡事呀，多琢磨，多尝试，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就像提亲这件事，
你不去试试，又怎么会知道不成呢？退一步讲讲，就算失败了，咱们也不损失什么，你说是吧？乔玉儿笑着借题发挥，打消了薛家人对他的疑惑。也是，他这个小村姑本事太大，会惹人怀疑。马甲1、2、3可得藏好了。薛东被噎，害羞的不敢再吭声。家里头多挣些钱，提亲也好有底气些。晚饭，乔玉儿将剩下的猪下水，比如猪肝、猪大肠、猪肾，全部都炒成了菜。她匀出了一份，放进了菜篮子，递给了薛东。大哥，李寡妇给薛家送鸡蛋，咱们呢也礼尚往来，给送一份过去。文文那么瘦啊，定是好久没吃肉了，沾沾肉香也成。这……见他踌躇不定，乔玉儿翻了翻眼皮，语气有几分气恼。行，大哥不送，我去送。5岁的小丫头，面黄肌瘦的，不吃点好的怎么能成呢？他说着，便提着菜篮子风风火火地出去了。薛东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跟上。而此时的李寡妇正在煮饭，他见灶房里头的干柴不多，便去院子里搬点进来。就见墙角边晃过一个人影，一下子就从身后抱住了他的腰肢。哎呀，这腰细的比那大姑娘还有感觉。这流里流气的话落下，李寡妇神色僵硬，慌乱的抬脚狠狠踩下去。在那人吃痛的瞬间，赶紧甩开了这双咸猪手，离他几丈远。他惊魂未定的看着面前这个猥琐的刘光棍，居然还贼心不死。你，我看你在这个村子里是不想混了。刘春搓了搓手，笑得一脸色眯眯。我还有2天就要娶媳妇了，以后可是占不到你便宜了。这不想一次性够本儿？这吃不到嘴里的肉啊，总是让人食之无味，一直惦记着。李寡妇见他脚步慢慢走来，吓得脸色都白了。请你自重，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他说着，转手在门口抓起了扫把，谁知还没有挥过去，就被刘春察觉到了意图。男人一把抓住他的手，刘寡妇吃痛间，扫把落在地上，吓得他花容失色，怒吼道：“呀，刘春，你这个混账东西，还不快滚！我喊人了！”喊人是吧？一会儿去屋里使劲喊。李寡妇，话说你男人都走了那么多年，你又长得那么好看，我就不信你能守身如玉。不如让我检查检查。他话还没说完，人就被一股大力扯了过去，接着脸上就挨了好几拳。不要脸的东西，我打死你！薛东的力气大，那拳头一记一记的砸下去，看得乔玉儿跟李寡妇都心惊肉跳的。薛东，别打了，会出人命的！李寡妇急得快哭了，他这拉架，那刘春就趁机捂着伤口逃走了。薛东捏着拳头，正欲追上，大哥别追了，闹大了对他名声不好。他的眼神直直地看着他，似乎在说：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呀？赶紧提亲呐！薛东一双黝黑的眼睛透着愤怒，他看着一脸狼狈、脸上挂着泪痕的女人，问道：你没事吧？我没事。李寡妇抹着眼泪进了屋里。薛东，多亏了你，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你也别帮我了，我怕村里人说闲话，到时候连累你。寡妇门前是非多，反正她的名声不太好，可不能害了她。薛东握着拳头，手背上的青筋隐隐跳动，见他这副受惊吓的样子，十分心疼。他语不惊人死不休。香巧，你这样被人欺负，怎能让我放心？不如嫁给我吧，让我保护你。李寡妇本名叫云香巧，惯了夫家礼性这么多年，她好久没有听到人喊她的闺名，猛地还有些发愣，看着那张认真的脸，心突然加速跳动。薛东，你……他结结巴巴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见薛东霸气的将10两银子塞进了他的手里。这是彩礼，香巧，让我来照顾你。我薛东别的本事没有，但是护犊子，我绝不会让你跟文文被别人欺负的。薛东一旦打开了话匣子，说话便流畅许多。你放心，以后你的闺女就是我的闺女，我一定会好好待你们的。好，我答应你，谢谢你，薛东。他红着脸，模样感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女的。可薛东，你真的不介意我是个寡妇吗？你可以去黄花闺女的。我这……云香巧说起这个，又满脸的自卑。薛东摇摇头，我不在意这些。行，我晓得了。那我这2天把家里布置一下，接你过门办喜事。一想到要娶媳妇了，他的心飞了起来。
有现成的闺女，挺好的。他真正喜欢一个女人，并不计较这些。他心疼她命运多舛的过去，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的对她，让她下半辈子过得幸福。薛东，这酒席就不要办了，我准备好了，直接跟你回家就成。薛东跟乔玉儿心思复杂的回到家之后，薛竹看着薛东有些狼狈。大哥，你又跟人打架了吗？不等薛东回答，乔玉儿便声情并茂的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二哥，这2天得把家里布置一番，大哥要娶媳妇哟，让3个4个都回来。娶媳妇儿好啊！薛竹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他比划着手语跟小五说了说。薛家人都挺高兴的，家里即将要添2个人，挣钱的动力更足了。这不，次日一大早，薛竹准备好东西，拉着手推车跟乔玉儿去镇上摆摊儿。早上稀饭做了2大桶，配上咸菜笋干，半个小时就一扫而空了。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成堆的铜板倒出来数，大家一起数钱，很是欢快。今儿个的收入已经翻了2倍。至于码头的量，他掌握的差不多。等这个摊位成熟之后，在镇上的各个干活的地方摆上快餐摊，便能够形成成熟的产业链。这2天，薛东在家也没有闲着，用乔玉儿给他的钱将卧房布置了一番，破旧的柜子、桌子全都换了全新的。虽说李寡妇喜欢低调，不摆酒席之类，但该有的新被子、新衣服还得备好。一家人吃个饭，迎新人过门。虽然人家是改嫁的，但该有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堂屋已经焕然一新，破旧的木门、窗户都贴了一些红色的喜字。薛东也挨家挨户的给村里人送了些喜糖、喜饼，四处宣告要娶媳妇的消息。灶房里堆满了食材，今儿个也算是个团圆的日子。好事临门，乔玉儿在灶房里忙里忙外，准备丰盛的团圆饭，荤素搭配，足足有10样，寓意着十全十美，也表示着对新进门的嫂子的敬意和喜爱。林香巧看着色香味俱全的饭菜，竖起大拇指夸道：“玉儿的厨艺真是不错呀。”对于乔玉儿的来历，他可是听说过的。她也是个苦命人，是薛墨买她回来的。可现在看到大家都其乐融融的样子，完全就像一家人了。大嫂喜欢就好，锅里还炖着鸡汤，我去盛出来。乔玉儿说着，便去灶房里端着刚热乎的鸡汤出来，上面飘着几颗香菇跟红枣、枸杞，闻着香气就十分的诱人。好香呀！文文到底是个5岁的小女娃，天真却又带着拘谨。她好久都没有吃肉了，闻着肉香都忍不住流口水了。文文，以后你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来吃鸡腿。看着2个孩子合得来，乔玉儿一阵欣慰，将另外1只鸡腿给了小五。薛家以后的生活水平好不好，从这2个孩子的身上就可以看见。午饭丰盛，新人穿得很喜庆。薛东开了一坛女儿红，跟几个兄弟们各碰了一杯，大家起哄着他们会交杯酒。林香巧虽然红着脸，但还是不别扭地喝了下去，只是辛辣的酒顺过喉咙，让他被呛得咳嗽起来。薛东则是很自然地拍了拍他的背，给他顺了顺气。喝不了就小抿一口，心意到了就成。林香巧这一刻的心是激动的，眼圈红红的。他没有想到还有今日这样的场面。看着欢迎他的薛家人，他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谢谢你们能够接受文文。眼看他感动的泪水就要哗哗的落下，乔玉儿赶紧夹菜缓和气氛。嫂子，赶紧吃饭吧。你放心，薛家人都很好的，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他们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你呢，你可是我大哥花心思娶进门的嫂子呢。好了，嫂子别哭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以后这种好日子只会越来越多。乔玉儿心想，这女人有眼光，选择了薛东，薛家以后的日子并不会让她失望的。嫂子，我敬你一杯。嫂子，以后若大哥欺负你了，可得告诉我们兄弟几人。嫂子，进了薛家的门就是我们家的人，定不会让你被人欺负的。谢谢你们，那我也在这里表个态，从今往后薛东就是我丈夫，我一定会将这个家料理得妥妥当当。薛东倒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塞给他一个银镯子。香巧，这是我娘遗留下来的遗物，我把它交给你，从今日起你就是薛家的长嫂。你放心，我会当好长嫂的。好，吃菜。正当饭桌上热闹起来时，门外却传来了一阵动静。薛家的，你们这些欠钱不还的东西，有钱在这里办喜事，没钱还钱吗？
门外响起妇人高亢的叫骂声，接着就听见有好几道脚步声进了薛家院子。薛竹率先走了出来。苏婶子，借你的钱我们会还的，今儿个是新嫂子过门的日子，还请不要喧哗。你们薛家的人也真是啊，有钱在这里大吃大喝，为什么不还钱？要不是看你家弟弟有聋有哑，十分可怜的份上，我会借钱给你们吗？说这话时，薛家人全都出来了。薛东脸色不好看，于是他便道：苏婶子，您稍等下，我去卧房拿银子给你。等一下，你们可要一次性把6两银子还清，少一个子儿都不成。我可没那闲工夫，为了这点钱3头2头的上门讨债。这一下，薛家人的脸上都有了些愁容。僵持不下时，云香桥准备回屋子里去拿彩礼钱，却被一双大手给捏住了。香桥，那是给你的彩礼钱，不能动。这我就当是出嫁妆的钱。云香桥解释。不可。薛东再次摇头。面对苏婶子的催促，正当大家犯难时，苏婶子，薛家的钱我替他们还了。说话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村子里富户家的闺女楚雪儿。她睁着碱水秋瞳，瞅了瞅薛墨。每隔一段时间见他，眸光都能惊艳。若是薛墨肯做他们家的上门女婿，别说区区这些银子了，就算是给上50两，他们也是愿意的。可是薛墨傲气呢，不做上门女婿，就连他主动嫁过来都不肯。这一次苏婶子过来讨债，他来救急，总会赢得他的好感吧。大哥，咱们别急，先把家里的银子清点下，凑一凑，若是差点，跟邻居家借点。快点凑，该有的利息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就在苏家人齐心协力凑钱的时候，苏婶子还在那里叫嚣呢。我说薛墨，你是不是傻呀？有这么好的姑娘愿意替你还钱，你都不领情。你说说，薛家这么穷，全都是光棍，老大还只能娶个寡妇。你若是上道一点，也不至于天天去码头当苦力，挣着辛苦钱。苏婶子，既然你是来讨钱的，那就麻烦稍等会儿。至于跟钱无关的话题，还请别再说了。为了区区几两银子，就把弟弟的终身幸福给卖了，他做不到。苏婶子倒是接不上话来，她瞅了一旁的楚雪儿，向他眼神求助。楚雪儿也有些恼，直接冲上去，扯着薛墨的衣角，气呼呼的：薛墨，你这个木头脑袋，我愿意替你还钱，你为啥不接受？你们的兄弟这么多，就不替他们想想吗？我可以出钱给你弟弟看病，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雪儿，你很好，是我配不上你。薛墨说着轻描淡写的话，听着楚雪儿火气更大。行，你有骨气，我看你们这次怎么收场。那姑娘气呼呼的跺了跺脚，就掩面羞愧的跑远了。苏婶子态度更加的恶劣。凑够了没？赶紧的，我还等着用钱呢。院子里有好几个村民看热闹，薛家的穷是出了名的。话说这薛墨也真是不上道，这么好的姑娘不要，傻了吧唧的。苏婶子附和：就是娶了楚家闺女，薛家不就是麻雀变凤凰了吗？这么好的机会都抓不住，就是傻。薛东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将凑够的银子粗鲁地塞给他。苏婶子，你先拿着，剩下的我再去借。还差300文呢，赶紧给我拿出来。这时乔玉儿从屋子里出来，将手里的5串铜钱一股脑地甩到了他的身上。5串铜钱相当于半两银子。苏婶子，3串铜板当还你了，另外2串是利息。他眸光复杂地扫了扫薛家兄弟，话是对云香巧说的。哟，你这姑娘咋这么多钱？肯定是干的不好的事挣来的。李寡妇呀，你可要擦亮眼睛，这乔玉儿跟薛家5兄弟不清不楚的，你不留点心，以后有你好日子受的。滚呐！你这个老女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薛竹有些受不了，拿起扫把就冲着他挥舞。钱你已经拿了，还不赶紧离开薛家？薛墨也有些生气，捏着拳头，骨节咯咯作响。薛凡眼神隐隐地透着凉意。苏婶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点你没做错，但你散播谣言，这就过分了。薛东这个大块头也站了出来。我薛东从不打女人，但您若再这么胡说八道下去，我可不敢保证我的拳头会不会听话。这几个男人站在一起，就跟铜墙铁壁一般，看得人瑟瑟发抖。苏婶子的嚣张气焰一下就蔫了，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他赶紧把地上的钱捡走，便灰溜溜地离开了。围观村民见薛家不好惹，这热闹不好瞧，便也赶紧地散开了。乔玉儿倒是抿唇笑了笑，冲着云香巧道：哼，嫂子，你都看见了吧？薛家人厉害着呢，根本不怕被人欺负。咱们回去吃饭吧，一会儿饭菜凉了就不太好吃了。好，吃饭。饭后大家各回了卧房休息了一会儿。云香巧今个穿的是崭新的鲜亮的衣服，是薛东特意为她买的。
他看了看卧室，全都焕然一新，家具桌子全都是红木的。他微微啧舌，薛家为了娶她也是下了不少的本钱呢。正想着，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抬眸间就看见薛东站在了他的面前。四目相对，双方黑色的瞳孔都倒映着对方的身影。云香巧忽然低着头，双手绞着衣裳，很不自在。等薛东忽然朝他伸手时，他便紧抓住自己的衣领，紧张道：“不行！”你头上有东西呢。说着，便从他的头上取下了一片竹叶。两个人刚刚成亲，中间还隔着个孩子，自然不能直接同房。薛东哑着声音：“香巧，问问这孩子一直都跟着你，今晚也睡你旁边吧。”说话间，看着微微敞开的门，有一双乌黑的眼睛探了过来。“进来吧，文文。”“乖，文文乖，以后你就跟小五作伴。”薛东说着，便拿起桌子上的糕点塞给他一块。“娘亲，我喜欢这个爹爹。”文文乖。云香巧摸了摸他的头，声音温柔如水：“薛东，谢谢你。”“傻瓜，谢什么？你是我媳妇儿，应该的。”屋里其乐融融，薛家几兄弟听墙角听了半天都没有了下文，就知道这个洞房花烛呀要白白浪费了。天气渐渐的热了，5月的夜晚还泛着凉意。由于去镇上摆摊，每天出的一身汗味，乔玉儿习惯了沐浴，正要抬到房间里去呢，薛墨就看见他一手拎着浴桶，一手拎着装满热水的木桶。“玉儿，这种体力活怎么不使唤几个哥哥呢？”“那就麻烦四哥了。”就见薛墨很轻松地将东西抬进了屋子。“谢谢四哥。”呀，别看这四哥平日里对外人紧绷着一张俊脸，但对家里人可温柔了。这有颜值有身材，这细心的程度，未来的四嫂有福了。“行，你忙，我得先去睡了，明儿一大早得赶去码头。”小玉儿开始洗洗刷刷，一些沐浴药粉、面膜粉全都是从系统里拿出来的。这个系统呀，可谓是定期更新物品，只是这功德值快要消耗完了。这会儿听见系统叮了一声，小精灵欢快的声音在喊：“主人，您有新任务了哟！”系统的公告栏上出现了任务字样：裴府裴老夫人身患顽疾，看了很多大夫都不见好，现四处寻名医。裴府，乔玉儿默念着名字，扫了扫上面的地址，看着挺眼熟的，该不是他卖糕点配方的那户人家吧？这也太巧了吧！次日，乔玉儿跟往常一样早早的起来，准备好推车上的东西，就见灶房里传来了动静。亲戚们的嫂子穿着围裙，在手上擦了擦，对着他们笑：“薛竹、玉儿，你们起来了呀？我做好了早饭，来吃吧。”乔玉儿摆摆手：“嫂子，不用麻烦的，我们去镇上摆摊，一会儿熬点粥麦时留点自己喝。”“我听你大哥说过，你在镇上摆摊，需要我帮忙吗？我可以跟你去镇上吗？”“当然可以，大嫂，我们现在就要走了，那一起吧。”“哎，行。”打理好一切后，他将卧室的门合上，跟乔玉儿一起去了镇上。云香巧每逢集市都会去镇上买些东西，但来码头还是头一次。他还在打量乔玉儿跟薛竹2个人已经麻利地将摊位撑开，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来买早饭，简单的稀饭加小菜，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看着2个人手脚麻利的样子，他硬是帮不上什么忙。到了中午，他便看到乔玉儿更忙了。乔玉儿炒了简单的3素2荤1汤，便吆喝着卖饭了。云香巧目睹全过程：“玉儿，你之前送给我们家吃的菜，据说是猪下水，对吗？”“大嫂别急，等回去以后啊，我都会教你方法呢。”“哎，好好好。”一行人从早上忙到了晚上，收获了一大堆的铜板。云香巧感叹了：“这累了一天，但收获颇丰呀。”收摊后，乔玉儿便跟往常一样，去几个常去的摊位买了些食材。“姑娘，今儿个还是一筐猪下水吗？”“是的，大叔，还是一筐猪下水，再给我称1斤排骨，1斤肥瘦相间的肉。”“好嘞。”有这么个大客户，小贩切起肉来也是哼着小曲儿，十分高兴。一行人回村之后，云香巧说什么也不肯让辛苦一天的乔玉儿再去做晚饭了。至于处理猪下水，也是乔玉儿在旁边指导，她抢着亲自操刀。看着大嫂这么能干的模样，乔玉儿十分欣赏，看来明天就可以交给大嫂出摊了，而她要赶紧完成系统发放的任务。晚饭依旧丰盛，糖醋排骨、梅菜扣肉、蒸蛋、大骨汤。看着这么丰盛的晚餐，薛东还是忍不住念叨几句：“
玉儿，你挣点钱不容易，可要省着点花。以前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这样的菜色。大哥，我们挣钱就是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些。家里还有2个长身体的孩子，得吃些好的，才能够将他们养得白白胖胖呀。小五眼睛亮亮的，看着乔玉儿跟崇拜小仙女似的。这个姐姐是福星啊！自从她来到薛家后，日子就莫名好起来。薛东叹气：玉儿，都是大哥不好，让你这么辛苦。乔玉儿却有了主意：大哥，家里的田地也用不着天天料理吧？我看这快餐摊位呀，生意挺不错的，我想再多搞几个摊位。快，玉儿，赶紧说说你的安排。你这小脑瓜子，主意太多了。乔玉儿抿唇笑。薛竹这个人不同于薛东的腼腆，他还是挺有生意头脑的。二哥，码头摊位我想让你跟大嫂镇守，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位置。这大哥都娶媳妇了，二哥的媳妇也得赶紧安排上，到时候大哥、二哥各自领着自家的媳妇儿管一个摊位，自给自足便没有问题了。这句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好，我都听你的安排。码头摊位成功地交接给了大嫂跟二哥之后，老百姓期待的端午节如火如荼地来临了。薛家人做了很多的粽子，全家人在镇上卖。薛东跟小五一个摊位，大嫂跟薛竹一个摊位。至于乔玉儿这2天在镇上奔走，花费了不少的心思，终于找到了引荐的大夫。有了领路人，就能够顺利地进入裴府给老夫人就诊。眼下还得去学堂一趟，给三哥薛凡送粽子。没一会儿便来到了人才学堂。乔玉儿还没有敲门，就见门口站着一个妙龄姑娘。啊，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说了，我是白丽芝秀才的未婚妻，我来给她送几个粽子，怎么就不能进去了？你这个看门狗，若是不识趣的话，等我未婚夫考上状元，定要让你好看。乔兰儿提着篮子，纤细的手指戳着看门书童，神气活现的大声嚷嚷，怪不得他觉得这身影眼熟呢。原来是他那个眼高于顶的花瓶姐姐。就在乔玉儿打量时，那个书童便看到她的存在。这位姑娘，你有何事呢？乔玉儿笑脸相迎地走了过来，礼貌道：这位小哥，我是薛凡的妹妹，这不端午到了，给他送篮子粽子，还请小哥帮忙转交给他。这2个粽子呀，是给小哥的，祝端午安康。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看着姑娘这么有礼貌的份上，好，你放心，我定会亲自转交给薛凡的。那就多谢小哥了。转身要走时，却被乔兰儿给拦住了去路。他将人拦住，话是冲着守门小哥喊的：我看啊，你这看门狗，你这就是区别对待。我是白秀才的未婚妻，你居然不给我面子，当心我告诉夫子，让你丢了这份看门的活儿。怎么，这还没当上官夫人就开始欺压小老百姓？你想送粽子，那就把粽子留在这里，我会替你转交。乔兰儿却是不屑地翻了翻眼皮，哼，交给你，我哪能放心？万一你把粽子私吞了，可怎么办？我得亲自交给他。守门书童更恼了，哎，我说你这人听不懂话是吗？这学堂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小哥，不如这样，我们在门口等会儿，等下课时，你喊那个叫白丽芝的过来，让这对苦命鸳鸯见一面，就算完成任务了。要不你看他那个轴样，一直赖着不走，多影响人的心情啊！你，乔兰儿气得跺了跺脚，双眸斜了他一眼。大半个月不见，竟然能在这里见到乔玉儿，现在沉下了心思打量，发现她比从前要好看些。奇怪了，爹娘不是说把她卖给牙婆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看她穿的衣服居然是新的，以前她只配穿她不要的衣服。你什么？我帮你说话也不敢欺，真是好心没好报。但凡你说话有些教养，这位小哥都会行个方便。大家都是平等人，你以后就算是做上了官夫人，也得为百姓做主，而不是欺压小老百姓。这番话从一个村姑的口里说出来，实属大气。就见一阵掌声啪啪啪地响起来，犹如惊雷一般。2个姑娘同时回眸，就见守门的书童恭敬地喊道：蒋夫子。蒋夫子好。乔玉儿行了行礼，你就是薛凡的妹妹吧？今日一见，果然口齿伶俐，名不虚传。怎么？乔玉儿纳闷，就见蒋夫子笑着将认识他的缘由说了一遍。其实都是三哥教的好，我啊这学的都是皮毛。蒋夫子笑笑，不错不错，你三哥最近挺用功的，温习的功课都挺扎实。只要他保持良好的心态，这一次的相识
定是没有问题的。还请夫子多多关照。来，吃粽子。还是肉粽好吃。祝夫子端午安康。好。蒋夫子温和的笑笑，对着守门的书童交代道：以后薛凡的妹妹想要进学堂，就让她进。至于别的人，还是按规矩来。多谢蒋夫子。行，你们忙。蒋夫子走了后，乔兰儿急得直瞪眼。喂，蒋夫子是吧？你赶紧放我进去，我要见我的未婚夫。可回应他的只是那潇洒的背影。乔玉儿暗暗吐槽，这个麻烦精不走，只得等到敲钟声响之后，门童换了白秀才过来。离得近了，乔玉儿才能看得清楚这男人的庐山真面目。哎呀，这个秀才不就是那天在镇子上跟他斗诗的那个人吗？没想到他居然是姐姐的未婚夫。乔玉儿站在墙角边，那秀才并没有看见他。兰儿，你怎么来了？励志，我来看你呀，这不端午了，我亲手给你做了粽子。兰儿真贤惠，你亲手包的粽子一定很好吃，放心吧，我一定会吃完的。那没别的事儿，你就赶紧走吧。可是励志，咱们都10来天没见面了，你不想我吗？当然想你，做梦都想。他见四下无人，便在他的樱桃小嘴上亲了一下，声音暧昧沙哑。过几天等学堂放假，我就去找你。乖，现在赶紧回去。行，那我回去了，你也赶紧回去吧。转身的时候，却看见门口多了一抹身影。若是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姑娘不正是薛凡的妹妹，跟他在镇上斗诗，害他丢人现眼的人。真的好巧呀，姐夫。兰儿，这怎么回事？乔兰儿为有这样的妹妹感到丢脸，她有些紧张的解释：励志，这件事我以后跟你解释，你不是要忙吗？赶紧进去吧。乔玉儿送完粽子后，便想去药堂找举见人。乔兰儿再次拦住他的去路。乔玉儿，你还没说自己的情况呢，你被牙婆子卖给哪家当媳妇了？是，你们将我卖了，那你现在又跟我说什么话呢？乔玉儿，你该不是走了狗屎运，那穷相公对你言听计从吧？听你这口气大得不得了啊！以前你敢跟我这样大声说话吗？不过我警告你，买来的女人就是贱，你得意不了多久的。对，你得意不了太久，这句话应该是我送给你才对。你的眼光也不怎么好，居然看上那种秀才。我看你们这亲密的样子，怕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吧？我劝你啊，还是收敛一点，等珠胎暗结，别人又不娶你，我看你这姑娘家还怎么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乔兰儿的脸色瞬间僵硬了。天哪，她是怎么知道她已经跟秀才行了夫妻之礼？切，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倒是你被人卖了，还不赶紧生个儿子，当心地位不保。看你这瘦弱的样子，能不能生还是个问题呢。他冷笑，哼，行，你现在嚣张得意就继续作，我劝你低调点，要不然到时候啪啪打脸，可是无地自容。乔兰儿对白励志还是挺有信心的，他冷哼一声，才懒得理这个赔钱货。乔玉儿也懒得理他，径直走远了，留下气急败坏的乔兰儿在原地跺脚。好你个乔玉儿，你等着，等我当上了官夫人，看我怎么修理你！他在后面龇牙咧嘴，乔玉儿却加快脚步来到了回春堂，找引荐大夫。乔玉儿在门口晃了会儿，便被老大夫眼尖的发现了。姑娘，你这是？乔玉儿从衣袖里拿出面纱敷在脸上。韩大夫，我不太方便露面，想让你领路去裴府，诊金到手后，你我3七分。你这姑娘还真是奇怪，神神秘秘，医术高明，却师出无门。韩大夫，这个秘密我以后可以告诉你，眼下还是帮我引荐吧。韩大夫想了想道：行，那我去收拾一下，一会儿就跟着你去裴府。好嘞。乔玉儿屁颠屁颠地说着，便跟在他的身后。等到了裴府后，他戴着面纱，他看着一旁的韩夫子。好了，老大夫，敲门进去吧。韩大夫敲开了门。韩大夫你好，这位是？韩大夫捋了捋胡须，言语高深莫测。哦，这是我千里迢迢寻来的神医弟子，专门治疗疑难杂症和多年的老顽疾。两人成功进了裴府。乔玉儿打量府里的熟悉场景，暗叹好巧啊，那厨娘跟老夫人都应该记得他。他轻咳了一下，润润嗓子，一会儿得变声，行为举止方面都得注意一下。恍惚间，两人被家丁领到了一处寂静的小院。这位女神医，老夫人的身体一向不好，你可要给好好诊治。你放心，我定会好好检查的。乔玉儿变着声调，声音有些哑。下人又道：
老夫人经常胸闷，胸口疼痛，看了好多大夫都不见好，药都吃了好多呢。若是女神医能医治好她的病，这今好说。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老夫人穿着寝衣，脸色疲惫地坐在床上。韩大夫，你来了，这位是？老夫人，这位便是我托了关系请来的神医。哦，是吗？这么年轻，也不知道医术得不得行。老夫人，行与不行，不如试一试。就算您从京城请名医，这块马加鞭也得10天半个月，您这病情可是耽搁不得。行，那你诊断吧。乔玉儿走了过去，拿出一块丝帕放在老夫人的手腕上，诊断一番，以及看了看她的面貌。当他触摸到老夫人皮肤的那一刻，就听到系统提示音咚的一声响起。小精灵机械的声音道：主人，这位老夫人心脏不好，睡眠浅，平日里大鱼大肉，导致胃也出了问题。医药系统也太好用了。扬眉，他顿了顿嗓子，老夫人，你这病没什么大碍，主要原因是要调理饮食，还有不要过度劳累动怒。我会给您配好汤药，再加上我独创的按摩手法，不出1个月就能痊愈。这么简单？不光老夫人难以置信，就连一旁的韩大夫也表示怀疑。行，那你快开药方。老夫人，我治疗疑难杂症的本事都是得我家师傅真传，但这药方我是不会开的，万一泄露出去，那就违背家师了。我会亲自把药配好，给您送过来。他随手打开抽屉，将一叠的药方递给他。你看看，这些都是大夫给我开的药方，你怎么看病能不开药方呢？乔玉儿不以为然，将那些药方全部看了个遍，直接分析利弊，戳中要害。不知老夫人听得一愣一愣的，就连老大夫听了都钦佩之极，眸光发亮，直呼：妙啊，妙！他怎么没发现这些小细节呢？老夫人，这便是神医独特的地方。若想治病，还得按照这姑娘的方式来呀。行，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我给你100两真金。老夫人尽管放心，我定会全力以赴。乔玉儿出了院落后，韩老大夫便跟在他的后面。一袭白色衣袍的裴公子看到这么窈窕的身影，眼睛里闪出好奇，问一旁的随从道：这位覆盖面纱的姑娘是谁？公子，小的这就过去打听下。随从立马换了老夫人院子里的下人，就见那人瞅着那远去的身影道：这位姑娘听说是韩老大夫引荐来的大夫，听说是天下第一神医的女弟子。女弟子？我祖母的病如何了？下人恭敬回道：公子，神医说1个月内便能痊愈。出了裴府的乔玉儿根本没想到有人在背后对他评头论足。他跟韩大夫一起回了回春堂，他根据医药系统给的药方在回春堂抓了药。他叮嘱道：韩大夫，这药配好了，还得麻烦您帮忙交给裴府。好，我定会送去裴府。行，那接下来的1个月还请老大夫多跑几趟裴府。乔玉儿按照系统医书上面的方法告诉老大夫具体的按摩手法。就这么简单，真的有用吗？您试试不就知道了。得，1个月后等出结果。其实心脏有问题的话，最主要的就是保持心平气和，不要易暴易怒，否则大罗神仙也难救。至于食谱嘛，足疗法全部都搭配上。你说的有道理，好，就按你的做。乔玉儿在回春堂整装一番，揭开面纱，便从里面出来，回眸间就看见薛墨站在那儿。四哥，你怎么在这儿？乔玉儿瞪圆了眼睛，他刚刚从这药堂里出来，他应该没有看到吧？还好他已经乔装收拾出来了。我是专程来找你的，你这是？薛墨不解地问。那个四哥，我是四处闲逛路过这里的。嘿，哦对了，四哥，你找我做事？是这样的，码头接下来会闲一阵，我干完今天就得在家等活了。大哥大嫂他们的粽子都卖完了，我出来许你一块回去。行，回去。那我们的摊位收了没？应该收了，在原地等咱们呢。今儿个收获还不错。太好了，那四哥走吧。乔玉儿率先走在前面，瞧那背影蹦蹦跳跳的，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薛墨在他身后看着他可可爱爱的样子，忍不住嘴角上扬。当初买下他不过是一时兴起的好心跟善良，却没有想到给薛家买到了一个宝。两个人直接往码头方向回去，谁知还没有靠近码头，就见码头的一个干活长工跑了过来，神色焦虑。不好了，薛墨，你家大哥二哥跟人打起来了，都快要闹到衙门去了，怎么回事？长工道：
还不是你们薛家生意红火，饭菜好吃，价钱公道，不仅码头上的工人过来吃，就连附近的一些人也都过来吃，导致那些面馆饭馆没生意。这下人家眼红了，要赶你们走呢。这码头虽然可以临时摆摊的，但若长期的话是需要跟衙门通报一声，交些租金的，要不然现在有人闹事儿，衙门也不会帮忙管呢。乔玉儿听着这话，旋风一般的跑过去，这才摆了几天就闹出了风波来。他还来不及递交摊位申请书，这些人就按耐不住了。薛墨跟乔玉儿赶过来时，就发现现场打成一团，桌椅都被摔得缺胳膊少腿的。大哥跟二哥赤手空拳的反抗，还有几个帮忙的是经常在摊位吃饭的码头长工。有这些壮汉帮忙，薛家兄弟倒也没吃亏。倒是云香巧吓得六神无主，在旁边劝架，嘴里喊着别打了。薛墨到底是在武馆练过几年，又上过战场，是有功夫底子的。他一加入，很快就占据了上风。乔玉儿还是头一次看到薛墨打架，他走过去扫了几眼打架的人，果然都是熟面孔。我说你们这些人，自己生意不好都不知道改变一下思路。若你们将菜色丰富下，卖的价格公道点，又何必眼红别人呢？打斗声停止了，附近看热闹的行人才敢凑过来。面馆老板脸色难看，满脸的不服气。你在这儿摆了好几天的摊位，也不去给衙门交钱，一会儿看官爷过来怎么收拾你们。乔玉儿面色更冷，她扫了那个老板一眼，全都是清一色的中年男子，大腹便便的，有些发福。是吗？你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少交了一些摊位费是吧？说是我们已经交了摊位费呢。话音刚落，那几个中年男子同时面色一变，不可能，他们在码头做了这么久的生意，衙门里可是有熟人的，没听说过这个摊位交了费用。臭丫头，你少在这儿混淆视听，我们衙门里可是有人的。你做的那些荤菜，全都是没人要的猪下水，长期以往还不得把人吃出毛病来。你这个黑心商，怪不得卖的那么便宜。你这个黑心商，怪不得卖的那么便宜。薛竹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你们胡说八道什么？这东西本来就能吃，是你们不会处理。你们有本事把自己家生意做好，卖不过我们就暗算我们，算什么东西？得了，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等官爷一来，我看他是帮谁说理，你们就等着倒霉吧。那几个老板十分嚣张，眼看一队官差浩浩荡荡地朝着这边走来，脸上得意的笑容越来越大。乔玉儿看了却没有畏首畏尾，反而是大大方方地迎了过去。他从衣袖里掏出了一张摊位申请书，又给了一大袋子的银子，塞给了那领头的官差手里。官爷，这是摊位申请书，这银子交的是今年的摊位费。这码头的摊位只要没有摆满10天，就算是临时摊位，我们并没有触犯衙门的哪一条规矩，还请官爷明鉴。接着乔玉儿又小声的道：官爷，剩下的一点银子就请官爷们喝茶，小小意思，不成敬意，还请官爷行个方便。领头的官差眼睛亮了起来，这小姑娘是有几分本事，会做人，会说话，还会给人台阶下。他们都是衙门当差的捕快，也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行，姑娘都这么说了，这事儿小事化无了。不得，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啊！这臭丫头狡猾得很，我们定要彻查一番。要是谁都这么乱摆摊的话，那整个码头乱成什么样了？乔玉儿竖着耳朵，原来这人就是那几个老板人口中说的熟人。官爷，这捕快是存心给您找事做呢。那几个开饭馆的老板说他在衙门里有熟人，不会就是他吧？乔玉儿说着，还意味深长地看了那个捕快一眼，就见对方脸色发青，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官爷，您是贵人，必定有很多事情要办，这点小事我们私下解决就好了。摊位申请书我已经递交了，还请官爷去衙门帮忙登个记。你言之有理，行，你自己处理吧。小李，你去给闹事的人回个话，以后这点屁大的事儿就不要惊动我们衙门里的人了。小李十分尴尬的点头。是，头。饭馆面馆的老板见熟人不管用，都十分诧异的看着乔玉儿，这丫头莫非会妖术吗？刚才这对官差还气势汹汹的来着，却被他3言2语的打发了，感情这架白打了，这身上还挨了不少的拳头，还鼻青脸肿的。这一下薛家人可以光明正大的摆摊，那他们以后更是连汤都没得喝了。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大家都是为了讨一口饭吃，我也能够理解。就见薛竹急道：妹妹，你可不要犯傻了，刚才他叫嚣说让我们在码头混不下去，你可不能跟他们求和。二哥，我自有主意。这冤家宜解不宜结。乔玉儿又道。几个老板愣了愣，十分气恼道：你现在生意火爆，每天挣得盆满钵满，自然说着风凉话，可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的，
且每个月房租还那么高，你这是存心不让我们活呀？你们可以研制更美味的菜肴，卤肉等等都可以呀。说的轻巧，说这美食能那么容易研制出来，我们还跟在这里跟你干架吗？所以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一人发财不如领着大家一起发财。若你们愿意跟薛家合作，我是可以给你们些菜谱、食谱，以及怎么去猪下水腥臭的方法，也可以多传授一下你们其他的美食做法。你们意下如何？此话一出，几个老板互相对望，瞬间不知道这乔玉儿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连薛家人也不知道乔玉儿这话是什么意思。薛竹、薛东两兄弟小声的窃窃私语，若是乔玉儿判了这些人，将自己挣的钱买卖交给他们，那他们会西北风吗？薛竹欲要上前阻止，却被薛墨给按住了。大哥二哥，不要着急，我相信妹妹定会有个两全其美的和解方法。几个老板显然不太相信，一脸质疑。教会我们？你会这么好心？乔玉儿打趣道：“哼，我当然没那么好心。”那些人的脸全黑了。这个臭丫头存心玩他们的。这些菜肴都是我们家独家的秘制配方，若你们想要加入，也不是不可，但是有条件。他打得一手好算盘。薛家人再能干，毕竟人手有限，倒不如学习现代人的小吃加盟方式，还能够带动大家一起致富，大家更会拥戴他。什么条件？快说！你们可以加入薛家的快餐经营模式，至于你们摆卖的地点，根据我们筛选的地方去选择，而你们每个月创造的毛利，抽1成当分红交给我，我每个月都会分享新的食谱，且大家要签订保密协议，若是将食谱外传，会承受巨大的赔偿。若可以的话，欢迎你们来华东村详谈。这是一个共赢的方法，我挣点小钱，你们挣大钱，大家各做各的生意，互不干扰，寻求共赢。几个老板听了这番言论，全都傻了眼，这听着挺新鲜呀，好像也挺可行的。乔玉儿故作高傲：“我刚刚已经申请了摊位，以后薛家在这码头摆卖，谁也没有权利干涉。如果你们再闹事，那就衙门见，我看谁斗得过谁。至于你们想两败俱伤，还是大家一起发财，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啊！”乔玉儿言尽于此，便不愿再说。他收拾残局，收拾时就见这些人还处在原地。乔玉儿又补了一句：“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合作，还请先把这些物品的损失给赔偿了。”姑娘，容我们想想，若是到时候有想法的话，定会登门拜访。他们还掏了银子赔偿。乔玉儿收了银子，表情依旧恼：“看看我这2个炉子，定做是需要1-2天的，真是耽误我们挣钱了。”面馆老板愣了愣：“这个炉子我们家倒是有，不如我先借给你们用几天。”乔玉儿点点头：“行吧，那就谢谢了。”这场闹剧和平的结束了。等人散了之后，薛竹一脸兴奋：“玉儿，听你刚才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要挣大钱了呢？你说的那个方法听着就挺带劲儿。”薛墨这些天在码头挣苦力钱，今天亲眼目睹乔玉儿这般做生意，微微啧舌。想想妹妹的几句话就能够成就很多银子，而他辛辛苦苦1个月只能勉强养家。突然他就怀疑自己是否要换条别的出路，要不然全家都要靠着乔玉儿养活，这未免太可笑了。不过他也能够理解乔玉儿的意图。妹妹说的对，与其天天防着这些人闹事，不如大家一起发财，且我们省心省力，每个月等着捡钱也不是一桩美事。乔玉儿高兴地跳起来，这个四哥总是可以跟他想到一起。英雄所见略同。天色渐渐地灰暗了下来，薛家人见时辰不早了，便赶紧火急火燎地包了1辆牛车回去。家里头2个孩子互相作伴，小五虽然又聋又哑，但他的爱好就是每天在沙堆上写写画画。文文听到动静，便拉着小五兴奋地喊道：“小五叔，爷爹娘亲他们回来了。”乔玉儿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对着大家道：“大哥、二哥、四哥，我觉得小五画画挺有天赋的，他都8岁了，下半年给他上学堂吧。”薛东点点头：“行，那等下半年送他去。”几人谈话间，灶房里便已经炊烟袅袅。云香巧系着围裙，在灶房里忙碌开。有了这个嫂子，家里的活儿还真是被她给包揽了。没多久，就听到自家媳妇从灶房里传来的声音：“吃饭了！”这无疑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现如今的薛家让村民刮目相看。玉儿呀，你这孩子太能干了。话说你这大哥都娶了媳妇儿了，你家二哥呢？有没有相看的姑娘？我呀，这有个远房亲戚，要不给介绍介绍？小玉儿想等这段时间忙过去，就给二哥的婚事安排上。好说好说。乔玉儿笑眯眯道：“这会儿也轮到薛家挑姑娘了。”便有村妇推荐成功，另几个村妇瞧着也凑了过来。玉儿姑娘，既然你要找嫂子，
那定要多看几家才能找到合适的。小玉儿笑容满面，行，有好姑娘尽管给我家二哥介绍。玉儿姑娘还请放心，会给你们家相看好的。话说你们家在码头的生意不错吧？我看那些面馆、饭馆的老板开了10几年了，都做不过你们的生意。还行，发不了什么大财，也就养家糊口。那些婆子也不是好糊弄的，看乔玉儿的眼神瞬间不一样了。以前还会对她污言秽语，现在都是讨好的眼神。玉儿姑娘，你这就是谦虚了。你们一天少说也能挣半两银子，怎么就养家糊口了？我看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盖新房子了。玉儿姑娘，你这年纪也有14岁了吧？要不也给你介绍好的年轻后生？薛墨板着脸杵在一旁听着，脸色渐渐地黑沉下来。不等乔玉儿开口，他便一口回绝：不劳您费心了，我家妹妹年纪还小，嫁人的事过2年再说。一想到这么好的自家妹妹有天要嫁人，薛墨心里便很是不爽。哟，这不是薛墨吗？这就护上了。也是啊，玉儿年纪还小，不着急，先将4个哥哥的媳妇儿娶了，再安排你的亲事也不迟。这些人散开之后，就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杵在那里，痴痴地看着薛墨。乔玉儿瞧这姑娘，长相绝佳，家底富裕，她不由得开起了薛墨的玩笑：四哥，我瞅着这姑娘挺好的呀，都是一个村的。薛墨蹙了蹙眉头，知道他说的是谁，声音淡淡：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楚雪儿条件确实不错，可我现在还不想成家，就不要耽误别人了。说着他就转身走了，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给他。玉儿妹妹，雪儿，你有什么事？玉儿妹妹，多谢你刚才为我说好话，你觉得我也不错是吧？我当你四嫂怎么样呢？她真的很喜欢薛墨，不管薛家有没有钱，她都愿意嫁给他。乔玉儿抽了抽嘴角，这姑娘还真是死心眼儿，但四哥不喜欢，她也没有办法勉强。这感情之事不能勉强，不如你多相看几个男子，定能遇到更好的。我就是喜欢他，这辈子非他不嫁。乔玉儿无奈地抚了抚额头，一进屋就见薛墨提醒：玉儿，楚雪儿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以后离她远点儿。乔玉儿无奈地摊手：知道了，四哥，不过那姑娘还挺痴情的。薛墨却道：难道我就应该成全她的痴情，牺牲自己的终身大事？乔玉儿愣了愣：哼，四哥并非池中物，以后定会有出息的，会有最好的女子婚配。薛墨倒是很意外地笑笑：原来在你心里我这么有本事。那当然，四哥，你在武馆里学过几年功夫，还上过战场，去过京城，见过世面的。薛墨眉头一蹙：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码头的活很闲，我得另谋出路。干活的事不着急，慢慢找。再说了，薛家不像以前那么穷了，你可以找件长久的事来干。薛墨心里有了主意，过2天他得去镇上找活干。乔玉儿有本事，但薛家人要靠一个女人撑起来，未免说不过去。刚过端午，山上的竹笋不太适合吃了，乔玉儿准备去挖些野菜、野木耳之类。薛墨见状，扛着锄头跟着他一块上山，2个人去山上挖了些野菜、野木耳、野蘑菇等等，便下了山。回去薛家之后，乔玉儿人还没有走到院子呢，就见门口停了一辆马车，几个中年男子在院里踱步。他眼尖的认出，这几个人是在镇子上跟薛家人打了一架的饭馆面馆的老板。等了2天，他们终于登门拜访。玉儿姑娘，你可算回来了。面馆老板殷勤地帮他取下了背上的背篓，瞧见里面有蘑菇有木耳，惊讶问道：这些黑乎乎的东西不是有毒吗？我们村的山头遍地是，没村民敢采摘。乔玉儿解释：这种颜色单一的没毒，这木耳、蘑菇味道鲜美，煲汤的时候放几朵能够提鲜。若你们跟我合作，我会将识别蘑菇的方法原原本本的教给你们。玉儿姑娘，那你赶紧说说细节。既然各位都是诚心合作，那进屋细细说。上回也说过，合作的话，每人交30两入伙，我提供食谱给你们，每月抽你们的纯利润1成作为分红。30两银子其实不多，但也要花费1、2年的时间才能挣到，这一下子拿出来，他们还真有些心疼。但今儿个过来就是咬牙求合作的。薛墨看乔玉儿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薛竹说乔玉儿是个经商奇才，挣钱容易，
他算是见识到。乔玉儿见他们在商量，不催促也不着急。3位老板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在上面签字。面馆老板率先豁出去道：行，我就拿30两银子碰把运气。乔玉儿一脸自信：我敢保证，你们挣多少，只要按照我这边的要求，实实在在的做生意，一定会客满盈座。至于摆摊还是开铺面，那都无所谓，主要经营模式就是以快餐连锁加盟的方式。另外2个老板也相继点点头。乔玉儿勾着唇笑笑，进卧房拿了笔墨纸砚。薛墨看他这种架势，像极了做大事的人，他也是暗暗吃惊。这妹妹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村姑吗？她这么有能耐，她爹娘怎么还卖她？若知道她现在这么会挣钱，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当然嘛，都是以逐利为本，一个人要再有本事也干不过一群人，只要大家拧成一股麻绳，一起挣钱，那才能够做大做强，甚至能够把这些产业遍布整个朝阳国。至于你们私底下也可以找人加盟薛记快餐，分红虽是给我的，但我会从这1成分红当中抽一部分给你们作为奖励。3个老板闻言心动不已，全都爽快地签了字。玉儿姑娘，那合作愉快。薛墨全程看着，瞳孔蓦地一缩，甚是震惊。乔玉儿这一下子便进账90两银子，真是颠覆了他对挣钱的认知。双方签字按手印，达成一致，合约1式2份。几个老板面带期待，迫不及待地问：玉儿姑娘，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乔玉儿早就把流程想好了，她不紧不慢：这几天我会带你们熟悉薛记快餐的流程，包括食谱制作、摊位摆设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等等。你们放心好了，我定会做到位的。等你们快餐开张的头1天，还会给你们加油助阵，让你们有个好彩头。好，如此就谢谢玉儿姑娘。好说，几位慢走。等这几位衣着不凡的老板坐上马车走远后，村里又炸开了锅，薛家人开始出名了。乔玉儿掂了掂手上沉甸甸的银子，看薛墨眸中深邃的光，他看了看斑驳的土坯墙，下意识地问：四哥，你看90两银子到手了，这钱拿来盖房子够吗？我想把薛家的茅草房换成瓦片新房。薛墨面露震惊，没想到乔玉儿挣到钱，头一件事就是给薛家盖房。他一口拒绝：玉儿，这是你辛苦挣来的钱，你自己留着。至于薛家盖房的事，再缓缓。几个大男人要用姑娘家挣的钱，这怎么都绕不过心里的那道坎儿。乔玉儿摇了摇头，有些急道：四哥，你看我挣钱容易，况且我这么用心，就是为了薛家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也算是报答你们的恩情。四哥是觉得我的生意不稳当，那我们可以过阵子再盖房。你放心，既然我有胆魄接这生意，我就会帮他们挣到钱。或者你是想有了银子先给小五治病？乔玉儿后知后觉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像小五这种病，怎么也得用银子砸医药系统，还得他亲自操刀治。这次薛墨没有极力的拒绝，冷硬的面容柔和了几分。好，那这治病的钱当薛家人跟你借的，你放心，我们定会还你。那四哥，我这段时间就去打听生意。乔玉儿点头，好，四哥，小五的事你一定要上心。至于银子，我会继续挣的，定能把小五的病治好。薛墨神色有些复杂，他突然想到一个能够帮他的故人。次日一大早便起身去了镇上。薛墨找到了汇丰镖局，守门小厮看到薛墨这高大的身影，这位小哥是想来镖局找活干的吗？此时门口还贴着一张招工启事，他们镖局是不缺人，但缺那种武功高强能长期押镖的人。薛墨恭敬问道：这位小哥，我想跟你打听个故人，不知严宽师傅是否在镖局做工？小厮听到严宽2个字，多看了他几眼，对他不仅恭敬，还殷勤了几分。兄台，你找严宽大师傅呀，他可是咱们镖局的1等镖师，我这就领您过去。多谢小哥。好久不见啊，他的心隐隐透着激动。兄台，你要找的严宽师傅在那儿。小哥手一指，偌大的院里，兵器架旁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严师傅，薛墨，怎么是你？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严师傅，我特意来拜见你，想不到你改行做镖师了，还不是为了生活吗？你小子好几年不见，这次拜访，该不会是有事求我？还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师傅。严宽将他迎进了会客大厅，他沏了一壶好茶，给他倒上一杯。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上忙的，尽管说。见他豪爽，薛墨也不兜圈子。严师傅，我想运镖，那种能挣大钱的镖。严宽对薛墨的印象一直很好，
他知道薛家很穷，可薛墨是个好苗子，这也是他当年一改常态，破例收他来武馆的原因。后来他去了沙场，这一别竟恍如隔世。赢钱难倒他们这些英雄汉。严宽挑了挑眉，实事求是。汇丰镖局在朝阳国各地都有分号，任务自然很多，但银两越多，危险就越高。说白了，咱们都是用性命换钱。薛墨自然明白，他抱拳，还请严师傅安排。行，那你跟我来。曹玉儿自从招了3个加盟商之后，就更忙了。他这会儿在饭馆里将自己的厨艺传授给他们，以及怎么处理猪下水的方法。几个老板倒是加盟了，但都曾遭受到自家婆娘的反对。女人们一致当乔玉儿是个骗子，可在他亲自传授菜谱以及侃侃而谈快餐的买卖之后，几个精明的婆娘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什么神仙丫头，简直是散财童子呀！这还没开张呢，他们就觉得这个生意铁定能做。乔玉儿身形窈窕地走在前面，她今天穿着粉色衣裙，一头黑色的长发及腰，从背后看像极了窈窕的淑女。驿站这边有很多的摊位，这个位置处在几个城镇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占据优势。众人找好位置后摆摊，等乔玉儿将饭菜全部掀开，热乎乎的香气四溢。乔玉儿看了身后的几个人，一脸激动的模样，不由好笑道：大家都别发愣，准备干活。好嘞，玉儿妹妹。不等乔玉儿扯着嗓子喊，就有不少路人停下了脚步驻足。大家没见过这种移动的卖饭摊位。好吃的饭菜，营养美味，价格公道，2素只要3文钱，2素1荤5文钱，2素2荤7文钱，送2碗米饭还送汤。这填饱了肚子才有力气赶路哟，走过路过的千万不要错过。小姑娘，这可以尝尝吗？哎，可以。乔玉儿拨了一小碗的猪下水，又抓了一把竹签，示意围观的人尝尝。天哪，这肉菜也太好吃了！来，给我来2份2荤2素的。给我也来份。我要3份。乔玉儿等人立马忙开了。这生意好的让几个老板以及他们的婆娘心花怒放的同时，又对乔玉儿赞叹：这30两银子的加盟费太值了。食客们纷纷夸赞：天哪，好吃美味，价格公道，这饭菜是谁做的呀？几个老板一脸骄傲。几个老板一脸骄傲。就是这位小姑娘做的。客官，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菜呢都是自己家种的，这成本低，给大家图个方便，我们挣点钱养家糊口就成。太好了，我经常在这一带走动，这天天吃干粮，干事都没力气。是啊，这下吃饱饭，干活也更有力气。赶路人纷纷诉苦。乔玉儿说道：我们的菜色每天都会不一样，欢迎大家经常过来吃，以后还会做一些能够打包的食物。好嘞，那就祝小姑娘你生意兴隆。才半个时辰，他们带来的米饭、几大锅的菜全被一扫而空。不等乔玉儿回去，几个婆娘一脸兴奋：玉儿姑娘，我看时间还早，不如我派人回去多拿点食材，我们现做现卖。行，摊位是你们的，想怎么样都行。哎，好好，看客流量挺好。乔玉儿淡淡的提了个建议：你们3个也算是有缘，不如一起摆了，毕竟一家摊位铁定是忙不过来的。话音刚落，现场有些沉默。僵持许久，3个老板决定把摊位撑大。行，玉儿姑娘，听你的。哼，你们倒是想得开嘛。面馆老板挠了挠脑袋，这不跟玉儿姑娘学的吗？你小小年纪，心胸这么宽阔，倒显得我们几个大男人小气了。你说的对，大家一起干，才能发更大的财呢。行，那今个的流程你们也知道了，以后能挣多少看你们自己了。多谢玉儿姑娘。至于食材嘛，我们可以集中一起收，这样能够把价钱压到最低。好嘞，一切由玉儿姑娘安排。乔玉儿回去，先去薛东跟云香巧的摊位瞅了会儿，远远便看见这对夫妻配合默契，有说有笑，这样和谐的场面他不好打扰，便去了码头关照薛竹这个孤家寡人。玉儿，你咋来了？二哥，我来帮你，那些摊位我都搞定了。天哪，这才1天，你就把流程交接好了？那就这样轻松挣了他们90两银子，还能每个月拿他们的分红是吗？没错的，二哥。这得多少钱呢？哥，具体1个月能够挣多少我也不清楚，到时候我们算算看不就知道了。不过小五要治病，薛家还要盖新房，你们还需要娶媳妇，这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玉儿，你……薛竹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二哥，你们不用太感激，这都是你们的福报，救命之恩大于天。再说你们对我很好，当我是亲妹妹吧。你呀，
你这姑娘真让人心疼。话说你爹娘知道后定会后悔的。薛竹一直碎碎念，将他那无良的爹娘骂了千万遍。傍晚收摊后，乔玉儿跟薛竹2个人直奔猪肉摊位。他今天称了个猪蹄儿，2斤瘦肉，2斤排骨，一下子花出100多文。姑娘啊，你这是做什么生意呀？吃的也太好了吧？你猜？这我哪猜得出来？不过你们应该是开饭馆的，那生意一定很好。我若是有这样的生意，就能盖新房了。说不定大叔今年就可以盖新房哟。说着，他点了几大筐的猪下水、大骨，还有一些肉等等。猪肉小贩儿听愣住了，眼睛笑成了月牙形。姑娘，你可真是我的贵人，那给你们算最低价。不客气，谁让大叔诚实呢？得，明天呀，还得麻烦大叔送货去码头。好说好说。2个兄妹回去时，薛家炊烟袅袅。薛东跟云香巧提前回来，累了一天的大嫂还做了丰盛的晚餐。一家人上桌后，乔玉儿扫了一圈，眼神定格某人，惊讶问道：“哎，四哥今天去哪儿了？怎么没有见到你啊？”薛墨低头扒饭，倒是薛东答道：“四弟今儿个找了个活干，他以后要去汇丰镖局押镖的。玉儿，你说这活多危险，可他执意要干这活。”四哥，挣钱的事不要着急，薛家2个摊位虽是我先起的头，但今后也是大哥跟2哥辛苦挣钱，你不要觉得有负担，我们都是一家人。薛竹又急又恼：“薛墨，你这小子就是心气儿高，不肯吃软饭。是，咱几个兄弟没本事，全靠玉儿撑起这个家。但既然都是一家人，就不要分你我，大不了以后挣来的钱全交给玉儿保管分配。”薛东又道：“这押镖得走南闯北，多危险呢！银子是多，但若是把命给丢了呢？”薛墨一脸正色：“大哥、2哥，我的功夫底子一向不错，不会有问题的。哎，你说的轻巧，那些银子多的镖引，容易遇上江洋大盗。你说薛家现在日子好过，你为何还要这么辛苦？”四哥，挣钱没错，你换份活好吗？你们别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薛墨说完，便搁下了碗筷，去了卧房。他拿了换洗的衣服，往西边走去。薛东跟薛竹连连的叹气。乔玉儿看得出薛家兄弟感情深厚，他道：“大哥、2哥，要不我再去劝劝四哥，让他先押一些竞镖，毕竟竞镖没有那么危险。”薛东道：“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薛墨性格那么倔，他绝对不会丢这份活的。”乔玉儿点点头，出了薛家门口，朝着西边走去。月光下，水面波光粼粼，却没有看到那么高大的身影。这时，肩膀上被人从背后拍了一下。“是我。”薛墨好笑地走在他的身前，扫了他如同惊吓的小鹿眼。她并不美，可不知为何，看到他那双眼睛，就感觉他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且他发现乔玉儿的长相微微有些变化，比以前好看了很多。不等他细看，乔玉儿便抬眸喊了一声：“四哥啊！”他再次尖叫一声，这一次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薛墨居然只穿着一个裤衩，光着肩膀，露出结实的胸膛，以及……乔玉儿闹了个大红脸，薛墨也红着脸解释：“我刚才在溪边洗了个澡。”他支吾一声，可刚才的惊鸿一瞥，他的人鱼线，标准的6块腹肌，在乔玉儿的眼里怎么都挥之不去，整个人看着穿衣有型，脱衣有瘦。他真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四哥身材居然这么好，他实在是控制不住脸红。先回去吧。薛墨也不知道他脸红的意思，在他看来，男人光着膀子在溪边洗澡太正常不过了。很多村民也是这样在溪边洗澡的，想不到乔玉儿也会看别的男人。他脸色有些难看。玉儿，天气越来越热了，以后这个时辰不要去溪边，免得他看到那些不该看的东西辣眼睛。啊？为什么呀？薛墨戳着他的脑袋，又好气又好笑道：“傻丫头，平时挺聪明的，这会儿脑子转不过来弯了。天气热了，溪边洗澡的男人会越来越多的。你一个黄花大闺女，少在这里走动，免得传出去不好的流言。”两人并肩回去，月光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四哥，你一定要干那么危险的活吗？薛墨脸色一僵，他怎么忍心让玉儿挑起养活薛家的大梁？他如花的年纪，该是被哥哥们宠爱的。如果你要劝我，那就别开口了。四哥，你还真是倔强。乔玉儿退而求其次，行，你要押镖，我们也不阻止你，但你暂时不要走远镖，先走近镖，好吗？这……你若不答应，我就去你镖局里闹，看你到时候会不会丢掉这份活。薛墨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这样撒娇的样子，跟平时的坚强倔强完全不一样，这才是姑娘家的样子。好，四哥答应。
四哥，多注意安全。知道了。乔玉儿回卧房后，迷迷糊糊的准备入睡，就听到系统提示音叮的一声。乔玉儿问：“小雪，你怎么还不睡？”她便看到任务的显示栏当中，接的裴府夫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30%。天哪，居然还有这个功能！等进展到100%，老夫人的病差不多就能痊愈。医药系统还真是功能多多呀！乔玉儿想到薛家小五的病，立马往里面投了10两银子。就听见叮的一声，激活了系统菜单功能，菜单栏立刻就更新了。出现在视线里的是一排排现代医疗器械。他随手点了一下，就见有检测耳鼻的医疗器械，还有助听器。小五的聋哑是因为后天发高烧造成的，完全是可以治愈的，但居然要消耗200两银子，以及消耗20的功德值。他不仅要往里面投钱，还要不停地做任务，往里面投功德值。也不知道老妇人这个病痊愈之后能够攒多少的功德值。夜深人静，此时靠近东边的一个卧房里，隐隐传来细微的声音。乔玉儿仔细的辨别，是薛东这间屋子发出来的声音。此时累了一天的薛东原本躺下该睡着的，他闻着身旁女人散发出来的自然香，怎么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时，把云香巧都给惊醒了。啊，薛东，你咋了？不舒服吗？他看了一旁熟睡的闺女，又给文文盖了盖被子。他收回来的动作好巧不巧地碰到了薛东的胸膛，就好像点了一把火，让他的声音瞬间沙哑。他一把抓住这双作乱的小手，突然就将他整个人往怀里带，一头堵住了他的唇，毫无章法地啃来啃去。云香巧整个人都愣住了，根本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他按在了怀里，使劲地亲。就见薛东更动情了，直到吻得喘不过气来，薛东才抵着他的额头，压低声音问他：“香巧，可以吗？”他有些害怕，这犹豫的瞬间，就叫薛东整个人压了过来。云香巧忽地抱住他的腰，瞅了瞅一旁的闺女，脸红扑扑的。能不能把文文抱去薛凡那间房？你等我。薛东好不容易摸到自己的房间，先把窗户推开一点，让月光照耀进来，看着云香巧扯着被子，那眼神跟一头小鹿一般的看着他，他便忍不住了，将人连背的抱在怀里狠狠的吻。云香巧痛的都皱了眉头，但架不住他那兴奋的样子。香巧，能娶到你真好，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女儿，你给我多生几个女儿，儿子也行，将来还能保护你，只要是你生的我都喜欢。云香巧的脸更加的红了，还好光线昏暗掩盖住了，两个人这还没同房呢，他就想得这么远，就要跟他生那么多的孩子。我这你能接受文文，真的很感谢你。他支吾道。文文那么乖巧，有现成的闺女，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薛东说着，身子一震，就跟他合成了一体。两个人的纠缠好像是干柴烈火，房间的温度都控制不住的升温。云香巧守了好几年的寡，同房对他来说仿佛是上辈子的事，而薛东未经人事，但由于年纪大了，也懂得疼人，让他非常舒服。火苗被点燃后，发出了滋滋的响声，在这个寂静的夜里，像是很小声的催眠曲。小雨儿这会儿刚刚路过，要去茅厕，听到这催眠曲，还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呢？曲子时而高高低低，时而激进，可以想象里面的战况。他不由得羞红了脸，看来大哥大嫂是头一次同房，那也太激烈了吧。小雨儿赶紧溜了，可他再也睡不着了，一整夜都听着那催眠曲，断断续续的，直到快天亮了才消停。这大哥的体力也太好了吧。得了，看嫂子这样啊，今儿个肯定是起不了床做早饭的。他叹了口气，嗖地从床上爬起来，就准备去灶房做早饭，却不想云香巧已经在灶台边上忙碌。这乔玉儿惊讶的快说不出话来了，这大嫂也太能干了吧，累了一晚上还要做早饭。大嫂，这几天摆摊辛苦你了，要不我来做早饭吧？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时辰还早，要不你回房休息吧。大嫂，我有些东西想送给你。乔玉儿说着，从衣袖里掏出了东西。玉儿，这是什么？大嫂，这个是润唇膏，呵护嘴唇的，这个是护手霜，擦手用的，早晚擦一次，保护双手，能够跟你的脸一样白白嫩嫩的。太谢谢你了，玉儿。不过涂抹嘴唇的时候，她吃痛一下，她不免想起薛东昨天晚上猴急的样子，脸微微的有些热。吃早饭时，薛东的神情也有些很不自然，偶尔跟云香巧对望，那脸都红到了脖子根。薛竹又是个少根筋的，
喝了米粥，一直问：“大哥，大清早的，你脸咋这么红呢？现在天气也没有那么热呀。”薛东被呛了一口，林香巧给他顺了顺背，后者感觉到他这双柔软的小手放在他的背上，昨晚就是这么摸着，他仿佛又有感觉了。还真是开了荤的男人，一旦想起这方面，刹都刹不住呢。大哥，你说都这么大的人了，喝口粥还能呛到？薛东低着头，窘迫地喝着米粥。乔玉儿眼唇偷笑，这个二哥呀，还真是个钢铁直男，连这都看不出来。他一个劲儿地问：“没看到大嫂的脸都红到了脖子根儿，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吗？”他赶紧打圆场道：“那个二哥，你们摆摊那么辛苦，每天还要走那么长的路，不如买辆牛车吧，这样来回方便点。”他拍桌子，一脸的兴奋：“大哥，这牛车我今儿个就想买，没想到又跟玉儿想到一块儿去了。得，那今儿个就去镇上买了那牛车。行吧，那你看着办，有了牛车是要方便点。”一家人相视一笑，感觉这日子呀，一天天忙碌起来又奔头。玉儿当了甩手掌柜，很少出摊儿，但他想开发出多一点的加盟商，便一起跟去了镇上。他在码头摆了这么多天的摊位，每天忙得晕头转向，都还没有走遍全镇呢。这独自出来逛逛，不知不觉就走了好几条街。小玉儿逛着逛着，就逛到了回春堂。药堂里有几个病人正在等待就诊，抓药的伙计看到乔玉儿来了，脸上一喜，便去喊韩大夫出来。小哥不着急，等韩大夫忙完了再说。行，那姑娘稍等，这边请坐。诊完这几个病人之后，韩大夫赶紧过来招呼：“玉儿姑娘，你今儿个过来是想去裴府看看吗？”“不是的，我只是路过，进来看看而已。老大夫办事我放心。”乔玉儿笑着打趣。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见一辆豪华马车稳当地停在了回春堂的门口，车上下了一个衣着华贵的白衣公子，阳光将他的面容刻画得俊秀华贵，他高鼻薄唇，凤眸迷人。此时的裴俊看到药堂里的乔玉儿，瞅着他的背影，好像来裴府看病的女神医。他对一旁的随从问道：“十一，你看这姑娘背影像谁？可曾觉得眼熟？”随从十一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公子是说她像那个女神医？乔玉儿察觉到门口的动静，循声望去，就看见一位白衣公子风度翩翩地站在门口。奇怪，对方看他的眼神为何是充满了探究跟好奇？他微微蹙了蹙柳叶眉，便跟韩大夫挥手告别。伙计这会儿才看到裴公子的出现，赶紧出门迎接。“裴公子，您怎么来了？还请进来坐。刚韩大夫还想去裴府问问老夫人的身体呢。祖母的病情有所好转，之前总是睡不好觉，这几天起码能入睡。”“那就好，那就好。”伙计在回春堂干了10-20年，自然知道乔玉儿就是那个蒙面神医，但他们双方有约定，对外谁也不能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多亏韩大夫介绍的神医。裴公子意有所指地朝着门外看了一眼。“伙计，刚才那个姑娘是谁？我瞅着怎么有点像去裴府的女神医呢？”“公子，您说笑了，那姑娘就是个来回春堂看过病的病人，怎么可能像神医？”裴俊有些纳闷，难道真的是他看错了？随从跟了裴俊这么多年，从没有见过他对哪个姑娘这般的留意。他立马道：“公子，要不要小的去打听下？”裴俊摇了摇头，就见韩大夫走过来。“裴公子是说那姑娘吗？她叫乔玉儿，是华东村薛家买来的妹妹。别看这姑娘长得不起眼，脑子灵光，很有生意脑。她带着薛家人在码头卖饭菜，生意十分火爆，因此在村里也出了名了。”随从啧舌，这还真是人不可貌相。裴俊总觉得这姑娘比他见过的名门千金都要特别。会做生意的村姑，这倒挺稀奇。韩大夫，既然您今儿个打算去裴府一趟，那就麻烦你了。裴公子，客气了，这是身为大夫应该做的事。行，那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一步了，告辞。裴公子折扇一挥，风度翩翩地上了马车。很快，他就看到街边的那抹倩影。十一，跟上那姑娘。是，公子。于是，这辆马车就晃晃悠悠地跟在乔玉儿的身后，跟着他去了码头。乔玉儿刚到码头，就见有人找他。玉儿姑娘，听说你这快餐还要招加盟商，对吗？对呀，我们薛家快餐摊是要招加盟商的，且每个镇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你既然打听了这个消息，想必对我们薛家规矩也是一清二楚的。馄饨小贩急切道：“我知道，加盟你们需要30两银子，我这东拼西凑全都借到了。”可我丑话说在前头，加盟薛家，我是会教食谱以及生意经方面，但是具体能否挣到，还得靠你们自身的勤快好学。
既然是做买卖，都是有赔有赚的，我不一定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挣到钱。玉儿姑娘，只要你诚心教我，学不到挣不到都是我的事，我们绝对不会闹事。行，那一会儿我们写下契约，一手交钱，然后我就开始帮你筹划。好，一切任凭玉儿姑娘安排。裴俊的马车就停在码头的附近，看看这姑娘伶牙俐齿，能说会道，说的他都心动了。工头见他瞅着乔玉儿，一脸嘀咕样，他不免解释：裴公子，您是在看那个玉儿姑娘吧？您可不知道，她在码头可出名了。哦，怎么个出名法？码头的繁荣带动了这一带的小贩生意，尤其是这个最近冒出来的薛家摊位，直接垄断了码头工人的吃饭问题。这个乔玉儿很会做人，每次见我去吃饭，从来不收钱，还常把好菜留给我，因此我对她的印象更深刻了几分。小年纪就很会做人，这一点是很多姑娘家都比不了的。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很少见你夸一个姑娘，看来这丫头有过人之处。谁说不是呢？工头将那天打架的情景说了一遍。乔玉儿不仅跟那仇家华干阁为玉帛，还拉了好多的生意。什么加盟费？说白了不就是入伙吗？为何用这么奇怪的词语？裴俊抽了抽嘴角，且入伙就给30两银子，还要抽1成的分红，这也太能算计了。是啊，这姑娘是不简单，但命运也多舛，也不知道当初卖掉她的爹娘，若听到她如今名声大噪，会不会后悔？裴俊听着这姑娘的过往，越发的感兴趣。按道理说，乔玉儿这样的姿色是入不了他的眼的，但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乔玉儿根本不知道，她再一次的被人在背后评头论足。她此刻专心致志教那些卖馄饨的小贩儿。签完协议之后，她就列了一张清单。马大叔，这摊位需要准备桌椅、锅炉、木桶等等，其他的碗筷啥的，你摆过馄饨摊的都差不多。马大叔，你摆过摊位，很多都是现成的，也添置不了多少东西，主要是新鲜的食材，每天得多做准备些。猪下水跟素菜，我这边可以帮忙代收，你们都是我的加盟商，给你们点便宜也是应该的。太好了，那就麻烦玉儿姑娘了。行，我让猪肉小贩每天将这些猪下水送到码头，明天再多加1筐。刚开始摆摊，我会带着你们摆，等你上手了，就各凭本事了。好的，玉儿姑娘，以后就请你多多关照。客气了。乔玉儿笑着跟他说了些关于摆摊的注意事项。这会儿就见有人喊道：老板，来2碗馄饨。说话的是位长相美丽的姑娘，她旁边站着个衣着寒碜的妇女，两人站在一块儿，任谁都看不出是一对母女。好嘞，2位客官请稍等，姑娘还请稍等下，我弄2碗馄饨。没关系的，马大叔你先忙。听到这清脆悦耳的声音，那对母女的头同时抬了一下，见站在小贩旁边的姑娘竟然是乔玉儿，他们惊得瞪大了眼睛。这个摊位处在街道的尾巴处，位置不是很好，但由于这摊位摆在这儿位置很多年了，母女俩也是过来吃过几次，对这个小贩自然印象深刻。这小贩30出头，是个死了媳妇的老官夫，人又矮又瘦小，皮肤粗糙，面相又普通，是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他跟乔玉儿这个丑女站在一块儿，都可以用鲜花插在牛粪上来形容了。可是他对乔玉儿言听计从的样子，像是怕媳妇的料。乔兰儿在心里轻吃，原来她的妹妹是被牙婆子卖给了这个老官夫呀。丑女配老男人，还真是协调呢。乔兰儿的优越感一下子就上来了，阴阳怪气的嚷道：哟，这不是我那没人要的妹妹吗？这么多年都无媒婆问津，终于嫁出去了。乔玉儿总算是看到了这对母女的存在，这个姐姐的无脑她是领教过的。至于这个妇人，大约40多岁的样子。乔兰儿，我嫁不嫁男人跟你有关系吗？要是你还没嫁人就跟人家秀才卿卿我我，这传出去怕是不太好吧？你胡说八道什么？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面对母亲投来疑惑的眼神，她又急又恼。娘，你看她这嘴太臭了。其实也没什么，毕竟你们都订婚了，大不了奉子成婚呢。兰儿姐姐，你想抓住这个男人，还得赶紧成亲哟。等他高中之后见过世面，见过那些名门千金，定是会变心的。乔兰儿的母亲姚氏刚开始看到乔玉儿十分啧舌，这赔钱货跟她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伶牙俐齿的还是那个任她打骂任劳任怨的女儿吗？卖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更何况这个女儿还不是从她的肚子里钻出来的，对她可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说你长得不咋地，怎么也算是个男人吧？怎么管不住自家的媳妇儿？快让他闭嘴，要不然我作为丈母娘就要好好的替你管管这个赔钱货了。我娘说的是，我说妹夫，好好管管你家媳妇，等她哪天爬上了你的头上，给你戴上绿帽子，有你哭的。附近小贩全都表情各异，不少人还交头接耳起来。这对母女还洋洋得意，还以为大家对乔玉儿指指点点。小贩气得脸色通红，将2碗馄饨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这说话也太难听了。他刚想反驳，却见乔玉儿走了过来。2个疯婆子，你们说完了没？谁告诉你们我是他媳妇的？不是他媳妇儿，那你是谁？难不成是这老头子的姘头？说句话就是勾搭了。那你女儿大白天的跟秀才亲嘴，那是不是该进猪笼？你看我怎么撕烂你的嘴！姚氏叉腰怒吼，就要冲过去动手，就见小贩挥手将2碗馄饨泼到了他们的身上。哪儿来的疯婆子，滚远点，我不做你们的生意。附近那些小贩也纷纷的捂嘴笑。这2人是得了失心疯，没吃药就跑出来了吧？居然敢惹玉儿姑娘，不知道她家有4个哥哥吗？就是，就连码头的工头都要给她几分薄面的。是呀，谁不知道现在码头生意最好的就是薛家，玉儿姑娘还带了这么多人出来做生意，以后这些人定是跟她拧成一股麻绳的。就这样还欺负玉儿姑娘，这2人自不量力。且听他们这口气，好像是玉儿姑娘的母亲跟姐姐吧？有知情人拍手叫嚷：哦，我想起来了，这玉儿姑娘身世凄苦，被亲生母亲卖给了牙婆子，然后被薛家人买回来。薛家人好人有好报，买了个福宝过来，现在不就发财了？在大家的议论嘲笑声中，这对被泼了馄饨的母女颤抖着身子，狼狈不已。这人多势众的，他们不敢发作，可他们对乔玉儿的恭敬又让他们傻眼。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乔玉儿是麻雀变凤凰了？可眼下他们不敢细问，因为丢不起这人，赶紧灰溜溜的跑掉了。至于乔玉儿的秘密，他们定要挖掘出来。巷子这才扶墙喘息。兰儿，你说这是你妹妹吗？怎么会如此伶牙俐齿？真是活见鬼了！娘，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这妹妹根本就不是咱们乔家的人，难怪长得跟我一点都不像，难怪爹娘要狠心卖她。她也是无意间听到的。既然宝贝闺女的，我从小把你也当闺秀一样养，我定要给你找个贴身丫鬟，好好伺候你的。娘，你对我可真好。想想从小到大，爹娘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全都是给她跟大哥。而乔玉儿每天却有干不完的活，挨不完的骂。好闺女，我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呢？对了，那小贱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你跟那秀才……我跟你说啊，你们虽然定了亲事，那你还没有过门，凡事得悠着点。这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也不要紧，那就抓紧怀上他的孩子，那这婚事啊就是板上钉钉了。娘，你放心，励志哥绝不是那样的人，他文采好，这次乡试必定当选，到时候便可进京赶考。等他高中，那我就是官夫人了。既然已经被他破了身，那就尽快怀个孩子，把他给套牢。还是我闺女有出息。走，娘带你吃好东西。什么破馄饨，咱们才不稀罕呢。娘真好。一下子进账30两银子，乔玉儿准备给家里人买点东西，戳着脑门想了想，3哥薛凡每个月会在中旬月末回家一趟。得，他买了2套笔墨纸砚，另外乔玉儿还买了个蓝色的布袋，想着薛飞下半年要上学堂，这些是给他准备的。乔玉儿看了看时辰，天色变灰，估摸着大哥二哥已经收摊回去了，他直接搭了牛车回村。华东村村中央的一棵榕树下，薛飞带着文文跟村里的其他孩子玩成一片。他看到文文羡慕别的孩子有伙伴，便带着他过来玩。这会儿有个小胖墩一直盯着文文手中的竹蜻蜓，小胖墩就凑了过来，要拿手里的糖换竹蜻蜓。文文不同意，他就跑过来狠狠地踢一脚。薛飞看到文文被欺负，立马跟男子汉似的挡在他的面前，用手指比划着。胖墩贼乎乎地笑了下，一把把文文推倒在地，使劲地踩脏了他的新鞋子，顺道抢走了他手上的玩具。薛飞用力地呐喊，可他怎么都喊不出来。薛飞把文文扶起来，眼神示意他会把东西抢回来的。小五说咱们别惹麻烦了，他可是村子里的小霸王，我怕。这时胖墩一路跑回家去，跑了半天才发现后面没人跟着，顿时松了一口气。想了想，胖墩又跑了回来，看着那2个人的架势，不由得冲他们扮鬼脸。薛飞，你这个胆小鬼，你个哑巴，听不见也说不出话，有本事你把东西抢回去呀！薛飞气得浑身发抖，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他的胳膊，一把将他摔在地上。
啪的一声，疼，好疼啊！他居然会这个招式，他想起来了，是四哥教过他的招式。原来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软弱。文文着急得很，可他却一点都不怕，因为他终于有本事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没一会儿，村民就被这震天的哭声吸引了过来。胖墩的奶奶也闻讯跑过来，看到自家孙子被欺负，咋了这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敢打我的孙子？奶奶，就是这个哑巴打我的。好呀，这个臭哑巴居然敢打人了，看我不抽死你！他就地找了个木棍就要冲过来，就被出来寻人的乔玉儿看见。他抓住这木棍的一端，疾言厉色地问：发生了什么事？你凭什么打薛家小舞？玉儿姑姑，小胖墩刚抢了我手里的玩具，我不给他，他就踩我的鞋，还推我。小五叔叔为了保护我，才跟他打起来的。小姑娘显然是被吓到了，眼泪哗哗地流。文文乖，这件事我帮你们做主。小五这孩子太棒了，还知道保护人。为老不尊的人宠出来的孩子会好到哪里去？刚是你推的文文，快跟他道歉。还有，把这金瓶还回来。我喜欢的东西凭什么还给你？这是我凭真本事抢到的。就是，我们家可就这么一根独苗，刚才还被那个聋哑废物摔了，还得找大夫看看。你们得赔银子。要赔银子是吧？行，我这就把村长请来，或者我们去镇子上的衙门看看，到底要赔多少。说什么呢？区区小事，怎么麻烦村长跟衙门呢？一听到这两个大人物，村妇立马就跟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行，算我倒霉。他拉着自家的孙子正准备走，就被乔玉儿一把拦住道：道歉，快道歉，不然送你这强盗去衙门。小胖墩吓得立马哭了。对不起，姑姑，你太厉害了。若是娘亲当初也这么厉害的话，也就不会被人欺负了。文文，下次姑姑给你带些玩具。谢谢姑姑。他又给薛飞加油打气。小五真棒，刚才表现的跟个小英雄一样。你放心，你的病马上就有救了。姐姐已经存够了钱，就等你四哥找到神医，咱就可以医治了。薛飞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任由着乔玉儿牵着他的手回到薛家。一到院里，两个娃娃就兴奋地摸着院子里的那头大黄牛。这是刚买回来不久的牛车，云香巧刚将炒好的菜全部端到桌上。听到门口动静，笑着走出来对薛飞道：小五，你玉儿姐姐刚回来，给你带了笔墨纸砚，还带了布包。岳飞欢喜地跑进屋，震惊地看着礼物。呀，原来玉儿姐姐居然给他这么一个大惊喜，太好了！看着他欢喜的样子，小玉儿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你不是喜欢画画吗？以后呀，这些随便画。岳飞高兴地跳起来，文文也兴奋地拍着手掌。玉儿又让你破费了，你挣的钱攒着可以给自己做嫁妆。大哥，就算是嫁妆也不用那么多呀。总归是你的钱呐，小五看病的钱，我们全家人一起挣，总不能全用你的钱。哼，大哥总是分得那么清楚，是不把我当一家人吗？哪儿能啊，四弟最近在跑镖，到处打听能治疑难杂症的神医，他现在挣的也不少，小五的病还是挺有希望的。接下来的几天，乔玉儿便在村子里跟镇子上来回的跑。这回从学堂回来的薛凡看到薛家院子里站满了挑着箩筐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起来，现场议论纷纷。偶尔听到乔玉儿的声音，他立马脸色大变的冲了进去，就见被围起来的乔玉儿一边打秤收菜，一边算账收铜板。嗨，乔玉儿这是在收菜呢。薛凡松了口气，他刚还以为乔玉儿被村民们欺负了。乡亲们，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薛凡呀，半个月没回来了，还不知道薛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就是，你家妹妹现在可出息了，不仅在码头摆摊卖饭菜，还说村里的蔬菜呢。对对对，还教咱们怎么辨别有毒蘑菇，还教采摘什么木耳，给我们村里呀带来了一笔收入，可真是个好姑娘。想起大哥交给他的银子，他有些愧疚，那是乔玉儿挣的银子。人群中的凤娘从看到薛凡出现的那一刻，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一直泛着垂涎的目光。薛凡见乔玉儿一个人那么忙，便给他帮忙。三哥，你刚回来，去屋子里歇歇，我一个人能忙得过来。没事，我累不着。薛凡笑了笑，乔玉儿瞅着，美男果然是赏心悦目呀。现在排队没几个人了，几个姑娘家在那里挤呀挤，看着凤娘排在前头，几个姑娘家翻了个白眼。喂，我说凤娘，你这个有妇之夫，卖菜的话排队呀。
见插队的人竟是从窑子里出来的凤娘，姑娘们都睁大了眼睛，一副看瘟神似的眼神。呸！这卖菜还要分是不是有妇之夫吗？又不是卖身。你胡说八道什么？窑子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什么事儿都跟那方面沾边。哼，那你们呢？难道不是冲着薛凡来的吗？小玉儿云淡风轻的继续打秤，茄子3斤6文钱，韭菜2斤10文钱，南瓜2个10文钱，一共26文钱，3个给钱。薛凡听妹妹报数，便发铜板给那姑娘，顺势被摸了一把后，立马蹙着眉头，一脸嫌弃。那姑娘却是心满意足，害羞的跑了出去。乔玉儿抽了抽嘴角，谁说古代的女子矜持？那是因为没遇到优秀的男人。看看三哥，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就被吃了好几次的豆腐了。玉儿妹妹，我在家称过了，一共5斤，你直接给钱就行了。乔玉儿没理他，还是打了秤，1文钱1斤，三哥给他5文钱。薛凡在数钱，就见这双纤纤玉手已经伸到了他的眼前。薛凡蹙着眉头，递给他钱，眼看他这手向下一摸，就要摸到那双修长的大手时，就被乔玉儿用秤杆子重重的敲打了一下。哎呀，我说玉儿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别的姑娘能摸的，她就摸不得。卖菜就是卖菜，占我三哥便宜算怎么回事？你以后别过来卖菜了，我们薛家不收你的菜。玉儿妹妹，你这话是啥意思啊？怎么的？薛凡是你男人呀？你怕我抢他？凤娘，你这话就错了。我当薛凡是亲哥，我自然希望他能娶到合适的姑娘，而你是有夫之妇，还挺守妇的。他也是个看人下碟的，大姑娘摸他三哥也不会怎么样，万一对上眼呢？至于这种货色，他一定得制止，别让这种不好的女人玷污了薛凡。哟，玉儿妹妹，那你是误会我了。凤娘笑眯眯道：“我才不想嫁给你三哥呢，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就是想看看美男子。”他在心里补了一句，他就想占薛凡的便宜，想跟他做露水夫妻。行啦，你菜也卖了，赶紧走吧。薛凡就喜欢看乔玉儿霸气维护他的样子，喜欢他耍小性子，真是个泼辣的小辣椒呢。乔玉儿这收菜花了1个时辰。中午，乔玉儿便煮了面条、荷包蛋、卤肉，再加上绿油油的青菜，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好香啊！三哥，快尝尝看。好，玉儿，这肉好香啊，跟我平日里吃过的味道不同。三哥，这是我刚琢磨出来的卤肉，你全都尝尝看。有了这个卤肉，他可以打包卖，方便那些赶路人。薛凡尝了好几种卤肉，好吃的让他都快要吞掉舌头了，这味道太香太赞了。好吃，妹妹做的肉就是好吃，难怪薛家的摊位生意那么好。三哥喜欢的话，明个带点卤肉和血糖分给同窗们品尝。哎呀，那些家伙有口福了。薛凡瞅着乔玉儿，我家妹妹是越来越好看了呢。别人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是哥哥眼中出美人。乔玉儿现在的状态就是那招人喜欢的花骨朵。行了，三哥，跟你一比，我算什么好看呀？说什么呢？你也跟那些人一样起哄。对了，大哥跟大嫂相处的怎么样？还有小五跟文文呢？新婚燕尔，如胶似漆。三哥，你懂的。码头的生意很忙，小五跟文文都去帮忙了。别让2个孩子累到了，实在不行的话，请2个伙计帮忙。知道了，三哥。薛家的薛竹在吗？外面有些热闹，乔玉儿探出脑袋一看，发现是村里的几个大婶，他们身后跟着好多长相姣好的姑娘。大婶笑道：“玉儿姑娘，你家二哥不在吗？我们上回说过的，要给薛竹介绍姑娘，这不今儿个有空，全都带过来给相看相看。”另一个婶子也道：“薛凡也回来了呀，今儿个还真是个好日子呢。”乔玉儿抽了抽嘴角：“不好意思啊，婶子们，我家二哥不在，他在镇上摆摊呢。”嘿，不在没关系呀，今儿个领着几个姑娘走走过场，也让你们相看相看。回去啊，好跟你家二哥说说，姑娘们赏才艺，有展示自己怎么勤快的，有展示自己的绣活一绝，还有展示自己能说会道。停！婶子，这是二哥的终身大事，让他自己做主吧。且他这一天到晚的都很忙，早出晚归，相亲这事儿我得问问他。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薛竹是个大忙人呐。得，我明白了，咱明儿把这些姑娘带到镇上，让薛竹自己挑选。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几位婶婶慢走。看不出二哥还挺抢手的。是呀，二哥都娶媳妇了，很快就要轮到三哥了。不知道三哥的媳妇是怎么样的？薛凡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脑门。说什么呢？我可没心思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这次我要在乡试上考个好成绩，再进京赶考，得个好名字，报效朝廷。三哥有志气。乔玉儿做好晚饭时，薛墨竟然也回来了。
3天的时间，他跑了趟竞标，得了半两银子，这来钱速度比以前快多了。饭桌上，大哥大嫂，二哥三哥，我打听到了一名女神医，听说这神医给裴老夫人治过病，医术高明。等咱攒够钱，就请她给小五治病。听到女神医3个字，乔玉儿噗的一声，差点被呛到。薛凡坐的位置刚好是他旁边，伸手顺手给他顺了顺背。喝口汤也能呛到，真是个孩子。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四哥，那你打听过那女神医出诊要多少银子？目测要200-300两银子，一家人先凑一凑，不够再跟你借。好的，四哥，那你注意身体，钱的事儿大家都会一起挣的，你别给自己太大的负担。薛墨点头。今儿个家里人全都齐了，围着一桌子吃饭，那是大团圆。饭后，云香巧收拾碗筷，小玉儿则是去打了洗澡水，准备沐浴呢。薛墨将她放在脚边的2桶热水提起。玉儿，我帮你。每次沐浴，大哥二哥看到了也会帮他提木桶，但薛墨过来帮他，总感觉不大一样，尤其是他这欲言又止的眼神。四哥，你有事吗？这个送给你，这对耳环买来送你的。啊，送我的？可四哥送他这耳环，感觉怎么怪怪的？薛墨见他表情迟疑，心突然加快了下。他是看到镖局的兄弟们每次押了镖都会给家里的娘亲、妹妹、媳妇带东西，他这不也给乔玉儿带东西了，根本没有想其他的。玉儿，你想什么呢？这耳环你不喜欢吗？四哥，让你破费了，这耳环我喜欢的。薛墨见状，伸手在他额头上弹了一下。小脑袋里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家妹妹有的，我家妹妹也要有。薛墨看他的眼神，明明就很正常，是他想的太多。谢谢四哥。他甜甜地说道，转身就合上了卧房的门。很快，屋子里就响起了一阵哗哗的泼水声。薛凡洗了把脸出来，就目睹了这一幕。这家伙挣了钱就给乔玉儿买东西，也太会当好哥哥了。他这次回来怎么就没有想着给妹妹带东西呢？真是草率了。薛凡感慨一番之后，便回到了卧房，就看到窗外有人影晃过。谁在外头？薛凡追了出去，那人影躲进了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是谁在装神弄鬼？女人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薛凡，是我啊。站在树下的女人穿着杏色的单薄寝衣，刚沐浴完，一头乌黑的头发披散下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家3兄弟的共妻凤娘。怎么是你？鬼鬼祟祟的，在薛家做什么？薛凡冷声质问。薛凡，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意思的，白天那会儿人多，你不敢光明正大的看我，现在就咱们俩，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薛凡转身就走，心里暗道晦气，怎么碰到这样的女人？就见凤娘大步冲到他的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薛凡，实话跟你说，我看上你很久了，就想跟你做一夜夫妻。你看看我多美呀，你又不吃亏。滚！再不自重，我就不客气了。怎么个不客气？你今儿个要是不从了我就跟村里人说是你想强了我，败坏你的名声。我看你在学堂怎么混下去。乔玉儿刚沐浴完，见薛凡的房间门是敞开的，屋里不见他的人影。乔玉儿出来走了走，便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看到2人对峙的场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对着薛凡做着各种魅惑的动作。天哪，这也忒辣眼睛了吧？这三哥是被赤果果的调戏了呢。我身子不怕影子斜，你尽管去说。他才不会被这种人威胁呢。凤娘，我劝你自重，你再胡作非为下去，你在这个村里就混不了了。凤娘不以为然，反而踩着帘布过来，越靠越近。瞧瞧你这胆小的样子，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快点让开！就见凤娘一脸不屑。薛凡，你就别假正经了，你跟买来的妹妹难道关系就很纯吗？李家兄弟刚买她回来，也没说当共妻啊。这老二跟老三都当她是妹妹，可结果呢？处着处着不就成了夫妻？薛凡懒得跟他扯，见他不让路，毫不留情一脚踢开他，却被这女人抱住了大腿。薛凡，我真的喜欢你，从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对你魂牵梦绕的。你气质出众，文采了得，我知道你以后定会有一番作为的。我真的很爱你，你就成全了我这份痴情吧。快放开！你再这样我要喊人了。喊吧喊吧，这全村都知道我喜欢你。凤娘不要脸的样子让乔玉儿听得牙根痒痒，她风一般的跑回去，提了1桶水就跑出来，直接冲着那女子兜头浇下去。怎么行了没？就你这种货色还敢勾搭我三哥，怎么不拿镜子照照自己？凤娘狼狈的反驳，
乔玉儿，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又好到哪里去？难不成你喜欢薛凡，要跟我抢男人？三哥，咱们走，不要理这个疯婆子。乔玉儿声音冷冷：“薛凡，我可是一颗成熟的水蜜桃，怎么是他这种干瘪的豆芽菜能够比的？”说着，他将另外一头的衣服也放到了肩膀上，显现出姣好的身段。乔玉儿跑过来，把他的衣服一把扯来：“我让你做，好吧，你做个够。”做完这个恶作剧之后，乔玉儿便拽着薛凡的手跑得远远的。凤娘气得浑身发抖，她都脱成这样了，薛凡还不上当，居然还有不被美色迷惑的男人。薛凡，我一定会得到你的。次日，乔玉儿起床之后，发现薛家已经空无一人。玉儿，我听说啊，你这里想招两个婶子，专门洗猪下水是吗？对呀，我大哥二哥他们出去摆摊了，这人手不够，我想找2个人专门的洗猪下水，工钱日结，洗一筐给30文钱，您看如何？但我跟我大媳妇儿帮你洗可以吗？啊，没问题，方婶子。自从乔玉儿打算做卤肉后，便跟猪肉小贩说好，每天除了送码头的货，另外还送3筐猪下水来华东村。这说曹操，曹操就到，来的是猪肉小贩的媳妇，他媳妇儿肤色黝黑，身形微胖，赶着牛车过来，力气很大的就下了3筐猪下水，辛苦嫂子了。玉儿姑娘，你客气了，该是我谢谢你才对。他跟自家相公怎么也没想到，这种被人嫌弃的猪下水每天还能卖出去那么多。行，咱们也别客气了，那就互相往来。大嫂，路上小心一点。好嘞。猪下水已经到位，方大婶跟他媳妇便甩开来干了。行，婶子，那就把这些洗完了，我给你们结算钱，按筐数算钱，多劳多得。玉儿姑娘，你就放心吧，定会给你完成任务的。方大婶子说完，就跟大媳妇卖力的洗刷刷，2个人办事效率还挺高的，不到1个时辰，3筐的猪下水便被处理得干干净净。玉儿姑娘，谢谢你了。不客气，这都是你们劳动所得，我非常满意。乔玉儿说着，就去屋子里拿了小碗的卤肉给他们。方婶子，这卤肉是我自家做的，就是用这些猪下水做出来的，给点你们尝尝。呀，你还真是客气呢。哎呦，这真的是猪下水卤出来的吗？这也太好吃了。方婶子喜欢的话，以后我给你们送点，也算是犒劳你们的辛苦。客气了，客气了。猪下水洗好后，乔玉儿见都中午了，便炒了几样小菜。这会儿院子传来了动静，一辆豪华的马车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乔玉儿扭头一看，不免好奇，这是谁家的马车呀？怎么停到了薛家的院子？裴俊下了马车，这位公子光临寒舍，有何贵干？我找你自然是有事的。他看了一眼灶台上的饭菜，香气扑鼻，肚子更是饥肠辘辘。玉儿姑娘，在做饭吗？正好我也没吃，顺便给我来一份。说完，他便大大方方地走进了茅草屋，看着破旧斑驳的墙壁，又想要退出来。这什么破地方，比他们家的茅厕还要破呢？这样的地方也能住人吗？刚想走出来，就见乔玉儿已经踏了进来。公子既然嫌弃寒舍，不如就在门口等着吧。这人有些奇怪，不请自来，还一直嫌弃寒舍，却又登门造访。玉儿姑娘说笑了，我不嫌弃，咱们先填饱肚子，再谈事情。薛家码头的摊位名声赫赫，已经风靡了整个南阳镇。他是特意过来看看，谈合作的。乔玉儿嫌弃他的不请自来，但既然来了，那就是客人。他刚搬起一条板凳给他坐，就见随从拿起袖子擦了擦凳子，那架势真让乔玉儿抽了抽嘴角。公子请喝水，不嫌弃的话，就这些粗茶淡饭。行，客随主便。行，都上桌吧，开饭。随从立马尴尬起来，他跟着主子多年，从没有跟主子同桌吃饭的。十一，既然是玉儿姑娘邀请你的，你就坐下吃吧。谢公子。公子，请品尝。姑娘，请。饱满的米饭，美味的饭菜，还有香味浓郁的卤肉，明明很普通的食材，却能够征服他挑剔的味蕾，好吃。尤其这卤肉切得很薄，又很入味儿。这卤肉是你自己做的？都在他享用的津津有味儿。乔玉儿补了一句：“这些就是让你皱眉头的猪下水做的。”噗的一声，裴俊差点吐出来。他怎么都没想到，闻着臭臭的猪下水做出来竟然这么好吃。看着他滑稽出洋相的样子，乔玉儿捂嘴笑了起来。他的笑容机灵古怪，却又不做作。裴俊看着就有些入迷，这丫头真的是太有趣了。做得真不错，怪不得总有人加盟你们的薛家快餐。乔玉儿没有反驳，只是自信地笑了笑。我是来加盟你所谓的快餐。说着，他就将银子拿了出来。乔玉儿立马摇了摇头。裴公子是生意人，我跟你没什么好合作的，你也没有必要去加盟。怎么，
你怕我偷师学艺，还是有其他原因？乔玉儿给老夫人治病那会儿，就听韩大夫说过，裴家是经商世家，旗下有酒楼、布庄、杂货铺等等。裴公子，你们裴家几代的商人世家，我就不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了，这样也有悖于我的初衷。乔玉儿挑加盟商也不是什么人都要的，他要的是那种踏实能干，能够帮他打天下的诚恳人。像裴家这种大户人家，他根本驾驭不了，也没有力量跟他们抗衡，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合作。万一他辛辛苦苦建立的体系被他一口给吞了，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呢。不好意思啊，裴公子，请回吧。裴俊就这样被言语委婉地赶了出来，他呆呆地看着那扇紧闭的门，不由得好笑道：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不待见本公子的，多少人求着裴家的合作呢？11也有些生气，公子啊，这姑娘也太不识抬举了，不过就是个村姑而已，不合作就不合作。你错了，她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村姑，以后说不定是我生意场上最有劲的对手。裴俊瞅着那扇门，目光却不由得柔和了几分。11看到公子勾着嘴角，高深莫测的眼神，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公子这奇奇怪怪的，大老远跑过来受气，也不知道图个啥。虽然这生意没有谈成，但裴俊这么大张旗鼓地坐着马车来华东村一趟，乔玉儿因此也被村民想歪了。大家都在议论，哎，是不是那年轻的公子看上乔玉儿了？那一身华服，贵气不凡，这小村姑咋就这么好命呢？玉儿，咱们家来贵客了吗？乔玉儿哭笑不得，这村子里还真是一点事儿都藏不住，便将今天裴公子拜访的事儿说了一遍。妹妹，这样的贵公子肯定不缺钱，为什么不跟他合作呀？二哥，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咱们现在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可不得不防。我找的加盟商全都是能干踏实的，这样的话食谱被泄露出去的几率也比较小。那贵公子想一家独大，轻而易举的事，他这样的大户人家咱得罪不起。嘿，你还别说，就是这个理呢。这样的人一开始就得拒绝，况且咱们不缺加盟商。玉儿，还是你考虑的周到。二哥是男人，自然没有那么细心，等你娶了媳妇以后就不一样啦。乔玉儿笑着打趣，薛东跟云香巧瞅着，互相交换了个眼神。薛竹，你年纪不小了，是该多想看姑娘，早点娶媳妇儿了。大哥说白了，还不是心疼自己的媳妇儿。不过这些天确实辛苦大嫂了。二哥，我这几天收好菜之后就去镇子上帮你，你抽空多相看姑娘，挑个你喜欢的。薛竹点点头，也没有反驳。都这把年纪了，谁不想娶媳妇呢？这下好了，全家人都将薛竹的婚事提上了日程。乔玉儿也万分激动，她每天早上收完菜，便包了村里大爷的牛车去到镇上了码头。薛竹在那里切菜，二哥还真是能干呢。乔玉儿正准备跑过去时，就见一个姑娘先他一步跑了过去。薛竹哥，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帮你炒菜吧。乔玉儿赶紧退到一边，眼睛往那里瞟。这姑娘是谁呢？金桃，不用，我忙得过来。可是你家大嫂每天这样来回的跑，多累呀！你不心疼，你大哥肯定心疼。我大哥当然心疼。薛竹，你若是怕欠人情，我帮你，你包我跟我爹的一日3餐饭。乔玉儿听到这里，急得快跺脚了。二哥，你一个大直男，看不出姑娘是对他有意思吗？二哥，我来帮你做饭吧。双方僵持不下时，乔玉儿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大声喊道。江金桃回过神来，脸红到了脖子根儿。薛竹，这位是？姑娘你好，我是她妹妹，薛竹是我二哥。我看你想帮我二哥做饭，就不麻烦了，我这几天忙活完会给二哥做饭的。啊，行，那你们忙完，我还有事，再会。再会，金桃姑娘，还是得谢谢你，有空常来玩。乔玉儿挥手跟他告别，看那抹跑远的身影，不由感慨，这小姑娘还挺心思单纯的。玉儿，你来这么早？二哥，这个小姑娘你们认识多久啦？薛竹不解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如实回答：认识10几天了。有次她的摊位遭遇收保护费，我出来伸张正义，这才认识她。她每天会过来叫饭吃，看大嫂在2个摊位来回奔波，那姑娘就说帮我做饭。哎，这也太明显了，薛竹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在这10里8乡的，一家4口靠卖菜为生，家里还一个哥哥没娶媳妇儿。对了，妹妹，你认识他吗？你对他挺感兴趣的样子。哎，哪是我对他感兴趣呢？明明是他对二哥你感兴趣。玉儿，这话不能乱说。薛竹瞪大了眼睛，此地无银300两的样子让乔玉儿笑得吱吱叫，捕捉到一枚纯情大直男。玉儿，你在笑什么呢？看把你二哥给急的。云香巧走了过来，语气多了几分调侃。大嫂，有个姑娘家总来二哥这儿，
我说那姑娘对二哥有意思呢。啊，行，那你们忙完，我还有事，再会。再会，金桃姑娘，还是得谢谢你，有空常来玩。乔玉儿挥手跟她告别，看那抹跑远的身影，不由感慨，这小姑娘还挺心思单纯的。玉儿，你来这么早？二哥，这个小姑娘你们认识多久啦？薛竹不解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如实回答：认识10几天了。有次她的摊位遭遇收保护费，我出来伸张正义，这才认识她。她每天会过来叫饭吃，看大嫂在2个摊位来回奔波，那姑娘就说帮我做饭。哎，这也太明显了，薛竹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在这10里8乡的，一家4口靠卖菜为生，家里还一个哥哥没娶媳妇儿。对了，妹妹，你认识他吗？你对他挺感兴趣的样子。哎，哪是我对他感兴趣呢？明明是他对二哥你感兴趣。玉儿，这话不能乱说。薛竹瞪大了眼睛，此地无银300两的样子，让乔玉儿笑得吱吱叫，捕捉到一枚纯情大直男。玉儿，你在笑什么呢？看把你二哥给急的。云香桥走了过来，语气多了几分调侃。大嫂，有个姑娘家总来二哥这儿，我说那姑娘对二哥有意思呢。玉儿，你不要乱说，等下破坏了姑娘家的声誉，我可担当不起。哎，玉儿，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金桃姑娘吧？大嫂，你知道吗？云香巧不住的点点头。那姑娘每天都会来摊位买饭吃，有时候薛竹忙的时候，她会搭把手，手脚麻利，看着也是个勤快本分的孩子。乔玉儿笑着贼兮兮的，大嫂都说那姑娘不错，那是89不离10了。玉儿姑娘，你今天怎么也来了？这不是有空帮帮我二哥吗？也是，你们家二哥赶紧娶个小媳妇儿，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你还不知道吧？附近干活的汉子全部都来这里吃饭了。感谢大家赏光，不过我们家挣的也是个辛苦钱，二哥一天忙得也挺累的，真希望呀他能快点碰到个好媳妇儿，能帮他一把。这你就不用愁了，你们家生意那么好，好多姑娘往这边凑。不过你们也当心了，睁大眼睛挑挑，别被有心人士给算计了。行，多谢大哥关心，给你加点卤肉。好嘞，玉儿姑娘真好，就不知道。薛竹听到这话，眉头蹙了一下，一点都不高兴。吃饭就吃饭，扯那么多干什么？以后会便宜哪家的臭小子？哟，这就不乐意了，心疼妹妹呢。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另一个壮丁也附和道。乔玉儿被打趣也不恼，一笑而过的将这个话题带过。下午清闲时刻，村里的大婶可就闲不住了，带着一群姑娘直奔码头上跑。啊，婶子们，你们怎么来了？这不是跟你说好了吗？把姑娘带来给你二哥瞧瞧。哎，好的，瞧瞧。乔玉儿乐开了花，冲着薛竹喊道：行了，二哥别忙了，赶紧相看一下姑娘。薛竹哪见过这架势，5个姑娘一字排开的站在他的跟前，旁边还有2个充当媒婆的婶子，这架势怎么有点像皇帝选妃呢？2位婶子好。一段时间不见，薛竹人更加的壮实了呢。可不是嘛，看着就是做大事的人。2个婶子一唱一和，不甘示弱的介绍着。薛竹啊，这姑娘叫雪芳，是隔壁村的，女工、洗衣、做饭样样好手。哎，薛竹啊，你瞅瞅，这个姑娘叫莲儿，皮肤白，胸大屁股大，保证给你多生几个大胖儿子。乔玉儿头疼的揉揉太阳穴。二哥，择日不如撞日，你对哪个姑娘有好感，不如约去茶馆聊聊。我这……竹紧张的瞅了瞅自己的衣服，他来镇上干活，穿的都是很朴素的，还打了补丁。相亲的话，该穿的大方点吧。乔玉儿笑着推了他一把。得了，二哥，姑娘们不会在意的，相亲就是双方聊聊，看能不能对得上眼。就是说呀，这玉儿姑娘说的是实在话。行，那婶子就她吧。薛竹挑了个人群中最不起眼的姑娘，那双粗糙的手看起来像干了很多的农活一般，身材好长相好的姑娘落选了，愤愤不平地跺了跺脚。早知道她们也穿得寒酸点，而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薛竹前脚一走，乔玉儿后脚便跟上了。乔玉儿瞅着那个姑娘，长得一般，再看薛竹的脸有些红扑扑的，反应还算正常，完全就是礼貌性的害羞，而不是见到心上人的那种手足无措。这么一对比，乔玉儿就感觉今早见的那个姑娘更得薛竹与众不同的对待。薛竹哥，我一见你就挺有好感的，你踏实能干，模样又好，这些我都不如你。我若是嫁到别人家，定会好好干活，相夫教子，伺候相公。乔玉儿看了2个小萝卜头一眼，对着薛飞打了打手势。小五，你看这个二嫂怎么样呢？
却见小五摇了摇头，一副苦瓜脸。一旁的文文表情也不太喜欢，他感叹了一句：果然孩子的心思是藏不住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姑娘，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男丁较多，家里较穷。虽说现在薛家挣了些钱，但花销也大，且这些钱都是妹妹挣来的。哪天她要是嫁人了，这些钱就都得当嫁妆带走。那姑娘愣了一下，随即不自然地嗯了一下。啊，这个自然。这细微的表情落入了乔玉儿的眼中，让他觉得这个姑娘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单纯。可是我也没那个意思。姑娘因为紧张辩解，不小心把茶水碰倒了。啊，薛主，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图你家的钱，我是图你这个人踏实能干。薛主，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图你家的钱，我是图你这个人踏实能干。我对你还挺满意的，你若不嫌弃的话，我们可以处处看。行，那就处处看。不过我天天都是待在码头，时间没那么多。那姑娘立即答道：没问题的，我逢吉日过来看你。两人喝着茶水，又聊了会儿，聊得还算投缘。茶水见底，姑娘突然拿起手帕，伸手想给他擦嘴角的茶渍。薛竹下意识地闪躲了下。薛竹哥，你嘴上有茶渍。薛竹脸一红，我自己擦就好。他胡乱地用衣袖随手擦，那动作叫个干净利落。不远处的乔玉儿跟身边的两个小萝卜头交换了眼神。这场相亲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呢？乔玉儿往回撤时，跟黄婶碰了个正着。哟，黄婶子真是好巧，你说这姑娘的性子如何呢？雪芳姑娘性格软绵，勤快能干，女工也好。那上头有两个姐姐，全都嫁出去了，下面有个弟弟。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多大？啊，他弟弟12岁。他爹娘连生了3个丫头，才生了1个弟弟，可宝贝着呢，好吃好穿的都给儿子。哎，你也别大惊小怪，这疼弟弟啊也正常，毕竟是个独苗。姑娘家都是要嫁出去的，只有儿子才能正儿八经的养老。王婶子说到这儿，乔玉儿便明白了，这个还真是个10有8九是个伏地魔。王婶，这姻缘呀还是得看缘分，那让二哥先处处吧。哎呀，是啊，如今的薛家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有这个条件自然得多挑挑看。不过雪芳姑娘确实不错，若薛竹看不上那姑娘，我可以再找几个，这多相看总会有看对眼的。辛苦黄婶了。说着往她的衣袖里塞了一串铜板，算是跑路费。夕阳西下，文文在灶房里蹦蹦跳跳，跟爹娘说二叔相亲的事儿。娘，晚饭稍微少点，我跟小五叔在镇子上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全都是玉儿姑姑买的。你们还真是2只小馋猫呢。他瞅着路过灶房的薛竹道：薛竹，这相亲相得如何了？薛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却见乔玉儿凑过来：大嫂，你可不知道，二哥的桃花运老好了，一大堆姑娘喜欢，估摸着都挑花了眼。薛竹一听这语气不太对劲呢，怎么说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一样。我倒是希望看一个就能对眼的。乔玉儿呛道：二哥，这姻缘得看缘分呢，多看看多对比，你才会明白谁才是那个适合你的。当然了，有些人呐人缘好，一个就能相中，而有些人怎么相亲都觉得第一个姑娘好。玉儿说得很对，多相看呐总是好的。那个经常找薛竹的江金桃，他看着挺不错的，但薛竹这边都在相亲了，他当嫂子的也不好说。日子一晃便过去了10来天。乔玉儿看了看医药系统，任务栏显示陪老夫人的病已经完成度达到了99%。看到这个完成度，乔玉儿喜得都快要跳起来了。她仿佛看到了白花花的银子冲着她招。事不宜迟，她去了回春堂。韩大夫，好久不见。姑娘，你可算是过来了，老朽正想着去找你呢，但又怕唐突了。哼，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那路上说。韩大夫双手摆了个请的姿势，老夫人的病多亏了韩老大夫的照顾，现如何了？姑娘，我照你说的方法，隔3差5的给老夫人按摩，这药也是按照药方服用的，再加上食疗法，这老夫人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整个人精气神十足。这段时间就麻烦韩大夫了，我今儿个过去啊，也是给老夫人检查一下，做个交代。如此甚好。快到裴府时，乔玉儿就拿出了一身的装备。这次她不再简单的用面纱蒙面，而是戴了斗笠，凡事得小心一点，不能掉了马甲。守门家丁见韩大夫带着女神医过来，万分殷勤的将2个人迎了进去。女神医，你总算是过来了，不得不说你的医术高超，
这段时间，老身感觉身体轻松畅快许多，睡眠也没什么障碍，胸口也没那么闷了。这是老身这几十年来从未感觉过的自在呀！你这医术果然是名不虚传，韩大夫果真是靠谱呀！老夫人客气了，这治病也是讲究缘分的。老夫人，您这个病啊，说严重也不严重，只要控制好情绪，没……这个我自然知道。之前我看了很多大夫，汤药也吃了不少。这胸口疼啊，我是寝食难安，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睡过好觉，总觉得身子很疲很重。乔玉儿不急不缓，老夫人身体健康，我们这些当大夫的心里也畅快。平时老夫人也可以让丫鬟给您按摩按摩，就跟韩大夫的手法一样。好好好。夫人喜上眉梢，立马命人奉上了诊金，还真是100两，不多不少。另外还有一片金叶子，谢老夫人。那一会儿让韩老夫人教丫鬟们一些按摩手法，我们便回去了。老夫人笑了笑，好。韩老夫人跟丫鬟交谈的这瞬间，小玉儿就随意的在裴府逛了逛。她往回走时，迎面跟一个白衣公子对上，她身旁的丫鬟立马行礼：“裴公子，您回来了。”借着有轻纱遮挡，乔玉儿也敢肆无忌惮地打量他。见裴俊扫了他一眼，随口问那丫鬟：“想必这位便是给祖母治病的女神医吧？”回公子的话，确实是那位女神医，她今儿个给老夫人复诊的。听到老夫人3个字，裴俊的神情便柔和几分，关心又急切地问：“祖母的病如何？”丫鬟如实道：“老夫人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神医说了，这病不会彻底的好，调理好了也不容易复发，几乎没什么大碍的。现在老夫人吃得好，睡得好，心情舒畅，面色红润，精气神也不错。”裴俊点点头，这话说的实在，毕竟他们请过不少大夫来看，很多大夫都说这是不治之症，连改善的方法都没有。这么看来，女神医确实有本事。他打量着眼前的女子，一头乌黑秀发披在肩上荡漾，由于她戴着斗笠轻纱，根本看不出她的真实面貌，只看到她身形窈窕，气质出尘，好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之前他还觉得这个女神医像乔玉儿，现在一看又不太像。他怎么都无法把经商厉害的女人跟医术高明的神医联系在一起。裴俊不由得嗤笑一声，真是着魔了，眼前总是浮现出那个牙尖嘴利的丫头。十一，既然女神医救治祖母有功，那就赏她白银100两。听到这个钱数，乔玉儿的心雀跃的都快要飞起来了。公子大可不必，你祖母已经付过诊费了，还额外的赏赐了1枚金叶子。拿着吧，这是你应该得的。裴俊语气淡淡，等随从给了银子之后，便从乔玉儿的身旁擦肩而过，那背影淡然出尘，也没有回头。看来对方没有看出他的身份。姑娘，这使不得，原本说好的3、7分，应该30两银子呀，那是裴公子赏给你的银子，老朽又怎么敢当呢？拿着吧，韩大夫，若没有您的引荐，又何来我的200两银子呢？可话不是这般说的。医者仁心，银钱不过是身外之物，韩大夫何必算得那么清楚？以后麻烦您的地方还多着呢，这就算是提前预付了。晚辈年纪轻轻，若没有您的引荐，也没有说服力。小玉儿便是这样，别人对她好1分，她便回10分。有了裴老夫人这一成功案例，镇子上突然就多了一个留言，说有个女神医在南阳镇出没。女神医是个年纪轻轻的姑娘，神秘非凡，说要请到她，不仅诊金高，还得韩老大夫引荐才是。一时间，来回春堂看诊的病人竟多了起来。小玉儿到手140两银子，便琢磨着如何找个恰当的机会给薛飞看病。钱果然是好东西呀！不知薛墨现在怎么样了？这段时间他攒了多少银子呢？4哥都送了他珍珠耳环了，他怎么也得回一下礼。想到这儿，乔玉儿用油纸包包了一大碟的卤肉，以及卤猪肠、卤猪肝等等。他去镇上买了护膝护腕，以及一把昂贵的锋利的匕首。卫风镖局是南阳镇的第1镖局，在镖局门口便能够感觉到其威严气势。姑娘，你找谁？乔玉儿礼貌道：“我找我4哥薛墨。”原来是薛墨的妹妹，真不巧，薛墨去押远镖了，也不知何时能回来了。可我4哥不都是押的近镖吗？守门小哥不解地回答：“近镖？不对呀，是远镖。这一趟出去都半个月了，估摸着也快回来了。姑娘，你还不知道吧？像薛墨这样武艺高强的镖师，很容易接到远镖的。
毕竟远标银子多，一趟下来有不少钱的，别人想压远标都还没这个资格呢。乔玉儿听到这个回答，不知该气还是该笑。这个薛墨为了挣钱也太拼了，居然瞒着薛家人偷偷的压远标了。他不怀疑薛墨的实力，可也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四哥就是太要强，他想多挣些银子给小五看病，根本不想占他的便宜。小哥，这包卤肉啊，你们拿去分了吧，这包裹里面是给薛墨的，麻烦等他回来之后帮忙转交给他。好说好说。乔玉儿见时辰还早，便去码头逛了逛，就见薛竹旁边站着位衣着朴素的姑娘。那姑娘在摊位前忙前忙后，俨然一副老板娘的架势。这不是那个相亲女吗？这是什么情况？此刻的薛竹有些头疼。薛芳姑娘自从上次跟他相亲之后，隔三差五的就会过来帮忙，而且非常的勤快，抢着干活，赶都赶不走。若来了几次之后，码头的工人都已经先入为主，将她当成了他的媳妇儿。雪芳，你快别忙活了，赶紧回吧。薛竹哥，我不回去，一会儿你就有的忙了，我得留下来帮你。雪芳，过会儿人多，我得一个一个解释，这要是破坏了姑娘家的声誉，对你影响也不好。薛芳暗暗咬牙，心想这个薛竹怎么一点不解风情呢？他在这儿帮了3次忙了，这么卖力的表现，自然是想嫁给他的呀，怎么那么不开窍呢？薛竹哥，若不想落人口舌，不如就……不等他说完，另一个打抱不平的声音就跳了出来。不如就什么？行了，你就不要装好人了，我都打听清楚了，你们林家欠外面一屁股债呢，你想找个冤大头，这不就托村里的大婶说媒？你在薛竹面前卖力的表现，不就是图他的钱吗？乔玉儿原本都跑过来了，看到这个情况，赶紧找艘船只躲起来。他怎么嗅到了一丝八卦的气味？你就是江金桃吧？我知道你喜欢薛竹哥，可你也不能这么冤枉我呀。我就是觉得他是个实在人，愿意跟他处。不知怎么回事，薛竹看到江金桃出现，浑身便不自在。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跟别的女人暧昧，然后这个媳妇儿就跳了出来。他跟雪芳相处了几次，发现跟他并不合适，他婉拒过，可这姑娘就跟没听明白似的，一直穷追不舍。他也挺烦恼的，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金桃，你怎么来了？对呀，我来的不是时候，打扰你们谈情说爱了。我真没有想到啊，原来你喜欢的是这种女人。他之前搞不清楚自己对薛竹的是爱还是单纯的好感，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感觉薛竹不容易，人踏实能干，想要帮帮他，跟他一块过日子。他就是单纯的喜欢薛竹这个人，并不图别的什么。可他发现这个林雪芳心思并不单纯，怕薛竹吃亏上当，就忍不住过来揭穿了他的真实面目。金桃，你误会了，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金桃，就算你喜欢薛竹哥，也不能诋毁我呀，我可是本本分分的姑娘。你少装了，薛竹哥没你那么多坏心眼儿。至于跟他相处的目的纯不纯，你扪心自问。你说你本分，可一个本分姑娘在没有嫁给这个男人之前，天天会在这里抛头露面，你打什么鬼主意？以为我不知道吗？金桃，你真的冤枉我了，我只是看薛竹哥辛苦，诚心的想要帮帮他，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冤枉你？难道你不是主动的找到皇婶，求他给你做媒的吗？你在这殷勤的帮忙，无非就是想算算，看看薛家这个摊位能够挣多少钱，好替你们还那一屁股的债。你自己没本事赢得男人的喜欢，却在这里欺负我，算什么事儿啊？那你呢？敢做不敢当？你敢说你的心思是纯正的吗？你说呀，你敢做什么？不敢承认吗？谁料他的手刚刚抓到他的胳膊，才晃动一下时，就见林雪芳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呦的吃痛了一声，眼泪珠儿便委屈的滚落出来。薛竹头都大了，薛竹叹了一口气，快步走过去，正准备过去扶人时，就见乔玉儿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雪芳姑娘，你怎么能够一屁股坐在地上呢？瞧瞧这地多脏呀！乔玉儿的声音清脆又响亮，伸手拉她时手特别用劲儿，还故意的掐了她一把。玉儿妹妹，你过来了，我没事了。薛竹哥，你不要怪金桃，是我自己不小心坐在地上的。江金桃平白无故的被泼了脏水，气得咬牙。你什么意思？难道是我推你的吗？金桃，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乔玉儿眸中闪过一抹冷色，刚才她在边上看得清清楚楚，闹半天这是一朵低等级的白莲花呀。江金桃沉不住气，但性格大大咧咧，没有坏心眼儿，且她也看得出来这姑娘得有多在乎她二哥，吃着雪芳的醋，还怕她二哥上当受骗。二哥这个缺心眼儿的挺有福气的呀，二哥貌似也不喜欢这个相亲女。行了，林雪芳，麻烦你下次站稳点，别让自己摔倒了。哦，对了，
还有半个时辰，这个摊位就要忙了，我就不招呼你了呀。薛竹哥，那我下次再来找你。薛竹头疼的在心里补了一句：拜托，下次可别再来了。林雪芳走后，江金桃也自觉无趣。她这么久没来这个摊位，眼下又闹了一出，怕是薛竹对她的印象不好了。正转身要走，却不想被乔玉儿唤住了。金桃姐姐，麻烦你过来帮一下忙。玉儿，你换我。她看了薛竹一眼，故意耍脾气道：玉儿妹妹，我这笨手笨脚的，哪能帮上你的什么忙？马姐姐，这些呀都是家常菜，很简单的，你过来试试。乔玉儿炒完一个菜，就把锅铲递给了她。这两个人明明就互相爱慕，怎么还搞得这一出呢？当局者迷，他这个旁观者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他得提前来点拨未来的二嫂，多省事儿啊！江金桃一拿起锅铲子，就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小灶房。家常菜那是炒的一个得心应手。好啦，玉儿妹妹，味道如何？江金桃做事麻利，连着炒了好几个菜。乔玉儿一看，可以用色香味俱全来形容。味道不错呀，金桃姐姐果然厉害。江金桃红着脸，这没什么难的，是个姑娘家都会的。二哥真傻，放着这么好的重阳不请，非要让大嫂两头跑。你这个愣头青啊，不懂得心疼女人。可我大哥他心疼他媳妇儿呀。他话锋一转，又道：金桃姐姐，我看你经常在镇子上，怕是有时间的。那以后就麻烦你多过来帮帮我二哥，我给你结算工钱。这使不得，帮忙可以，怎么能要你的工钱呢？江金桃急了，他来帮忙不是想要工钱的。乔玉儿是不是误会他了？金桃姐姐，这是1个月的工钱，麻烦你每天过来2次，帮我二哥炒菜。薛竹站在一旁，跟个木头似的，整个人都愣住了。妹妹这是什么操作呀？虽然1两银子请个人有点多，但这个活是真的累呀。江金桃还要帮着自家的摊位卖菜呢，还两头跑，会不会累坏了呀？江金桃更懵。帮忙是可以，给工钱也可以，可是这1两银子太多了吧？他们江家卖了几个月的菜，也挣不到1两银子呢。金桃姐姐，我是心疼我哥哥，你值得更高的价钱，好好干，你的福气在后头呢。那你们忙，我得回去了。乔玉儿笑着说完，便挥手告别。临走时还故意推了薛竹一把，刚好撞了一下江金桃的胳膊。简单的肢体触碰，两个人的脸都同时红了一块。乔玉儿捂着嘴偷笑着跑开了。这两个人兜兜转转的才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乔玉儿哼着小曲儿，在路边等牛车回村时，却没有发现有个男人盯着码头摊位这一幕看了很久很久。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乔玉儿名义上的乔家大哥乔永胜。乔永胜在这码头换过2次，看着薛家摊位生意火爆，铜钱堆得跟小山似的，嫉妒的红了眼。他根本不敢相信乔玉儿还有这等本事，这还是那个软柿子被乔家人欺负的可怜虫吗？岂有此理！乔永胜愤愤不平，咬牙切齿的赶紧回去跟娘亲妹妹商量着怎么对付乔玉儿。乔玉儿是包牛车回村的，一下了牛车，便发现薛家门口居然有个高大的人影。他凑近一看，原来是薛墨回来了。玉儿，你回来了。四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的，这不看柴火不多了，就劈了点柴。行吧，四哥，那快到饭点了，我去做饭。我帮你烧火。乔玉儿站在灶台边上，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她的侧脸越发的立体刚毅，眼眸跟大海一般深邃。玉儿，火力是不是太大了？你没放油吗？锅上冒烟了。走神的乔玉儿在他的提醒之下，这才尴尬的回神。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乔玉儿炒了瘦肉豆角、蒜苗鸡蛋，又炖了个冬瓜骨头汤，再配上1碟子卤肉，简单不失丰盛的3菜1汤上桌了。好丰盛，吃吧，四哥。薛墨狼吞虎咽的吃着，闻着这味儿啊，都恨不得把舌头给吞了。哎，对了，四哥，你还没有尝过我新做的卤肉吧？好吃。薛墨赞叹道。其实我刚在镖局尝过卤肉了，这是你新琢磨出的蒸煮方法吗？里面似乎加了些香料以及一些药材，味道确实不错。镖局里的那些兄弟都没吃过肉似的，闻到那香味儿，一窝蜂都抢光了。四哥，你的味觉好灵敏啊！那四哥回镖局时再给他们多带一点。你也不怕把那些人的嘴养刁？薛墨挑眉笑了，哼，养刁了才好，这些人就会过来买卤肉了呀。四哥，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你为什么背着家里人去押远镖？本来进镖就是为了远镖铺垫的。给小五看病的钱我已经凑够了，四哥你不用这么拼的。薛墨拿筷子的手一顿，乔玉儿居然这么快就凑够了银子，那可是200两银子呀！
原本他想着这次拿到的银子跟之前攒下的银子零零碎碎的差不多50两银子，再加上大哥二哥的钱100两银子差不多了，再跟乔玉儿借100两，就够小五看病了。且他都打听清楚了，要找那个给裴老夫人治病的神医，是要通过回春堂的韩老大夫。玉儿，都是我们这些当哥哥的没做到位，才会让你这么辛苦的。四哥，你又说两家话，还当不当我是你妹妹？你别忘了，说是当初没有你，哪有我乔玉儿今天？好吧。等他收拾碗筷，薛墨想到乔玉儿送他的礼物，迫不及待地去卧房试用。他又看了看同等材质的护膝，大小也挺合适，不用试也知道能够用。这把匕首精致玄铁打造而成，刀身厚重却又锋利，削铁如泥，很是趁手。乔玉儿不知何时走了过来，四哥，这些东西你试试看，若不合适我可以拿去换。不用的，我刚看过了，合适的。呀，四哥，你这护腕都戴上了，这护膝也一起戴上呀。真的不用。哎呀，试试嘛。见他扭捏着不是，乔玉儿也没有多想，伸手直接掀起了他的裤腿，要把护膝往他的脚上套，却惊恐地发现他的小腿处有一处包扎，仔细看血迹都渗出来了。他尖叫了一声：“啊，四哥，你受伤了吗？严重吗？”我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的。小伤？乔玉儿喃喃自语，他可是个大夫，难道会看不出端倪？这个逞强的男人呐！乔玉儿气得一把拍开他的手，直接撕开他的伤口包扎处，就见伤口处的皮肉外翻，血肉模糊，这一掀血迹就涌了出来。都这么严重了，还说没事？四哥，你老实说，是牙彪受的伤吧？哎呦，这都是什么劣质的金疮药呀，止不住血呀！薛墨薄唇紧抿成了一条直线，切，还不说话！乔玉儿都快被气死了，这个四哥还真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哼！乔玉儿冷哼一声，便黑着脸赶紧回卧房一躺。他钻进了医药系统里，换了些止血药、绷带，就赶紧出来。薛墨看他气呼呼回房的样子，还以为妹妹不理他了，转眼就见他气势汹汹地过来，那动作蛮横地帮他重新止血包扎。见他瞪着一双深邃的眼睛，若无其事的样子，乔玉儿气恼地拍了一下他的膝盖，就见他吃痛了一下。原来四哥还知道疼啊，我还以为你是铜墙铁壁呢。四哥，你怎么不说话？乔玉儿看着面前这个阳刚英俊的男人，在四个哥哥当中，他的话是最少的，挣的银子却是最多的，对他的关怀也是最特别的。玉儿发火的样子像极了爆炸的小刺猬，一双眼睛又大又清澈，又写满了愤怒的小情绪。这小脾气发起火来，连他都招架不住。被他这么管着，薛墨却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嘴角上扬，勾出了一抹笑意，心里好甜，还溢出了一缕幸福感。玉儿，你也放心，我每次押月镖都是搭配武功高强的镖师，这出门在外受点轻伤在所难免，我不也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四哥，你能不能换份事做？薛墨叹息，回约是要大额赔偿的，再说这份工是我托师傅好不容易找到的，他干了好多年了，都挺好的，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乔玉儿再次丢下他，一溜烟地跑回房间。他去了空间医药系统，任务栏起了明显的变化，一堆的消息跳了出来。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系统显示有3个疑难杂症等着他去救治，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给薛家小五治病的。主人，主人！系统精灵小雪的机械音响了起来。哎，小雪，这任务栏咋一下子跳出这么多任务啊？主人，因为您治疗裴老夫人的病涨了30功德值，系统就自动升了级，放出3个任务。主人可以任意挑选，选择针对性治疗，或者也可以全部接盘治疗，到时候功德值还会大大的涨的哟。主人若是不根据任务栏去自行救人，也是能够获得功德值的，只不过相应的数值会少许多。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好高级啊！猛然间想起四哥的倔性子，他头疼地问，这系统里有没有能够起死回生的药，百毒不侵的药，秒止血、秒愈合的金创药，还有金丝马甲，穿着刀枪不入的。主人，你还真是贪心呢，一下子要这么多。痛快点，你就说有没有？当然有，我可是万能的系统精灵。主人可以打开辅助生成功能，投入相应的药材、功德值、银两，就会生成回魂丹。回魂丹这个东西呢，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让刚死透的人在1个时辰内起死回生，当然也非常稀有珍贵。至于别的药品，可用银两或功德值直接兑换。钱到用时方恨少，
乔玉儿现在的钱只够换清心丸，输了会百毒不侵，强身健体，提高功德，跟止血药。兑换好，他再次从系统里出来，开门，冲出房门就撞到了一堵结实的肉墙，闯入了某人的怀抱。怀抱很宽阔，温暖，像座山，能够围起来替他遮风挡雨。乔玉儿的额头刚好碰到了他湿润的薄唇，瞬间全身就像是过了一股电一般，酥酥麻麻的。这四哥也太男人了。那啥，四哥，你杵在门口干什么？他尴尬的后退，都不敢抬头看他。薛墨尴尬的脸眉，我看你卧室紧闭，还以为你……像镇定自若的薛墨说话都不利索了，他还以为他在生闷气，就过来想跟他解释，谁知道门一打开，一个软绵的物体就撞入了他的怀中。四哥也知道我生气了，我气你冒险，我爱惜自己，我气你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我气你不把我当亲人，把银钱分得那么清，哼！乔玉儿说着，就把从系统里面兑换出来的东西一股脑的塞给了他。拿着，给你的，要不要专用？谢谢你的药。他有些奇怪，为什么乔玉儿买的药总是那么到位？难不成他懂药理？每隔一段时间不见，他整个人都会发生变化，跟初见他时有着天壤之别。若不是他亲自将这个妹妹扛着背回来，他真怀疑他是不是背错了人。四哥，你发什么愣呢？赶紧让路呀！乔玉儿用手指戳着他的胸膛，硬邦邦的，跟铜墙铁壁差不多，就落入另一个女人的眼睛中，看着好像是拥抱。这个偷窥狂不是别人，正是村里的凤娘。天哪，薛墨居然跟这个乔玉儿如此暧昧，这乔玉儿走了什么狗屎运呢？明明是被薛家人买过来的下等人，怎么就能够被捧在手心上呢？凤娘心里那个气呀，她不服。凤娘眯着眼眸，想到一个对付乔玉儿的方法，她要在村子里散播她的谣言。四哥，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大家看我们的眼神都是怪怪的？不用理会别人。乔玉儿，你这个狐狸精真是好手段，连自己的哥哥都不放过。我之前真是瞎了眼，还以为你跟薛墨关系正常，想让你帮帮我。这个突然冲过来对他横加指责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爱恋薛墨的楚雪儿。乔玉儿很是无语。楚雪儿，你要追男人是你的事，别什么事都赖着我身上。哼，你少在这里装清高，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都听说了，你们大白天的在屋子里跟薛墨行不轨之事，你也太不要脸了。这谁说的？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他估摸着是那天给薛墨上药被人看见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什么好解释的。有些人的思想龌龊，看什么都是龌龊的。薛墨说完，又顿了顿，扫了楚雪儿一眼，冷得结冰。他的眼神带着嘲讽，似乎在嘲笑楚雪儿对不喜欢他的男人穷追不舍，更是不要脸的行为。你！楚雪儿气得跳脚。薛墨，你还护着他？凤娘跟我说时，我还不相信，原来你们真的是不纯洁的关系。乔玉儿牙根痒痒，凤娘，原来是这个女人散播的谣言，那就说得通了。玉儿，咱们走，不要理不相关的人。薛墨冷冷地丢下这句话，便扯着她的衣袖走。兄妹两个人回到薛家院子，却发现那里站着好几个人。乔玉儿定睛一看，全都是乔家人。她愣住了，一家子的极品怎么全都过来了？今儿个是刮了什么风啊，把你们四个都给刮过来了？孩子他娘，你看这呀，玉儿，你可算是回来了，可让我们一争好等。去山上了吗？哟，摘的都是什么东西啊？满满的一大筐。闺女，好久不见啊！我跟你爹还有你大哥二哥都挺想你的。得知你在薛家过得不错，我这个当娘的就放心了。乔玉儿没有吭声，只是眼神冷冷地看着他们，在搞什么把戏呢？却见邻居家的方大婶一把将他拉到一旁道：“玉儿啊，这是你爹娘啊，他们在这儿啊等了都小半个时辰了。这女人跟村民说，今天要把你买回去，说后悔卖你了，你可不要上了他们的当。能把自己闺女卖掉的都是黑心肝的。放心吧，方大婶，我不会回去的。哎，行，那就好。”乔玉儿点点头，她不惹别人，但别人惹到她身上，那就休怪她不客气。玉儿都是一家人，打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当初是爹娘不好，没钱才卖的，现在爹娘有钱了，就把你买回去。买回去？我是物品吗？可以随意买卖的？打我记事以来，每天都有吃不完的剩饭，干不完的农活，穿不完的破旧衣裳，买我回去继续被你们打骂使唤吗？我真不明白，同样都是喊你娘的，为什么你要这么区别对待呢？玉儿，你生气是应该的，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的娘啊。
乔玉儿呛道：“当初你把我卖给牙婆子，见我不从，还打破了我的头。若不是好心的薛家人买了我，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命在吗？”四哥，卖身契在你那儿吧？薛墨一脸煞气，眼神锐利的更像是一把刀，冷冷的看着那几人。卖身契是在我身上，从你们卖女儿的那刻起，就已断绝了血缘关系。乔玉儿就不再是乔家人，还请回吧。就是，都有卖身契，还好意思来买女儿？亲爱的爹娘，要买我回去也行。当初你们8两银子卖的，现在出10倍的价格把我买回去。姚氏瞪大了眼睛，他还没有反驳，就见一旁的乔永胜冲了出来，想要打人。乔玉儿，你想钱想疯了！你值80两银子吗？值不值？你不是心里最清楚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码头上晃来晃去，怎么看到我帮薛家挣钱，眼红了？乔玉儿，你现在翅膀硬了，连家人都不认，你要留在薛家也可以。这些年你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要给养育费。乔玉儿眸光冷冷，哼，你们配吗？从小到大，你在我身上花过有超过8两银子吗？若你不提醒我是你的女儿，我都以为我是乔兰儿的下人。每天做家务还不够，还被她使唤来使唤去，连衣服都要挑她穿剩下的，凭什么？乔兰儿气得破口大骂：贱人，矫情个什么劲儿！你能穿我剩下的衣服是你的福气，你给不给钱？如果你不给钱，我们乔家人跟你没完。当初的8两银子已经买断了，这里是薛家，还请你们离开。乔玉儿，你快给钱！你若不给，我们还会来这里闹，看你丢不丢得起这个人。随便你们。这下围观的村民都看不下去了，都在议论：天哪，这乔家人也太极品了，卖闺女还敢过来闹！咱们村再穷也不会卖闺女。乔家人奇怪得很，哥哥姐姐吃穿用度都差不多，偏偏把乔玉儿当丫鬟使唤。8成是看乔玉儿会挣钱，想认回闺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众人口沫横飞，那场面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够淹死他们。乔大水十分震惊，他这么大一把年纪了，何时被人这么指指点点过？孩子他娘，咱们先回，再闹下去也占不了便宜。走什么走？他想过安生日子，必须拿出钱来。乔永胜也出声附和：爹，咱们出来不都说好了吗？跟着赔钱货要钱，养育之恩大于天，怎么能不给钱？是呀，娘，赶紧想想办法。乔玉儿，只要你一次性的拿出30两银子，我们就桥归桥，路归路，断绝血缘关系。行，你们在这等我。他们满心欢喜的等待着，没想到乔玉儿去屋子里提了一桶水出来，朝着他们泼了过去。伴随着一阵尖叫声，4个人全都被淋了一身凉水，像极了落汤鸡。乔玉儿冷声质问：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拿。你这个不孝女，我跟你拼了！还没有碰到乔玉儿，就见薛墨眼疾手快地拿起院子里的一根竹竿往他手上打去，就见他痛得龇牙咧嘴，嗷嗷直叫呢。接着竹竿跟条灵活的蛇一般往那几个人身上打去，乔家人疼成了一团。薛墨不说话，身上散发的寒气跟12月的天气一样，冻得人发抖。再不滚的话，休怪我不客气了。他们赶紧狼狈地跑了。四哥，你吓唬人还挺有一套嘛。我不是吓唬他们，我是真的想打人，不客气了。他们赶紧狼狈地跑了。四哥，你吓唬人还挺有一套嘛。我不是吓唬他们，我是真的想打人。乔玉儿笑笑，有人撑腰的感觉真好。乔家人走了之后，村民见没有热闹瞧了，都散开了。兄妹俩一前一后的进了屋。玉儿，这个卖身契给你，你是自由身，不受任何人约束。薛墨见他眼眶红红的，就知道他想起了那些伤心事。玉儿，都过去了，只要你愿意，薛家永远是你的家，我们永远都是护着你的哥哥。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谢谢四哥。别客气，谁让我是你哥哥。对了，你最近要小心乔家，我怕他们要钱不成，会给你使绊子。到了晚上，薛家人回来得知了这个事儿，薛东气得一锤砸在了桌子上。这个乔家人太欺负人了，现在想要回女儿，早干什么去了？真是活久见，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父母。好了，大哥二哥，你们也别生气了，不要理他们就成了。玉儿，你也别多想，你放心，只要有薛家人在的一天，绝不会让乔家人欺负你。你就是薛家的妹妹，我们都护着你，不管贫穷富有，还是生老病死，我们的心都是永远连在一块的。谢谢大哥。行，那时辰都不早了，大家早点歇息吧。次日一大早，薛家人正围在一起吃早饭呢，就见回春堂的伙计跑来给薛墨回信了。薛墨一听，今日就可以给小五看病，他高兴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四哥，怎么啦？
大哥二哥，给小五看病的银子我们凑够了。那回春堂也回信了，说神医在他那儿落脚，让今儿个就带小五去治病。这么快？小五聋哑，他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但是看他们欣喜的表情，他也很想知道谈话的内容。就见薛竹对他打手语，他似懂非懂。小五可以治病了，或许你很快就可以跟正常的孩子一样说话。去学堂。走，小五，姐姐带你看病去，早点去，别耽误了。要不我们都一起去吧？乔玉儿轻咳一声，这么一大家子去的话，牛车都坐不下呢，这阵势也太吓人了。薛见薛默道：大哥二哥，你们不是要去镇上摆摊吗？小五的病，我跟玉儿一起去就可以了。乔玉儿松了口气，他真怕大哥跟二哥一起跟上，这人越多就越容易穿帮露馅儿。他附和的点头：对呀，我跟四哥一起去就可以了，我们包辆村里的牛车去镇上。那好吧。于是乎，一家人赶紧把银子凑起来，所有的家当都沉甸甸的一并交给了薛默。他们的银子先用，不够再用乔玉儿的钱。他喊了村里的牛车过来，一行三人坐在牛车上，整装待发。云香巧、文文全都站在门口送行。小五叔，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都等你的好消息。是呀，小五，等你回来了，大嫂给你做好吃的。行，时间不早了，你们赶紧去吧，小五就交给你们。大哥二哥，你们就放心吧。行，大家坐稳了，开始赶牛车了。赶牛车的大爷一声响亮的喊声过后，薛家人各自挥手踏上征途。薛家老四，你可算来了，韩大夫已经在里边等着你了。乔玉儿松了口气，还好这个伙计机灵，要不然他的马甲就掉了。世人很难把他这个村姑跟鼎鼎大名的神医联系在一起。一行三个人进去，就看见一名坐诊大夫，旁边排了好几个病人，而韩老大夫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翻看医书，一副等人的样子。你们来了，神医刚刚起床，直接进去就成。有劳韩老大夫了。韩大夫捋了捋胡子，医者仁心，这是我们当大夫应该做的，那就请你们在门这儿等着，其他闲杂人等不太方便进去。他说着就冲薛飞招手，却见这孩子一直握着乔玉儿的手不放。老大夫不好意思啊，这孩子特别黏我可以一起进去吗？韩大夫笑笑，心想着你不进去谁进去？但他面上倒不说话。这姑娘一人分饰两角，也不怕穿帮吗？这个嘛，我要问下神医，那你们在大堂坐会儿。四哥，你在想什么呢？你放心，这位神医啊是真的很厉害，他一定会治好小五的病。我没有担心，小五的病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就算失败也是常理。我是致敬韩大夫，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兢兢业业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儿，不骄不躁。毕竟是老字号嘛，有口碑的。韩大夫虽然性格古怪，但他人脉广，这不给介绍了神医吗？希望这次小五的病就可以得到根治。薛飞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表情认真。其实他什么都听不到。韩大夫很快就出来了。姑娘，神医准备好了，他同意你一块儿进去。至于这位，就麻烦在大堂静静等待。薛默点点头。有劳韩大夫。他们进了一个非常空旷的屋子，里面有张简陋的竹床，有张桌子上摆着药箱。孩子，在这儿好好躺会儿，我去喊神医。薛飞根据乔玉儿的手势看明白了内容，便乖乖地躺上去，闻着桌子上那缕缕淡淡的檀香味儿，没一会儿就感觉身子沉沉，进入了梦乡。乔玉儿跟韩大夫交换了个眼神，就见后者退了出去，将房门紧闭，并在门口守着。韩大夫在门口守着，屋里的乔玉儿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之前往里面充了银子，所有的医疗器械便可以随便使用。哇，主人你来了，现在只要用20点功德值就可以开始手术啦。好，乔玉儿点了点头。很快她所处的房间就出现了几台机器，系统出现了很多文字，上面全部都是使用流程。小五，好好的睡一觉，醒来后你就会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药系统不停地传出滴滴的声音，播报流程。乔玉儿先用仪器检测了他的耳朵，轮廓放大之后，里面的构造一清二楚。检测完毕，系统便滴滴滴的马不停蹄地找出了问题。主人，问题找到了，开始手术。乔玉儿拿出手术刀，仿佛回到了21世纪在医院做手术的场景。她一点都不害怕，按照系统给出的流程以及指示，一步步完成了手术。这场手术整整1个多时辰，韩老大夫在外面站的腿都快麻了，都没有看见乔玉儿出来，搞得他也紧张起来。可是乔玉儿交代让他不要进去，
韩老大夫左思右想，正准备去敲门时，就见门突然打开了。乔玉儿一脸的疲惫出现，治疗十分顺利，接下来病人需要一段时间的针灸，配合着药理，会很快恢复的。真的？那需要多久才能够痊愈呢？韩大夫急切地问。乔玉儿道：1个月之内定会恢复，不过前期会有些慢，需要一点一点的循环渐进。这期间还请韩老大夫帮忙针灸，我到时候会告诉你方法的。说着，乔玉儿又把门给合上了。她去空间兑换了些药物，又给自己梳理了一番，再把薛飞抱了出来。薛墨面色焦急的在大厅里面来回的踱步，等看到乔玉儿抱着薛飞出来，立马就接了过来。玉儿，怎么样？小五他……四哥，神医说治疗很成功，会在1个月之内恢复，到时候我带小五来回春堂几趟，配合着针灸跟神医给的药丸，就会痊愈的。薛家的某间卧房里，玉儿，这小五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这一觉睡得可真沉。薛墨叹道：“神医说药醒过了就会醒过来的。四哥，你先去忙你的吧，我陪着小五。”小玉儿守着都快要睡着了，感觉到薛飞的手指动了动，定睛一瞧，果然见他悠悠地睁开了眼。小五，你醒了，饿了吗？想不想吃点东西啊？薛飞一睁眼就能够看到他，真的好安心。姐。薛飞激动的嘴巴张了张，发出了微弱的嘶哑声音。乔玉儿听到这吐字清晰的声音，带着稚嫩的味道，她整个人激动的都在发颤。小五，你会说话了，你能够听到姐姐说话。姐，我能听到几个生字，但不是很全面。太好了，看来神医的治疗非常成功。小五，接下来咱们吃点药，定时去针灸，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知道了，姐姐，谢谢你。客气啥？乔玉儿笑着揉他的脑袋。对了，四哥去哪儿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感觉到院子里传来了动静，一抹高大的身影健步如飞的冲了进来。玉儿，是小五醒过来了吗？他怎么样？薛墨极力的克制内心的激动，好好的把话表达清楚。乔玉儿见他左手拎着野兔，右手拿着野鸡，这画面感也太强了。你又去山上了？不是让你别去吗？乔玉儿横了他一眼。我没事，腿脚早就好利索了。你给我的药非常好用。小五，你怎么样？四哥。当这道声音爆破而出时，薛墨就像是被锤了一记，脑袋嗡嗡的。他满脸震惊，嘴角微微颤动。小五，你会说话了，太好了。四哥，我能说话，但耳朵的话听得不全面。见薛墨还想连续问话，乔玉儿赶紧制止道：“四哥，小五的治疗还挺成功的，但他刚开始不适宜说太多话，听力的话需要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平时说话注意语速慢一点。”好。薛墨非常有耐心，跟他说话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速度不急不缓，又掷地有声。薛飞根据他的嘴型，还有一个字一个字的字音，便全部都听明白了。四哥，谢谢你。玉儿姐姐，谢谢你。好啦，慢慢来，不要太着急说话，我们有的是时间。饿了吧？姐姐给你做好吃的。薛家人回来时，迎接他们的不仅是一顿美餐，还有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小五叔，你真的可以说话了吗？他牵着他的手，笑着点点头。文文，哎呀，小五叔，你真的听到了呢，还会说话呢，太不可思议了。小五叔，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你继续喊我的名字。文文。呀，小五叔真的会说话了，这个送给你哦。文文将手里的小木马送给了他。谢谢文文。文文太开心了，一直拉着薛飞问个不停。到底是乔玉儿看不下去了，赶紧走过来。文文，你小五叔刚被治疗好的，刚开始不宜听太多的字，说太多的话，要慢慢的调养休息哦。姑姑，我知道了。薛飞的聋哑病困扰大家多年，眼下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薛家每个人都很高兴。薛竹搬了凳子，将饭菜摆好，大家入座。今儿个还真是好事临门，若薛凡也在的话，就更圆满了。见大家都围着薛飞嘘寒问暖，乔玉儿只好先动筷子，她盛了碗鸡汤递给薛飞。小五，喝点汤润润嗓子。小五，快尝尝。小五叔，吃鸡腿。小五，吃菜。被薛家人的爱意跟温暖包围着，薛飞的笑容是从未有过的明朗。他满足地吃着，说着沙哑的声音：“好好吃。”薛竹又夹了一些菜，给了薛家最大功臣的乔玉儿。薛飞的病能够得到圆满，全是玉儿的功劳，辛苦了，多吃点。
来，大家一起吃。饭后，大嫂抢着收拾碗筷，说什么都不让她干家务活。乔玉儿过来堂屋，就看见薛家三兄弟在算账呢。薛东问道：“四弟，这一次给小五看病花了玉儿多少钱？治疗一共200两银子，后续的针灸估摸着不用多少，我们兄弟加起来差不多100两银子，剩下的都是玉儿出的。”薛东道：“那就算100两银子，这钱我们3兄弟尽快挣回来给玉儿。小姑娘也15岁了，到时候找个好人家。”一想到乔玉儿还有1年多就要嫁人，3兄弟脸上都浮现了不舍。薛墨心里更不是滋味，这种感觉就好像心脏的一角被剥离。他拉着薛飞一起围着桌子坐。大哥，都是家里的钱，不用分得太清楚。说着，乔玉儿看了看映入眼帘的黄泥土坯墙，坑坑洼洼的泥地。薛家虽然添了些新家具，但整体看起来还是很破旧。乔玉儿又道：“大哥、二哥、四哥，我这里还剩下了一部分钱，加上月底的分红，足够盖个大房子。我想尽快把这些旧房子推倒，盖新房子。你们怎么看呀？”薛家3兄弟面面相觑，大家都沉默了。这薛飞的病刚刚花了一大笔的银子，现在他们口袋空空，那岂不是要用乔玉儿的钱盖房子了？薛东忍不住开口道：“玉儿，这盖房的事不用着急，我们总不能全都用你的钱。”乔玉儿有些恼：“大哥，你们老分得那么清楚，是不是不把我当妹妹呀？”大哥说的对。四哥，我的命是你救的，当初若不是你买了我，我早就是孤魂野鬼了。我那么努力的挣钱，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得好一点，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当外人呢？他明明是在生气，可3个男人却都万分感动。他们何德何能可以碰到这么好的姑娘？他们家的4弟有福气，救了这样的福宝，这就是他们薛家的福报吧。薛墨无奈地揉了揉他乌黑的秀发，叹了一口气，算是默认了这个说法。大哥，你还没有说呢，我们造房子需要多少银子？薛东想了想：“咱家的房子很老旧，得推倒，若要建大一点，得向四周围扩建，这得跟村长申请下，还得买下周围的宅基地。”大哥说的有道理，那不就相当于多买一点宅基地，扩大建筑？乔玉儿心中已经有了一张设计图纸，地基得多买几块。偌大的薛家分成了6份，每个人都是1份，而他想要拥有一栋独立精致的小阁楼。薛家3兄弟笑盈盈地看着乔玉儿，一副任由他做主的样子。薛墨表情深沉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看玉儿挺有想法的，不如这房子的设计建造就交给他吧。”薛东点点头：“那就交给玉儿吧，跑腿的事我来干，我去找村长谈宅基地。”薛竹道：“这个交给大哥。那薛家现在要造房子了，我们码头摊位的人手定是不够的，我打算请2个村里人充当帮忙的伙计。”乔玉儿满意的点点头：“快餐摊位忙的话，可以请2个伙计，1个摊位1个伙计，若人手不够，可以继续加伙计，这样大哥跟二哥有时间有事情也可以回村，要不然被这摊位绊住了脚走不开也挺麻烦的。”行，那找人的事儿交给我，宅基地的事儿交给大哥，至于拆建房子的工作让4弟去训人，至于房子怎么建造造多少，一切让玉儿说了算。行，时间不早了，那大家都早点回房歇歇吧。不过是3天的功夫，新房子就垒起了地基，有了雏形。而薛家这一切的变化跟进展，乔玉儿打算亲自去学堂跟薛凡分享。此刻的乔玉儿坐在牛车上，半个时辰之后，牛车在人才学堂门口停下，朝他喊道：“三哥，我在这儿！”那清脆的喊声在人群中非常有辨识度，不少学子都多看了他几眼。如今的乔玉儿像是脱胎换骨了似的，她越来越好看。薛凡，这是你妹妹呀？怎么没有听说过啊？长得真是小家碧玉。薛凡哥，你妹妹许人家了没有？关于这样的问题，薛凡无一例外的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功课做完了吗？书看完了吗？夫子吩咐的文章写好了吗？薛凡声音不咸不淡的发出了致命3连问，成功的堵住了这些人的嘴。听他那意思，想要娶他的妹妹，必须要科举前3甲才行。乔玉儿笑了笑，三哥，你的嘴巴还是这么不饶人呢。走，我带你去咱们的摊位吃好吃的。好，走吧。2个人坐在牛车上，乔玉儿看着赶牛车的大爷，突然问道：“刘大爷，你会赶马车吗？”“当然会呀，怎么，你想买马车呢？”乔玉儿点点头，用手遮挡了一下脸上的阳光，却见薛凡张开了宽大的衣袖帮他挡太阳。这个三哥还是会疼人的。行啊，马车好，你们这些细皮嫩肉的，别晒黑了才好。你若不嫌弃，我愿意当你的车夫，
任听姑娘的差遣。乔玉儿笑道：“那就有劳刘大爷了。”牛车先是经过了主街道薛家快餐的摊位，现场人满为患。薛凡看到这一幕，却万分的震惊。他听到好消息是一回事，可亲眼听到薛飞会说话又是另外一回事。小五真的会说话了，而且手脚挺麻利的。玉儿，咱在这儿吃吗？三哥，薛飞正忙着呢，咱们别打扰他，先去码头看看，回头再说。行。一炷香的时间过后，牛车停在了码头。码头的薛家快餐摊位同样人满为患。远远的就看到薛竹、江金桃还有一个村里大婶儿忙得不可开交。乔玉儿拉着薛凡去排队，带他体验了一把当顾客的感觉。排了好一会儿的队，才轮到了乔玉儿。他点了好几个菜，江金桃打好食物递给他。啊，玉儿姑娘，怎么是你啊？哎，你叫妹妹过来了。旁边那位是你三弟吗？薛凡、玉儿，你们咋来了？我这忙昏头了，才看到你们。哼，二哥啊，你忙你的，我们吃我们的。乔玉儿笑笑，跟薛凡两个人点好了菜，就坐在一旁的桌子吃饭。兄妹两个人时不时的交头接耳，时不时的看一眼薛竹跟江金桃几眼。那两个人配合默契，像极了新婚夫妻。三哥，你看看未来的二嫂，能干吧？长得也不错，家世也清白，性子呀大大咧咧，还没有什么坏心思。这姑娘好是好，但跟乔玉儿比起来差远了。我就不做评价了，反正娶她的人是二哥，二哥喜欢就好。至于薛家建房的事，你看着安排就好，若地方足够，多个书房也无妨。三哥，你呢？对了，三哥，你的书温习的如何？我温习过了，乡试在8月份，下个月底我会在家小住几天，养精蓄锐，准备乡试。好的呢，三哥，家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操心，只管看你的书。放心，这次我有把握会给你们考个功名出来。平常心就好。兄妹两个人相谈甚欢，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另外一桌有个吃饭的汉子正偷偷的从衣袖里掏出什么东西往饭菜里扔去。那一刻，那汉子突然跳起来，把筷子打飞了出去。天哪，你们薛家摊位太坑人了，居然把老鼠幼崽当猪肉，怪不得你们的荤菜卖得那么便宜，原来是这么恶心人的。众人闻讯一看，那盘子的卤肉里面正好夹着老鼠幼崽，旁边的食客全都呕了出来。这位大哥，麻烦你栽赃陷害也要仔细一点，肉的东西被当成了肉炒熟了，为何还会动呢？定是你自己放进去的。你胡说八道什么？明明这就是你们这里的东西不干净，要不然你说你们荤菜这么便宜，你们挣什么？那汉子说的正起劲儿，丝毫没有注意薛竹已经站在了他的后面，直接把他的胳膊拧起来，将他的身上搜了个遍，发现他的衣袖里竟然还藏着几只小老鼠崽。这下围观的人全都炸开了锅。天哪，是这个人放进去的，这是眼红薛家生意过来搞破坏的，太恶心了。不过薛家的荤菜便宜的让人怀疑，话说这薛家是不是被恶势力给盯上？毕竟在这镇上做长久生意得背靠大山呐。你快说，幕后指使人是谁？要不然我们就把你扭到衙门去。那汉子哪见过这等架势，当场就招了。我说还不成吗？是乔永胜指使我这么做的。他说要你们的生意做不下去，你有怨气就找你哥去，不要找我。那汉子说完就推了薛竹一把，趁机溜之大吉。薛竹想要去追，就被乔玉儿给拦住了。二哥，这是因我而起，我会去解决的。虽说这件事情是误会，但刚开始还一窝蜂来吃饭的人全都跑开了。林雪芳经常在码头上晃，看到这一幕，脸色冷冷的，正要躲起来，却被乔玉儿眼尖的看到了。哟，这不是跟我哥相过亲的雪芳姑娘，怎么还对我哥没有死心，还打算纠缠他？乔玉儿，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哪里纠缠他了？我只是碰巧路过。哥，你可都看清楚了，这女人一看咱们惹上了麻烦，就装作不认识，你以后呀可要离她远点。林雪芳咬牙，却无法找出理由反驳。她看到薛竹身后的江金桃十分小鸟依人的站在那儿，嘿，这个傻女人把薛竹当成了宝，到时候惹上麻烦连累家人还不知道怎么哭呢。唉，金桃姐姐，你也看到了，被这么一闹，薛家的生意呀定会受到影响，未来也给不了你那么高的月俸，而你还会惹上麻烦，要不然你明天就不要来了。玉儿妹妹，我不怕，不管你给我多少工钱，我都可以的。啊，金桃姐姐，可是你毕竟是个未出阁的姑娘，若天天在这摊位上抛头露面的，对你的名声会有影响的。乔玉儿的这话算是提醒了薛竹，她眸光深深的看着江金桃，用2个人能够听到的声音道：金桃，我愿意娶你为妻，你若是答应的话，3天内给我回复。江金桃没有想到薛竹会说这个，这对她来说太突然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二哥，这次薛家遇上麻烦了，怕是以后的生意啊都没得做，薛家又要过苦日子了，你怕不怕？薛竹不如薛凡聪明，薛凡从头到尾的看着，便明白乔玉儿这唱的是哪出戏。薛竹道：我不怕吃苦，大不了我又回去卖以前的竹制品。江金桃也不离不弃道：薛竹哥，只要手脚勤快，总不会被饿死的。喂，你还走不走啊？以后离薛家远点。林雪芳没有占到便宜，她气得跺了跺脚，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些人惹上了麻烦，还自以为找了个好男人，真是不知所谓。说完，她便气呼呼地走了。乔玉儿想笑，果然是段位低的白莲花呀，轻而易举的就能灭了，这也太没挑战性了，没劲儿。行了，二哥，这样闹了以后啊，我们这几天的生意都不会很好。趁着空闲，你也歇息几天，这段时间呀，辛苦你了。那玉儿妹妹，眼下没别的事，我先回去了。你们摆的时候啊，一定要喊我。江金桃再三交代着。好的，金桃姐姐。好啦，二哥别看了，人都走远了，咱们呢先收摊，送三哥去学堂。乔玉儿的眼珠子转了转，等送薛凡回去，他就亲自去乔家一趟，不给乔家人一点教训，他们以后还会作妖的。他今儿个就让乔家人彻底死心，也好让全村的人都见证一番。他乔玉儿从此不再是乔家人。将薛凡送去学堂，乔玉儿便跟薛竹达成一致，去了广元村。广元村，当牛车缓缓地驶进了村子，兄妹二人的高颜值又是生面孔，很快就引起了村民的注意。这是乔玉儿吗？对呀，好像就是乔家的小闺女，看着像，看着又不像。各位父老乡亲，你们好，没错，我就是乔家的乔玉儿。啊，不对，我现在不能算乔家的女儿了。他故意留下了悬念，就让薛竹赶牛车走。薛竹得令，用手挥了一下牛臂，哞的一声，牛车稳稳地停在了乔家院子里。牛车刚停下没多久，那些看热闹的村民便闻讯而来，大家议论纷纷。哎，奇怪了，乔家小闺女不是听说嫁出去了吗？难道这是她相公？长得倒是周正，就好像是有点穷酸了。哪里穷酸了？这衣服都不打补丁的，家里都有牛车，应该也不差的。乔家邻居的婶子还特别热情，跑到屋子里喊：乔家的，你们还不出来呢？你们家小闺女跟女婿过来看你们了呢。瞧瞧这一牛车的东西，也不知道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呢。乔家人全部都跑了出来。你怎么来了？乔永胜十分的心虚。我亲爱的大哥，这是乔家，我怎么就不能来了呀？乔玉儿踩着帘布过去，很自然地坐在了院子的石墩上。她翘着二郎腿，眸光嘲讽地看着这几个表情各异的人。乔玉儿坐在那，光是那份气场就赢了。玉儿啊，你可算是回门了，娘好想你呀！来，快去屋子里坐。娘，这里有风凉快，屋子里呀太热了。论演技，他乔玉儿会输。他不动声色地拒绝了他的好意，扫了一眼怪不自在的乔永胜，出其不意地往他身上扔出几个粉粉嫩嫩的小东西。就见对方条件反射地退了几步，脸上一片惊慌，嘴里还叫嚣着：黑家伙，你赶紧把你这些鬼东西拿走，你扔我干什么？等他看清楚，扔他的是几块圆乎乎的生猪肉，他瞬间又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天哪，他刚才还以为是那一窝老鼠崽在身上呢。哼，大哥，这是属于你的东西，我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你呀不要嫌弃，如果不够的话，我这里还有。见他还往衣袖里掏，乔永胜还以为这一次是真的有老鼠崽，他立马跳起来，一口承认道：是我派人去捣乱的，怎么样？谁让你这个赔钱货胳膊肘往外拐了？他叫骂的时候，乔家人全部都在旁边站着，一个个跟木桩子般。乔大水这个窝囊爹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而姚氏的眼珠子转转，盯着乔玉儿，眼睛犀利。村民一听，哎，这不对劲儿啊，好像有内情，这是啥情况呢？乡亲们，这是我们的家事，麻烦你们先回去好吗？村民嘴上说着回去，但全都躲在墙角根偷听呢。乔家人见闲杂人等都退去了，也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姚氏不耐烦道：乔玉儿，你想断绝血缘关系可以，给30两银子买15年的养育费，你非要赌一口气不肯给钱，以后你在薛家还有好日子过吗？我亲爱的爹娘、哥哥、妹妹、嫂子，哦不，是吸血鬼的乔家人，当初你们把我卖了，一手收钱，一手给人，那个卖身契不就是代表了断绝关系吗？他说着，脚步上前了几步，
靠近乔家的当家做主的姚氏道：“你以为我拿你没办法吗？你们再敢捣乱，我就把你们告到衙门去，我看你们怎么办。”他跺着脚道：“县衙老爷忙着呢，才不会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少吓唬我了。”说我不敢，你尽管试试。乔兰儿看不过眼，去扯了姚氏的胳膊：“娘，你跟他废什么话？还不如把真相告诉他。”乔玉儿敏锐地嗅到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什么真相？你们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不等他回神，就见乔兰儿瞅着自家的爹娘，看大家都没有要把真相告诉他的样子，他就忍不住地发作了。乔玉儿，实话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是乔家人，你这个白眼狼，你是我娘在镇子上捡回来的。乍然听到这个消息，不仅乔玉儿震惊，就连一旁的薛竹都久久不能回神。乔玉儿没想到养了他们15年的爹娘居然不是亲生的，看着那几张苍老又面露狰狞的脸，他不知道是该庆幸呢还是该好笑呢。你说的是真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又夹杂着一丝期待。若他真的不是亲生的，那他的亲生父母在哪？为什么要丢弃他呢？难道是因为他是个女儿身吗？你们为什么要捡我回来？听得出乔玉儿的声音在抖。薛竹上前握了握他的手，给他传递温暖跟力量。二哥，我没事，因为我娘想把我培养成大家闺秀，接你回来不过是想让你当我的丫鬟，所以说让你给15年的抚养费，30两银子要的不多。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乔玉儿疯了一般的冲进了乔家屋子里，在一众人的喊声中，他冲进那个又破又旧的房间，他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一丝蛛丝马迹。乔兰儿怒道：“你又在发什么疯？你的房间早就被整理了，现在是杂货房。”乔玉儿回眸，神情越发的冷，朝他伸了伸手：“既然你们把我捡回来，我身上可有什么特征？我的亲生父母可有给我留下什么东西？”说起这个，姚氏就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我呸，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以为你是好人家的闺女吗？我看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珠胎暗结的产物，要不然怎么把你丢在路上？不准你侮辱我爹娘！”乔玉儿怒道。乔兰儿看出来了，这个乔玉儿压根不会给钱的。她赶紧回到闺房，拿出一个包裹婴儿的小被子，甩给他道：“这是当初包裹你的那块布，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兰儿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东西给他呢？这可是唯一的线索，咱们还怎么跟他要钱呢？娘，你看这小贱蹄子现在厉害着呢，他怎么可能会给我们钱呢？当初卖他得了8两银子，也算是回本了吧？乔玉儿虽然讨厌这个姐姐，但看在他把东西给他的份上，他眯眸丢下了一句话：“小兰儿，看你还有一丝良心的份上，我送你一句话，小心白丽志，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好男人，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说完这句话，他就气冲冲地拉着薛竹就走。乔兰儿追了上来，冲着他的背影骂道：“乔玉儿，你混蛋，居然敢说我的未婚夫的坏话，我才不会相信你的挑拨离间呢！”回应他的是牛车扬起的一片尘土。养育之恩大于天，要不是我当初把他给捡回来，他早就死在了街头上。这个白眼狼是不会死心的，他得找个机会再去要钱。乔兰儿叹息：“得了吧娘，也就是他是命里顽强，跟个打不死的小草一般，按照你的虐待早就死了，野种就是野种。”而此时坐在牛车上往回走的乔玉儿一直捏着那块包裹婴儿用的布料，陷入了沉思。除了这一块包裹婴儿的锦被，便什么线索都没有了，跟大海捞针一般。玉儿，你别想了，或许你的亲生父母抛弃你是有苦衷的。会有苦衷吗？这不重要，你若能找到亲生父母就更好了。若找不到，你就是薛家的妹妹啊。现在你跟乔家没关系了，你若是想改姓都可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哥哥，会一直护着你。二哥，谢谢你，可是我还是想知道真相，哪怕是他们真的抛弃了我，我也想去问一下原因。玉儿，这件事你就别想了，这茫茫人海中都10几年过去了，也挺不好找的。你放心，这件事倒是跟薛凡和薛墨说说，3弟跟4弟见多识广，估计会有消息的。乔玉儿跟薛竹提前回到了薛家，便引起了薛东的注意。得知摊位出了点事儿，在得知乔玉儿去找乔家人算账的时候，意外得知了他的身世，更是不胜唏嘘。玉儿，你也别想那么多，你安心的在薛家住下，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哥哥。不管你能不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我们都跟以前一样疼你爱你，帮你找个好人家，好吗？都说长兄如父，薛东这个人成熟稳重，憨厚又踏实可靠。看到他温和的笑容，柔和的语句，乔玉儿红了眼睛，鼻子一酸，眼泪就这么止不住的掉落。好了，玉儿乖，不要哭了啊。
薛东将他搂入怀中，拍了拍他的背，就像哄孩子一样。大哥给他的感觉真的好踏实。乔玉儿才抱了好一会儿，这才松开了他。他抹了抹自己的眼泪，大哥，谢谢你，我好多了。薛东笑了笑，傻妹妹，想哭就哭，我们又不会笑话你。大哥，这阵子辛苦你了，看薛家建房的进度还挺快的呢。玉儿，你放心，按照这个进度，30天之内肯定能建好的。这些壮丁全部都是薛墨精挑细选来的，个个都是盖房的一把好手。看着崭新的薛家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乔玉儿很有归属感。他姓不姓薛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能够感受到家里的温暖就好了。他们已经搬进新房这边住了。薛东考虑到他这个大男人心思没有那么细腻，就接了云香桥镇子上的班，让自家媳妇在家里多陪陪他。玉儿，这就是包裹你的那块布料吗？看着花纹粉粉嫩嫩的，质地手感都很好哎，总感觉这块布料不便宜呢。乔玉儿这几天都在恍恍惚惚中度过，乍然听到大嫂这么一说，就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一下子清醒了。大嫂，你说的对，或许我的身世可以从这块布料下手。玉儿，你随身携带这么大一块布料也不方便，不如我给你做块手帕或者香囊都可以。乔玉儿眼睛一亮，大嫂，这个可以有，你好聪明啊，这是个好主意。哪里是我聪明啊，是你这几天呀都不在状态。那你呢，是要手帕还是要香囊啊？香囊吧。哎，这好办，我现在就给你弄。他的手是真的非常巧，不过半个时辰，一个全新的香囊就新鲜出炉。哇，大嫂，你的女工好厉害呀！你二嫂的女工也不赖哟。她给薛竹绣的那个鸳鸯香囊我看到了，真的比我绣的还要精致呢。啊，傻丫头，你这都还不懂呀？那姑娘都回了鸳鸯香囊，就是表示啊愿意嫁给他了。你二哥高兴的跟什么似的。他今个已经兴冲冲的去镇上买好礼物，去女方家上门提亲了。大嫂，那他们成亲的日子选好了没有啊？咱们这房子估摸着7月中旬能盖好，他们挑的日子呀是7月28日。我已经给薛凡还有薛墨他们都带了口信儿，等7月底啊，他们全部都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们薛家热热闹闹的，想想就美好啊！太好了！乔玉儿便喊来村里的刘大爷，驾着马车载着他跟云香巧去了镇上。马车直接在杂货铺停下。乔玉儿一进门就跟店里的伙计说道：“小哥，麻烦给我拿对交杯酒杯、龙凤蜡烛、上好的红纸，还有……”好的，两位姑娘请稍等。大嫂，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缺的，一次性给补齐了。差不多了。那就买好这几样东西，我们就回去。2楼雅间正在查账的裴俊听到熟悉的说话声，心思一动，难不成乔玉儿光临裴家的杂货铺了？倒有个把月没有见到他了，竟然还挺想念的。掌柜不知道这裴公子怎么对账对了一半，就割下了笔墨下了楼。哎，原来是裴公子呀！裴俊打量着乔玉儿，眸中闪过一抹惊艳。1个多月不见，他的变化可真是不小呀。这会儿伙计将乔玉儿要的蜡烛等东西全部都拿了出来。姑娘，一共是1两半银子。乔玉儿正在数钱，就听裴俊道：“算了，都是自家店铺，不用钱。”他看了一眼东西，全都是成亲用的，又是心头一紧，紧张的脱口而出：“怎么，玉儿姑娘是要成亲吗？”问这个问题是何用意？他挺尴尬的，正想解释，就见身旁的云香巧看着这个贵公子，嘴角含着笑意：“裴公子是吧？是薛家老二要成亲，您若是方便的话，明天可以过来喝杯喜酒。”他还没有见过这么俊俏的公子哥呢，但是他是过来人，那公子看乔玉儿的眼神，就知道那公子对玉儿有意思。大嫂，裴公子可是个大忙人，他跟薛家又没什么交情。玉儿，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手底下那些人都是吃干饭的，要是事事都要我亲力亲为，我还要他们做什么呢？他将碎银子往桌子上一拍：“买卖，当然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裴公子看他拍银子的动作潇洒利落，真是越看越好看，感觉他的一举一动都好看。乔玉儿拿了东西，正准备走时，就见裴俊轻咳了一声：“这么着急走，这么不待见我，跟你见了那么多次面，怎么也得算是朋友了吧？来，过来喝盏茶叙叙旧。”乔玉儿心想，想要在镇子上混，抱紧这样的大老爷的大腿也是挺不错的，那就喝茶吧，谁怕谁呢？这是上好的碧螺春，至于味道吗？裴家的茶叶怎么可能会差呢？裴俊倒是震惊了，虽说他评价不出这个茶好在哪儿，但能够喝出是碧螺春已经不简单了。他真的是个村姑吗？这一次他准备在镇上待久一点，想探一下乔玉儿的心思。不错。
裴俊给了2个字的评价。乔玉儿不解，什么不错？我说你这个人不错呀嘛，我的眼光那么高，很少有姑娘能入我的眼，而你成功的让我高看你几眼。果然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会看人是种本事，这技能很重要。怎么，你以为我想挖你当人才？哼，你错了。裴俊把玩着茶盏，笑了笑。此刻的云香巧被掌柜安排坐在一旁，又是茶水又是点心的伺候着，他怪不习惯的。这会儿看2个人的互动，越发的觉得心里安慰。这个裴公子真的好喜欢乔玉儿。乔玉儿，就算你想挖我，我也不会去的。帮人打工多没意思呀，做自己的女王才有意思。为什么不愿意被我挖呢？你可知道我们裴家可是镇上的首富，跟我合作可以让你从一个无名小辈变得赫赫有名。我敢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人敢去找薛家的麻烦。我们薛家本本分分的做生意，为什么要怕别人找麻烦呀？再说了，衙门老爷我都打听过了，他是个好官，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儿，我相信他一定会主持公道的。这就是你在镇上胆大妄为的原因。裴俊大吃一惊，这样的女子若能够成为他的贤内助，他相信裴家的家业会更上一层楼的。姑娘家那么好强做什么？趁着青春美貌，找个好人家嫁了才是正道。噗的一声，乔玉儿喝到嘴里的茶就喷了出来，她被呛得脸通红。这嫁人可是关系女人后半辈子的幸福，说嫁得好呢，这日子勉强能过；说嫁得不好，那这半辈子就毁了。林香巧直接被乔玉儿的话给呛到了，她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她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这都是什么歪理邪说呀？可仔细听，好像挺有道理的。乔玉儿瞅了她一眼，大嫂，你不用担心，大哥这个人呐，绝对不会娶小妾的。你大哥现在没钱没势而已，等他有了权力、金钱、地位，他不会一直守着一个女人。见他这样说薛东，乔玉儿立马跟他杠上了，脸色难看道：别人可能会，但我大哥绝对不会，你不了解他，还请别乱说。你这是……裴俊被堵得心里挺难受的，他都没有听乔玉儿夸过他，没想到他这么维护一个山里汉子，他不太高兴道：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你终究还是太嫩了。乔玉儿作为一个穿越女，都活了2辈子了，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当即白了他一眼。不好意思啊，裴公子，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再会。裴俊点点头。明天是你二哥成亲的日子，你一定很忙，明天见。他正准备换贴身随从去驾马车送他，就听见乔玉儿语气生硬的拒绝：不必了，我自己有马车。他说完就直接拉着云香桥上了马车，那骄傲的样子让人哭笑不得。等乔玉儿那辆马车走远之后，一旁的掌柜看不下去了，吐槽着乔玉儿：公子，那姑娘如此不识好歹，你又何必碰钉子？裴俊嘴角勾着一抹笑意，好笑道：若是个个都顺从，跟木头美人有什么区别？掌柜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了。公子们都是这样，喜欢自己的不屑一顾，不喜欢自己的趋之若鹜。他想起裴老夫人总说公子年纪不小，让他尽快娶妻成亲，说是这样的村妇进了裴家大门，老夫人定然会被气死。公子，你还是歇了这份心思吧，那姑娘这身份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正妻的。你现在长能耐了，居然敢对本公子的事指手画脚。乔玉儿跟着云香巧坐着马车回到家，就见薛东在院子里翘首以盼，看着他们提着东西下马车，他笑了笑：回来了，这下都买齐了吧？乔玉儿把东西摆放出来：大哥，你看看，都是小件的东西，应该齐整了。薛东仔细翻了翻，没什么可差的，正准备合上包裹时，却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精致的红盒子。打开一看，居然是一根碧玉簪子，成色极好，质地清透，一看就不便宜。这门外传来了动静，是薛凡、薛墨2个人回来了。2兄弟刚进门，还纳闷家人怎么不出来迎接呢？见大家此刻都盯着一根簪子打量，乔玉儿看着这根簪子，眸色惊变，就连3哥4哥回来都忘了打招呼。啊，回来了。玉儿，你什么时候买的这根簪子啊？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买来送新娘子的。这簪子看起来挺贵重的，2个人都在回忆。玉儿，我想起来了，这8成是那个裴公子送你的礼物，他好像挺喜欢你的。他怎么没有听说过什么公子哥？哪儿冒出来的？这簪子一看就值钱，男人送首饰给姑娘，基本上都是送给心上人的。玉儿，你嫂子说的是真的吗？乔玉儿一脸无辜：大哥，这个包裹就是杂货铺打包给我们的，至于这个簪子不在我们的购买范围之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薛墨听得云里雾里的，
见他们神色各异，紧张地问道：“怎么，这三子有什么问题？”薛凡同样投去了疑惑的眸光。云香巧笑着解释：“你们还不知道吧？有公子哥啊看上了玉儿，这不送了根簪子，我看八成是定情信物呢。”接着，他便将在镇子上发生的事情跟他们都说了一遍。薛墨听到这话，只感觉大白天的好像被雷劈了一下，脑子一片空白，思绪混乱。大嫂，那个贵公子是何许人？家住何方？家里是做什么的？跟玉儿认识多久了？可否让我们见见他？四弟还真是个好哥哥典范，竟一股脑想出这么多问题。薛东叹道：“得了，这件事玉儿会自有定夺的，咱们就别操心了，还是赶紧布置下薛家。明天薛主就要成亲了呢。”薛凡道：“大哥啊，四弟，从今儿个起，我得在家小住半个月，然后就直接参加乡试了。”薛墨也道：“大哥三哥，镖局这阵子也没什么活，我也会在家待一阵子。得，现在的摊位很忙，你们在家闲着，偶尔也可以帮帮忙。”乔玉儿见大家都回来了，这个薛家立马变得热热闹闹的，她十分开心。从明天起，这个薛家又多了一个新成员，会更加的热闹。她特意去喜房检查了一遍，红被子、红地毯全都布置妥当。好了，大功告成。乔玉儿拍了拍手，正准备出去时，却见薛墨高大的身影站在门口。玉儿，这次辛苦你了。薛墨说着，便将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子交给了他。四哥，你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不算什么，若哪天能接到去京城的镖役，赏金会更多。四哥，挣钱固然重要，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乔玉儿说着，从衣袖里掏出了一瓶药道：“四哥，这个是我花高价钱买的回魂丹，失去生命特征的人，只要在1个时辰之内服下去，就会生还的。”他也没有问其他的原因，或许那个公子哥是他想多了，等他查清楚了再说。次日一早，天色还蒙蒙亮，乔玉儿起来便看到院子里好多的村妇摘菜、杀鱼、杀鸡，妇人们忙忙碌碌的为今天的酒席做准备。玉儿，今天可真漂亮呀！父老乡亲们好，你们早。今个是我二哥的大喜日子，一会儿可要多吃一点哦。好说好说，恭喜你们了。乔玉儿去寻云香巧的身影，见大嫂正在新房里忙碌。玉儿，这些啊全都是你二嫂亲自绣的，看看这女工堪称一绝。确实不错。乔玉儿笑了笑，时辰差不多了，薛东便带着薛飞跟文文站在了薛家的院门口，给路过的孩子们发喜糖。薛墨则是在放鞭炮，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之后，薛家的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喜气洋洋。最开心莫过于薛飞跟文文这2个孩子。薛飞的聋哑已经好利索了，这会儿就见他在村口张望，没一会儿就乐颠颠地跑回家，扯着乔玉儿的衣袖道：“姐姐，有辆豪华马车朝着这边驶过来了。”所有的村民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马车缓缓过来，原以为是接亲的队伍。薛墨跟薛凡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马车停在了薛家门口，车帘微动，车上的公子下了马车，姿态优雅地走了过来。薛家人面面相觑，薛凡愣了好一会儿，这才啧舌道：“四弟，这该不会就是喜欢玉儿的那个公子吧？果真是一表人才。”我眯了眯双眸，声音冰冷：“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云香巧看到他的到来，又惊又讶：“裴公子，没想到您真的过来了。”裴俊就喜欢这种众人瞩目的感觉，尤其是这一众的村民眼里的热情抵挡不住。他凤眸瞥了一旁的随从，十一心领神会的奉上了一个精致的木匣子。薛家大嫂，这是我家公子亲自挑选的贺礼，祝薛家二哥新婚愉快。话音刚落，围观的村民便炸开了锅的议论：“这个薛家不得了啊，何时认识这么贵气的公子哥？当真不得了，谁能想到以前穷得叮当响的薛家，如今能成为村里的首富呢？”薛家大嫂，玉儿呢？怎么没有看到他人？答道：“玉儿可能在灶房里帮忙的，她做饭可好吃了。那裴公子稍等，我这就去喊他过来。”薛东招呼完父老乡亲，回去就看到了这个贵公子，他客气道：“裴公子过来了，真是稀客，这人到了便可以了，让您破费了。一点心意不足挂齿，谁让我跟玉儿那么相熟呢？他的二哥就是我的二哥。”裴俊脸不红心不跳道：“他就喜欢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表明自己的心意。他对乔玉儿的心思天地可见，不必遮遮掩掩。”而从灶房里出来的乔玉儿看到裴俊的出现，头疼地跑了过来，扯过他的衣袖，拽到院墙的一角：“裴公子，你怎么来了？”“来给二哥道喜。怎么了？车有问题？”“可我跟你不熟，你这么一来，村民会误会的。”“一回生二回熟，我们见过几回，应该算是滚瓜烂熟。”
至于村民会不会误会，嘴巴长在他们身上，岂是你我能够控制的？我一介村姑，声名狼藉不要紧，若是连累到了裴公子，影响你行走江湖。裴俊哭笑不得的想要解释，就见一抹高大的身影阔步而来，薛墨一把抓住乔玉儿的手，语气有些生硬：玉儿，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啊？怎么了，四哥？二哥接亲快回来了吗？薛墨点点头，抓着他从裴俊的身旁擦肩而过，两双眸子在空气当中遇见，喷散着火花四溅。回想乔玉儿对他的称呼，裴俊恍然：薛家四哥，久仰大名，我是镇上的裴家公子。你是谁？我没有兴趣知道。乔玉儿忍不住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四哥这个人可真是块冰块。话题终结者，瞧瞧裴俊那个脸黑的呀！新郎新娘过来喽！伴随着鞭炮声、欢呼声，穿着新郎礼服、赶着牛车接亲回来的薛竹意气风发。啊，新娘子来了哟！孩子们蹦蹦跳跳的欢呼着。牛车停下后，西婆便赶紧搬了个凳子过来，扶着新娘子下牛车。西婆欢天喜地道：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接下来便是很重要的环节，那就是被众人簇拥着回新房的新郎得给新娘子挑红盖头。所有人都熙熙攘攘地挤在了喜门旁边。新娘子端坐喜床上，西婆见新郎官走神，笑着递来了秤杆。新郎官儿别发愣，赶紧呀挑新娘子的红盖头，一会儿啊有你看的。盖头掀开后，新娘的花容月貌便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盛装之下的江金桃娇俏可人，薛竹眼睛都看直了。乔玉儿眼中闪过一丝皎洁，伸手推了他一把。就见薛竹没有防备，身子直咧咧地往着新娘子身上倒。江金桃下意识地伸手去接，但又架不住高大身躯的力量感，直接被压倒在床。两个人瞬间成了叠罗汉，好巧不巧的两唇贴在了一块儿。众人瞬间哄堂大笑。呀，薛竹等不及，要洞房了。乔玉儿去了院子，喜桌的酒席全都开了，薛家人坐同一桌，不请自来的裴俊也自然熟地坐在了这一桌。他侃侃而谈地跟薛东称兄道弟，说起跟乔玉儿相识相知的过程。酒足饭饱之后，就见薛墨将装有碧玉簪子的盒子塞给了他。裴公子，这你的东西物归原处。乔玉儿看到这东西，嘴角瞬间抽了抽。刚才四哥还跟他要簪子呢，感情是等着这一幕呢。玉儿，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这意思很明显了，他送给乔玉儿的就是定情信物。裴公子，这太贵重了，还请拿回去吧。送给你的就是你的，不管你是扔了也好，丢了也好，还是……他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薛墨直接捏住这根玉簪子，猛地一用力，簪子立马脆生生的断成了好几截儿。裴俊刹那变脸，他惊讶薛墨的武功竟然如此高强，也惊讶对方为何不待见他。薛凡打了个圆场：四弟，你在搞什么鬼？这可是上好的簪子，真是暴殄天物。薛墨却还是说得有理有据：裴公子刚才不是说自行处理？玉儿她脸皮薄，我这个当四哥的自然要替她解忧。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他了，刚要说话，就听见哦的一声，跟他同桌的云香巧吐了起来。云香巧也不知道自己刚吃了什么。香巧，你怎么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薛凡立马道：大哥，你别急，我去请村里的郎中。乔玉儿眯了眯眼睛，走过去故作关心的同时，便随手探上了他的脉搏。当指尖触及到他的皮肤，就听见系统的提示音响了：主人，你家大崽有喜了，怀的还是龙凤胎哦。听到龙凤胎三个字，怀的居然是龙凤胎，这可是有多小的几率啊！天哪，大哥也太厉害了吧，一下子就儿女双全了。大嫂，你那月事什么时候没来的？云香巧听他这么问，便认真的回答：有1个多月没来了。明白他的用意，云香巧惊喜的捂住了自己的肚子。你是说我有孩子了？薛东听到这话，高兴的都快跳起来了。如果没人在的话，他定会抱着云香巧转几个圈的。村里的郎中很快就过来了，他按照惯例把脉，宣布了振奋人心的消息：薛老大，你媳妇儿确实是有喜了，只是这脉象有点乱，注意休息，不要太过操劳。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却不想时刻注意他一举一动的薛墨深邃的眸子已经风云变化。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乔玉儿好像会医术，刚才那动作分明就是把脉。全家人都沉浸在云香巧的喜悦中，感叹今儿个好日子真是双喜临门。
以至于当天晚上大家都放过了薛竹一马，没有去闹腾他的洞房。别耽搁薛竹造人，说不定薛家能来个三喜临门。次日，乔玉儿在新房的阁楼里醒来，早饭过后，薛家人各忙各的。薛凡在书房里看了会儿书，要来找妹妹，就见乔玉儿坐在书桌前，对着账本，旁边的小箱子里堆满了银两。他走进来叹道：“玉儿，在对账吗？要不要我帮你？”乔玉儿翻着账本，揉了揉头疼的太阳穴。听到薛凡这么一说，好呀，那就有劳三哥。可是不会耽误你看书吗？那些书我早就看得滚瓜烂熟了，对账也好，活络一下脑子。乔玉儿闻言，求之不得地搬了把椅子给他。兄妹俩挨着同一张书桌，对着账本，时不时地交头接耳。薛凡看着他频频叹气的样子，不由得感到好笑。妹妹也有头疼的东西啊。他伸手握住了他的毛笔。来，我教你，先将这些收支抄一遍，不要嫌麻烦，这样方便我们自己留帖，也更能一目了然地算组合。乔玉儿瞅着薛凡的侧脸，真是俊朗如玉啊。这个三哥果真聪明，不仅文章做得好，对账更是快。看来古人的智慧不比现代人差。薛墨在院子里劈完柴，便到处找乔玉儿的身影。他来到阁楼，看到站在乔玉儿身后的薛凡，时不时地用修长的手指往宣纸上点了点，两个人挨得很近，看起来亲密无间。薛墨心里颇不是滋味，张口就道：“你们在干什么？”薛凡见薛墨过来，随口应道：“四弟，我在帮玉儿对账，这不快月底了，他要算下各个加盟商的分红。”乔玉儿满脸兴奋：“四哥，这个月的分红比上个月足足多了1倍呢！要不是三哥帮忙，我这些账啊真不好对了。”不过是个对账而已，我也会。说完，薛墨便不请自来的帮他算账，且他的速度出奇的快，比薛凡更胜一筹。薛竹赶着马车回来，看到自家小媳妇儿在院子里择菜，而这个阁楼万分热闹。薛凡、薛墨、乔玉儿3个人挤在一张桌子旁。你们在忙什么呢？薛凡道：“二哥，我们在帮玉儿对账。”乔玉儿看这些账目就头疼不已，有3哥4哥为他效劳，他正好乐得清闲。薛竹谈最近快餐摊位的事儿：“二哥，那2个摊位你跟大哥别管了，去找几个靠谱的人掌管。大哥他初为人父，要忙的事情很多，怕是啊这重担要落在你身上了。二哥在镇子上也混了好一阵子，做生意自有一套，你可以去附近的城镇走走，谈一些薛家摊位加盟的事儿，多拉一些人过来，以后我们光靠分红就能吃一辈子。”玉儿，照你这么说，薛家以后的财富岂不是富可敌阵？乔玉儿站在阳台上，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整个村里的面貌，大多数都是以茅草房为主。三哥，我这么做不仅解决了那些工人的吃饭问题，还可以让村民有一部分的收入，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了钱可以生活得更好。薛家男丁多，以后家里用银子的地方还多着去呢。你说的倒也是，我就没你想的那么长远。薛竹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反正妹妹怎么说他照办就行。薛家人的商业版图就是靠人加盟，抽取分红为主。薛竹跑了几天镇上，成功拉了几个加盟商，每逢有银子进账，乔玉儿都会让薛凡登记。兄妹俩一个充当会计，一个充当出纳，薛凡管账，乔玉儿管钱，2个人配合的倒是默契。薛墨瞅着这如影随形的2个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他不太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每天总是不自觉地去搜寻乔玉儿的身影，想看看她在干什么。裴俊对乔玉儿献殷勤时，他会去用行动去制止，可对于薛凡，他这个当弟弟的又能说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薛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变化，他想不太明白，又心烦意乱，当即回房取下了挂在墙上的弓箭，背上背兜，准备去山上打猎。就见乔玉儿唤他：“四哥，要去山上吗？一起。”乔玉儿最近迷上了医药系统的辅助炼药功能，他得去山上挖些药材。见他要去山上，心中突然溢出了欣喜，面上却装作淡然道：“好，一起。”薛墨走在前面，2条大长腿走路十分的快，而乔玉儿则是慢悠悠地跟在后面。乔玉儿一边走一边往草丛里寻去，每看到一株草药，都会小心翼翼地挖出来丢到背兜里。玉儿，你挖这么多的草药做什么？四哥，这不天气还热着吗？我挖点金银花、蒲公英，给你们烧茶水喝呀。薛墨瞅着他那挖药的动作，比村里的郎中还要熟练，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漆黑的眸子带着光亮，眸色如云海一般翻涌。
他原本以为乔玉儿跟着他上山是挖野菜、摘野果的，没想到他一路挖的都是药材。而沉寂在药材世界的乔玉儿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被人怀疑了。如果可以挖到一些珍贵的药草，比如何首乌、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等等，像这种珍贵的药材喝出来的药品才会逆天呢。可他来山上这么多次，一次珍贵的草药都没有遇见过，这运气都不敢恭维了。乔玉儿琢磨着往深山里走了走，薛墨拉着弓箭，瞅着奔跑而过的野狍子，阔步欲追。玉儿，你不要走远。好的，四哥。等待的时候，乔玉儿在一片草丛里发现了何首乌。天哪，是珍贵的药材！乔玉儿激动地去摘，却没有发现身后的一棵大树上盘旋着一条比手腕还要粗的毒蛇。乔玉儿小心翼翼地挖起来，正准备起身时，就听到薛墨低沉惊慌的声音：“玉儿，小心！”接着他就感觉到腰肢被人抱住，他被一道身影护在了怀里。乔玉儿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听到耳边传来一道闷哼声。他回眸就看见一条大毒蛇就附在了薛墨的小腿处。四哥！在他惊恐的尖叫声中，就见薛墨眼疾手快地用手中的匕首往蛇的7寸上砍去，一刀毙命。回神后，他先翻看了薛墨的裤腿，当看到那个黑漆漆的伤口时，便想附身去吸毒，却被薛墨给拦住了。我自己来。薛墨说着，找了块石头坐下，他盘旋着腿，低头一口一口地吸掉了蛇毒。看样子蛇毒似乎被吸出来了，但乔玉儿还是心有余悸地将他扶回了家。看着他这么紧张自己，薛墨竟有种说不出的得意。他回房后，先是换了身衣裳，再洗了个冷水澡，困意阵阵袭来，全身又冷又冰的。他躲进被窝里，门口传来了扣扣扣的敲门声。四哥，你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事啊？薛墨很享受这种被关怀的感觉，他喜欢乔玉儿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玉儿，我没什么问题，就是感觉身体有些疲惫，我想睡一觉。薛墨声音沉沉道。乔玉儿却听出他的声音不太对劲，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他拍了拍门，喊道：“四哥，你开门，让我看一下。”没有等到回应，乔玉儿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办？门被反锁了，他要怎么进去呢？他跑去院子，推了推窗户，还好没有上锁，他便直接爬窗进去。屋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乔玉儿想也不想的就冲了过去，一把掀开被子，却见被子下光着上身的薛墨只穿着一条亵裤。奇怪的是，他的大腿根处居然有个火焰的胎记。乔玉儿来不及思考这胎记，便赶紧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天哪，好冰凉，而且额头还在冒冷汗。四哥，醒醒，你快醒醒呀！乔玉儿都快急哭了。这时的医药系统开始运作了，发出滴滴滴滴的提示音。小精灵的声音穿透过来：“主人，他身上的余毒还没有清干净，需要赶紧服下清心丸，要不然蛇毒会在半个时辰内遍布全身，渗透血液，祸及五脏内腑。”他火急火燎的准备跑到自己的卧室去拿药，就见薛墨睁开了惺忪的眸子，伸手拉了他一下。由于惯性，他身子往后仰，直接撞到他结实的胸口上，伴随着闷哼声，屋子里的气氛瞬间不一样了。薛墨抱着个软乎乎的人儿，被突如其来的幸福感溢满了全身。两个人虽不是亲兄妹，但也是男女有别。乔玉儿一想到这，脸都红了，她赶紧从他的身上爬起来。发什么冷？救人要紧啊！他得赶紧回到自己的阁楼去找医药系统拿药啊！看到逃之夭夭的乔玉儿，薛墨一下子清醒了很多。奇怪了，妹妹怎么跑了？此刻的乔玉儿回到自己的小阁楼，赶紧去了医药系统。他将刚刚采摘的药草以及那个何首乌放到炼药篮当中，按照上面的要求投了30两银子，2点功德值，终于炼成一颗清心丸。有了这颗丸药，可以解百毒，蛇毒更不在话下。江青桃在院子里裁剪布料，看到乔玉儿神色焦虑地跑来跑去，不免有些纳闷。一旁的云香巧在缝制婴儿服，见江青桃瞅着那小阁楼，她好奇地问道：“是玉儿回来了吗？”“对呀，玉儿刚刚跟薛墨从山上回来，各自回房后便不见了人影。这两个人还真是奇奇怪怪的。”“不奇怪吧？玉儿喜欢去山上挖些食材，而薛墨喜欢打猎，两个人一起去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云香巧不以为然，可在江青桃的眼中可没有那么简单。她总感觉这两个兄妹的相处模式是恋人未满，兄妹情以上。她道：“大嫂，我怎么感觉这玉儿很依赖薛墨？
话说薛家五兄弟长得最高最俊的就是薛墨了，这四弟会武功，能挣大钱，还会打猎，贴补家用。再看乔玉儿脑子灵活，挣钱能力又强，这两个人好像也蛮登对的呀。江金桃也不知道自己说这话会不会唐突，他踌躇了一下又道：大嫂，你说乔玉儿又不是薛家人，她跟薛家兄弟也没有血缘关系，这跟薛墨有没有可能啊？天哪，他从来不敢往这方面想，可当江金桃这么提议后，他居然觉得毫无违和感呀。哎，好像挺不错的，若是玉儿能够嫁给薛墨，那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呢。可在他眼里，这两个人八竿子打不到一边，且他先入为主的将裴俊和乔玉儿配对了。他当即又纠正道：金桃，咱们呐还是别开这种玩笑了，传出去被人议论可就不好了。大嫂，我看他们这几天出双入对的，真的挺般配的。在江金桃的眼里，乔玉儿跟薛墨太像一对有情人，他也看出点意思来。薛墨看乔玉儿的眼神怪怪的，而院子里跟文文玩耍的薛飞听到两个嫂嫂的谈话内容，眼睛蓦地亮了。如果玉儿姐姐能够喜欢四哥，那就好了，这样玉儿姐姐就不用嫁出去，便可以永远的待在薛家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薛飞这个小大人却对这件事情上了心。而此时的乔玉儿拿了药就直奔薛墨的卧室，薛墨不知何时沉睡了过去，唤了好几声都没有什么反应。乔玉儿蹙着秀眉，将清心丸往他嘴里送，却见他半天都不张嘴。四哥，你快张嘴吃药啊，要不然这毒解不了。乔玉儿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见他没什么反应，他盯着他苍白微肿的唇出了神。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喂药怎么喂呢？他看过不少的电视剧，每当这种情况，女主角就会把药含在嘴里，然后用嘴对嘴的方式过渡过去。可那是四哥呀，若是用这种方式还不羞死他。可这药吃不进去，那可怎么办呢？真是愁死他了。乔玉儿瞅了会儿，眼睛忽然亮了，嘿，有了！他再次用手去撬开他的唇，用药塞进去的同时，另一只手用力地掐了一下他的胳膊，就听见一道闷哼声。他的嘴微微张开时，那粒药丸就成功地滑到了他的嘴里。乔玉儿心想，我真是个天才。对上他微开的眼帘，他递了碗水过去。四哥，你醒了，快喝点水。玉儿，你给我吃的是什么？四哥，这个是能解百毒的药丸。是韩老大夫给你的，还是你从神医那儿买来的？薛墨语气淡淡的问，眸光定定地看着他，眼神带着复杂的含义。不是他怀疑乔玉儿什么，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在隐瞒着。啊，是从神医那儿买的。你这练武之人，这些药丸不是常备的吗？原来如此。对不起啊，四哥，是我连累你了。傻丫头，什么连不连累的？那个毒蛇又不是你安排的，下次记住别站在深山路口，那太危险了。乔玉儿乖巧的点点头，就见薛墨眸色一变，忽然抓住他的手问：玉儿，你跟那个裴公子……四哥，你当着他的面粉碎了那根簪子，他就脸色难看的走了，我想他不会再来了。他们并不熟，裴俊对他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但也没有表白，他总不能自恋的去拒绝吧。不过从这件事情后，他会在这方面注意点的。是吗？他会轻易的放弃？我看得出他喜欢你。薛墨说这话的时候，染上了连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酸涩的味道，这种滋味挺不好受的，就好像一直呵护在手心里的宝要被别人夺走了。四哥，像裴公子这样的贵公子，他是见过世面的，也认识不少的大家闺秀，他对我献殷勤，无非是感兴趣，等新鲜劲过了，也就不了了之了。裴俊是不错，可他不太喜欢跟城府深的人打交道，或许他们是同一类人吧，但绝对不是走到一起的那种。是吗？说他对你是真心的呢？四哥，我真的不喜欢他，你的毒刚解，你好好睡会儿。乔玉儿说着，就脸色不自然地逃出了他的房间。他走得很急，根本就没有发现薛墨瞅着他的背影，勾着唇傻笑。乔玉儿去了镇上一趟，想起医药系统的任务堆积如山，他直奔回春堂。刚到门口就被伙计热情地迎了进去。韩大夫，我这里有几瓶珍藏的药，帮你照脉，老规矩3七分。乔玉儿笑着将3瓶药放在了他的手上。玉儿姑娘您放心，这个药有钱难求，只要放出风声，3两下就能卖掉的。他扬了扬手里的请帖，已经堆了好几封了，全都是病患请神医医治疑难杂症的。乔玉儿翻看着上面的名字，面露惊讶，这几份请帖里面的地址全都跟医药系统发放的任务一模一样。韩大夫，这个10岁孩子的病我接了，
现在就去看看。行，我这就准备一下，跟你一块儿去。很快，两个人带着药箱上了马车。韩大夫跟乔玉儿接触一段时间，十分懂他的规矩。马车里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他要的东西。乔玉儿披了件白色的披风，又戴上了斗笠轻纱。这一乔装打扮之后，谁能够想到那个看起来平平无常的村姑，居然是妙手回春的神医。玉儿姑娘，就是这儿了。作为跟班的韩大夫充当小厮模样，前去敲门。小厮见是韩大夫，对他热情无比。我今儿带女神医过来给府上小公子看病的。两位里面请。小厮领着两个人去了会客大厅，就见卓老爷正在会客。他一听到韩老大夫带着女神医过来了，当即也顾不得去招呼客人，立马神色焦虑的过来迎接。老大夫，你可算是来了，这位就是神医吧？卓老爷好。乔玉儿行了行礼，语气淡淡。女神医不必客气，来这边请。乔玉儿跟着中年男子身后去了一座精致的院落，推开充满药味的卧房，阴暗的病床旁有着一个面色憔悴的中年妇女，正拿着一碗小米粥喂着床上的男孩。夫人，这位便是韩大夫引荐的女神医，让她给孩子诊断。乔玉儿拿出了一块布巾，搭在小男孩的手上号脉。当触及到他的脉搏的那一刻，医药系统就发出了滴滴的警报声。小精灵在耳边忽然惊呼：主人，这个孩子不是得了重病，而是中了慢性的毒药，这毒药侵入体内好几年，覆盖了五脏六腑。乔玉儿也惊奇地发现，不过10岁的孩子，他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衰竭，吃饭没有胃口，身体软弱无力，还经常的咳嗽，头昏眼花，像极了老年人的躯体。这下毒的人也太狠了。乔玉儿来不及细想，便用意念跟小精灵对话。那要怎么治疗？小精灵扑扇着翅膀，先用针灸慢慢打通身体的各个穴位，放血去毒，再配合对应的器官服用相应的药丸，再用食补慢慢的调理身体。一旁的卓夫人见乔玉儿放下号脉的手，便迫不及待地问：神医，我儿怎么样了？大夫都说了，他儿活不过12岁。这最痛苦的莫过于他这个当母亲的，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去呢？能治，但费时费力费银子。真的？卓夫人，卓老爷，小公子的病不是绝症，而是服用了一种能够让身体各个器官衰竭的慢性毒药。这毒药无色无味，可以融入各种汤水里面，不会让人直接致命，但会对各个器官造成损害。倘若再晚个半年，便是大罗神仙也难治了。一定是那个贱人干的，那个毒妇为了争家产，真是丧尽天良。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来，就对我儿下毒手。神医，这要怎么治？治疗过程繁琐，需要针灸、放血、清毒，再配药跟食疗。小公子的病已经有3年之久，期间要耗费不少珍贵的药材。只要能救我儿，就算我散尽万贯家财，也在所不辞。那倒没有那么夸张，你们只需要配合我，我每3天过来一趟。乔玉儿便开始给病人针灸。针灸完后，乔玉儿便交代注意事项。初次就诊完，乔玉儿跟韩大夫告别之后，就坐马车回去了。玉儿，你回来了。看着薛墨神采奕奕的样子，乔玉儿将他从头到脚的打量一番。四哥，你现在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你给我的药丸服下去后，浑身舒畅，整个人都轻盈了。那就好。乔玉儿嘴上这么说着，却是盯着他的唇出神。他的唇上薄下厚，看起来挺性感的。用一句带颜色的话来说，这种唇适合接吻。想起他喂药的时候差点亲上去，他又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脸颊通红。屋子里传来了二嫂江金桃的声音，及时的打破了尴尬。徐墨、玉儿，过来吃饭喽！晚饭依旧丰盛，4菜1汤，薛家人全部都围坐在红木八仙桌上，一大桌子的人比过年还要热闹。饭桌上大家说说笑笑，互相夹菜。乔玉儿看着薛墨一直在给他夹菜，这样的偏爱让他心生尴尬，尤其是今天碰到了不少乌龙事儿，先是掀开了被子把他给看光了，再是喂药差点去撬他的嘴唇。对于乔玉儿的尴尬，薛墨像是意识到了，他忽然道：大哥大嫂，我明儿个要去牙标了。薛凡也跟着道：大哥，我明天得去会试了。三哥加油，放平心态，你一定没问题的。放心吧，玉儿，这次我给你考个名次出来。看着两个人面面相望，薛墨轻咳了一声：三弟，多不误身体，相识好好发挥。饭桌上，薛竹又跟乔玉儿聊了下摊位的事，说是那帮忙打理的夫妻已经攒够了银两，要求加盟。二哥，那就把码头跟镇中心的2个摊位给他们摆吧，
咱们收30两银子的加盟费。薛竹点点头，挺好的，这一下净挣了60两银子。不过我一下清闲了，还真有点闲不住。乔玉儿笑道：“二哥，没事可以搞搞老本行，或者去给岳父大人种菜种地都可以。”次日，乔玉儿一大早就起来了。薛凡今日要去北定城参加乡试，他便早早的给他准备好了东西。乔玉儿准备了几个装水用的羊皮袋子、干粮以及卤肉，还有各种日常药品、止泻药、驱蚊药、防中暑的药等等。他还准备了宝贝跟凉席。薛凡起床收拾整齐，看到马车里备足了东西，不由得嘴角抽了抽。他去考乡试，怎么乔玉儿比他还要紧张？看看自己准备的东西，简单又寥寥无几。再看乔玉儿给他准备的，从吃的喝的以及盖的被子，全都是事无巨细。这妹妹也太贴心了，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个臭小子。三哥，你起来了，那咱们走吧。好。1个半时辰之后，马车抵达了北定城。尽管他们起得很早，可乡试考场门口还是排起了长队，全都是同期考学的学子。三哥，你要加油，放平心态去发挥，就算考不中也没关系，咱们呐只求问心无愧。乔玉儿捏着拳头做了个加油的手势。薛凡笑着揉了揉她的秀发，这个妹妹总是那么的贴心，真的让人不得不爱她呀。玉儿，你放心，我定会考个好名次的。好的，三哥，那这几天我在镇子上逛逛，到时候给你接风洗尘。兄妹俩正说说笑笑呢，却发现有道犀利的目光扫视着他们。乔玉儿回眸就对上了老熟人，这2人排在他们的后面。男子穿着质地上好的长衫，装扮得干净利索，还算俊朗的脸，高傲的不可一世。站在他旁边的女子小鸟依人，天生丽质。女子时不时的给他整理衣衫，又时不时的伏在他的耳边低语。这2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乔兰儿跟白丽质。薛凡兄，早啊！薛凡声音冷冷：“不早了。怎么了？大清早的就阴阳怪气儿，是不是对这次乡试没有信心，这才心情不好的？也是啊，我若是你，这几晚定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怕跟上次一样落榜丢脸呐。”见薛凡脸色不好，怕他动怒，乔玉儿忙按了按他的肩膀：“三哥，快轮到你了，赶紧进去吧。”薛凡点了点头，在门口登记之后便进去了。见薛凡进去之后，乔玉儿赶紧退到一边。他看着长龙式的队伍，瞅着那2抹难舍难分的身影，不由得好笑道：“唉，励志兄很会时间管理呀，脚踩2只船也不怕掉水里。”白励志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语气冷冷：“你这话什么意思？少胡说八道！”乔兰儿也不喜欢他这个阴阳怪气的，他愤怒道：“你少挑拨离间我们之间的感情，励志心里只有我。他说了，等这次乡试过后就会娶我过门。”乔玉儿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语气淡淡：“这毕竟是你们的私事，是好是坏跟外人无关，你开心就好。”他说着就要走，却被白励志伸手拦住：“你少得意了，等这次乡试过后，我会让你明白什么才是真才子，什么才是虚张声势。”每次看到这个女人，他都会想起之前所受的耻辱。他吟诗作对的事输在他后，便在学堂里传开了。他受到不少人的调侃，至今他还记恨着呢。好啊，是骡子是马，就要拿出来溜溜，我等着呢。说完便不再理他，转身上了马车。看着马车潇洒的离去，乔兰儿气得跺了跺脚，他撒娇似的攥着白励志：“励志哥，你一定要争气，狠狠地将那些人都踩在脚底下，也好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知道，抱错大腿是很可悲的。”兰儿，放心吧，没问题的。他随口敷衍，他发现这个女人越发的没用，一点忙都帮不上，还尽是扯他的后腿。他不愿意跟乔兰儿有过多的纠结，等他相识过后，他就跟他说清楚，他已经有了喜欢的姑娘。这次他定要夺得前3甲，狠狠地将薛凡踩在脚底下。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文采才是人才堂最好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步步为营，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乔兰儿不过是他的垫脚石，一个村姑而已，还妄想当官夫人，真是痴人说梦。马车在北定城逛了个把时辰，乔玉儿才不慌不忙地去了南阳镇逛了逛。一路下来，加盟薛记快餐的摊位全都生意爆火。在码头，他看到了薛竹的身影，笑着跟他挥手招呼道：“二哥。”薛竹一听到乔玉儿的声音，忙不迭地冲他挥挥手：“玉儿，薛凡进考场了，辛苦你了。”
不辛苦啊，都是应该的。玉儿，这码头跟街中心的2家摊位我已交接好了，银子在我这儿呢。走，二哥请你吃大餐去。乔玉儿看着他神采飞扬的样子，还真有几分干大事的风范。二哥，那我们今儿个去酒楼吃个大餐。没问题。薛竹当即上了马车，在镇子上挑了家生意火爆的酒楼，他们找了个靠门的位置。2位客官要吃点什么？妹妹，你要吃什么？乔玉儿将菜单推到了他的跟前。二哥，既然是你做东，那就你点呗。他看着街道两旁的铺子，鳞次栉比，街道很宽，以至于两旁都是摆摊的小贩。酒楼客栈随处可见，街道也是人来人往的。这南阳镇相对于附近的镇子算是比较繁华的，为此他特意的拿着那个香囊，跑遍镇上的大大小小的布庄成衣铺子，得出的结论，这布料是难得的好料子，但在小地方没有资格售卖。小雨儿心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能够让亲生父母千里迢迢的把他丢在一个镇子上呢？等待上菜的期间，薛竹瞧着发怔的乔玉儿，二哥，你在看我吗？薛竹的眼神像极了武家有女初长成的欣慰。玉儿，你说到底你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怎么会越来越好看呢？外貌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二哥不是也比以前更加的英俊了？我那是还奇怪，乔家人怎么能生出你这么聪明的孩子？想必你的亲生父母定是不简单。见他眸色暗淡下来，他又补充道：你放心，我在外东奔西走，也在帮你打听情况，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天，你也不要太着急了，安心在薛家住着。谢谢二哥。这会儿伙计端着美味佳肴过来上菜，清一色的招牌菜，荤素搭配，味道还不错，但感觉就是缺了点什么。薛竹心想，这还不如在自家吃饭。兄妹俩正吃着饭呢，就听见街上传来了一阵嘈杂声。乔玉儿循声望去，就见一群打着补丁的村民拿着根木棍追赶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臭娘们儿还想跑？你可是老子花了银子买来的，就是进了九乡村的媳妇儿还想跑，门儿都没有。那姑娘一路跌跌撞撞，撞了不少路人，她到处跟人求救，围观的路人都极力的闪躲，生怕惹上麻烦。乔玉儿割下筷子冲了出去，她打量着那个姑娘，不过是16岁的样子，这是什么情况？乔玉儿赶紧找了个路人问，路人叹道：这八成是个可怜被拐卖的姑娘呀。可不是嘛，九乡村是10里8乡出了名的破落村，光棍啊多得不得了。据说那个村里娶不到媳妇的男人，就都是从外面买来的媳妇儿。乔玉儿听明白了，这个姑娘是被人拐卖的。现在她在古代看到了这一幕，如何能够袖手旁观呢？她追出去时，薛竹也跟着，她在后头喊道：玉儿，你去哪儿？直到她往那个姑娘的旁边冲去，薛竹便明白乔玉儿的用意，她健步如飞地跑了过去。姑娘跑得没有力气，在地上摔了一跤。臭娘们儿，你挺能跑的，打你都不长记性啊！这边被念叨的乔玉儿也打了几个喷嚏。她看看一旁熟睡的姑娘，跟薛竹一块回了村。马车抵达薛家院落，她刚下马车，就见薛飞跟文文兴奋地扑了过来，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玉儿姐姐，你回来啦！我画了你的画像，你看像不像呢？天哪，这是我吗？感觉好美呀！姐姐，你本来就很美。薛竹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笑了。这个五弟太黏玉儿了。孟庆月站在院子里发呆，乔玉儿注意到他的不自在，忙说道：庆月，我住的是这阁楼，1楼的房间是空着的，我住的是2楼，你就住1楼吧。好，玉儿，谢谢你。客气啥？你就安心在这住下，什么时候想通了，就给家里人写信。屋子里闻讯出来的大嫂跟二嫂听说乔玉儿救了个年轻姑娘，都十分的惊讶。见家人都在，乔玉儿笑着介绍：庆月，这是我大嫂云香巧，她温柔贤惠，且怀有身孕，是个幸福的母亲。这个是我二嫂江金桃，性格直爽，貌美如花，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是我大哥薛东，为人憨厚正直，他每天种田种地。这个呀是我二哥薛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我二哥是个生意人，经常在镇子上跑，平时喜欢做些竹制品。孟庆月认真地听着，收获了一群友好的目光。他突然便喜欢上这个家的氛围。这个是薛飞跟文文。他最后才介绍自己：庆月，我是薛家买来的妹妹，跟他们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啊，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住下吧。孟庆月又惊又讶，乔玉儿的说法算是打消了他心里的那抹恐惧。薛家人很欢迎这个新来的姑娘。大嫂抢着帮她拿东西，
二嫂子是帮他把房间打扫干净，铺上了新的床褥跟薄被。薛竹也将家里多余的桌子放到了这个房间里备用。经过这么一布置，这个房间立马就有人气了。清月姑娘，你就安心在这住下。是啊，就当自己家里一样，随意点。谢谢你们。孟清月哽咽出声，经历那几天的惊心动魄，遭遇非人的虐待，再反观这家人的友好，她不由得感叹世间还是好人多。清月，等你什么时候想开了，尽管说一声。乔玉儿指了指桌子上的笔墨纸砚，又拿了止血化瘀的药给她。她身上有很多的淤青跟细小的伤口，全都是这几天添上的。玉儿，你真好，若不是遇到你，我真不敢想象。孟清月感动的都快要哭了。好啦，这不都过去了吗？你先上药，然后再睡一觉，什么都别想。乔玉儿待她情绪稳定之后，才合上了卧房的门离开。孟清月打量着屋子里的摆设，想起这几天受的折磨，再想起那个村跟她有同样遭遇的姑娘，她打开那套笔墨纸砚，提笔写了封信。这封信得托人送去北定城的知府大人那儿，让他彻底查清九乡村的拐卖事件。他绝不会放过那些欺负他的人。江金桃瞥了下阁楼的动静，他这会儿听薛竹绘声绘色地跟他详细地说了事情的经过，画面太过震撼。玉儿，你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就薛竹那三脚猫的功夫，又不像薛墨武功高强。被自家的媳妇儿吐槽，薛竹的俊脸微微地红了红。媳妇儿，你这是小看我，我虽没什么功夫，但我有一把好力气，那些不过都是群野蛮村民，只要把领头的打倒在地就完事儿了。乔玉儿瞧着薛竹这副正义感的样子，跟四哥有点像呢，他不由得轻笑道：二哥，二嫂这是担心你，怕你吃亏呢。被戳破了心思，江金桃羞红了脸，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实我怕玉儿你吃亏，你说说，你一个姑娘家多让人担心啊。不得不说，那个姑娘挺幸运的，遇到了乔玉儿，若是遇到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嫂，我当时救人心切，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你是没看到二哥那个样子，像极了侠义十足的英雄。这样的男子，性子比较直，脑子比较简单，但有股热心肠。二嫂果然好眼光。是呀，你二哥这个人就是头脑简单，也没坏心眼儿，更不会算计，但真的热心肠，这就是当初吸引他的原因。乔玉儿笑着答去：所以说，二嫂的眼光是真的好。薛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是我福气好，我那会儿是木头脑袋，害媳妇儿生了不少的气，还好兜兜转转，终于娶到了你。哎，对了，二哥，你这制品的样式做得越来越多了，要不开个铺子怎么样？他说着，将筹划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开竹制品，顺带开家薛记食品加盟咨询的铺子。现在临近8月中旬，天气还有余热，等9月秋高气爽，他便把火锅店、烧烤店落实，还有茶铺。妙啊，玉儿，你的小脑袋是怎么长的，竟能想得出这么多挣钱的方法？但什么是火锅，什么是烧烤？既然你们想品尝，那我这几天就准备下。吃火锅呀，得打造一个火锅炉，等三哥相识回来了，我们就吃火锅。哎，好的。众人满心期待。乔玉儿是个行动派，当晚就画了火锅炉跟烧烤架的图纸。玉儿，你放心，我定会让铁匠帮你打造好的。他将细节都记清楚了，定能够完成任务。他这几天去镇子上跑，准备找2家铺子呢。日子一晃，又是几天过去了。乔玉儿算了算，距离薛凡相识第5天，他答应过薛凡要去接他的。正当他准备喊刘大爷赶马车，就见有村民喊道：薛家的，你们家老三回来了。啊，三哥回来了。一听到薛凡回来了，全家人全都冲了出来，站在门口翘首以盼。就见乡间的土路上，一辆牛车晃晃悠悠地行驶过来，看着回来的薛凡，有种衣锦还乡的派头。毕竟那是他们村唯一的一个秀才呀，也不知道他这次乡试考得怎么样。看着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应该是没问题的。路过的村民热情地挥手招呼：薛凡，你回来了呀！薛凡，你们薛家可真是福地啊，好风水，又来个漂亮的姑娘。新来的美貌姑娘，村民是知道的。薛家对外说是从人贩子手里解救的姑娘，他挥手示意，频频点头。待牛车停下之后，他便拖着行李箱，迎接他的是一大波的薛家人，大哥、大嫂、二哥、二嫂，2个孩子，还有乔玉儿跟他身旁的姑娘。那姑娘跟乔玉儿差不多大，穿着粉色的衣裙，梳着简单的发髻，一张精致的瓜子脸，美丽的丹凤眼透着柔弱，
肤色白皙，气质绝佳，细看还透着贵气。这是什么情况？他在打量这位年轻的姑娘，那姑娘也在打量着牛车上下来的静义公子。孟庆月听乔玉儿介绍过薛家人的情况，想必这个就是秀才三哥薛凡。两个人的目光在空间交汇，美丽的丹凤眼遇到了墨玉般的眸子，都同时心头一震。这一眼，两个人心里似乎都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孟庆月，他见过太多年轻的公子哥、富家子弟，看到他却是耳目一新的感觉。薛凡被这道眼神打量着，脸色有些微微的不自然。头一次见到乔玉儿以外的漂亮姑娘，还真是有点不好意思。薛凡走了过来，孟庆月心怦怦直跳，看着他修长的手指伸了过来，下意识地僵直了身体，却见那修长的大手直接揉了揉乔玉儿的脑袋，一脸的宠溺。不是说好的来接我的吗？害得我在考场门口等了半个时辰。乔玉儿吐了吐舌头，给他赔罪。三哥，是我的错，我这几天忙疯了。看你这么诚心诚意的份上，就原谅你了。来，三哥，赶紧进屋吧。乔玉儿屁颠颠的替他拿起了箱子，一家人全部都往屋子里进。众人簇拥着薛凡入座。三弟，这次考得如何？考题难吗？有没有把握？薛凡辛苦了，可要好好休息。嫂子今天啊，给你做好吃的。众人七嘴八舌的问着。题目相对来说不太难，我基本都答得上来。不过这说不好，具体还得等放吧。众人点点头，是这个道理。考场的事问了后，便跟薛凡说薛家这几天的变化。琐碎的事说完之后，乔玉儿这才笑着将孟庆月推了出来。三哥，这就是我救的那个姑娘，看看是个美人坯子吧。薛凡伸手就弹了他一个大额头。你还真是个侠义心肠，不过下次救人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安全。他不希望妹妹因为救别人搭上了自己，他还没有那么伟大。光听那讲述就捏了一把冷汗，够惊心动魄的。乔玉儿揉了揉额头，这个三哥怎么那么喜欢弹他的额头呀？揉脑袋也就算了，还要弹额头。可他并不知道，一旁的孟庆月看到两个人的互动，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见孟庆月看着他，薛凡说道：既然是月儿的朋友，那就安心在这住下吧。谢谢你，薛家三哥。不用客气，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直说。薛凡跟他客气完之后，又跟乔玉儿说说笑笑，跟他说了考场发生的一些事情，兄妹俩聊得很融洽。薛家人见状，默默地退了出去。灶房里开始有了烟火气。孟庆月见大家都挺忙的，他又不好意思干坐着，就去灶房帮忙。但他这笨手笨脚的，不是将盆打翻，就是将碗给摔破了，引得江青桃无奈的扶额。这姑娘还真是越帮越忙，从她那双纤细的手就可以看出，十指不沾阳春水，怕是根本就没有下过灶房呀。姑娘，你去歇着吧。啊，这怎么能行？我老是在这里白吃白喝的，总得干点活呀。正当江青桃不知怎么办才好，就见乔玉儿过来把她拉走。清月，你若是真的想做点事，可以教两个孩子写字。好，这个任务正合他意，琴棋书画他样样精通。临近傍晚，薛竹从镇子上回来，带来了乔玉儿所要的火锅桌跟烧烤架子。乔玉儿哼道：三哥有口福了，说好的为他接风洗尘，这不就用火锅来接风吧。当这张火锅桌子放在了堂屋时，两个小孩以及一屋子的大人都凑过来打量，这构造奇奇怪怪的，他们见所未见。好了，大嫂二嫂，你们啊就别研究了，晚上我就告诉你们怎么涮火锅。现在我们得准备食材。在一家人的帮助之下，一张大圆木桌子上面放满了满满当当的食物，外面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鸳鸯锅里一边是清汤，一边是红汤。当汤料翻滚时，乔玉儿便将素菜、肉卷以及鱼虾都放了进去。她收获了一大群疑惑的目光，见他们一个个都跟木桩子似的，乔玉儿不由得笑道：大哥、二哥、三哥，你们想吃什么就把那些菜放到火锅里面去，能吃辣的放这边，不能吃辣的放那边，等食物煮熟了，配上蘸料就可以吃啦。乔玉儿碗里的蘸料有芝麻、辣椒、葱花以及调制的调料等等，一口肉卷吃下去，好吃的差点把舌头都吞掉了，真是过瘾。薛竹心领神会，薛凡更是一学就会。玉儿，你可真是个人才，我敢肯定，这火锅店一开，会有很多加盟商闻讯而来的。薛竹这个贪吃鬼，嘴里塞满了好多食物，说话都含糊不清的。二哥，你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个火锅挺简单的吧，到时候咱们就开一家试行，主要的目的啊是为了招揽加盟商，且这个配菜可以弄得丰盛一点，我们针对的人群是有经济实力的老百姓，
或者大门大户的人群。一顿火锅吃下来，少则半两银子，多则几两银子，这可不是普通老百姓消费得起的。而孟清月总是听得迷迷糊糊的，她不懂什么开铺子之类，但这火锅的煮法是真的好吃。薛家的饭菜做法五花八门，等哪天她回去了，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她突然就在想，在这儿扎根吧。相对于薛家人喜欢吃肉卷，她喜欢吃那些烫菜。想去锅子里夹起那片白菜叶子时，就跟一双筷子打架了，抬眸就对上了薛凡那俊逸的脸，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啊，薛家三哥，你请。孟清月是吧？你喊我薛凡就可以了，或者跟月儿一样喊我三哥也行。这薛家三哥的，听着怪别扭的。好好，薛凡。孟清月改了口，吃着这片白菜叶子，心里美滋滋的。好吃好吃，跟着月儿姐姐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这么好的姐姐，如果能够永远的留在薛家就好了。也不知道四哥什么时候回来。他看了看薛凡，又看了看孟清月，总觉得这个姐姐对三哥有点意思呢。这四哥再不抓紧的话，等下三哥都娶到媳妇了，他的媳妇儿还没着落呢，真的是急死他了。会试过后要等半个月才能放榜，乔玉儿算了算时间，差不多得月底。薛凡一副不着急的模样。他每天在家看看书，跟孟清月一起教2个孩子看书、写字、画画。乔玉儿越接触孟清月，越发现她才能多。这姑娘不仅会琴棋书画，还会跳舞。且她写的那封信，乔玉儿已经让薛竹送去北定城的知府那儿，也不知道后续如何。听孟清月说，这是一封专门针对九乡村的拐卖案子。这姑娘能够跟知府联系上，可见她身份不简单。玉儿，你去哪儿？我去山上。清月，你要一起吗？好。孟清月求之不得地跟了上去。玉儿，这里有株车千草，那儿有金银花。2个人的配合默契，挖了整整半筐草药。在薛家这几天，听闻了乔玉儿的很多事，也得知她一直在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孟清月想起云香巧说的仅有的线索，便是那块布料。此刻的乔玉儿正蹲在地上挖着草药，那块做成了香囊的布料便垂在了地上。玉儿，你这香囊布料名贵，用的是蜀锦。清月，你认识这块布料？孟清月道，这种料子一般都是大门大户用的，在京城他见过这种料子，买这种布料的人非富即贵。谢你啊，清月。乔玉儿将最后一株草药丢进了背兜里。差不多了，我们回去吧。感觉他的心情有些低落。孟清月在想，他是不是说错了话？大户人家规矩多，是非也多，像她是庶女，是姨娘所出，就不被待见。那种不被待见的孩子，丢弃的也很多的。乔玉儿会不会也是这种？2个人快到家时，就听见村口方向传来了一阵马蹄声。乔玉儿下意识地抬眸，就看见一抹熟悉的高大身影，正坐着一匹高头骏马，朝着薛家飞奔而去。啊，是薛墨回来了。近了。当高头骏马靠近他，扬起四蹄的时候，乔玉儿就惊恐地闭上了眼睛。却听得吁的一声，薛墨拉紧了缰绳，轻笑着从马背上一跃而起。他朝着乔玉儿飞奔过来，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抱着她转圈圈飞舞。玉儿，我回来了。乔玉儿却被他这一系列的骚操作吓得魂都快要出来了，这又是吓唬他，又是转晕他，这四哥在搞什么鬼呀？待看清他这俊脸上透着思念跟兴奋。四哥，你这次是挣大钱了吗？四哥，你吓死我了！薛墨一惊，完成任务之后就火急火燎地回来，见到他的那一刻，所有的思念之情一下子就溢了出来，使他一下子忘了控制，都差点吓到乔玉儿。想到这儿，他连忙检查了他。没吓坏吧？这匹马是跟着我押镖的马，特别通人性，你放心，不会伤你的。原来如此，我刚才还真怕会丧生在马蹄之下呢。随即瞪了薛墨一眼，气呼呼地嚷道：四哥，你这吓到我了，得赔偿我。这话正中薛墨下怀，他宠溺地刮了刮他的鼻子。好，赔偿，改天带你去街上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来给银子。真的？乔玉儿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没发烫呀。这四哥怎么感觉怪怪的，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吃错药了？而这一幕落在了孟庆月的眼睛里，让他震惊万分。若他没有看错的话，这个男人喜欢乔玉儿，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玉儿，这位是？这姑娘长得如花似玉，该不会是妹妹安排给她相亲的吧？想到这儿，他变了变脸色。四哥，这是我从人贩子手中救下的姑娘，她很可怜，有家不能回，暂时就在咱们家住下了。
他说着，便将那天在街上救姑娘的事儿挑了重点说。薛墨听得心惊肉跳，紧张地抓住了他的手。下次可不能这么莽撞。被这双厚实的大手紧握着，感觉挺不自在。嘿，四哥，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乔玉儿笑着抽开了他的手。四哥紧张过度，他是那么鬼精灵的一个人，这光天化日的，在大街上还有薛竹在呢，他能吃什么亏呢？真拿你没办法，我有点渴了，要进屋喝口水。乔玉儿见他回来，还挺开心的，赶紧屁颠屁颠的去灶房里给他端茶倒水。四哥，这是凉茶，喝了不上火。薛墨一口饮尽，水很甘甜又很清凉，喝下去浑身舒畅。他低眸就看到搁在地上的杯兜。月儿，你又去山上挖草药了。现在薛家不缺钱，你也用不着卖草药。还有家里的凉茶，我记得喝1年都喝不完的。这个，我这不是可以拿来送人吗？送给那些帮薛家干活的村民，就当是一点福利。再说，住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呀。乔玉儿尴尬的小声解释。薛墨总觉得这个理由是漏洞百出，但他也没有细问。看着乔玉儿围着自己嘘寒问暖的样子，心里一路都甜出花来了。他从来没有这么的想念一个人。乔玉儿被他炙热的目光看得心里有些发毛。薛墨的眼睛太深邃了，就像是一汪深潭，深不见底，根本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明显感觉到薛墨这次回来好像不太一样了。乔玉儿正在走神，就见薛墨在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直接往他头上簪去。他低头用手摸了摸，才发现是一根金簪子。四哥，这很贵吧？送你的。在他看来，送簪子是意义非凡的，在古代一般都是男子用来送给喜欢的姑娘，他收簪子不太妥吧？乔玉儿正想把簪子还给他时，就听见门外有说话的声音传来。就见薛墨眼疾手快的把金簪子插到了他的发髻，拉着他便出去了。江金桃在剥豆子，看着乔玉儿坐在那发呆，像是没了魂似的。玉儿，你怎么了？云香巧好像知道了缘由，好像是薛墨刚回来的原因。玉儿这是高兴过度了。他看得出这几个兄弟当中，乔玉儿跟薛墨最合得来。薛墨走过了堂屋，看着发愣的乔玉儿，心跳又加快了几下。他这什么还没说呢，妹妹就这副活见鬼的眼神，他是不是吓到他了？江金桃看着一晃而过的薛墨，又看了看不在状态的乔玉儿，无奈道：玉儿，你还是别剥豆子了吧，我来吧。云香巧也觉得他的反应有些奇怪，他眯了眯眼睛，将他从头到尾的打量了一下，眼尖的发现他的发鬓处多了一根精致的金簪子。玉儿，你这簪子挺好看的，是薛墨送你的吗？乔玉儿神色一紧，就见云香巧神色如常，语气轻松道：哼，薛家这5个兄弟啊，还是薛墨最有本事，就这根簪子怎么也得好几两银子，他每次押一次镖都能挣不少银子吧，也不知道以后是哪个姑娘有那个福气能够嫁给他。乔玉儿听到这话，越发觉得不对劲儿，难道薛墨对他不只是妹妹那么简单？可四哥什么都没说，他若是这样想，会不会太自恋了？玉儿，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啊，那个大嫂，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别的事，我就先出去了。乔玉儿逃也似的回到了自己的小阁楼，她坐在梳妆台前，打量着这根簪子，样式挺适合她的。乔玉儿想不太明白，纠结的揉揉脑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四哥是不是喜欢她，还是他想的太多？薛家灶房里传来了动静，每次准备饭菜或是吃饭，都是薛家人的期待时光，只有这个时候，一家人才是围在一起，团团圆圆的。见乔玉儿没有出来，薛墨高大的身影闪身进了精致的小阁楼，这还是他头一次正儿八经的来姑娘的闺楼。乔玉儿端坐在木凳上，手里把玩着一根发簪。玉儿怎么了？不喜欢吃簪子吗？我可以带你去镇上换样式。他阔步走进来，阳光倾泻，给他全身都笼罩了一层金光，越发显得他轮廓立体，俊颜英俊的没有死角。四哥，你为什么要送我簪子？你不知道这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吗？乔玉儿掀着红唇，也不知道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想起薛墨给他买过肚兜，送过珍珠耳环，现在还送簪子，越回想细节，越觉得他……看着他烦恼嘟嘴的样子，分外迷人可爱。薛墨的黑眸熠熠生辉。误会什么？他走过来蹲下去，跟他平行一个高度，笑着问他：会让人误会你喜欢我呀？乔玉儿心里一急，就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薛墨笑着抓住他的手，看着他这气恼的样子，突然就严肃起来。如果我说这不是误会呢？啊，四哥，你
说是乔玉儿现在还听不出他的心意，那他就是个大傻瓜了。他咬了咬唇，一时半刻不知道怎么应对，便瞪大了眼睛看他，被他黑眸锁住，仿佛跌落在爱情的漩涡里。是啊，薛墨满足了他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一想到这么好的四哥将来可能娶别的女人，他便有些酸酸的。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对薛墨确实也是不一样的。要不然大哥二哥娶妻生子的那会儿，他什么感觉都没有，还送上了真挚的祝福。就在这时，雅间的门被人敲响，薛飞软糯的声音穿透了进来：“哥哥姐姐，你们快点出来，食材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薛墨回头道：“知道了，我们这就来。”乔玉儿急得要从凳子上起来，却忽略了拉扯他的那双大手。他身子一斜，砰的一声，直接跟半蹲在地上的薛墨撞了个满怀。两个人同时着地的那一刻，薛墨成功的当了肉垫子，两人成了女上男下的姿势，紧紧地叠在一块儿。他们脸贴脸，鼻尖对着鼻尖，看着眼前这张放大的俊脸，乔玉儿的心没由来的加快了起来。四哥的五官真的很好看，比例完美。他曾说过他的薄唇很适合亲亲的那种，现在离得这么近，他都控制不住这美色的诱惑了。此刻的薛墨一动不动，他很喜欢乔玉儿这样直勾勾地瞅着他的脸，脸上红扑扑的样子单纯又可爱，鼻息间都是属于他的芳香，连带着他的心跳都加快了起来，呼吸也渐渐的急促。感觉到他的异样，乔玉儿惊得从他的身上爬起来。天哪，他刚才在干什么？竟然对着薛墨发呆走神，一脸的犯花痴。玉儿，就喜欢他这副样子，给他感觉两个人的感情是双向奔赴的，而不是他的一厢情愿。那个四哥，我们赶紧出去吧，不要让他们久等了。乔玉儿整理了裙摆，几乎是落荒而逃。打开门的瞬间，就见一抹小身影跌了进来。见是薛飞，乔玉儿抽了抽嘴角：“小五，你在这儿做什么？”打开门的瞬间，就见一抹小身影跌了进来。见是薛飞，乔玉儿抽了抽嘴角：“小五，你在这儿做什么？”这孩子是趴在门上偷听吗？姐姐，我喊你弄烧烤呢。薛飞声音甜甜，他偷瞄着，看到坐在地上的薛墨，又看了看乔玉儿红彤彤的脸，他这小脑袋开始脑补某些画面。咦，四哥对玉儿姐姐表白喽！不等他回神，就被乔玉儿给拉走了。由于乔玉儿跟薛家人说过，等薛墨回来就烧烤，这不，四哥回来了，大家都眼巴巴地期盼着呢。一家子的人就等着乔玉儿过来大展身手。乔玉儿来到院子，就见烧烤架已经摆在了那儿，旁边的饭桌上摆满了很多的食材。见大家都期盼地看着他，乔玉儿只觉得责任重大。他淡颜一笑，先洗了洗手，便撸着袖子开干了。大嫂二嫂，麻烦你们把这些食物全部都用竹签给穿起来。他边说边做了个示范。云香巧跟江青桃做事情麻利，3两下就把所有的蔬菜肉类给串好了。乔玉儿先是烤肉类的，她将五花肉、烤鸡腿刷了适量的油，放在架子上翻烤着。天然的食物搭配着松木的木炭，油跟肉的碰撞发出了滋滋的脆响声，诱人的香气直往人的鼻子里钻，惹得大家肚子里的馋虫都不安分了起来。乔玉儿将烤好的肉串分别递给了2个孩子以及孟庆月，来，你们赶紧先尝尝，看看味道如何。他这都好久没有烧烤了，也不知道手艺是否生疏了。薛墨这会儿从阁楼上下来，铁架上的食物香气诱人。玉儿，你这是烤东西吗？这架势怎么有点像他在野外插着木棍烤猎物的架势？四哥，这个是烧烤，就是将食物放在炭火上烤，跟你在野外烤野鸡的方式差不多，只是在配料上得有些区别。四哥，你也一起来烤吧。薛墨点点头，跟他凑在一块儿烤。乔玉儿、薛墨、江青桃3个人齐心协力地烤着，一大盘的食物要出炉了。乔玉儿招呼大家快别愣着，赶紧吃呀，新鲜出炉，很好吃的哟。薛飞2嘴吃得油光光的，文文吃的也是一脸的满足，就连薛竹也感叹，这烤肉跟烤鸡腿实在是太香了，再整点酒，那搭配起来可真是赛神仙，美滋滋。乔玉儿等人烤了几大盘的食材都被解决完了，薛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大家揉揉肚子，心情那叫一个美。酒足饭饱之后，薛家的院子里亮起了红灯笼，漫天的繁星发着璀璨的光芒，一轮明月悬挂在半空，仿佛是最亮的指路明灯。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薛主感叹：四弟，今儿个能吃上烧烤，可真是托了你的福。
自从那天吃了火锅之后，他惦记着好几天了，盼望着薛墨回来，好解锁这道美食。是吗？薛墨牵着嘴唇，眸光温和地看了乔玉儿一眼。每每想到他，心里都是甜滋滋的。乔玉儿听着薛竹说烧烤配烈酒，便来了主意。如果这烧烤配葡萄酒的话，那堪称人间美味。葡萄酒？薛竹像极了好奇宝宝，不耻下问。乔玉儿笑道：“二哥，你岳父家不是喜欢种菜吗？那马上就要9月份了，天气会渐渐的转凉，这个时候可以去搞个大棚蔬菜，还可以种些葡萄。秋高气爽的季节最舒服了，空气和土壤的湿度都很适宜，这种季节最适合葡萄新根的生长。葡萄种下之后，精心的打理，运气好的话，当年就能结果；再不济的话，4年就可以结果了。而葡萄可以酿酒，酿出来的葡萄酒不仅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降低心梗、中风的发生，还能够预防器官的老化。最主要啊，口感十分醇香，配上烧烤的话，那味道叫一个绝呀！”薛竹的眼睛亮晶晶的，他没想到1顿饭的时间，乔玉儿就想出了致富的办法。他不仅帮薛家挣得了万贯家财，还想着他媳妇的娘家，这么好的妹妹哪里找？次日一早，乔玉儿便跟薛竹去了镇上。薛竹找好了2家铺子，这不让乔玉儿过目。马车到了镇上最繁华、最热闹的中心位置停下。乔玉儿刚掀开帘子，一路看下来，对比后发现这2个位置真是绝了。当然，租金也是非常昂贵的。他当初就跟薛竹说了，找铺子不要在乎租金，最主要是地段好，人流量旺盛。说是那种清冷的街角位置，就算是白送的铺子也没有多大意义。薛竹知道这个道理，他这几天在镇子上东奔西走，对比价格，对比位置，这才筛选出这2个合适的位置。现在领着乔玉儿过来，献宝似的展现他这几天的丰功伟绩。东家，我带妹妹来看铺子了。玉儿姑娘，我是这2间铺子的东家，租金给你们1个月3两银子。你放心，这个价格绝对公道。你二哥是精明人，对比了不少铺子呢。我不太懂这方面的，还得我妹妹做主。他一点都不觉得薛家当家人是个姑娘而觉得丢脸，相反，他觉得这是薛家的福气。他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听妹妹的话总是没错的，就算错了也没有关系。乔玉儿将这2间铺子里里外外的打量了下，一大一小，还挺合适的。3两银子倒是不贵，可乔玉儿想把它买下来，他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渴望，语气随便道：“东家，你这2间铺面卖吗？开个价。”东家没有想到乔玉儿一开口就是买铺面，且看他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他家的铺面可是镇上的中心位置。你们想买也可以，给500两银子，若同意的话，咱立马去衙门过户。乔玉儿抽了抽嘴角，这房东可真是个人精，这500两银子也算是市场价，暂且租下吧。若是350两银子的话，我立马盘下。东家一听这个价格，跟他想要的相差甚远，便犹豫着不肯给。是他看走了眼，原以为是个人傻钱多的主，却不想是个精明的小算盘。行，就租吧。双方谈好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铺面。看着签好的租房协议书，薛竹激动的嘴角都在打颤。玉儿，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有生之年可以拥有自己的铺子。二哥，只要敢想敢做，没什么不可以的。这间小点的铺子给你开竹制品，旁边那家装潢的雅致些的开薛家食品加盟咨询铺，2楼的雅间用来招待客人。薛竹点点头，好嘞。从乔玉儿让他开竹制品铺子时，他便有了规划。他打算招2个学徒跟着他学做竹制品，一来收徒收学费，二来可以让他们做成品放在铺子里售卖。乔玉儿惊叹他这脑子转动得快，竖起大拇指夸赞道：“二哥，你越来越有做大事的风范，不错哟。”他笑着又道：“这9月份快到了，我还得租3家铺子，将烧烤、火锅、喜茶铺子都开起来。这3家铺子作为总部，方便别人参观学习。”好的，玉儿，这件事交给我。那咱们先把这2间铺子开起来。行，那我今天晚上就去画设计图纸，后面装潢的事啊，就麻烦二哥了。好说好说。兄妹俩在镇子上谈好了事儿，用了午膳，便各回各的。乔玉儿表示有事得去镇子上逛逛。乔玉儿穿过几条街道，驾轻就熟地来到了回春堂。韩老大夫见他过来，便提着药箱就跑了出来。2个人心照不宣地一起去了卓府。卓府的某个院落，
左小公子在院子里荡着秋千，经过3次的针灸，他的身体利落了不少。站他身后给他荡秋千的正是他的母亲卓夫人。见他盯着院口方向，一脸期盼的样子，便知道这孩子是在等那个女神医呢。平儿，算算时辰，女神医差不多要来了。不忍孩子失望，卓夫人出声安慰。女神医每隔3天便会过来一趟，前几次都挺守时的，都是接近午后这个时辰。女神医说，平儿体内的毒素已经清得差不多了，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去调理身体，还要服用稀罕的药丸。夫人，韩大夫带着女神医过来了。快有请！卓夫人见人来了，欢天喜地地迎了上去。女神医，你可算是来了，今儿个孩子能下床走路，瞅着精神气呀也好了不少。乔玉儿看了看坐在秋千上的小男孩，看到他来了，卓玉萍立马从秋千上跳下来，跟着蝴蝶般的飞奔过去。神医姐姐，你过来了。伸手揉揉他的小脑袋，笑问道：卓小公子，你这几天感觉如何？卓玉萍如实回道：现在头不昏，眼不花，身体轻盈许多，还能下床走路，跑起来也不带喘的。他躺在病床上都整整3年了，从来没有出过那个屋子，他都快要忘记了阳光是如此的灿烂，荡秋千是如此的荡漾，天空是那么的蓝，仿佛几天的时间里，他的世界从灰色晕染变成了5颜6色的斑斓，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神医姐姐。看来恢复的不错，我今天是给你送药调理一下，再帮你针灸稳固一下。来，咱们去屋里。卓玉萍听话的躺在了病床上，乔玉儿先是给她把脉，再抬眸看着一旁的妇人。卓夫人，我让你准备的珍贵药材如何了？卓夫人道：神医放心，已经准备好了，我这就让下人拿过来。很快下人就送了一个紫檀木箱子。好，这些药材我得拿回去炼药，到时候给你送过来，每天服用1颗，差不多半个月就可以药到病除。现在我得替他针灸，你们还请退下。有劳神医了。木门上锁之后，乔玉儿便开始给小公子针灸，几根银针扎在了他的睡穴上，孩子立马昏沉的睡去。投入了一笔巨款，再投相应的功德值，炼药大转盘很快的运作，没多久就出了15颗药丸。乔玉儿把药装入到瓷瓶中，快速的从系统里出来。2位可以进来了。卓夫人小跑着进来，看着儿子悠悠的醒来。神医，我儿怎么样了？乔玉儿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云淡风轻。夫人放心，我仔细检查过了，他身上的毒素已经清完了，我手里的这瓶药给他调理身体，至于这里面的药我得带回去炼。好，有劳神医了。行，那没别的事，我先走了。哎，神医，我送你。卓夫人说着便塞给他1叠银票。乔玉儿展开一看，是3张100两的银票。卓夫人，等小公子的病痊愈了，再给诊金也不迟。神医啊，你就别再推辞了，这是你应得的。要不是你的话，我这孩子连站都站不起来。是你让我看到了希望啊。行，那我就先收下，多谢夫人。出了卓府，乔玉儿叮嘱他几句之后，便要上马车时，就见另一辆马车稳当当地停在了卓府门口。下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一阵子不见的裴俊。看到他的出现，乔玉儿下意识地想躲，就见裴俊先一步地看到了他，走过来一脸诧异。这不是女神医吗？怎么？裴俊，你过来看平儿吗？她现在能下床了，今天还走了半个时辰的路呢。你不知道平儿能好起来，多亏了这位女神医呢。裴俊瞅了他一眼，她的医术挺不错的，之前祖母的病就是她给看的。是吗？那真是太巧了。夫人，你先进去，我有话跟女神医说。卓夫人以为他是想要询问他祖母的病情，便点点头进了府。裴俊凑过来，上下打量着面前的蒙面姑娘，也不知这个女神医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去京城的时候，特地的确认过，天下第一神医的学徒里并没有女神医。为何她的医术如此高明，一双玉手出神入化？她出现在江湖里，可江湖里却没有她的传说。乔玉儿斗笠轻纱遮面，别人看不清她的容貌，但她能够将对方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此刻的裴俊上挑的眼角带着趣味，有很明显的探究意味，他明显是在挖掘他的秘密。刚才猛然看到他时，乔玉儿吓了一跳，下意识想躲，可转念一想，他已乔装，就算是薛墨也不一定能够认出他来，他有什么好怕的？
想到这儿，乔玉儿落落大方地捏着嗓音说道：“裴公子，你家祖母的身体最近如何？”“有劳神医挂念，身体甚好。”如此，说没别的事，就此别过。乔玉儿说完，便提着裙摆上了马车。韩大夫看了他一眼，便将车帘放下，看着马车渐渐消失在视线中，裴俊不由得用手中的折扇敲了敲掌心。这个女神医的身份太过于神秘了，令人好奇。裴俊收回了眼神，他是怎么都不会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乔玉儿坐着马车松了口气，却忽略了另一道目光。盯着马车离去方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一路跟着乔玉儿过来的薛墨。他此刻压住内心的震荡，扯开绑在大树上的马，一鼓作气地翻身上马，围着马鞭追上前面的那辆马车。追得越近，他的心越发跳得厉害，整个人震惊得无法用言语形容。今儿个早上起来时，他便下意识去寻找乔玉儿的身影，得知他跟薛竹去了镇上，他便骑着马车过来找他，亲眼目睹他进了回春堂。回想乔玉儿的异常举动，他总觉得他身上藏着什么秘密。他在门口静候，就见乔玉儿跟着韩大夫上了马车，去了卓府。他紧盯着那辆马车，却不想从里面下来的姑娘是戴着斗笠面纱的乔玉儿。无法想象那个娇俏可人的姑娘居然就是赫赫有名的女神医。女神医真的是乔玉儿，这身份反差实在太大了。此刻的乔玉儿并没有发现她的马甲已经掉了。她将手里的300两银子跟韩大夫3七分之后，便拎着那个装有珍贵药材的檀木箱子，哼着小曲儿，兴高采烈地走在路上。这会儿就听见有人喊她：“玉儿，玉儿！”乔玉儿回头一看，就见薛墨骑着一匹高大健壮的白马，远远地从街角处飞奔而来。“玉儿，上马！”薛墨见他犹豫不决的样子，挑了挑眉：“怎么不敢上我的马？”生硬的语气听起来有几分负气的成分。乔玉儿纳闷，他奇奇怪怪的，心思像是被蛊惑了。他将纤细的手伸了过去，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攥起。等他再次回神，他已经在马背上了。他坐的位置是他的前头，两个人挨在一块儿，模样太过于亲密。他不自在地往前挪了挪，就见那双大手直接圈住了他纤细的腰肢。乔玉儿浑身都僵硬了，这算不算是吃豆腐呀？看不出冷面的四哥也会吃豆腐呀。乔玉儿哭笑不得，他是明白了薛墨的心境，但还没有答应跟他谈恋爱呢。他这进度条是不是飞得太快了？薛墨却没有想那么多，他此刻满脑子的疑问，只想快点找个地方问个清楚。伴随着驾的一声，高头骏马载着这对神仙眷侣一路策马奔腾。乔玉儿瞅着马儿的速度十分的迅猛，到了凹凸不平的小路上十分的颠簸，他有些惊恐，下意识地抓住了薛墨的衣袖。这个举动成功地取悦了含有怒气的薛墨，他的心里的火气消散了一些。马儿一路奔腾往村里方向跑去，却不是跑去村子。四哥，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呀？乔玉儿不解地问。他的心有些慌乱，这样的四哥不按常理出牌，他从未见过。就见他的手扯着他的衣袖越来越紧，这匹马儿便在一片树林当中停了下来，四周荒无人烟，安静的不行。吁的一声，薛墨牵住了缰绳，抱着乔玉儿利落地翻身下马，四目相对，有什么气氛在快速的流窜。乔玉儿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薛墨拧着眉不说话。乔玉儿亦是不会说话的，耳边传来的是树叶被风吹拂的沙沙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就见薛墨面色凉凉地问道：“玉儿，你到底是谁？”他绝不会相信这个姑娘是他当初买来的狼狈女子，一个会挣钱、会医术、会各种美食的女人。乔玉儿惊呼，自己的马甲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掉落在地，被薛墨这样瞅着，再怎么剪都穿不起来了。双方眸光你来我往，僵持了好一会儿。乔玉儿的思绪仿佛从天际回来，她咬着红唇，目光一冷，瞬间就豁出去了：“没错，我不是真正的乔玉儿。”“怎么可能？”这回轮到薛墨不可置信了。乔玉儿知道薛墨的性子，他倘若不说，他也一定会追究到底的。事已至此，他也不想隐瞒。“四哥，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会让你震惊，觉得荒谬，不敢相信，可我说的都是事实。”“你说，只要是你说的，我都相信。”“你信不信鬼魂之说呢？”
其实真正的乔玉儿已经被养父母打死了，我是千年以后的亡魂，因为某种机缘巧合附在了他的身上。他说完，便见薛墨幽深的眸光翻转，他看样子是在思考他说话的真实性。怕他不相信，乔玉儿立马召唤出了医药系统。和他跟小精灵在对话的时候，在薛墨的眼睛里看起来就像是自言自语。玉儿，你在跟谁说话？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玉儿震惊万分，看来他的医药系统只有他能够看得到。他叹息道：罢了，四哥，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这就是真实的我只不过是一缕附在别人躯体上的亡魂。你现在知道真相了，你可以把我当成妖怪抓起来，也可以灭了我，这样的我想必你也不会喜欢的。现在他把真实的身份放在了台面上，估计薛墨会害怕他的，说不定回到薛家之后他便会被赶出来。见他沉默着不说话，乔玉儿轻笑了一声，转身便走，却不想下一刻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给扯了过来。等他再次反应过来时，整个人便被薛墨抵在了一棵大树上。薛墨这一刻的理智轰然倒塌，看着有些受伤的乔玉儿，他的心微微抽疼，想也不想的就把他压在了树上，低头便吻了上去。四哥，乔玉儿惊呼了一声，她震惊地睁大了眼睛，看着面前放大俊脸的薛墨，正霸道地堵住了他的唇。他蛮横地侵略着他的娇唇，力气大的如席卷一切的狂风，把他口腔里的甘甜扫荡得干干净净。乔玉儿纤细的手臂被他的铁臂紧紧地钳制着，丝毫都挣脱不开。他的吻太急促了，让他快要窒息地喘不过来气。就在乔玉儿以为自己要被吻得缺氧而晕过去时，薛墨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他的眸子有些猩红，眸光灼灼地看着他，又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这才哑着声音道：玉儿，我喜欢你，不管你是谁，妖怪也好，神仙也罢，我都要你。你是什么样子的，我都喜欢，我只要你。天哪，四哥居然跟他表白了，还抱他、吻他、亲他的额头。此刻他心情复杂，混乱的思绪交织在一起，这副懵懂的样子落进了薛墨的眼中，像极了无声的诱惑。他很庆幸乔玉儿相信他，愿意将这个秘密告诉他。眼看师傅说的对，喜欢一个人就想靠近，靠近就想占有，占有就想永远不分开。乔玉儿跟个木头一样呆愣地处在了原地。薛墨十分好笑道：玉儿，四哥，你放心，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玉儿，那你喜欢我吗？以后会嫁给我吗？你知道吗？当裴俊接近你的时候，我嫉妒的都快要发狂了，以至于那天捏碎了那根玉簪子都不解恨呢。不过也是裴俊把他心底的爱意激发了出来。乔玉儿呆愣地听着，这让他怎么说呢？可就算喜欢一个人，也要先谈谈恋爱，相处一下，才知道合不合适吧。可薛凡站在薛家门口，手撑着一把伞，远远地看到飞奔而来的两人，立马迎了过去。玉儿，这下雨了，你们怎么也不找个地方躲起来？薛凡说着，就把手里的另一把伞递给了他们。薛三哥，你俩赶紧去屋里，你倒是个好哥哥，一心照顾着妹妹，倒把自己淋湿透了。薛墨抱着他翻身下马，将手中的伞给了乔玉儿，他则是牵着马到了马厩里。这一幕让乔玉儿心里暖暖的，试问有几个姑娘能够抵挡这样的温柔关怀呢？她笑着笑着，突然就打了好几个喷嚏。薛墨阔步走过来，摸了摸她湿漉漉的头发，一脸正色。玉儿，你赶紧换身衣服。薛墨则迈着步子去了灶房，他翻开橱柜，找出生姜、红糖，开始烧驱寒的姜茶。乔玉儿回到屋子里，利落地换了身干净的衣裳，一打开门就见站在门口的孟庆月。玉儿，你这个去镇上怎么不带我呢？我这不是办要紧的事，下次带你啊。乔玉儿笑着打哈哈，开玩笑，她披马甲给人看病，怎么能够多带个尾巴呢？就这样的小心翼翼，马甲还被薛墨给扒了。不得不说，某些人的眼睛是真的毒辣。也正是这件事情的败露，让他明白了薛墨对他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想起那个让人脸红心跳的吻，他还羞涩着。孟庆月看他手上拿着男人的披风，像是薛墨的，眼神闪了闪，又问道：是薛墨脱下这披风给你挡雨的吗？是呀。乔玉儿尴尬地笑笑，他发现孟庆月太聪慧了，这些细节根本逃不过他的眼睛。你四哥还真是疼你，我看他对你的感情不一般哦。四哥是对我挺好的，毕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就见孟清月一脸的暧昧。哼，玉儿，你们挺般配的。其实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就算结成夫妻，这也没啥的。他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在薛家这10几天的日子里，将一家人的心思看得真真切切。薛东对乔玉儿就像是父亲疼爱闺女那样，薛竹宠着乔玉儿，还带着一股崇拜之情。对于乔玉儿提出的意见，他总是第一个跳出来赞成，完全是个妹控。而薛凡有什么好事儿都向着乔玉儿，开口闭口就是我妹妹如何，一副我家有妹妹我骄傲的样子。什么时候他也能够被薛凡挂在嘴上念叨呢？这段时间他跟薛凡吟诗作对，两个人谈论古今，畅谈未来，就连共同爱好都很相似。每次看着他的俊颜，他的心总是微微跳动。这跟他之前见家里人给安排的花花公子感觉完全不同。他应该是喜欢上了薛凡，可他一心沉浸在书本里，一心想考功名，又怎么会把他的爱意看在眼里呢？对于薛墨看乔玉儿的眼神，完全是带着侵略性的爱意。他对这个妹妹的关心，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宠爱疼爱。还有薛飞，人小鬼大的很黏着乔玉儿，两个嫂子也很疼爱乔玉儿，家里的活儿不让他干，有好事儿第一个就换他。他好羡慕乔玉儿，有这么多人宠他爱他，这分明就是个小团宠，而他是孟府里的可怜虫，走到哪儿哪儿嫌弃。乔玉儿也不知道这句话的空档，孟清月想了那么多。他道：清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等时机成熟之后，我定对你和盘托出，你放心，我一定会保密的。哎，对了，清月，你是不是喜欢我三哥呀？他这个人呢，虽然有时候嘴有点欠，但人还是不错的哟，又有一手好文采。被说中心思，孟清月脸红扑扑的，她害羞的快要说不出话来了。乔玉儿也不勉强，反正有些东西该来的总是会来的，着急也没有用。乔玉儿跑了出来，她拿着手中的披风，正要给薛墨时，就见云香巧过来道：玉儿，你刚淋了雨，容易感染风寒，我来帮你洗这件披风。啊，大嫂不用了。哎，没关系的，我只是怀个孕而已，没那么娇惯的，我闲得都快出病了，就让我洗吧。云香巧抢着帮她洗衣服，却发现她手上的披风居然是薛墨今儿个穿的那件。刹那间脸上闪过一抹异色，心里荡漾起涟漪，笑着问道：这薛墨看着面色冷清，看不出来还挺疼人的。哦对了，玉儿，他这会儿在灶房里煮姜茶，你赶紧去喝吧。乔玉儿点点头，低调地来到了灶房，就看见薛墨舀了姜汤出来。看到他就想起今日一系列的亲密的举动，还是有些别扭的。玉儿，来坐下，把这姜汤喝了，当心感染风寒。四哥，你也喝一碗吧。薛墨面色僵硬。我这大男人喝什么？不行，你必须喝。薛墨的黑眸亮了起来，他噙着薄唇，一脸得意。原来玉儿这么在乎我，好，我喝。乔玉儿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谁说这个男人冷冰冰的，明明很会撩人。那天过后，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薛家人也发现薛墨这个冰块时不时的勾起嘴角傻笑，他劈竹条的时候都在发呆呢。他每回看到乔玉儿在做什么，都会积极的帮忙。这样反常的模样落在薛家人的眼里，众说纷纭。薛东毕竟是当大哥的人，又娶了媳妇儿，还有个贴心的小闺女，他的反射弧自然比别人的长。晚上睡觉搂着自家的媳妇儿，便说着悄悄话：媳妇儿，你有没有觉得薛墨这几天有点不正常？你说他那么清冷的一个人，在他脸上很少看到笑容的。云香巧扑哧一声便笑了。你也发现了？我看他这个样子都好一阵子了，这薛墨都18岁了，定是情窦初开，有喜欢的姑娘了。薛东惊了一下，然后跟着笑起来。是吗？我说薛墨那么奇怪呢，还不敢往那方面想。估摸着时机还没有成熟，薛墨还不想说。我那天试探了下，见他嘴巴紧的跟蚌壳一样，心里藏着紧呢。香蕉，玉儿平时跟薛墨挺亲近的，或许他知道点什么，改天你问问他，套套话。薛东想着薛竹都娶妻了，接下来该轮到薛墨了吧？毕竟薛凡那人一门心思都在科举上，若是不考个官出来，8成没有心思想别的。不过他看出来了，那个孟庆月对薛凡有点意思。云香巧道：问过了，玉儿也不知道呀，你就别操心了。薛墨有本事有主见，他喜欢的姑娘定是不简单的。薛东一手揽住他的腰肢，另一只手抚摸着他还平坦的腹部，
点点头。行，那就不操心他的事了，等他哪天想说了，自然会说。他们讨论完，就沉浸在自己的小美好中。她一个寡妇能嫁给薛东这样的男人，她无比的庆幸，又无比的幸福。薛东，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以前我总是觉得上天对我不公，可遇到你以后，我才发现，上天把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了我。傻瓜，你是我媳妇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呢？说完，便低头吻上了她的娇唇，好一番肆意纠缠。转眼便到了8月底，薛家人终于等到了放榜的日子。乔玉儿一大早就跟薛凡、孟庆月一起乘坐马车去了镇上，他们直接去官府的公告栏那里等着。那里已经围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不少的学子，他们十分关心这榜单，就连白励志也毫无例外，在那里早早的候着，好多学子都围着他。励志兄，看你这胸有成竹的样子，想必这场会试是板上钉钉的。那人刚问完，另一个人就跟狗腿子似的附和道：那可不啊，励志兄可是父子的得意门生，学问可好了，定是没问题的。白励志被捧杀的都快要飘飘然了，他一本正经道：这个不敢说第一，前10名是没问题的。励志兄厉害了。白励志正享受着众人的恭维，就连薛凡带着2个姑娘过来，那左拥右抱的架势太引人注意了。他走过来阴阳怪气道：哟，薛凡，这会试还没出结果呢，你就骗小姑娘的感情了？这话让孟庆月僵在了中间，乔玉儿则是直接怼他：嘴巴放干净点，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倒是你呀，成绩还没出来，你狂什么狂？说是一会儿名落孙山，看你还笑得出来不？白励志看着他，眸光腾起了火苗，手指戳着自己的鼻子，大声道：什么？我会落榜？开什么玩笑？我看你还是担心你家三哥吧，毕竟他可是落过榜的人。话音刚落，就见围观的人群突然让开了一条道，原来是一队官差敲着锣鼓，拿着榜单高调的出现了。等榜单贴出来后，一个个便涌了上去，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名次。乔玉儿自告奋勇道：三哥，我帮你去看榜单。他说完，就跟一条滑不溜丢的泥鳅似的，穿过人群，挤到了最前面的位置，纤细的手指戳了一排，溜着名字往下扫，到第9名的位置，赫然看到薛凡这2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他激动地跳了起来：耶，三哥中了，竟然还在前10名，成绩不错哟！他笑着冲出了人群。孟庆月闻言也比较激动，他下意识地抓住了薛凡的手道：薛凡，你听到了吗？你中举人了，恭喜你啊！薛凡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的笑容，就像是压在心底里的一大块石头被人搬开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挑灯夜读在眼前晃过，他总算是中了举人。薛凡高兴地去拉着乔玉儿的手：玉儿，太好了，我中举了！三哥，你真棒！孟庆月看着他们兄妹感情很好，羡慕却不嫉妒，但心里会有点酸酸的。刚才他抓薛凡的手，他却挣脱开来去抓乔玉儿的手。这人一心沉浸在圣贤书中，什么时候能够看出他的心意呀？他在这里不长久的，也不知何时回去。他爹也真是的，他离开京城都大半个月了，竟也没有派人出来找他。看来淑女的身份低贱，就是可有可无的。薛凡的同窗都来恭喜他。乔玉儿见那个还在享受众人吹捧的白励志，他十分好奇某人的名次，便冲到榜单前面扫了扫，谁知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都没有发现白励志的名字。天哪，高傲的才子落榜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哼，我说白励志，你能不能暂停一下吹牛剑，先过去看看榜单呀？乔玉儿凑过去，好笑的呛声道。白励志翻了个白眼：等着死丫头，我定要你心服口服。谁知他过来扫榜时，连看了好几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顿时便傻眼了，就跟受到了莫大的刺激一般，喃喃自语：不可能，这不可能。他去抓那个贴榜单的官差问：官爷，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怎么可能没我的名字？官差神色不耐地推了他一把：放肆！这乡试可是要报上给朝廷的，你敢质疑皇上，小心我禀告县老爷，治你一个打不尽的罪。白励志无语，整个人都傻掉了。刚才吹牛吹得那么响亮，这会儿打脸打的就有多疼。周围的那些贺喜声、激动声、嘲讽声，他全都听不见。他甚至丢掉了跟他一同过来的乔兰儿，直接灰溜溜地逃开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那些中了跟没中的，仅1个时辰便传遍了10里8乡。乔家人在家翘首以盼，全都指着乔兰儿能够嫁给白励志当个官夫人。
眼下看着乔兰儿一个人回来，全都凑过去七嘴八舌地问，尤其是姚氏，他劈头盖脸地问：兰儿，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白丽志呢？他哭丧着一张苍白的脸。娘，他没有中举人，他落榜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懦夫居然把他丢在路上，落荒而逃。怎么会？他学问不是一直很好的吗？会不会是官府弄错了？姚氏表示不相信，回过神之后又嚷道：那他人呢？去哪儿了？说好的相识过后就把你娶回去的。他闺女的肚子已经有了他的种，本来就想着等这次相识出了结果，来个双喜临门的。可谁能够想到他会落榜？可就算是落榜了，也得负起责任，不是吗？娘，我估摸着他心情不好，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他说这相识太奇怪了，白丽芝没中，那薛家老三居然中了，且名次还不低，排在第9名。姚氏气得跺脚，岂有此理！乔玉儿那个贱人命这么好。乔兰儿看着还不明显的肚子，娘，快别骂他了，我怎么办？这肚子一天天都快大起来，他必须得娶我呀！姚氏冷哼道：闺女，你放心，这个亲必须得结，这落榜也不是天塌下来，大不了3年之后再来。那薛家老三不也落榜过一次吗？当务之急是先促成这门亲事。姚家陷入了惨淡之中，而薛家则是一片祥和之气。村里不少人知道薛凡中了举人，全都跑过来祝贺。薛东惊讶，这人还没回来，官差就过来报喜了。现在村民得到消息，全都一一送上了祝福。这当大哥的别提脸上多有光了。他刚送完最后一个贺喜的村民，只觉得薛家终于扬眉吐气了，这几年的苦日子没有白熬。薛墨也是神色欣喜，此刻他正在院子里教薛飞一些基本功。学功夫嘛，就要从娃娃抓起，这有了自保的能力，总归是有好处的。他的一招一式特别的行云流水，他身上的披风好像胜利的旗帜。看着薛墨时不时地扯过那抹披风，放在鼻尖上闻，他不由得笑出了声。四哥，玉儿姐姐的味道好闻吗？薛墨的脸没油的一变，他也不知道这是他第几次做这个动作了。被薛飞打去，他紧绷着一张俊脸。说什么呢？扎好你的马步。薛飞从发现薛墨有了那个心思之后，便一直注意着2个人的动态。他知道这披风是玉儿姐姐披过的。飞眨巴着眼睛，语气十分笃定：四哥，你就别瞒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喜欢玉儿姐姐，那你跟她说了没有？她怎么回答的呀？一向沉默寡言的薛飞提起乔玉儿，瞬间变成了小话痨。薛墨惊讶的快要说不出话来了，他声音淡淡：小五，这是大人之间的事，你别管。只要跟乔玉儿有关的事，薛飞偏要管。他叹了口气：哎，四哥，你也太逊了，看来玉儿姐姐还没有答应你。我跟你说，像姐姐这么好的姑娘，聪慧漂亮，定有大把男人喜欢的。你若不抓紧，改天被人抢走，后悔都没地方哭去。薛墨有些尴尬，深邃的眸光瞅了他几眼，像是重新认识了这个子弟一般。这小五心思深沉的呢，根本不能够将他和单纯的孩子一样看。知道他很黏乔玉儿，想必有关他的一切他都格外的注意吧。这会儿见薛家马车远远地从村口方向行驶过来，薛飞顿时马步也不扎了，激动地跳了起来，抓住他的胳膊直摇晃：四哥，你快看，姐姐回来了！薛墨定睛看去，就见马车稳稳当当地停在了院子里。四哥，太好了，三哥考中了举人！乔玉儿因为太兴奋，飞奔而来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脚底打滑，直咧咧地往地上扑去。但想象中的面朝大地没有发生，待他回神，便落入了一个宽阔的怀抱，而他因为惊恐，下意识地搂住了他精壮的腰身，脸贴着他结实的胸膛。薛飞呆愣地看着这一幕，四哥的身手太好了，2个人抱在一起太有画面感了。他瞪大了眼睛，似乎在琢磨着如何在宣纸上描绘这般配的一幕。而此刻的薛墨洋溢的幸福感就这么满满的溢出来，他好希望时光在这里定格，可被薛飞那双眼睛打量着，他又不得不松开他。怎么跟个孩子一样，走路都差点摔倒？薛墨宠溺道。乔玉儿红着脸，声音都结巴了：谢四哥。小五捂着肚子，咧着嘴角笑。在薛凡跟孟庆月下马车的同时，乔玉儿一改刚才的尴尬，人就往屋子里跑去，声音脆生生地喊：大哥大嫂，三哥中举人了！薛东等人出来，看见乔玉儿这兴奋样，都觉得有趣。他笑容满面：玉儿，我们都知道了，刚官差已过来报喜，村民都过来贺喜了。啊，
果然够速度呀！乔玉儿有些窘迫，感情就她一个人激动过头了。薛凡中举是件光耀门楣的事儿。当晚，江金桃从娘家赶回来，做了很多的菜，大家围着薛凡坐，给他庆祝一番。马上9月初了，给薛飞安排上学堂的事儿得落实了。十里八乡是有学堂的，是在某个村子里。薛东一听要去镇子上最好的学堂上学，面色激动。玉儿，我听说那里的夫子有些是从京城过来的，这学费一年有不少呢。倘若薛飞去了镇上上学，这每天来来回回的，不也麻烦？乔玉儿笑了笑，大哥，你是不知道咱们家的钱有多少吗？只要能够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薛飞他聪明伶俐，画画又有天赋，一定得安排他去最好的学堂，接受最好的夫子教育，这样少走许多的弯路。薛东自然明白这个理，只是薛飞已经花了乔玉儿太多的钱，他们几兄弟努力挣钱，都还没有把那个窟窿给填补上呢。乔玉儿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只是不忍心再花他的钱，可为了弟弟的前途，他便厚脸皮的答应了。行，玉儿，我听你的。大不了从今往后给乔玉儿做牛做马。除了薛墨，现在的薛竹也是挣钱的一把好手。弟弟这跟着乔玉儿后面学得八面玲珑，妥妥的跟着妹妹出师了。接触到薛东投递过来的眼神，薛竹表示秒懂，欠乔玉儿的他们都会努力的补上。他的竹制品铺子和食品加盟的铺子全部都按照乔玉儿的设计已经装潢好了，另外的3间铺子均已谈妥，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乔玉儿来安排了。乔玉儿听完了他的汇报，忍不住夸道：二哥，你这办事果然妥妥的。哦对了，你们找的那些学徒编织的竹制品有多少？数量差不多就可以开业了。薛竹笑了笑，有10几个品种，100来个数量，我正打算挑这几天开业。这不，最近往你二嫂娘家跑的亲，也耽误了一点事儿。至于薛飞去镇上学堂上学，这是好事啊，我这天天赶牛车来回跑，可以接送他。这么一会儿功夫，薛竹全都筹划好了。他现在已经学会了乔玉儿的那套理论，凡事要舍得投资才是正事儿。薛飞是个好苗子，他们薛家人一定会倾尽全力的培养。至于欠乔玉儿的，他努力做事就是。若他纠结眼前的这些蝇头小利，是干不了大事的。薛凡愣了愣，对他的变化叹为观止。二哥这个脑子转得够快，觉悟性很高啊。他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二哥成日的跟在妹妹身后，从头到尾都脱胎换骨了。不错不错，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乔玉儿做了个总结，大哥、二哥、三哥，你们明白就好，我也是为了薛飞的将来。咱们家已经出了个举人，说不定还能再出一个呢。反正家里不缺钱，就在能力范围之内给他最好的，剩下的就看他自己努力了。姐姐，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绝对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傻孩子，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无愧于心便好。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饭菜都快凉了，大家赶紧吃吧。薛东看着一家人团结友爱，凡事有商有量的，一脸欣慰。今晚的菜色也很丰富，都快赶上过年了。次日便是9月1日，新的一个月，新的希望。乔玉儿早早的起来，收拾妥当之后，便带着薛飞准备去镇上报到。他刚把赶马车的刘大爷喊过来，就见薛墨英俊不已的已经出现在了马厩里，给2匹马喂着草料。玉儿，今儿个带薛飞去学堂报道吗？我是他四哥，理应跟着去。他将这个理由说得名正言顺，薛飞知道他心里打着什么鬼主意，他看破也不说破。四哥不就是想跟玉儿姐姐多待一会儿吗？居然还打着他的幌子。不过对于这种结果，他是乐见其成的，希望四哥加把力，这样玉儿姐姐就能够永远的留在薛家了，他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想到这儿，薛飞左手牵着薛墨，右手牵着乔玉儿，欢天喜地的上了马车。从村子到镇子不过是半个时辰，就到了育才学堂。沟两旁各放了2张桌子，坐着几名登记的夫子。乔玉儿在一旁细细的打量着，就听见几名衣着贵气的夫人在议论：哎，听说呀，这个育才学堂的夫子有好几个是京城过来的呢。是呀，要不然怎么说这是镇上最好的学堂？附近那几个城镇都慕名而来。可不是，这学堂可不是有银子就能进来的，是需要各种条件的。乔玉儿看到所谓的条件便是家里有当官的，或有考取功名的，或是为朝廷做过杰出贡献的，可以优先录取。玉儿看完告示之后，心想着，
看来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想要进好的学校都是挺不容易的。不过那些条件薛飞都符合，他有钱，薛凡有功名。他看了薛墨一眼，朗声笑道：“四哥，你看这条件，好像专门为薛家开的，真的是天助我也。”玉儿，那咱们去报名吧。报名非常顺利，乔玉儿利落地交了5两银子，便大功告成。且夫子也出了一些基本的题目，薛飞都对答如流。夫子对此也特别的满意，这孩子看起来资质挺不错的。顺利地过了最后一关，入学的名册上便出现了薛飞的字样。薛飞激动地拉着乔玉儿的手，蹦蹦跳跳：“姐姐，我真的能够在育才学堂上学了，这不是做梦吧？你快掐我一把！”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事儿，没想到轻而易举的就实现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姐姐的功劳。若不是乔玉儿的出现，他现在还是个聋哑的孩子，更不敢奢望能够上学。小傻瓜，这是真的。我家的小五那么优秀，自然配得上这样好的学堂。你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朝廷有用的人。姐姐，我一定会努力的。真棒。行，那事情都办完了，上马车吧。乔玉儿牵着薛飞，正欲上马车时，就见一道黑亮的眼神定格在他的身上。男孩稚嫩的声音嘹亮的响起：“娘亲，那个姐姐的身形好像神医姐姐呀。”乔玉儿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他，冲着他礼貌地笑了笑：“娘亲，这个姐姐笑起来可真好看，你说她是不是神医姐姐呀？”或许乔玉儿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种魔力，很招小孩子的喜欢。他有些心虚地别开了头，孩子的眼睛跟嗅觉都是很毒辣的，说不定还真的能够辨认出他来。他正酝酿着情绪，就听见卓夫人柔声笑道：“傻孩子，那怎么可能会是神医姐姐呢？她过2天就会过来的，咱们先去学堂报名吧。”小插曲一晃而过，小玉儿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便先走为妙。一行三人上了马车之后，薛墨见时间还早，便提议道：“玉儿，这时辰还早，我们不如去街上逛逛。”乔玉儿看了薛飞一眼，点头道：“行，看看小五上学堂有什么缺的。”马车在一家文房四宝的铺子停下，乔玉儿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什么都要最好的。玉儿姐姐对她可真好，别说四哥喜欢玉儿姐姐，她也很喜欢呢。这会儿正瞅了薛墨一眼，就见他一眨不眨地打量着乔玉儿，那冒着爱慕的火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喜欢玉儿姐姐。薛飞贼贼地笑笑，为了姐姐能够永远地留在薛家的私心，他决定推波助澜：“玉儿姐姐，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至于逛街我就算了，我有点累，让刘大爷先送我回去吧，让四哥陪你继续逛。”这个提议正中薛墨下怀，不等乔玉儿回答，他便直接做主：“行，小五，那你先回去，路上小心。”“好的，四哥，那你一定要陪姐姐逛尽兴哦。”乔玉儿愣了愣，总觉得薛飞是故意的，这个小鬼头心思可真是深沉。青石板路铺成的街道，人群熙熙攘攘，两旁琳琅满目的铺子跟大大小小的摊位组成了喧闹繁华的城镇。乔玉儿经常往镇子上跑，但每次不是去挣钱，就是去办事的，导致来这里都这么久了，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逛过街呢。既然有薛墨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他就得使唤使唤。姑娘家都喜欢逛胭脂水粉。姑娘，你肤白貌美，戴这个蓝色的簪子，衬得你清爽宜人。还有这对白色珠花，你若戴上会更有灵气呢。乔玉儿看着这2样东西都挺喜欢的，虽不名贵，但胜在做工精致。不等他询价，薛墨便抢问价格后，利落地掏了银子。他一手给钱，一手拿货，随手便将那朵珠花跟蓝色的簪子别在了他的发髻上。这个妹妹定是怕招摇，送她的那根金簪子都不见她戴呢。眼下买的虽价格不贵，但胜在别致。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乔玉儿都快起鸡皮疙瘩了。果然呐，陷入爱情的男人嘴巴都特别甜。得，反正薛墨买给他的，他就心安理得的收下，谁让他也喜欢这个男子呢？乔玉儿欢喜地摸了摸发髻上的东西，便跟他并肩走。到了胭脂水粉的摊位，他便被那一溜烟的香姨子给吸引住了，好香啊！刚要选出一块喜欢的香味时，就见薛墨大手一挥，豪气万丈道：“老板，每个香味各来1块。”小贩惊喜的不行，没想到这个公子穿着不贵气，出手如此大方。乔玉儿抽了抽嘴角，他总感觉薛墨冷酷的脸上写着一行字：“爷今天高兴，爷今天有钱，你尽管来宰吧。”玉儿，怎么了？胭脂水粉还要吗？薛墨瞅着他，又赶紧问道：“不用，你可千万别买了。”
他生怕薛墨再花钱大手大脚，抓着他的手赶紧小跑，却差点撞到了一个人。他刚想说对不起，就见薛墨上前一步，面色惊喜。师傅，怎么是你？严宽看了看乔玉儿，又看了看薛墨，瞅见这登对的样子，便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小子果然有眼光。你小子这是陪心上人逛街呢？薛墨点点头，算是默认。严宽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行，大方一点，给姑娘家多买点东西。咱们男人挣钱，不就是为了给媳妇儿花的吗？师傅放心，这是应该的。说完，他又压低了声音说了一番话。就见严宽笑了笑，他甩了个眼神，一副我懂的样子。行，那你们好好玩，再会。乔玉儿对薛墨的事儿十分好奇。四哥，他就是你说过的武馆的师傅吗？薛墨道。是的，师傅对我恩重如山，又很照顾我的。我的功夫启蒙就是他破例收了我。难怪呢，你师傅看起来挺不错的，一身正义。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当然四哥你也很厉害啦。那是自然，不过师傅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他特别想喝我们的喜酒。薛墨借着某人的东风，加快了慢慢追妻路。乔玉儿深呼了一口气，白皙的脸泛着红晕。四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这不是已经在相处了？薛墨没有说话，却是眼光灼灼地看着他，那眼神似乎在说：玉儿，你这辈子都逃不掉的，我要定你了。两个人一边走一边逛，一路下来，乔玉儿的手上便拿了一大堆的零食，正逛着呢，就见前面一阵喧哗，一大队的官差押着几辆囚车，声势浩荡地走来。乔玉儿拉了薛墨一把，跟围观的百姓一起，纷纷让出了一条道来。不少人冲着囚车砸臭鸡蛋，扔烂菜叶子，老百姓们一片愤怒，叫骂声。乔玉儿不明所以，就近问了身旁的大娘：“大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有这么多的囚车啊？”大娘是这镇子上的老百姓，对此十分了解。姑娘，你算是问对人了，这几辆囚车里抓的呀，是凤雷寨的几个当家人。乔玉儿还以为只是一些普通的山寨呢，大家结社的那种，却不想大娘又愤愤不平道：“这山寨里的人呐，专门以拐卖年轻的姑娘为生，那些姑娘都是从各个地方被骗，被打晕后卖过来的。天哪，这太令人发指了！姑娘，你最近在镇上走，可要小心点儿。虽说这个凤雷寨已经被官府围剿了，但那个寨主可是还没抓着呢。他之前抓的那些姑娘，绝大部分都是卖到了九乡村去的。那乡村真是出了名的破落，里面光过10个人，9个都是买的那种可怜的姑娘。”乔玉儿算是理清楚了，看来孟庆月的那封信起了作用，知府大人定是发令围剿了风雷寨。你说这风雷寨的人作案都10几年了，怎么眼下才被抓呢？另外一个知情人便道：“这你就不知了，这些人踢到了铁板，居然把京城一个官宦千金给抓了。那千金一封书信到知府大人那儿去，硬是将他们的老窝给搅了。”乔玉儿知道他们说的也是孟庆月，他真的好奇他的身份。薛墨高大的身影站在了乔玉儿的身旁，听的是明明白白。瞧他发愣的样子，握了握他的手：“玉儿，这段时间我得陪着你，这些人没有被抓光的一天都挺危险的，尤其是孟庆月，你提醒他要小心点，我怕这些人会趁机报复。”乔玉儿点点头，也所幸是他跟薛墨听到这些话，若是换成薛家的任何一个人听到这话，可能都会止不住的打哆嗦，毕竟是他们收留了孟庆月，若是被查出来该怎么办呢？乔玉儿也有些后怕，他得尽快去医药系统炼制些毒药蒙汗药，好应付着。围观这事之后，乔玉儿也无心逛街了。薛墨见状，便拦了一辆马车，两个人一起回了华东村。孟庆月在院子里帮着云香巧折菜，看到乔玉儿跟薛墨回来，高兴地跑过去问他：“玉儿，你总算回来了。哎，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难道去飞少学堂的事不顺利吗？”孟庆月抿唇，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越发的着急。“玉儿，怎么了？你说话呀！”很少看到乔玉儿这副脸色不佳的样子，总感觉她遇到了什么事儿。孟庆月将她拉到阁楼处，乔玉儿酝酿了一番情绪，语气有些深沉地问：“庆月，你到底是京城的哪家千金？”她原本也不太关心别人的隐私，但现在出了这事儿，得提前了解一下。可不管她是什么身份，乔玉儿都认为不会改变两个人之间的姐妹情，除非她嫌弃她的平民身份。孟庆月惊讶她突然这么问，这些日子在薛家小住着，被各种关怀，她感觉到了从未拥有的温暖，尤其是乔玉儿，简直把她当成了亲姐妹看待。
他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好，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你说。玉儿，我是京城尚书家的二小姐，二姨娘所出。我娘很早就过世了，我在府里一直是战战兢兢的长大。大夫人不待见我，却又不敢苛待我，琴棋书画照样让我学。待我16岁时，到了适龄的婚配年纪，她为了讨好我爹，便自作主张的给我定了门婚事。我打听到那个公子经常流连青楼，沾花惹草，我不愿意把后半生的幸福交给这样的男人，便带上盘缠逃婚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还好遇到你，要不然我这辈子就毁了。说到后面，孟清月心里十分难受，一下子情绪失控，竟掩面哭了起来。清月，你别难过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玉儿，谢谢你。乔玉儿感叹，原来你是尚书家的千金，怪不得你身上有种难言的贵气。那玉儿，我们现在还是好姐妹吗？清月，说什么傻话呢？只要你不嫌弃我，我愿意当你的好姐妹。其实我跟你的身世也挺像的，我从小被亲生父母丢弃，被养父养母捡去，那10几年过的都是做牛做马的日子，比最低等的丫鬟都不如。他顿了顿，继续道，后来我遇到了薛家人，悲惨的命运才得以改变。所以当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就仿佛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救你。玉儿，怪不得我跟你非常投缘，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你放心，我会为你找亲生父母的。只不过他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回京城，他必须要等爹爹派人寻他。倘若他自行回去，等于是自投罗网，要嫁给那个花花公子。对此，孟清月心里十分忐忑，毕竟薛家再好也不是他的家。小玉儿看出他的想法，眨巴着眼睛笑道，没关系的，你安心在这里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那你的那门亲事怎么办？你爹会不会帮你退掉？孟清月叹了口气，只要耗的时间久了，对方肯定等不了的，到时候一定会上门退婚的。至于我爹，这么久了都没有派人来找我，他根本就不在乎。算了，你别多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玉儿，要是没有你的话，我早就是孤魂野鬼了。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会报答你的。很快，阁楼底下传来了薛飞喊吃饭的声音，薛家人全都围坐在一起。等饭吃到一半，薛凡正好在夹孟清月面前的那盘菜，便看见他眼眶红红的样子，他一下子便愣住了，问道：清月，你哭过了？想家了吗？啊，我没事。乔玉儿俏皮的笑笑，三哥，这会儿大家都吃饭呢，清月不好意思说呢，一会儿你单独问问他。薛凡怔了怔，倒是我疏忽了。清月很有仪态的吃着，心里溢满了一股甜蜜。每次薛凡对他稍微好一点，他便觉得幸福感油然而生。原来喜欢一个人，要求就会变得很简单。薛家人听到两个人的谈话，也都看出了一点苗头，他们也不明说。吃了中饭，薛家人便各忙各的。乔玉儿准备去山上采些草药，她得炼制一些防身药准备着，以备不时之需。见乔玉儿背着个背兜，拿着小锄头，薛墨便知道她要去山上，当即回屋拿了弓箭，带了匕首、绳索等东西，跟她一块上山。乔玉儿来山上好多次了，对于这附近的山脉地势了如指掌，对于哪些地方有药草，她也都清楚。于是乎，路上没有耽搁，直奔到半山腰处，顺着那儿开始挖药。乔玉儿意外地挖了颗野人参，以及采摘了几朵野灵芝。这刚从土里挖出来的人参，根须还带着湿润的土壤，新鲜的富有灵气呢。眼看着背兜快装不下了，乔玉儿就地选了一些药材，又进了医药系统里，开始炼药。薛墨一直跟在他的身边，看着他纤细的手指对着空气轻点了好几下，又见乔玉儿在那自言自语，他什么都看不见。直到乔玉儿丢了些银子进去，取出了几瓶药，他才恍然大悟，乔玉儿是在炼药呢。看来他这个1000年之后的灵魂，借尸还魂后居然带了个逆天的金手指。乔玉儿知道自己的这种操作就好像在无实物表演。对上薛墨惊人的表情，他笑着捏了捏他的俊脸，四哥，是不是被我吓到了？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妖怪呀？薛墨掀着薄唇辩解，你是仙女。哼，四哥的嘴真甜。乔玉儿笑着踮起脚尖，在他脸上香了一口。原本只是蜻蜓点水的一下，却没想到捅了马蜂窝。他明显的看到薛墨的眼睛深邃幽暗起来，就连呼吸都有些急促。薛墨看着乔玉儿娇俏又红扑扑的脸，瞅着她如玫瑰花一样的娇唇，
低头就吻了上去。这次的吻跟那天树洞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次是霸道的占有性的，而这次带着缠绵的悱恻温柔。吻了一会儿，薛墨不满足这力道，便加深了攻略。窒息的感觉让乔玉儿几乎喘不过气来，得空时乔玉儿低声求饶，薛墨这才红着眼放她离开。乔玉儿蹙了蹙秀气的眉头，她感觉嘴上都火辣辣的疼。四哥，你能不能轻一点？可这种话她是怎么都说不出口的。但薛墨看着她脸红心跳的样子，一下子便猜透了心思，将她按在自己的胸口上，声音沙哑道：好，我下次保证轻一点。看着他这么一本正经的样子，乔玉儿倒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脸色越发的涨红。是他的错，他刚才不应该去调戏他，原以为只是星星点火，却不想能够燎原。薛墨喜欢看他这娇媚的样子，好像这朵鲜花只为他徐徐的盛开。他柔声问道：玉儿，你还没有说过喜欢我呢。他较真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纯情的大男孩。乔玉儿忍不住笑了起来：四哥，我当然喜欢你了。乔玉儿爽快地承认，说她不喜欢，别说任由一个男人吻她了，哪怕是靠近她，她都会避嫌的。他又道：四哥，你今天买了那么多东西给我，我这几瓶药就当是给你的回礼吧。乔玉儿说着，便跟他讲这2瓶药的逆天作用，分别是加强版的蒙汗药，以及能够让人中毒的药粉。这出门在外，倘若是遇到了一些强悍的对手，打不过便可以用药制取了。薛墨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也就当仁不让的收下了。玉儿，我带你去那片山下看看，那片山脉很少有人去挖药，估摸着有珍稀药材。玉儿知道薛墨经常在山里打猎，这里的情况没有人会比他更清楚的。他当即兴奋的点点头，任由着他牵着他的手走。一路上山路高低不平，崎岖异常，珍稀的药草倒是没有看到，但是地上发现了一串类似于剪刀的脚印。薛墨的眸光闪了闪，蹲下身子，用手比划那一串脚印，心头一喜。玉儿，这是大野猪的脚印，看着加大加宽的形状，跟着地面凹进去的深度，估摸着600多斤。惊叹薛墨的观察力，他一副崇拜的眼光瞅着他。四哥，你好厉害呀！你就是单单用手比划一下，就能判断这头野猪的重量？当然，而且这草丛上面溅起的泥土的新鲜度，以及那被砍翻在地的树木来看，这头大野猪就在附近。2个人正说着呢，就听见了嗷嗷的叫声阵阵传来。只见一头大野猪从远处奔跑过来，眼看着那条野猪冲了过来，他便感觉腰间一紧。只见薛墨揽住他的细腰，在地面上轻点几下，2个人嗖的一下就飞上树。薛墨一脸凝重地对着怀中的人儿道：玉儿，你抱着这树干别动，我去把这头野猪打下。这么大的一头野猪，少说也值个10-20两银子。乔玉儿有些害怕地扯了扯他的衣袖：四哥，你一定要当心，必要时用我刚才给你的药。放心吧，我没事的。薛墨拿起手中的弓箭，连着3连发，除了一箭扎在了树上，另外2箭分别射中了野猪的头部跟前蹄。野猪嘶吼的叫了一声，发了疯似的冲了过来，用巨大的獠牙把乔玉儿所在的那棵树都给拱了。在这棵大树轰然倒塌之前，薛墨分身上去，把乔玉儿带离地面，同时他抽出了腰间的那把匕首，飞快地射了出去，刚好扎在了他那厚实的脊背上。野猪咆哮了几声，鲜血从他的身上汩汩地流了出来。动物也是跟人一样的，在死亡濒临之际，总能够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在他用尽全力地冲过来时，薛墨眼疾手快地将乔玉儿推到一边，他飞身过去，跟野猪赤手空拳地打起来。薛墨的拳头仿佛是铁锤一般，一记一记地砸在了野猪的身上，疼得他嗷嗷直叫。他腰间的绳索更是像一条灵活的蛇一般，紧紧地缠住了这头野猪。最后野猪被捆住了，只能够任人宰割。他手起刀落，连续刺了几下，那野猪终于轰然倒在地上，呼呼几声便动弹不得。乔玉儿松了一口气，这一幕实在是太惊险了。四哥，这头野猪太大了，我们去喊大哥二哥过来扛回去吧。薛墨扛起来也确实费劲儿，主要是这头野猪庞大又沉重，便点了点头，同意他提出的这个建议。2个人将野猪收拾了一番，又找来了几片芭蕉叶子盖住，便拎着2只野鸡往山下走。在即将走出这片树林时，便听到一道娇嗔的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死鬼，大白天的还敢约我，你就不怕被人发现了？怕什么？这片树林这么隐秘，谁会过来？乖乖，你可想死我了。乔玉儿整个人就像是被钉在了地上，她抽了抽嘴角，运气不凑巧，
碰到这等不干净的东西。他想拉着薛墨走，却不想他神色一敛，揽住他的细腰，飞上了就近的一棵大树上。这站得高就看得远，便把那声音来源看得一清二楚。乔玉儿看清楚来人，竟是凤娘跟刘春2个人。天哪，这2个人什么时候搅和在一起的？这个凤娘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呀！明明自己行为不检，还曾说他不要脸，跟薛墨怎么样。乔玉儿想想就火大，看着他胸口起伏不平的样子，薛墨就知道他气得不轻，伏在他的耳边道：玉儿，想不想出口气？啊？什么？乔玉儿不知道他的思维为何跳跃性会这么大呢？就见薛墨小声又道：玉儿，你抱着树干别动，你就等着看好戏吧。说完，就见他身形矫健，如飞燕一般落在了地上，又飞快地往村子的方向赶去。乔玉儿回神便猜到了，薛墨定是去通风报信了。他看了看现场版，那2个人已经在办事了，活脱脱的春宫图在这上演。刘春，看不出你还挺大方的，回回都给我钱，你还真是把我当姚姐了。怎么，你不喜欢？刘春勾着他的下巴笑了笑，我给我媳妇儿都没这么大方。刘春，咱以后还是别见面了，这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呀？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也有怕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很隐秘的，不会有人发现。刘春在这个村都30多年了，对于村里的这些山脉，哪个地方他不清楚啊？凤娘拍了他一下，娇嗔道：行了，赶紧穿衣服走人。眼看他们就要走了，乔玉儿急得想从树上跳下来，这会儿感觉身后有动静袭来，他落入了一个宽阔的怀抱，熟悉的阳刚之气传来。见薛墨回来，他顿时松了口气：四哥，你可算回来了。乔玉儿透过树荫底下，便看到了薛东跟薛竹2个人带着几个村民往这边齐齐赶来。哼，好戏开始了。就听薛竹的大嗓门吼道：天哪，这什么情况？大白天的，有人在这行不雅之事呀！薛竹身后跟着一群村民，有附近砍柴的，有在山坡下挖野菜的村妇。一行人看着那衣衫不整的2个人，全都目瞪口呆。这不是凤娘跟那刘春吗？真是世风日下呀！这2个人还要不要脸了？这凤娘还以为他从良了，却不想是重操旧业呀。另外一个村妇就往地上吐口水，骂骂咧咧：刘春可真不是个东西啊！娶了年轻的小姑娘还这么不安分，他媳妇大着肚子给他怀孩子呢，他居然在外面偷吃！义愤填膺的村民们直接冲过去，将这对狗男女给绑了，将他们带下去，等着村长发落。薛墨达到了目的，接着搂着乔玉儿的腰飞落到地上，他脖唇微动：大哥二哥，我们去把那头野猪抬下来。好嘞。薛东也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下那头大野猪到底有多重。薛墨这运气也太好了，不押镖闲置在家里都能够挣到银子。薛竹也是兴奋不已，薛家一行人便行至那片的山头，将那头野猪给合力的抬下。兄弟将这头野猪抬到了院子里，可把家里的人惊喜的不得了。在院子里玩耍的薛飞跟文文2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发出了欢快声：四哥打了头野猪，太厉害了，好大的野猪呀！所有人都涌了过来，一家子人将这头野猪围了起来。大哥二哥，事不宜迟，把这头野猪拖去镇上卖了吧。刚死透，身上的鲜血也刚凝固，新鲜着呢，卖也能够卖个好价钱。见他们俩点头，薛墨正准备将牛车推出来时，就见薛东接过牛车道：也成。薛墨应道，便和他们合力将这野猪抬上了牛车。就这样，薛东和薛竹驾着牛车出了村口。这头大野猪给薛家人带来了30多两银子的收入。薛家最近好事连连，一薛飞进了镇子上最好的学堂，二呢是难得一遇一头大野猪。在次日，薛竹的竹制品铺子以及乔玉儿的食品加盟铺隆重的开张了。这时正巧有辆豪华的马车经过此处，等看到那么熟悉的身影，不由得发出了惊叹声：公子，是乔玉儿的铺子开业了，好家伙，他竟一下开了3家铺子。乔玉儿果然是有魄力啊，虽不知他铺子里具体是卖什么的，但光是闻到那诱人的香味儿，就知道是跟美食有关。这真是个奇女子，垄断了附近几个城镇的工人吃饭问题，现在又跑来繁华街道开这种高档的铺子。裴俊叹道，他走南闯北，什么商人没有见过，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商人像乔玉儿这样的，不仅是女儿身，还有趣有气度。他确实是个经商的奇才。裴俊很想跟他合作，可奈何某人防着他，偏偏不跟他合作。想到这儿，裴俊瞬间有了个主意，他对身旁的随从道：十一去卓府借个人过来。十一不明。公子，借人是什么意思？
裴俊看了看那抹忙碌的身影，笑了笑。他不是不肯跟我合作吗？那我就借个人跟他合作。随从得令，立马将马车赶到一旁，直接抄了一条小路，使用轻功过去借人了。马车下来的裴俊依旧一身贵气，他踱着不急不缓的步子进入那家烧烤铺子，便看见乔玉儿正在烤东西。她越发好看了，五官小巧精致，脸上的皮肤又白嫩了一些，就连身高都恰到好处的。而他身边站着的那个男子高大英俊，气势不凡。他知道这便是那天在薛竹成亲当天把他送给乔玉儿的那根簪子粉碎了的薛墨。不知怎么的，看到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他莫名的觉得登对，又莫名的不舒服。这两个人不是兄妹吗？可薛墨管得也太多了。他看得出来，薛家人虽然跟乔玉儿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每个人都很护着他。他真想跟乔玉儿有发展的话，还得一一攻克这几个哥哥。以前对姑娘家只需要招招手就能够挥之即来的裴俊，自从遇到了乔玉儿，便感觉前所未有的难度。不过越难驯的野马，驯起来越是有挑战性。裴俊是真的喜欢他，觉得他一举一动都好看，他丑的都快要移不开眼了。裴大公子，还请挪一下眼睛。薛墨突然出声，冷冷地呛道：“啊，裴公子，真是好巧。”在看到薛墨那面露寒意的样子，他又忍不住想笑。四哥这是吃醋了，他真是看不出来薛墨竟是个醋坛子，一不小心就会打翻的那种。当即他的表情又冷淡了几分。如今他是个有男人的人，就得避嫌。裴俊脸上闪过一抹受伤的表情，又有几分幽怨。你们今天铺子开张，为什么没给我发请柬？裴俊不明白，他们见了那么多回，就算做不成情人，基本的朋友也算是吧。乔玉儿知道薛墨很介意他的存在，他自然不会邀请。再说了，他感觉跟裴俊以后会是竞争关系吧，两个人的关系只能说是相熟，也不能算是朋友。乔玉儿是这么定义的。裴公子，刚出炉的肉串2文钱一串，鸡翅5文钱一串，要不要买来尝一尝？见他赖着不走，乔玉儿便当他是普通的客人，连着介绍了铺里的特色美食。裴俊顿时便被气着了，想他一个富家公子哪受过这种委屈，当即也高傲起来。这些我全都要了。他财大气粗，可旁边那些等着要的客人立马不干了，对上他道：“我说，这位公子，有钱也不能欺负人吧？你一个人能吃这么多吗？”就是给我们匀几串，我们在这都等了很久了。乔玉儿浅笑着指了指旁边的小木牌：“裴公子，限购哟。”这一笑又把裴俊给惊艳到了，他眸光闪闪。行，就按这个限购数量。走南闯北也吃了不少的特色美食，没想到乔玉儿的吃食令他回味无穷，牵肠挂肚，跟他的人一样。他有预感，这3个铺子定然会火。他亲眼看着这只商业界的金凤凰一点一点的长大，将来定会碾压他们裴家的酒楼。裴俊不想跟他成为竞争对手，只想跟他一起争遍天下的银两。在他吃饱喝足之际，随从十一过来，在他的耳边附和道：“公子，全都谈妥了。”裴俊点点头。我等他好消息。一天一晃就这样忙着过去了。薛家堂屋，一木箱的银钱跟铜板沉甸甸的端放在桌子上，薛家人一起数着：“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咱们新开的这3家铺子，今天一共收到了30多两银子呢。”他喜滋滋的说完，又看了看薛竹那边：“二哥，你那有多少？”他收的是竹制品铺子跟加盟铺的银子。薛竹道：“我自己铺子卖的不多，也就1两银子。加盟铺有2个老加盟商加入，收了20两银子。玉儿，那这一天下来，我们就进账了50多两银子，刨去成本、工钱，少说也挣了1小半银子呀。”薛东激动的嘴角发颤：“大哥，你没算错，就是这么多，后续会陆续的更多。”乔玉儿纠正道。相对于薛东的震惊，薛竹也是吃了一惊，而薛凡跟薛墨似乎都习惯了。果然，只要乔玉儿出马，就没有不好的生意。2个人脸上都挂着一副我家有妹妹，我骄傲的样子。几个女人家也都面面相觑，内心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尤其是孟庆月，对乔玉儿的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玉儿翻看这几天的账本，瞅的是头晕眼花。唉，这掌柜难找啊。他不由感慨。薛墨倒是出了个主意：“玉儿，想要掌柜可以去牙行买，签死契。一般大户人家犯事之后，府里的下人都会被发卖出来，买到这种人才，签死契是个不错的选择。”“哎，这个主意不错，那交给四哥你吧。”乔玉儿笑了笑，反正使唤着自己的男人，理所当然。
乔玉儿在此也给薛家人分了工，薛竹管他自己的铺子跟加盟铺子，薛东夫妻管那3家连在一起的铺子。至于薛凡闲时可以帮忙做做账，他还是以考功名为主。分配完成后，薛家人一一点头。大哥二哥，暂时就这么安排吧，你们在铺子里帮忙，我会给你们每月算工钱，等闲下来之后，我给你们算分红。乔玉儿打算采用股份的方式，给薛家每人都占一定比例的分红，当然最大的股东是他，占的份额也是最大的。分红？当乔玉儿提出这个建议之后，薛家人一致反对。玉儿，这都是你挣来的，我们不能不劳而获呀。薛竹也附和。就是呀，我们都拿工钱了，这万万使不得。乔玉儿摆了个暂停的手势，将自己的想法脱口而出。大哥二哥，先等我把分红制度写出来，大家再议论好吗？这发财之道是我想的，可若是没有你们齐心协力，我也完不成事儿啊。对于他的这番话，薛家人又是愣得说不出来什么，可他们也没有出多少力，都是蛮力，且一直都是在占他的便宜，这多过意不去啊。这使不得玉儿，你还是收回这想法吧。大哥，你这是不把我当家里人？您放心，我会安排妥当的，保证跟你们的付出还有收获成正比，也不会白白送你们的。在乔玉儿的再三游说之下，薛家人算是同意了这个要求。玉儿秉承着来者是客的原则，将人全部都请到了铺子里，里面装潢雅致，2楼也是同等的布局，全部都是谈生意的雅座。乔玉儿坐在中间的主位，这种感觉有点像开会，而她就是那个发号施令的领导。你便是月儿姑娘吗？是学习快餐以及火锅烧烤、喜茶铺子的大东家吗？乔玉儿嘴角露出一抹张扬的自信，不敢当，正是本姑娘。这下子所有人便议论开了。天哪，这简直是经商奇才！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不简单。那是，不仅不简单，还有雄心壮志，带着大家一起挣钱呢。这加盟30两银子并不贵，那后续还会产生其他的费用吗？乔玉儿打了个手势，示意大家稍安勿躁。大家今天能够坐在这儿，想必都是诚心来加盟的。没错，30两银子是终身加盟项目费，你们可以随便选一个项目，比如说烧烤铺子。等开了铺子之后，若想加第2个项目，只需要10两银子，以此类推。当然了，这笔银子是不多，可我每个月要从你们铺子的毛利当中抽取1成的分红。听到1成分红，众人脸色变了变，不由惊叹，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姑娘，其实是个老谋深算的商人。乔玉儿接着又砸了记重锤，加盟后大家要签份保密协议，若里面的食谱或者经营方式泄露出去，将要承受巨额的赔偿，还会被薛记除名，从此不能再加盟任何的项目。商人们权衡利弊之后，对乔玉儿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获利的同时还知道规避风险，真是太牛了。虽然条件有些苛刻，但他们也不吃亏。立马就有男子灿灿笑道：玉儿姑娘，你说的条件我都同意，合作愉快。说完，他便痛快地交了50两银子，3家铺子全都加入。乔玉儿击掌笑道：这位老爷果然爽快，不过薛记还有个不成文的要求，那便是不与同行恶性竞争，一个镇子要限量开铺子。等南阳镇开满了5家之后，便去附近的城镇开张。待你们开业之际，我会派人助阵，或者亲自上阵。这条件合情合理，大家都没有异议，便纷纷交了银子。乔玉儿一下子收了500多两银子，呼唤着伙计拿了个箱子，白银整整装了一大箱。双方签了合同，按了手印之后，这合作关系便存在了。乔玉儿道：行，那你们先去准备铺子，有空就来总店学习。好的，玉儿姑娘，我们会抽空过来学习。好说，那提前祝各位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乔玉儿笑容满面地将这些大财主送了出去。守在门口的薛墨见人都出去之后，便阔步走进来，瞧见这一大箱子的白银，他眸光闪了闪。玉儿，这些人全都加盟了吗？四哥，这些人可精明着呢，费了我不少口水。那你看，就这会儿功夫就进账了1箱白银。哼！薛墨惊讶他的财富积累速度太快了。这一忙，乔玉儿就忙到了中午。他先跟薛墨去钱庄存了银两，再跟他去火锅店里解决了午膳。行至半路，却见前面的道路被一群路人给封住了。啊，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乔玉儿好奇地凑了进去，就看见人群当中有2女对峙一男的戏码。乔玉儿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居然让他发现了几个熟面孔。这3个人居然是白丽志、乔兰儿，还有惊鸿一瞥的美貌姑娘。原来是新欢遇见了旧爱的戏码。此刻的乔兰儿狼狈地坐在地上，她拉扯着白丽志的衣衫，声泪俱下地控诉道：“白丽志，你混蛋！你明明说要娶我的，你怎么可以和别的女人在街上卿卿我我？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白丽志爱面子，现在被人围观，脸都丢尽了。他将这次落榜的原因都归咎在乔兰儿的身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娶你的。明天我就去你家退亲，从今以后我们各自婚嫁，互不相干。婚这2个字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乔兰儿在这阵子经过的崩溃、嘲笑、奚落之后，更是一肚子的委屈无处发泄。这下他更是不顾羞耻的咆哮怒吼：“白丽志，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男人，你想退婚，你要问问我肚子里的孩子肯不肯？”这话一出，不仅白丽志的脸色涨成了猪肝色，就连他身旁的姑娘脸色更是青白交错。围观的路人瞠目结舌的议论：“天哪，未婚先孕呐！这姑娘也太不要脸了。”我看不要脸的是这书生吧，一看就是个薄情寡义的，勾搭上有钱的千金小姐就抛弃自己的未婚妻，跟个禽兽有什么区别？就是，若不是这个男人，姑娘一个人也没办法怀孕呀。这人还要退婚，简直败类！乔兰儿见路人帮他说话，豁出勇气抱住男人大腿，声嘶力竭的讨伐：“白丽志，你不信，可带我去医馆检查。我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男人，你必须娶我，不然我就去你的学堂闹，我让你抬不起头。”女人破罐子破摔的样子让白丽志害怕，她一下子就慌了。若她这些行为闹开了，她丢不起这个脸，还可能会影响她以后的科举。她气得都快要冒烟了，往事的情分全然不顾，她气得一脚把他踢开：“滚啊！乔兰儿，不管你有没有孩子，我都会跟你退婚的。你别以为能拿这个就能威胁我。”乔兰儿被推倒在地，连续打了几个滚之后，便捂着肚子喊疼。众人便看到她的裙摆下方流出了一滩鲜血。“哎呦喂，要出人命了，快送医馆去啊！”围观的群众大声地喊道。白丽志这下也慌了，他喃喃自语：“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是他自寻死路，跟我无关。”他的这些所作所为落进富家千金的眼睛里，让他很是义愤填膺地甩了他一巴掌：“白丽志，算我瞎了眼，看上你这样的人，你枉读圣贤书，从今以后我跟你恩断义绝，再不来往。”富家千金利落地说完，狠狠地推开了他，便挤开人群，气势十足地离开了。